瑶池圣地，云雾缭绕的琼华峰上，一名身着月白霓裳的女子正气鼓鼓地坐在云床边，一双灵动如秋水的眸子，此刻却燃着两簇小小的火苗。她玉手托着香腮，纤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精致的如同画中仙子的脸蛋上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此女正是瑶池圣地当代圣女灵瑶。气死我了，我那个哥哥简直就是条千年咸鱼，扶都扶不起来。灵瑶越想越气，素手一翻，一枚通体温润的同心玉出现在掌心。她指尖注入一丝神力，玉佩顿时泛起柔和的青光，光芒在空中交织，竟化作四面光洁如水的镜子，每一面镜中都缓缓浮现出一道绝美的身影。这同心玉乃是瑶池秘宝，一套5枚，只要身处同一片大玉，便能如见面般传讯，是圣女们之间私密的群聊法器。哟，我们的瑶池圣女这是怎么了？谁敢惹你生气？说出来，姐妹们帮你平了她。镜中率先传来一道略带娇蛮却又清脆悦耳的声音。说话的女子一身火红长裙，眉心一点朱砂痣，艳光四射，正是神皇古族的小公主黄灵儿。她性如烈火，最是护短。另一面镜中，一位气质清冷的女子淡淡开口，她的声音如同山间清泉，带着一丝安抚人心的力量。灵儿别急，先听瑶瑶说。此女来自紫府圣地，名为紫渊，向来沉稳。瑶瑶，又为你哥哥的事烦心。一道空灵的声音响起，镜中女子白衣胜雪，宛如月下仙子，不食人间烟火，正是广寒仙宫的传人清禅。嘻嘻，我猜也是，能让瑶瑶妹妹气成这样的，除了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兄长，还能有谁？最后一道身影巧笑嫣然，媚骨天成，一颦一笑都勾人心魄，乃是浣花宫的妖女江若薇。还不是她？林瑶一听，顿时找到了宣泄口，对着四面镜子大倒苦水。你们是不知道，我好不容易求了师尊，让他老人家帮忙给我哥找个好师傅。我师尊是谁？那可是圣人啊！他老人家放下面子，托了人情，终于请动了太初圣地的一剑平山李圣人，答应收我哥为徒。此言一出，四面镜中同时陷入了片刻的寂静。圣人收徒？黄灵儿那双凤眸都瞪圆了。瑶瑶，你这面子也太大了吧！那李圣人出了名的眼高于顶，非绝世天骄不收的。江若薇也是掩嘴轻笑。瑶池圣主还真是宠你，不过想想也对，紫渊和清禅虽然没说话，但眼神中的惊讶也说明了一切。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圣人的人情重如泰山，但随即他们又都了然了，因为眼前的灵瑶值得这份宠爱。她乃是万古罕见的先天道胎，天生与道亲和，修行对她而言不像是逆水行舟，更像是顺流而下。短短20载，她便以真至4级秘境巅峰，俯瞰同代，将无数所谓的天才远远甩在身后。瑶池圣主曾言，若此黄金大事不出意外，灵瑶是最有希望触摸那万年未有的地境门槛的人之一。有这样的绝世明珠在前，圣主为他不成器的哥哥铺路，似乎也合情合理。可你们猜我哥怎么说？灵瑶的声音带着哭腔，模仿着他哥哥懒洋洋的语气。他说，哎呀，修炼那么累做什么？修为够用就行了吗？打打杀杀的多不好，躺平才是王道。那个什么李圣人，听名字就很凶，还是算了吧。扑黄灵儿一个没忍住，差点笑出声，但看到灵瑶委屈的模样，又硬生生憋了回去，俏脸涨得通红。紫渊几人也是面面相觑，神情古怪。够用就行，躺平才是王道，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言论。要知道如今可是黄金大事，地路已断万年，天地精气复苏，大道重现，无数被雪藏的古代怪胎天纵奇才纷纷出世，都为了争夺那唯一的无上大帝之位。这注定是一个血与古铺旧的时代，不进则退，退则为尘埃。在这种大争之势，竟然有人心安理得地选择躺平。几位天之骄女心中不约而同地对灵瑶那位素未谋面的兄长生出了一丝鄙夷。这哪是够用就行，分明就是烂泥扶不上墙，想一辈子躲在妹妹的羽翼下作威作福。不行！黄灵儿一拍桌子，镜中的画面都为之一震。瑶瑶，你哥哥这思想太危险了，我们得去劝劝他，必须让他明白这个世界有多残酷。对，我们跟你一起去。紫渊也难得地表了态。清禅和江若薇亦是点头同意，他们既是心疼灵瑶，也是真想见识一下这位奇葩中的奇葩究竟是何方神圣。灵瑶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喜色，但旋即又担忧起来。你们可千万别动手啊！我哥他修为很弱的，我上次见他好像才道宫秘境，经不起你们一根手指头的。道宫秘境？四女听得嘴角微微抽搐。他们这些人哪个不是早就跨过了轮海？道宫、4级这几个境界正在化龙秘境上高歌猛进，道宫秘境在他们眼中和凡人也没太大区别。放心吧，瑶瑶，黄灵儿大大咧咧的保证，我们是去讲道理的，
不动手。但他心中却暗暗加了一句：不动手，不代表不能用气势压一压，用言语刺一刺，非得让他羞愧到无地自容，自己主动滚去修炼不可。其余几女也是差不多的想法。半日后，青云峰下，此峰在东荒算不得什么名山，灵气也只能算中等，显得有些落寞。林瑶带着4位好友踏着云雾而来，落在一座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洞府前。洞府门口连个像样的阵法都没有，只有2尊半人高的石狮子默默镇守。就是这里了。林瑶指着洞府，脸上带着几分无奈，我哥就喜欢这种清静地方，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发呆，要不就是雕这些破石头。他指了指门口的石狮子，显然没什么好感。然而他的话音刚落，走在最前面的紫渊却突然停下了脚步，目光死死地锁定在左边那尊石狮子上。那石狮子雕工略显粗糙，线条简单，身上还沾着些许青苔，看起来平平无奇，和普通城镇中镇宅石狮没什么两样。可是在紫渊的眼中，这尊石狮子却仿佛活了过来。不是活了，而是它本身就是道的化身。那看似随意的每一道刻痕都暗合天地之理，那斑驳的青苔仿佛是岁月流转的痕迹，那空洞的石眼望进去，竟好似能看到一片星辰生灭、宇宙轮转的浩瀚景象。一股无法言喻的道韵如水波般无声无息地荡漾开来。紫渊，怎么了？黄灵儿察觉到不对，也看了过去。他一开始还没在意，可当他凝聚神念试图探查时，心神猛地一震。在他这位神皇古族公主的感知中，这石狮子不再是石头，而是一头蛰伏的太古洪荒巨兽。它没有散发任何杀气，只是静静地趴在那里，但那种源于生命本源的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气息，却让他的神皇血脉都感到了一丝战栗。这是黄灵儿失声，俏脸瞬间煞白。青蝉和江若薇也发现了异常。青蝉的广寒仙体对大道最为敏感，他从石狮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近乎永恒的静，仿佛万古时空在他面前都只是弹指一瞬间。而江若薇的幻花宝典最擅长洞悉虚妄，可他用尽瞳术，看到的也只是一片混沌，深不可测，仿佛能吞噬一切神魂。4位天之娇女此刻如遭雷击，呆立在洞府门口，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这到底是什么？一件随手雕刻的石狮子竟蕴含着如此恐怖的道韵，这道韵的玄奥程度甚至比他们圣地中那些准地器乃至地兵残片上铭刻的道纹还要晦涩，还要古老。这怎么可能？一个道宫秘境的咸鱼能雕出这种东西？开什么玩笑！就算是圣人王乃至大圣，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在一块凡石上烙印下如此一丝大道真意。哎呀，你们发什么呆啊？林瑶见他们都盯着石狮子不动，有些不解地催促道：别看了，就是我哥无聊嗑着玩的，愁死了。快进来吧，我哥肯定又在睡懒觉了。洞府门口空气仿佛凝固了，黄灵儿、紫渊、青蝉、江若薇4人如同4尊精美的玉雕，一动不动。他们的目光在彼此之间交汇，无需言语，便已读懂了对方心中那份难以言喻的骇然。咸鱼，道宫秘境，这等能将大道真意信手拈来，随意雕刻在顽石上的存在，若是咸鱼，那他们这些所谓的天之娇女又算什么？连咸鱼翻身时溅起的浪花都算不上吧。哎呀，你们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被我哥这破品位给吓到了？林瑶见4位好友停在门口发呆，还以为他们是嫌弃这里简陋，不由得替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哥哥感到一丝羞愧。快进来吧，里面更乱呢。他说着便要拉着紫渊往里走。4人被他这一拉才如梦初醒，连忙收敛心神，强行将目光从那2尊石狮子上挪开，再不敢多看一眼，生怕自己的神魂被那浩瀚的道韵彻底吸进去。瑶瑶，别急。紫渊稳住心神，反手拉住林瑶，声音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干涩。我们还是先商量一下，待会儿怎么劝你哥哥比较好。对，黄灵儿一反常态，连连点头，原本的嚣张气焰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此事需从长计议。我们不能太冲动。青蝉清冷的声线也多了一丝波动。林瑶被他们这突如其来的郑重搞得一头雾水，不就是劝他去拜师吗？有什么好商量的？你们刚刚不是还说要用气势压他，让他羞愧到无地自容吗？4女闻言，脸上神情顿时变得无比精彩。用气势压他？开什么玩笑！在那2尊石狮子面前，他们连站稳都费劲，还谈什么气势？怕不是自己的道心先被压得粉碎？还是幻花宫的江若薇反应最快，她眼波流转，掩嘴轻笑道：瑶瑶妹妹，此一时彼一彼时，对付不同的人，自然要用不同的方法。依我看，强硬手段怕是行不通，不如试试软的。他说着，意有所指的瞟了青蝉一眼，
媚眼如丝。比如说美人计，清蝉妹妹天姿国色，让她对你哥哥撒个娇，说不定她就从了呢。你胡说什么啊？林瑶俏脸一红，啐了他一口，心中却真的开始盘算起来。而黄灵儿二人听了江若薇的话，却是心头一凛，看向她的眼神都变了。美人计，对一位可能是隐世大能的存在用美人计，这妖女胆子也太肥了。不过他们在看向天真烂漫，还在认真思考可行性的林瑶，心中忽然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或许普天之下也只有林瑶这个傻妹妹才有资格在这位恐怖存在面前撒娇吧。就在几人各怀心思，气氛古怪之时，洞府内传来一阵脚步声，一道身影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小姐，您回来了。那是一个中年男人，身形挺拔，面容俊朗，眉宇间带着几分洗尽铅华的沧桑，本该是个极有魅力的男子。然而他那发型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乌黑的头发从中间整齐地分开，一丝不苟地贴在头皮两侧，身上穿着的更是一件款式古怪的蓝色背带裤，里面配着一件简单的白色麻衣。这副打扮配上他那张脸，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割裂感，让黄灵儿几人看得眼角直抽。蔡叔，林瑶见到来人，立刻亲热地叫了一声，然后对4位好友介绍道：“这是我哥的管家，蔡叔。几位仙子好。”蔡叔对着4人微微躬身，姿态谦逊到了极点，仿佛只是一个普通的管家。可就在他抬头的瞬间，一直紧盯着他的紫渊瞳孔猛地一缩，他仿佛看到蔡叔那双看似平和的眼眸深处，有那么一刹那，竟闪过一道灰蒙蒙的光。那光芒如混沌初开，4天地未分，其中流转的气息仅仅是惊鸿一瞥，就让他的神魂感到了一阵悸动。那是一种凌驾于天地万道之上的恐怖威压，比他师尊那位子府圣地的圣人全力出手时还要恐怖1000倍万倍。紫渊的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俏脸煞白。蔡叔，我哥呢？林瑶却毫无察觉，随口问道。少主在后院的菜地里，说是要给新种的几棵菜松松土。蔡叔恭敬地回答，就知道他又在摆弄那些破菜。林瑶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又压低声音对紫渊他们吐槽道：“你们看他这身打扮，奇怪吧？都是我哥的恶趣味。蔡叔他本来不姓蔡的，是我哥3年前把他从外面捡回来，非说人家跟他有缘，赐姓为蔡，还逼着他必须梳这个发型，穿这身衣服，说什么这是考斯普雷的行为艺术，真是气死我了。”紫渊、黄灵儿、清蝉、江若薇4人听着林瑶的吐槽，面面相觑。捡回来的，赐姓，逼着穿成这样，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他们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林瑶的哥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奇葩啊？几位仙子，请进吧，少主吩咐过，若是小姐带朋友回来，直接请进便是。蔡叔侧身让开一条路，再次躬身。4人不敢怠慢，连忙回了一礼，跟着林瑶走进了洞府。穿过一条简单的甬道，眼前豁然开朗，没有想象中的金碧辉煌，也没有仙气缭绕的景象，眼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院子。院子被分成了好几块，第一块似乎是个植物园，里面种着些青菜、萝卜、西红柿，都是些凡俗间最常见的蔬果，长势喜人，绿油油的，看起来鲜嫩可口。可是在4位天之娇女的眼中，这片菜地却处处透着诡异，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这里的每一株植物从生长到凋零，都遵循着一种最古朴最本源的生命韵律，它们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摇曳，都仿佛与天地脉动合二为一。菜叶上的纹路，花瓣上的脉络，都像是天然形成的道纹，阐述着生命的真谛。在这里待久了，他们甚至感觉自己对生与死的大道感悟，都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一丝。这哪里是菜地，这分明是一处无上的悟道之地。就在这时，黄灵儿的目光被菜地角落里的一样东西吸引了，那是一把锄头，随意地插在一颗水灵灵的大白菜旁边，锄头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它通体暗沉，看起来像是最普通的凡铁所铸，毫不起眼。可当黄灵儿下意识地用神念扫过去时，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在了原地。星辰神经，他失声惊呼，声音都变了调。另外3女闻声望去，神念同样探出，下一刻他们的表情与黄灵儿如出一辙，写满了惊骇与不可置信。星辰神经，那是指在星辰内核中历经亿万年演化才能诞生一丝的无上神材，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就足以引得圣人出手抢夺，是铸造圣王兵刃乃至准地器的核心材料。而现在这么一大块星辰神经竟然被铸成了一把锄头，用来松土、暴殄天物。这是真正的暴殄天物啊！4人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滴血，他们几乎是同时转过头，用一种看败家子般的眼神死死地瞪着还一脸茫然的林瑶。瑶，黄灵儿第一个忍不住了，她指着那把锄头，又指着满园的神物，声音都在颤抖。
你管这叫破菜地？管门口的叫破石头。紫渊也深吸一口气，眼神复杂的看着他。瑶瑶，你哥哥他拒绝李圣人，或许不是他狂妄，而是李圣人根本就没资格收他为徒。啊！林瑶彻底懵了，他看看那把黑乎乎的锄头，又看看这片他从小看到大的菜园子，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好姐妹们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什么资格不资格的？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看着林瑶那纯真又无辜的眼神，4位天之娇女心中同时涌起一股无力感。她们终于明白了，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绝世的机缘就摆在你的面前，你却把它当成了垃圾。这个傻丫头守着一座无上神藏。就在林瑶被4道谴责的目光看得手足无措之时，一个略带磁性又透着几分懒洋洋的声音从菜地深处悠悠传来：瑶瑶，来客人了，怎么不请他们进来坐坐？外面风大。声音不大，却仿佛带着某种奇特的魔力，瞬间抚平了4女激荡的心绪，让他们狂跳的心脏渐渐安定下来。他们猛地抬头循声望去，只见菜地尽头一棵巨大的柳树下，一道年轻的身影正缓缓放下手中的水瓢，站直了身子，朝着他们这边看了过来。柳树下那道身影站直了身子，转了过来。刹那间，天地间所有的光华仿佛都在这一刻汇聚到了他的身上。那是一个极其英俊的男子，剑眉星目，鼻梁高挺，唇角带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他没有刻意散发任何气势，身上穿着的也只是最普通的青色长衫，可他只是随意的站在那里，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超然气质。那不是高高在上的威压，也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而是一种历经万古沧桑，看尽世间繁华后沉淀下来的极致的淡然与温和。仿佛这世间的一切在他眼中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挂怀。黄灵儿那颗素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心，在这一刻竟不争气的狂跳起来，脸颊也泛起一抹不正常的滚烫。他见过的天骄俊艳不知凡几，有霸道绝伦的，有仙风道骨的，可从未有一人能给他带来如此强烈的视觉与心灵冲击。不只是他，江若薇那双勾魂夺魄的媚眼此刻也失了焦距，一丝红晕悄然爬上耳根。就连一向清冷的紫渊和清禅，眼神中也闪过一丝不易查明的情绪波动。帅已经不足以形容，这是一种已经超越了皮相，直抵灵魂深处的魅力。哥，你又在偷懒。林瑶却完全没有自己朋友们的花痴心态，他气呼呼地跑过去，像只炸毛的小猫：我带朋友们来了。王腾看着气鼓鼓跑到自己面前的妹妹，眼中露出一抹宠溺的笑意。他抬手习惯性地揉了揉林瑶的脑袋，动作自然而流畅。知道了，大管家。他的声音带着几分磁性，懒洋洋的，却又格外好听。都长这么大了，还毛毛躁躁的。他心中也是一阵感慨，谁能想到当年在山脚下捡到的那个脏兮兮差点饿死的小丫头，如今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成了名动东荒的瑶池圣女了。至于他自己，身为一个穿越者，最大的金手指可能就是这逆天到离谱的悟性了。什么功法秘术，他看一眼就会，练一下就通，稍一琢磨还能给他优化升级，反推出更强的版本。修炼对他而言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根本不存在瓶颈这种东西。久而久之，他都懒得去记自己到底是什么境界了。反正很多年了，他都没再打过架，也没遇到过能让他认真起来的对手。修炼的尽头是什么？他不知道，大概就是他现在这样吧。林瑶家哥哥好，我叫黄灵儿。黄灵儿第一个反应过来，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只是那声音比平时弱了3分。紫渊、清禅、小女子江若薇见过王公子。4女一一见礼，姿态放得极低，再无半分天之娇女的傲气。几位仙子不必多礼。王腾微笑着点了点头，随手一挥，柳树下那张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桌旁，凭空出现了几张材质相同的石凳。他伸手示意，都坐吧，寒舍简陋，别嫌弃。几人哪敢嫌弃，一个个正襟危坐，比在自家圣地听圣主讲道时还要乖巧。哥，我跟你说正事呢。林瑶看他这副悠闲的样子，顿时又气不打一处来。李圣人收徒的事，哦，那个啊，不是说不去了吗？王腾打断了他的话，一副这是翻篇了的表情。你，林瑶气得直跺脚，可当着朋友们的面又不好发作。他眼珠一转，忽然计上心来，对着4位好友挤了挤眼睛。哼，不理你了。姐妹们，你们帮我好好劝劝他，让他知道现在外面竞争多激烈。我去给你们摘点水果，做点心茶水去。说完，他便一溜烟地跑向了院子另一边的果林，将这个烂摊子丢给了4位好友。他一走，院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微妙。4女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开口。劝他？怎么劝？说他修为低微，不思进取。
这话对着门口的石狮子说，他们都没那个胆子。王腾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他拿起桌上的一个水瓢，给几人面前的石杯里都倒上了水，动作行云流水。别听那丫头瞎说，她就是瞎操心。他笑着摇了摇头，几位喝水。清澈的水注入杯中，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黄灵儿几人端起杯子，只是浅浅的尝了一口，便觉一股温润的暖流顺着喉咙滑入腹中，瞬间扩散至四肢百骸。体内的神力竟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活跃，就连那困扰了许久的修行壁障，似乎都隐隐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这哪里是水？这分明是无上神液。可王腾却像是没事人一样，自顾自地靠在柳树上，又从树上随手摘下一根嫩绿的柳条，拿在手里把玩。那柳条在他指尖灵动的跳跃，时而缠绕成环，时而绷直如剑，时而化作游龙，时而凝成飞凤，倒运天成。而就在他摘下柳条的那一刻，一直沉默不语的青蝉娇躯猛地一颤。他的广寒仙体对天地间最本源的生命与造化气息最为敏感。从刚才开始，他就觉得这棵柳树不一般，生机旺盛的有些过分。直到王腾摘下那根柳条，一丝最纯粹的本源气息泄露出来，瞬间引动了他体内的血脉共鸣。那是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俯瞰纪元沉浮的无上生机。青蝉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想起了一段尘封在广寒仙宫最古老禁忌典籍中的记载。传说在开天辟地之初，天地间诞生了一株神柳，扎根于混沌之中，沐浴着大道而生。它的一片柳叶可生死人，肉白骨；一节枝条可斩日月，断星河。他曾于仙古纪元讲到，被万灵尊称为足柳，乃是一切生命与造化法则的源头。只是随着纪元落幕，足柳也销声匿迹，再无踪迹。所有人都以为他早已在最恐怖的黑暗动乱中彻底寂灭了。可现在，这股气息，这种感觉，青蝉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那棵看似普通的柳树上，又缓缓移到王腾指尖那根灵动非凡的柳条上。他那双清冷如月的眸子，第一次被极致的骇然与狂热所填满，不会错的。这种至高无上的生命道运，普天之下绝无第二。眼前这棵被王腾当成遮阳伞随意靠坐的柳树，分明就是那诸指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足柳。砰！一声脆响打破了院中的宁静，青蝉手中的玉杯竟被他失控的神力瞬间捏成了齑粉。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他的身上。只见这位素来清冷如冰山，仿佛万事不盈于心的广寒仙女，此刻嘴唇翕动，双目失神，用一种近乎梦一般的声音颤抖着吐出了两个字。那两个字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重若亿万钧，狠狠地砸在了黄灵儿、紫渊和江若薇的心头。柳神！王腾听到声音，抬眼看了看失态的青蝉，又看了看地上的碎末，随手将桌上的一个紫砂茶壶拎了过来。杯子碎了就用这个喝吧，反正都一样。他将茶壶推到青蝉面前，动作随意的就像在递一个普通的碗。然而当江若薇的目光落在那紫砂茶壶上时，他整个人仿佛被9天神雷劈中，瞬间定格。那茶壶通体呈紫金色，壶身上铭刻着古朴的云纹，看起来颇有几分古意。可江若薇却认得那壶底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小小的阳字印记。他的脑海中一道信息疯狂闪过：紫阳圣王，3万年前横压一个时代的无上圣王，其本命法器便是一尊名为紫云炼天壶的紫金神壶，据说能炼化天地万物。而那尊神壶的标志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阳字印记。眼前这个被用来喝水的茶壶和古籍中描绘的紫云炼天壶一模一样。紫云炼天壶，3万年前紫阳圣王的本命圣兵。江若薇的声音第一次失去了平日里那种魅惑众生的从容，一双勾魂的桃花眼中此刻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惊骇。他那柔弱无骨的玉手下意识地掩住红唇，却怎么也掩不住那丝丝缕缕泄露出来的颤音。此言一出，仿佛一道9天惊雷在黄灵儿、紫渊和青蝉3人的心湖中轰然炸响。紫阳圣王，那可不是什么寻常圣人，而是3万年前真正意义上的盖世强者。据说他最鼎盛之时，曾以此壶炼化过一片小世界，威能震古烁今。这样一尊传说中的圣王兵器，竟然就这么被当成一个普通的茶壶用来喝水。我不信！黄灵儿性子最烈，第一个忍不住，一个闪身就凑了过去。她身为神皇古族的帝女，天生亲和火焰大道，此刻却感觉自己的神皇真火在那茶壶面前渺小的如同烛火遇到了后人。她下意识催动一缕本命神火，想去试探。那缕金红色的火焰刚靠近茶壶3寸，便噗的一声无声无息地湮灭了，仿佛从未存在过。黄灵儿娇躯一颤，噔噔噔连退2步，俏脸煞白。紫渊和刚刚从柳神的震撼中稍稍回神的青蝉也屏住了呼吸，神念如最纤细的丝线，小心翼翼地探了过去。壶身上的云纹竟是紫阳焚天经的完整道则显化。
天啊，比我领悟到的紫府圣地经文还要玄奥。紫渊的声音干涩无比，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火焰神国在其中沉浮。这股霸道绝伦的意志是圣王道威没错，但他被一种更恐怖、更宁静的力量彻底镇压了，只能泄露出1/1000不到的气息，轻缠喃喃自语。他看向王腾的眼神彻底变了。如果说柳神的气息是至高无上的生命与造化，那这茶壶就是极致的毁灭与霸道，而这个男人却能让这两者在他院中和谐共存。真的，竟然是真的。4位天之娇女感觉自己的认知在这一天之内被反复的撕碎、碾压，再随意的拼接。先是蕴含大道真意的石狮子，再是用星辰神经铸造的锄头，然后是传说中的足柳，现在又冒出来一尊圣王兵器当茶壶，这已经不是离谱2个字可以形容的了。这简直是把他们引以为傲的出身和见识按在地上疯狂摩擦。他们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那个依旧懒洋洋地靠在柳树下的男人。王腾见他们一个个像是白日见鬼的表情，只是淡然一笑，他心中毫无波澜。圣王兵器也就堪堪能上他的桌子罢了。论手感，不如那把修剪花草的刻刀来的温润；论坚固，不如菜地里那把锄头砸得顺手。这壶胜在造型古朴，大小也合适，拿来泡茶倒水确实不错，不然就凭一个区区圣王兵器，还真没资格在他这院子里占据一席之地。毕竟被他封印了气息的东西太多了，多一件不多，少一件不少，清净最重要。一个茶壶而已，几位仙子何必如此大惊小怪？王腾的声音平淡如水，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4女闻言，心头又是一记重锤。他知道，他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可他这副风轻云淡的态度，王公子。江若薇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声音发颤地问道：这可是能炼化天地的紫云炼天壶，您就这么用它来喝水？这问题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王腾闻言，有些好笑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拎起那尊紫云炼天壶，又给自己的杯子蓄满了水，动作随意至极，仿佛那不是什么圣王兵，而是一个路边摊买来的瓦罐。壶生来就是为了盛水沏茶的。他悠悠开口，声音不大，话语却像是一柄大锤，狠狠地敲在了4位天之娇女的道心之上。至于他之前是谁的，做过什么，与我何干，与他又何干？一番话说得轻描淡写，却蕴含着一种返璞归真、直指事物本源的无上哲理。是啊，壶不就是用来喝水的吗？他们穷尽一生，苦苦追寻，不惜血染星空，争夺这些神兵利器，究竟是为了驾驭他们，还是反过来被这些器物的名头与来历所束缚，成了虚名的囚徒？这一刻，他们心中那颗坚定无比、欲要争霸黄金大事的心思突然有些颓然起来。他们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是来劝说王腾努力修炼，去争夺机缘，可现在看来，他们的行为是何等的可笑。一个能让足柳遮阴、让圣王兵器泡茶的存在，需要他们来指点江山；一个早已看破了物与我的界限，达到了万物为我所用，而非我为万物所累境界的绝世高人，还需要去那血与骨铺就的地路中，与一群凡夫俗子争夺什么虚名？他们才是那个需要被点醒的人，他们才是那个深陷名利牢笼、看不穿、放不下的可怜人。一时间，院中的气氛变得无比沉静。黄灵儿收起了满身的骄傲火焰，紫渊紧绷的身体也放松下来，清禅眼中的狂热化作了深邃的宁静。江若薇的媚态进去，只余下深深的自省。他们忽然觉得，像现在这样坐在柳树下，吹着清风，听着这位王公子说几句平淡却蕴含至理的话，似乎比在圣地中闭关苦修100年收获还要大。道心好像在以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方式飞速蜕变着。就在4人道心即将被彻底策反之时，一阵欢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哥，姐妹们，我回来了。林瑶端着一个巨大的托盘，像只快乐的蝴蝶，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快尝尝，这是蔡叔刚做的桂花糕，还有我亲手从果林里摘的果子，可甜了。他献宝似的将托盘放在石桌上，托盘里金黄酥软的桂花糕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旁边还摆着几盘洗得干干净净的水果，晶莹剔透，水灵灵的，煞是好看。4女的心神被拉回现实，看着天真烂漫的林瑶，心中五味杂陈。这傻丫头还不知道自己这几位好姐妹世界观已经碎了一地，正在艰难的拼接中。黄灵儿下意识地拿起一块桂花糕，刚要送进嘴里，目光却不经意间扫过旁边一盘通体赤红、状如心脏的果子。那果子表面似乎有真龙虚影一闪而逝，散发着一股奇异的芬芳，仅仅是闻上一口，就让他感觉血脉深处的古老烙印都在欢呼雀跃。咦？黄灵儿轻咦一声，感觉这果子有些眼熟，好像在神皇古族最核心的某本古籍图谱上见过。林瑶一把拉住紫渊和黄灵儿的手，将他们拽到一边，压低了声音，满脸期待的小声问道：怎么样？
我哥是不是被你们说得哑口无言，羞愧难当，已经决定要去太初圣地拜师了？林瑶那双亮晶晶的眸子在4位好友脸上一一扫过，充满了期待。被他这么一问，黄灵儿、紫渊、清禅、江若薇4人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精彩。羞愧难当，我们现在只觉得羞愧难当，尤其是想到自己之前还信誓旦旦要用气势压倒王腾，他们就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那感觉就像是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娃娃，对着一位隐士的武林盟主叫嚣着要指点他武功一样，可笑又好笑。4人面面相觑，眼神交汇间都读懂了彼此的尴尬与无奈。此行目的早被那石狮子、锄头、柳神、茶壶给轰得渣都不剩了。嗨嗨，还是黄灵儿第一个扛不住，他一反常态地拉住林瑶，语重心长道：瑶瑶，我们刚才仔细想了想，觉得你哥哥这状态挺好的啊。林瑶满脸问号，好什么啊？他整天待在这破院子里，跟个老头子似的，一点上进心都没有。非也非也。江若薇接过话头，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瑶瑶妹妹，你哥哥这叫返璞归真，是大道至简的至高境界。我们境界太低，之前看不透，险些误导了他，实在是罪过，罪过啊！心安处即是道场。一直沉默的清禅也清冷地补充了一句，眼神里竟带着一丝向往。林瑶，她看着自己这几位画风突变的好姐妹，彻底懵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怎么感觉她们像是被自己哥哥给洗脑了？难道哥哥的咸鱼气息真的会传染？不是，你们……林瑶急了，你们怎么反过来劝我了？我们不是说好了，要让他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让他去追求无上大道吗？4女闻言，心中同时苦笑。追求无上大道，这位爷本身就是大道好吧？他们甚至怀疑，那些所谓的圣人在他面前够不够看都是个问题。就在林瑶急得快要跳脚，以为自己请来的救兵全都被策反了的时候，黄灵儿似是想起来什么一样，指着桌上状如心脏的果子，美眸瞪得溜圆。我想起来了，这是……他伸出手指，有些颤抖地指向那盘果子，声音都有些变调。赤血龙心果。此言一出，紫渊、清禅和江若薇也齐齐将目光投了过去。那果子约莫拳头大小，通体赤红如血，表面隐隐有龙形纹路游走，散发着一股奇异的芬芳，仅仅是闻上一口就让人感觉气血翻腾，神魂振奋。真的是赤血龙心果。紫渊也倒抽一口凉气。我曾在圣地最古老的丹经图谱上见过它的画像，据说此果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在3000年方成熟，内蕴真龙精血，一颗便能让修士脱胎换骨，肉身成圣，甚至有几率觉醒龙族血脉者。这等神物早已绝迹了才对。清禅和江若薇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赤血龙心果，那可是传说中能让圣人都为之疯狂的无上神药啊！林瑶看着他们震惊的表情，有些茫然的挠了挠头。赤血龙心果是这个吗？我哥叫它红彤彤，说吃了对身体好，我就经常摘来吃啊。他说着还随手拿起一颗，咔嚓咬了一口，汁水四溅，吃得津津有味，味道还不错，就是有时候吃多了有点上火，经常摘来吃。还上火？4位天之娇女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一柄大锤砸中，眼前阵阵发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昏过去。那可是赤血龙心果啊，能让圣人打破头争抢的无上神物，你就这么当普通水果一样咔嚓咔嚓给吃了，还嫌上火？暴殄天物，这是比用星辰神经锄地，用圣王兵器喝水还要令人发指的暴殄天物。瑶瑶，黄灵儿的声音都在哆嗦，她指着林瑶手中那被啃了一半的红彤彤，又指了指盘子里剩下的几颗，感觉自己的心肝脾肺肾都在抽痛。你确定你吃的这个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啊。林瑶一脸无辜，又咬了一口，就是甜甜的，水多。我哥说比外面卖的那些用灵石催生出来的果子好吃多了，纯天然无公害。他歪着脑袋想了想，然后求证似的看向不远处正悠闲地靠在柳树下的王腾。哥，黄灵儿他们说这是什么赤血龙心果，很厉害的样子，是真的吗？王腾闻言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目光在那盘果子上一扫而过，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哦，他们说的是那种几千年才熟一次，吃了能增强点气血，运气好还能长几片灵的玩意儿吧。他顿了顿，语气平淡。我这红彤彤可比那玩意儿强多了，那什么赤血龙心果，给我这红彤彤提鞋都不配。此言一出，4女再次石化，提鞋都不配。他们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这接二连三的冲击了。林瑶却是不信，嘟囔道：哥你又吹牛，我才不信呢。
我吃着就跟普通水果差不多吗？王腾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暗叹，这年头说实话怎么就这么难让人相信呢？他这果子可是经过他以无上道法改良过的，早已脱离了凡俗认知。那什么赤血龙心果，在他这红彤彤面前确实连提鞋都不配。你们也尝尝。王腾没再多解释，只是随口道。四女闻言面面相觑，虽然心中觉得王腾可能是什么世外高人，但还是对王腾所说不太敢相信，但不敢再轻易否定了。而且那果子散发出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黄梨儿第一个按捺不住，小心翼翼地拿起一颗，学着林瑶的样子轻轻咬了一小口。果肉入口即化，一股难以形容的甘甜清冽瞬间在味蕾上炸开，仿佛包含了天地间所有美好的味道。那滋味比他吃过的任何琼浆玉液、仙葩神果都要美妙千百倍，太好吃了。黄梨儿眼睛一亮，三两口便将一颗果子吞入腹中，然后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目光灼灼地盯着盘子里剩下的。紫渊、清禅和江若薇见状，也纷纷拿起一颗品尝起来。果然绝品，此等美味世间罕有，感觉灵魂都在欢呼。他们一个个吃得眉开眼笑，暂时将什么神物不神物的抛之脑后，完全沉浸在了这极致的美味之中。片刻之后，一盘红彤彤便被风卷残云般消灭干净。四女咂咂嘴，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表情，甚至有种冲动，想赖在这里不走了，天天都有这种神仙果子吃，还修什么炼啊？只是奇怪。黄梨儿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又仔细感应了一下体内的神力，秀眉微蹙。虽然好吃到极致，但好像真的没什么灵气波动，也没有感觉到气血有明显增强啊。紫渊和清禅也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江若薇更是直接，她一双妖媚的大眼睛看向王腾，带着几分好奇。王公子，这果子莫非只是单纯的美味？王腾看着他们疑惑的表情，只是笑了笑，并未解释。他心中却是一片了然，这些红彤彤乃是他以大道滋养、夺天地造化孕育而成，其真正的效用并非是那种立竿见影的药力冲击，而是润物细无声。每一颗果实中都蕴含着最本源的生命精华和大道碎片，使用之后，这些精华会潜移默化地融入修士的四肢百骸，改善其体质，夯实其道基，甚至能提升其悟性。林瑶之所以能有如今先天道胎的体质，拥有如此恐怖修行速度，这些从小吃到大的红彤彤功不可没。每一次修炼都仿佛是在顿悟，瓶颈对他而言几乎不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无上神物，其价值远非那些靠着年份堆积、药力狂暴的所谓天才地宝可比。哥，我就说嘛，这果子就是好吃，没什么特别的。林瑶见自己的判断得到了验证，得意地扬了扬小下巴，然后他又献宝似的将托盘往前推了推，指着那些金黄酥软的桂花糕，眉飞色舞地说道：“姐妹们，你们再尝尝这个，蔡叔做的桂花糕，那才叫一绝，比这红彤彤还好吃呢。”哦，听林瑶这么一说，刚刚品尝过神果美味的四女顿时又来了兴趣，连那等美味的果子都只能屈居其后，这桂花糕又该是何等的美味？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那盘散发着诱人甜香的桂花糕上，不约而同地伸出了手。金黄酥软的桂花糕静静地躺在白玉般的盘中，每一块都仿佛是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上面点缀着几粒晶莹的桂花，散发着甜而不腻的清香。黄梨儿几人此刻早已没了天之娇女的矜持，在林瑶热情的招呼下，纷纷伸出玉手，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块。糕点入口并没有想象中的松软，而是一种奇特的介于酥脆与绵密之间的口感，仿佛在舌尖上轻轻一抿，便化作了一股最纯粹的香甜暖流，瞬间席卷了整个味蕾。那不是单纯的甜，而是混合了稻谷的醇厚、桂花的清雅，以及一种仿佛来自太古蛮荒的生命甘霖的味道。这……江若薇那双勾魂夺魄的媚眼此刻瞪得溜圆。她出身于浣花宫，见识广博，曾有幸参加过以仙酿神食闻名东荒的百味圣地千年一次的百果宴，那里的点心皆由最顶级的灵谷、神泉、仙果制成，被誉为世间美味之最。可与口中这块平平无奇的桂花糕相比，百味圣地的所谓神品简直就是糟糠中的糟粕。我感觉我以前吃的都是猪食。黄梨儿最是心直口快，一张俏脸涨得通红，不知是羞的还是激动的，她三两口便将一块桂花糕咽下，只觉得一股磅礴而温润的精气在腹中轰然散开，顺着四肢百骸流淌，让她通体舒泰，仿佛每一个毛孔都在欢快的呼吸。王腾看着他们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只是淡然一笑，心中却在暗自摇头。这桂花糕的面粉是他用一株早已绝迹的9天息壤神米磨成的，用的糖是院里那群以混沌神花为食的紫金玉蜂酿造的万年蜜。至于那桂花，更是他从一株扎根在太阴本源中的月桂树上随手摘的。用这些东西做出来的糕点，再加上坤叔的才艺，
要是还不好吃，那才叫没天理了。怎么样怎么样，好吃吧？林瑶一脸得意，仿佛这糕点是他做的一样。紫渊和清禅也是吃得美眸发亮，连连点头，完全忘了自己平日里清冷如仙的形象。可就在几人将一盘桂花糕风卷残云般消灭干净后，一便突生好热。黄灵儿第一个感觉到了不对劲，她白皙的脖颈上泛起一抹动人的嫣红，感觉体内像是有一座火山将要喷发，一股燥热的气息从小腹升腾而起，让她有些口干舌燥。紧接着，紫渊、清禅和江若薇也察觉到了同样的感觉，体内神力奔涌，气血翻腾，仿佛刚刚吞下了一颗大日，浑身都暖烘烘的，甚至有些滚烫。啊，你们也这样啊？林瑶看到他们的反应，顿时一副我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大大咧咧地说道：“这就是上火了。我哥做的这些东西，好吃是好吃，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没事没事，喝口茶就好了。”说着，他熟练地拎起那尊被当成茶壶的紫云炼天壶，揭开了壶盖。来来来，喝茶降火，我哥这茶最管用了。就在壶盖揭开的刹那，一股氤氲的白雾袅袅升起，那雾气并非普通的水蒸气，而是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七彩之色。雾气在空中盘旋，竟隐隐幻化出一片片玄奥的叶状符文，每一片符文都仿佛蕴含着一条完整的大道至理，看上一眼就让人心神清明，灵台空彻。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清香弥漫开来，那不是花香，也不是果香，而是一种直抵灵魂深处的道香。这茶雾化道，道运天成。清禅的娇躯再次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失神地看着那升腾的七彩雾气，美眸中的骇然比之前见到柳神时还要浓烈100倍。传说中太古时代的悟道古茶树，其茶叶泡出的神茶也不过是能引动一丝道运共鸣，可这悟道古茶树，黄灵儿、紫渊和江若薇的心脏又一次被狠狠地攥紧了。那可是只存在于最古老神话中的天地神根，据说喝上一口悟道茶便能让人立地顿悟，堪比100年苦修。林瑶看着他们又一次震惊到失语的模样，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给几人的杯子里都续上了茶水。哎呀，什么道运天成的，你们想多了。他嘟着嘴，一副你们少见多怪的表情。这就是我哥弄的小把戏，他嫌白色的水蒸气不好看，就用法力给他染了个色，中看不中用了。快喝吧，不然该凉了。不远处靠在柳树下的王腾听到妹妹这番天真烂漫的解释，差点没笑出声来。小把戏，他心中一阵好笑，这丫头还真是个活宝。什么悟道古茶树，那等凡物也配与他这院子里的茶树相提并论。他这株茶树乃是昔日游历混沌海时，从一方即将寂灭的本源宇宙核心处截取的一段世界树的根茎，再以自身无上道法浇灌了差不多有3000个纪元的阴阳二气，方才培育而成。其每一片茶叶都烙印着一方宇宙生灭的完整道则。凡人饮之可改善体质，延寿千载；修士饮之可洗涤神魂，破除一切心魔与瓶颈，直指大道本源。只不过这些逆天功效都被他随手封印了99%，只留下一丝最纯粹的茶香与润物无声的益处。不然这茶香一旦泄露出去，恐怕整个宇宙的禁忌存在都会被惊动，到时候就别想清静了。他没有解释，只是端起自己的杯子也跟着抿了一口，神态悠然自得，仿佛真的只是在喝一杯普通的凉茶。而黄灵儿4人此刻却是端着茶杯如捧至宝，久久不敢下口，他们心中的惊涛骇浪已经快要将理智的彻底冲垮。哎呀，你们愣着干嘛？林瑶催促道。4人对视一眼，最终还是对那股沁入灵魂的茶香的渴望战胜了内心的震撼。他们学着王腾的样子，轻轻地抿了一小口。茶水入口，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清冽与甘醇，仿佛不是流过喉咙，而是直接融入了他们的元神之中。前一刻还因桂花糕而燥热难耐的身体，在这一瞬间便如沐春风，通体冰凉舒爽，那股奔腾的气血瞬间平复，变得温顺而充满了活力。更让他们骇然的是，自己的神魂仿佛被甘霖洗涤过一般，变得前所未有的剔透与纯净，许多以往晦涩难懂的修行关爱，在这一刻竟豁然开朗，迎刃而解。太好喝了！黄灵儿一仰脖，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只觉得整个人都轻飘飘的，仿佛要羽化飞升。紫渊、清禅、江若薇也是如此，一杯茶下肚，之前所有的震撼与怀疑全都化作了最纯粹的享受与宁静。看吧，都说了我哥种的东西最好了。林瑶见他们一脸满足的模样，骄傲地挺了挺小胸脯，豪气干云的一挥手，这些果子啊、糕点啊、茶叶啊，院子里多的是，你们要是喜欢，随便吃随便喝，管够。此言一出，4女差点没当场给他跪下。我的圣女大人啊，你知道你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出去会引起多大的腥风血雨吗？还管够？这任何一样东西流落到外界，都足以让圣人老祖们打破头颅，甚至掀起不朽道统之间的战争啊！
王公子。江若薇努力平复着激荡的心绪，再也没有之前的那股妖媚气息，无比恭敬地问道：不知您是如何栽培出这等神物的？可有什么秘诀？这个问题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在王腾身上。王腾放下茶杯，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院子里那些长势喜人的花草蔬果，有些理所当然地摊了摊手。秘诀？没什么秘诀啊，他一脸诚恳地说道，就随便种种，土好，水好，太阳好，他们自己就长出来了。四女，他们感觉自己一口老血梗在喉咙，吐不出也咽不下。这话说的简直比直接告诉他们这是无上神术，你们学不会还要让人绝望。看着王腾那副真诚无比毫无作为的表情，他们连怀疑的念头都生不出来。或许对于这等存在而言，这一切真的就只是随便种种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比人与狗之间的差距还要大。院中的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诡异的安静。就在这时，王腾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升到了正空。作为一名骨子里刻着民以食为天的华夏穿越者，即便早已辟谷万年，但饭点这个概念依旧如同本能一般。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对着还在发愣的几人笑道：光吃点心喝茶可不行，正好到晌午了，走吧，带你们去尝点好东西。前2天刚打到一批不错的野味，正好今天一起收拾了。眼看王腾已经迈步走向了院子深处的一座茅草屋，林瑶也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跟了上去。临走前，心思最缜密的紫渊还是忍不住拉了拉林瑶的衣袖，指着那被随意丢在石桌上的紫金茶壶，小声提醒道：瑶瑶，这壶记得收好，别放在外面，万一被人偷了。林瑶闻言先是一愣，随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声音清脆悦耳：安了安了，就是一个泡茶的破壶，又重又丑，谁会偷这个啊？破壶又重又丑。紫渊、黄灵儿、清禅、江若薇4人听到林瑶这句清脆悦耳的评价，感觉自己的道心像是被1万头太古凶兽来回践踏，碎得连渣都不剩了。他们4张绝美的俏脸上表情精彩到了极致，尤其是紫渊，他看着林瑶那满不在乎的模样，感觉自己心口堵得慌。那可是紫阳圣王的本命圣兵啊，他们紫府圣地若是能得到此物，恐怕圣主都要亲自出关焚香沐浴，将其供奉个10天10夜。可在这儿就成了个又重又丑的破壶。瑶瑶，黄灵儿性子最急，实在是忍不住了，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林瑶的肩膀使劲摇晃，美眸瞪得老大。你清醒一点，这不是什么破壶，这是紫云炼天壶，是3万年前紫阳圣王的本命兵器啊！林瑶被他晃得有点晕，眨了眨那双纯净无瑕的大眼睛。江若薇也走了过来，苦笑着补充道：黄灵儿妹妹没说错，瑶瑶，你看壶底那个阳字印记，那股霸道绝伦的圣王道威，做不了假的。清禅更是指着壶身上的云纹，原本清冷的声音此刻却是有些颤抖。这些云纹是紫阳焚天经的道则显化，每一道都蕴含着一条完整的火焰法则，这是无价之宝。林瑶听着3位姐妹你一言我一语，脸上的轻松惬意渐渐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丝的愕然与难以置信。她虽不谙世事，但现在也是拥有先天道胎的天才修士，对道的感知远超常人。之前只是没往那方面想，此刻被几人点醒，他才下意识地将一丝神念探入那紫金茶壶中。轰！仿佛一瞬间坠入了一片无垠的紫色火海，亿万缕火焰法则交织成网，其中一尊霸绝天地的伟岸身影手托神壶，正在炼化星辰。那股焚尽诸天唯我独尊的意志，即便被一层更恐怖的力量封印了绝大部分，泄露出的万一也足以让寻常圣人骇然失色。是真的，竟然全都是真的。林瑶的小脸瞬间涨得通红，她猛地扭过头，看向不远处依旧懒洋洋的自家哥哥，声音都带上了一丝激动：哥，这么厉害的宝贝，你怎么不告诉我啊？王腾看着自家妹妹那气鼓鼓的可爱模样，忍不住失笑，走过来揉了揉她的脑袋，语气轻松：一个壶而已，告诉你做什么？能泡茶就行了呗。说着，他生怕妹妹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立刻转移了话题，对着空气喊了一声：蔡叔。话音刚落，一个身穿背带裤的中年男子突然显现身形。主人有何吩咐？王腾指了指院子深处，随意道：把前2天打到的那几只山鸡和野兔收拾一下，送到镇上的醉仙楼去，让王大厨用他的拿手绝活都给做了，我们稍后就到。是，主人。蔡叔应了一声，再次躬身，而后便转身朝着院子深处走去。黄灵儿几人只当是普通的野味，并未在意，可江若薇却注意到那蔡叔转身的瞬间，眼中闪过的一丝金光，竟让他这位浣花宫的圣女都感到一阵心悸。那绝不是一个普通老农该有的眼神。与此同时，蔡叔走进了院子后方一处看似普通的园林，
一步踏入，天旋地转，眼前的景象不再是小桥流水，而是一片充斥着混沌与煞气的独立空间。空间之中，一头形似猛虎却生有双翼，浑身燃烧着黑色魔焰的凶兽正在咆哮，其声势之浩大，足以震裂山川，竟是一头血脉精纯的太古一种穷奇，其实力赫然已达圣人级别。然而面对这头能让外界为之震动的绝世凶兽，蔡叔那张俊秀帅气的中年帅脸却不见丝毫波澜。随着其眼神逐渐锐利，其身上的气势陡然攀升了起来。孽畜，能成为主人的盘中餐，是你三生三世修来的造化。他平淡的开口，声音不大。下一刻，他身后一道遮天蔽日的巨大黑影一闪而过，那是一头无法用言语形容其庞大的巨鲲，仅仅是尾鳍的一角便仿佛能压他一片心域。那圣人级别的穷奇连惨叫都没能发出一声，便被巨鲲虚影一口吞下，在吐出时已经变成了一只被拔光了毛，处理得干干净净，只有寻常野鸡大小的山鸡。紧接着虚影又在混沌中一捞，一头正在沉睡的通体雪白、额生独角、散发着太阴之气的玉兔被抓了出来，瞬间也被处理成了一只肥硕的野兔。蔡叔随手将处理好的野味拎在手里，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了这片空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院中，王腾已经招呼着4位天之娇女准备出门，林瑶却站在原地没动，她的小脑袋瓜里此刻正掀起一场风暴，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她的脑海。紫云炼天壶，这种古朴的风格，这种特殊的材质，好像在哪里见过好多。对了，哥哥的杂物间，那间被哥哥当成仓库堆放他各种失败品的屋子，里面好像就有好几套这种看起来又重又丑的茶具。难道一个让林瑶自己都觉得荒谬绝伦的猜测浮现在心头？哥，他抬起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你们先去吧，我突然想起来今天的修炼还没做完，今天就不去吃了。王腾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能洞穿一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却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行，那你自己在家待着吧。说完便带着还有些云里雾里的黄灵儿4人施施然地走出了院门。待到所有人都离开，整个小院再次恢复了宁静。林瑶深吸一口气，心脏砰砰直跳，她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径直走向了院子角落里那间最不起眼的一个房间，那是哥哥的杂物间。他伸出微微颤抖的手，吱呀一声推开了那扇门。屋内的光线有些昏暗，各种各样的杂物被随意地堆放在角落里，东倒西歪。林瑶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靠墙的一个木架子上，那里赫然摆放着7、8套样式各异，但风格都极其古朴的茶具。它们和那尊紫云炼天壶一样，此刻却都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看起来就像是路边摊淘来的廉价货。林瑶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快要停止了。他颤抖着伸出手，拿起最外面的一只通体漆黑、壶身铭刻着星辰的茶壶。当他的指尖触碰到壶身抹去灰尘的刹那，嗡，一片浩瀚无垠的星空猛地在他的脑海中炸开，亿万星辰围绕着这尊神壶旋转生灭，一股比紫阳圣王那股道威不知宏大多少倍的意志，仿佛一尊执掌宇宙的星空大帝在对他进行无声的凝视。这股气息绝对超越了圣王，是大圣，甚至是准帝。哐当，林瑶手一软，那尊星辰耀天壶掉在了地上，却发出了金石交击之声，完好无损。他已经顾不上了，疯了一般扑向木架，拿起第2套，那是一尊通体雪白，仿佛用万载玄冰雕琢而成的玉壶，上面烙印着一朵栩栩如生的雪莲。神念探入，一股冰封万界、冻结时空的至寒道韵，险些将他的神魂都给冻僵。第3套，一尊金光璀璨、雕刻着真龙图腾的神壶，内蕴一股纯正到极致的祖龙之气。第4套、第5套，每一套竟然都是不逊于，甚至远超紫云炼天壶的无上神兵。圣兵、大圣兵、准帝兵器，这些足以让整个宇宙都为之疯狂，掀起血雨腥风，让不朽道统打到崩灭的至宝，此刻就如同垃圾一般被堆在这个小小的杂物间里，无人问津。林瑶呆呆地站在屋子中央，看着满架子的破铜烂铁，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哥哥会说壶只是用来泡茶的了。茅草屋中，尘埃在从门缝透进来的光束中飞舞，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林瑶呆呆地站在那堆破铜烂铁面前，心却像是被投入了熔岩中，灼热狂跳。圣兵、大圣兵、准帝兵器，这些只存在于圣地最古老典籍中的传说之物，这些能让不朽道统拼上底蕴去争夺的无上至宝，此刻就像一堆没人要的垃圾，被他的哥哥随意丢弃在这个角落，任由灰尘将他们的神光掩埋。准帝兵都只能放在杂物间，难道还有大帝兵？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哥哥会对那尊圣王兵器紫云炼天壶露出那般平淡的神情。因为跟架子上这些随便一件比起来，
那尊壶确实是里面最普通、气息最微弱的一个。若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好像在很小的时候，哥哥好像拿了很多壶给自己选哪个最漂亮，年幼的自己好像选的就是那个紫云炼天壶。等等，一个荒谬却又无比合理的念头突然在他的脑海中出现。哥哥，他的哥哥王腾，他不是没有上进心，不是甘于平凡的咸鱼，他一定是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某个早已覆灭的却辉煌到无法想象的无上道统的全部传承。是了，一定是这样，这才能解释一切。那柄用星辰神金打造的锄头，还有眼前这一屋子足以让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的杂物。想通了这一点，林瑶的心脏骤然一紧，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与心疼涌上心头，眼眶瞬间就红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他懂。哥哥他不是不想修炼，他是不敢啊。他身怀如此惊天动地的宝藏，一旦暴露，会引来何等恐怖的滔天大祸。那些所谓的圣地、古老的世家、不朽的皇朝，恐怕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瞬间将他撕成碎片。所以他只能选择蛰伏，选择伪装。他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一个胸无大志的咸鱼，日复一日地待在这小小的院子里，用这种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这个秘密，守护着这个家，守护着自己。而自己呢？自己竟然还觉得他堕落，觉得他不上进，甚至找来了黄玲他们，想要点醒他，逼着他去追求那所谓的无上大道。何其可笑，何其愚蠢！他这哪里是想帮哥哥，分明就是想把他往火坑里推。一想到这里，林瑶的脸上便火辣辣的，羞愧与自责几乎将他淹没。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忽然觉得自己那所谓的先天道胎，那引以为傲的修行速度，在哥哥默默承受的这一切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不行。我一定要替哥哥守住这个秘密，从今往后谁都不能再逼他了。他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那尊掉在地上的星辰耀天壶捡起，用衣袖仔细擦去上面的手印，又轻轻地放回了木架的原位。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屋子里的一切都恢复原样，仿佛自己从未进来过。做完这一切，他才轻轻地退了出去，将那扇门重新关好。转身的那一刻，他眼中的迷茫与天真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哥哥，你放心，从前是你保护我，从今往后换我来保护你，我会变得更强，强到足以让整个世界都不敢觊觎你的秘密。另一边，王腾带着还有些神思恍惚的黄灵儿四人，慢悠悠地走到了府邸门口。一辆看起来颇为古朴的马车早已静静地等候在那里。拉车是一匹通体棕红、体态神俊异常的高头大马，他安静地站在那里，但眼神中却满是桀骜。黄灵儿对神俊的坐骑向来没有抵抗力，此刻精神一振，美眸发亮。王公子，你这马好神气，看着比我们圣地的那些龙血宝马还要威武几分。王腾笑了笑，没接话。这玩意儿可不是什么龙血马，而是一头血脉返祖的纯血龙马，真要放开气势，一蹄子下去，寻常的山脉都得被踏平。这时江若薇的一声轻呼又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只见车夫的座位上蹲着一只通体金毛的小猴子，只有巴掌大小，正抱着一颗不知名的坚果，咔吱咔吱啃得正香。他看到众人非但不怕，还歪着脑袋对着江若薇眨了眨灵动的大眼睛，那可爱的模样瞬间就俘获了这位幻花圣女的心。呀，好可爱的小东西！江若薇忍不住伸出手指想去逗弄一下。啾！一声清脆的鸣叫响起，一道火红的影子从旁边的树梢上闪电般掠过，稳稳地落在了黄灵儿的肩膀上。那是一只麻雀大小的小鸟，通体羽毛赤红如火，流光溢彩，煞是好看。好漂亮的小鸟！黄灵儿惊喜地看着肩上的小家伙，她非但不怕人，还轻易地用小脑袋蹭了蹭他的脸颊。紫渊和青蝉看着这灵性十足的马和宠物，心中也是啧啧称奇，只觉得这位王公子连养的动物都与众不同。他们又哪里知道，那只啃着坚果的小猴子是凶名赫赫的太古神兽通臂神猿的幼崽，而那只看似无害的小红鸟更是神话传说中的朱雀后裔。只不过他们都被王腾用无上手段遮掩了天机，洗去了煞气，看起来就和普通的鸟兽没什么两样。随便养着玩的，上车吧。王腾风轻云淡地摆了摆手，率先登上了马车。四女相视一眼，心中对王腾的深不可测又多了一层认知，也跟着纷纷上了车。马车启动，看似缓慢，却快得不可思议，在繁华的街道上穿行，如行云流水，竟没有引起一丝颠簸。很快，马车便停在了城中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上。街道的尽头，一座雕梁画栋、气派非凡的酒楼拔地而起，牌匾上龙飞凤舞的写着3个大字“醉仙楼”。酒楼门口早已排起了一条长得看不见尾巴的队伍，队伍里不仅有凡间的富商巨贾，更有不少气息浑厚、一看就身份不凡的修士。他们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排着队，
脸上没有丝毫不耐，反而带着一丝期待。天啊，这么多人！黄灵儿探出头看了一眼，咋舌道：“这得排到明天早上去吧。”王腾却像是没看到那条长龙一般，掀开车帘，对着他们笑道：“放心，我们不用排队。”四女一愣，心中虽然疑惑，但经历了之前种种，他们对王腾的话已经不敢再有丝毫怀疑。然而，就在王腾领着他们准备直接走向醉仙楼大门的时候，一阵刺耳的喧闹声却从门口传了过来：“都给本公子滚开！一群贱民也敢挡我们的路！”只见几个身穿统一赤阳法袍、气息嚣张的年轻修士正一脸傲慢地推开排在最前面的人，想要强行闯进去。醉仙楼门口负责维持秩序的2名壮汉脸色一变，连忙上前阻拦，陪着笑脸道：“几位公子，实在抱歉，本店客满了，还请您几位排队稍后。”排队？为首那名面容倨傲的青年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一脚踹开一名壮汉，眼神阴冷地扫过众人，声音中充满了不屑与狂傲：“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我们是天阳圣地的人，在东荒这片地界上，我们天阳圣地就是规矩。”天阳圣地这4个字一出口，仿佛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让原本嘈杂的街道瞬间安静了几分。排队的人群中，不少修士脸色微变，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忌惮。东荒大地，圣地与世家林立，而不朽皇朝俯瞰人间，天阳圣地便是这片大地上最顶尖的势力之一，以霸道与护短闻名，门下弟子向来横行无忌。被踹翻的壮汉挣扎着爬起来，敢怒不敢言。周围的人群虽然心有不忿，却也纷纷退让，生怕惹火烧身。哼，一群软骨头！为首的天阳圣地青年名叫李阳，见状更是得意，脸上那份倨傲几乎要化为实质。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赤阳法袍，就要带着师弟们大摇大摆地走进去。这天阳圣地的人还是这么讨人嫌。黄灵儿皱了皱好看的穷鼻，小声嘀咕道：“同为圣地传人，他最是看不惯这种仗势欺人的做派。”江若薇几人也是秀眉微蹙，显然对这几个人的行为颇为不耻。然而他们预想中王腾会出手，或者至少会表露出不悦的场面，并没有发生。只见王腾飞但没有生气，反而眼睛一亮，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奇的玩意儿。他拉着还有些愤愤不平的黄灵儿往旁边挪了挪，找了个视野绝佳的看戏位置，兴致勃勃地小声道：“别急，有好戏看了。”四女他们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快要跟不上这位王公子的清奇思路了。就在这时，酒楼里快步走出来一个身影，那是个身材微胖，穿着一身锦缎员外袍，脸上挂着和气生才标准笑容的中年人。他一出门便对着那几个天阳圣地的弟子拱了拱手，满脸堆笑道：“哎呦，几位公子，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啊！我是这醉仙楼的掌柜王富贵。”那名叫李阳的青年斜睨了他一眼，冷哼道：“少废话，知道我们是谁，还不赶紧把里面的人都给本公子清出去，我们要包场。”此言一出，排队的人群顿时一片哗然，这简直是欺人太甚。王富贵脸上的笑容却丝毫未减，他依旧是那副和和气气的模样，不卑不亢地说道：“公子说笑了，小店有小店的规矩，那就是先来后到。您几位要是想用膳，还请在这后面排个队。您放心，小店的菜上得快，用不了多久就能轮到你。”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整个长街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这个胖掌柜。疯了，这个掌柜一定是疯了，他竟然敢让天阳圣地的人排队，他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就连黄灵儿四女都对这王掌柜生出了一丝敬佩。在这弱肉强食的修炼界，敢于在圣地面前坚守原则的人实在太少了。王腾看着这一幕，赞许地点了点头，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像是在欣赏一出精心编排的大戏。这王富贵还行，至少没有以前那么暴躁了，以前刚碰到的时候简直是凶煞滔天。李阳的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一个凡人城池里的酒楼掌柜，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驳他的面子，你找死！他怒吼一声，体内神力奔涌，一股属于化龙秘境修士的强大威压轰然爆发，抬手便要向王富贵抓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富贵那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不经意间扫过了看热闹的人群，下一秒他的目光定格在了王腾的身上。轰！王富贵只觉得一道天雷在自己脑海中炸开，整个人瞬间石化。他脸上的和气笑容、镇定、原则，在看到王腾脸时通通烟消云散。东家，他怎么这么早就到了？王富贵甚至来不及思考，肥胖的身躯爆发出与体型完全不符的敏捷，竟一把推开近在咫尺的李阳，连滚带爬地冲向王腾。扑通一声，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刚才还风骨铮铮不畏强权的王掌柜
就这么五体投地地跪在了那个俊逸出尘的白衣青年面前，抱着他的小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嚎了起来：“东家，富贵没能提前倾倒，惊扰了您的雅兴，富贵罪该万死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排队的人群表情凝固，黄灵儿四女更是美眸瞪得溜圆，樱桃小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而被推了个趔趄的李阳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他伸出的手还将在半空中，整个人都傻了。短暂的死寂之后，人群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议论与嘲弄。我没看错吧？搞了半天不是有骨气，是后台更硬啊！我还当这醉仙楼的掌柜是什么人物，原来也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色。规矩，在特权面前，规矩就是个屁。鄙夷、不屑的目光瞬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王腾的身上。好啊，好你个王富贵！李阳终于反应了过来，他只觉得自己的脸被人当众来回抽了无数个耳光，火辣辣的疼。所有的怒火与屈辱瞬间转移到了王腾身上。原来你就是他的主子，本公子今天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资格敢让我天阳圣地的人排队。他面目狰狞，杀意沸腾，这一次他将所有的力量都凝聚于掌心，化作一道赤色的火焰神芒，毫不留情地拍向王腾的头颅。人群中有人发出了惊呼，仿佛已经看到了这青年脑浆迸裂的惨状。然而王腾依旧站在原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有些嫌弃地看着抱着自己腿的王富贵，仿佛在考虑要不要一脚把他踹开。就在那火焰神芒即将触碰到王腾的刹那，一道瘦削的身影鬼魅般地出现在了王腾身前。是醉仙楼门口那个负责迎宾的小厮，看起来弱不禁风，一直没什么存在感。只见那小厮随手一挥，就像是赶苍蝇一般，啪一声清脆的响声，那道足以开山裂石的火焰神芒就这么凭空湮灭了。紧接着小厮看都懒得看李阳一眼，反手一巴掌抽出，砰！李阳和他身后那几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师弟，就像是几个破麻袋一样，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抽飞了出去，划过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越过整条长街，最终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做完这一切，那小厮仿佛只是拍死了几只蚊子，又恭恭敬敬地退回到了王富贵身后，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心，再次化作了那个毫不起眼的路人甲。长街之上，鸦雀无声，风停了，尘埃也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定格在了半空。所有人的脸上都还保持着之前那种鄙夷和不屑的表情，但他们的眼神却已经彻底被无尽的恐惧和骇然所填满。王腾终于把自己的腿从王富贵的怀里抽了出来，拍了拍裤脚上不存在的灰尘，叹了口气，总算清静了。他看了一眼已经完全呆滞的黄灵儿四人和周围那一片仿佛被施了定身术的雕像，随意的摆了摆手：“走吧，热闹看完了，进去吃饭，菜该凉了。”长街之上，死寂无声，风停了，尘埃也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定格在了半空。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个从始至终都只是嫌弃的拍了拍裤脚的白衣青年身上，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让醉仙楼的掌柜跪舔。那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迎宾小厮，一巴掌扇飞了画龙秘境的天阳圣地弟子，像是拍死了一只苍蝇。这代表着什么？在场但凡有点见识的修士，脑子里都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们根本不敢往下想。走吧，进去吃饭，菜该凉了。王腾的声音打破了这片死寂，他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转身就要领着依旧处于石化状态的黄灵儿四人走进酒楼。黄灵儿张了张嘴，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他快步跟上，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虑：“王公子，那可是天阳圣地的人，我们就这么把他们打了，会不会有麻烦？”他虽然也看不惯那几个人的嚣张跋扈，但天阳圣地的作风他还是有所耳闻的。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江若薇和清禅也是黛眉紧蹙，显然有着同样的担忧。这位王公子行事太过随心所欲，固然显得深不可测，但也太容易招惹滔天大祸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在王腾眼中，所谓的天阳圣地与路边的一窝蚂蚁并无本质区别。而那个刚刚出手，此刻又恢复了低眉顺眼模样的小厮，其真身乃是太古年间凶名赫赫的弑神蚁一族的王者，早已修成了圣人王果位。若非王腾以无上神通遮掩了他的所有奇迹，仅仅是其无意中散发出的一缕威压，就足以让这座古城连同城中亿万生灵瞬间化为齑粉。别说天阳圣地的小辈，就算是他们的圣主亲至，在这位面前也唯有跪地叩首的份。就在这时，一道狼狈不堪的身影从街角跌跌撞撞地冲了回来，正是之前被一巴掌扇飞的李阳。他此刻披头散发，嘴角挂着血迹，身上的赤阳法袍破烂不堪，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倨傲，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怨毒与惊恐。他不敢再看那个小厮，而是死死地盯着王腾。你们敢动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师尊乃是天阳圣地执法堂的赤云长老。
你们死定了，你们全都死定了！他色厉内荏地嘶吼着，试图用背景来挽回一丝颜面。聒噪！不等王腾开口，刚刚从地上爬起来整理好衣冠的王富贵脸上的谄媚笑容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骨的冰冷。他一步踏出，肥胖的身躯竟散发出一股渊庭月至的气势，冷冷地盯着李阳，似乎就在等待着王腾的安排。东家！李阳的瞳孔骤然一缩，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踢到了一块何等恐怖的铁板。王腾有些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对这种苍蝇般的叫嚣感到厌烦。他侧过头，对着王富贵随意地吩咐了一句：“打个半死，修为废掉，丢出去！我吃饭的时候不想杀生，影响我吃饭的心情。”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宛若惊雷。什么？李阳和他那几个刚挣扎着爬回来的师弟，闻言如遭雷击，脸上血色尽退。废掉修为，这对一个修士而言，比死还难受。你不能这么做。我表叔是天阳圣地的内门大执事，我姑姑是圣地太上长老的道侣。几人惊骇欲绝，语无伦次地搬出自己所有的后台，希望能够震慑住对方。然而王腾已经领着四女走进了酒楼，连头都懒得回一下，仿佛根本没听到他们的哀嚎。王富贵对着王腾的背影恭敬的一躬身，在直起腰时，脸上已经挂上了一抹残忍的狞笑。他对着那小厮点了点头。下一刻，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响彻了整条长街，骨骼碎裂的咔嚓声，神力被强行抽离的闷响，以及绝望的哭嚎交织成一曲令人毛骨悚然的乐章。排队的人群噤若寒蝉，一个个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醉仙楼内别有洞天，穿过典雅的前堂，王腾领着他们来到了一处清幽雅致的独立庭院。院中流水潺潺，奇花异草遍地，灵气浓郁的几乎要化为实质，比他们圣地的核心洞府还要胜过几分。王富贵已经小跑着跟了进来，亲自为几人沏上了一壶清茶，然后便恭敬地退到一旁，不敢打扰。王腾安然落座，看着还有些心神不宁的四女，笑了笑：“别紧张，一群跳梁小丑而已。今天请你们尝尝我秘制的烧烤，保证你们以前从没吃过。”烧烤！听到这两个字，黄灵儿四人都是一愣。他们身为圣地传人，为了保持道体纯净，早已辟谷多年，平日里食用的都是些灵果仙露，对这种凡俗间的烟火食物，下意识的便有些排斥，认为那是污秽之物，会影响修行。虽然嘴上没说，但他们眼中那一闪而过的讶异与不以为然，还是暴露了内心的想法。这王公子虽然神秘强大，但这品味似乎有些接地气。王腾将他们的反应尽收眼底，也不点破，只是神秘一笑。他们又哪里知道，这所谓的烧烤用的食材，乃是那头圣人级的太古一种穷奇和那只蕴含太阴之气的玉兔，而负责烧烤的正是那位深不可测的蔡叔。就在四女心中腹诽之际，一股难以用言语形容的霸道香气毫无征兆地从庭院后方的厨房飘了过来。那不是普通的肉香，而是一种能够直接勾动人灵魂，引动体内道则的异香。仅仅是闻到一丝，黄灵儿便感觉自己体内的神皇血脉都在欢呼雀跃，仿佛遇到了天大的补品。那霸道绝伦的香气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四位天之娇女的喉咙，也攥住了他们的灵魂。什么辟谷，什么道体纯净，什么污秽之物，在这一刻，这些被他们奉为圭臬的清规戒律被那股香气冲刷得支离破碎。四张绝美的俏脸上神情出奇的一致，先是因自己先前的不以为然而升起一丝羞赧，随即又被那愈发浓烈的香气勾得口舌生津，美眸中水光潋滟，充满了最原始的渴望。他们都是圣地传人，心智何其坚定，可此刻那所谓的道心在食欲面前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好在他们之前也只是在心里腹诽，没把话说出口，不然现在恐怕已经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很快，蔡叔的身影出现在庭院门口，手里却端着两个巨大的白玉盘，盘中之物一串一串的烤肉，此刻已经被烤制成了诱人的金黄色，表面油脂滋滋作响，一缕缕肉眼可见的霞光从肉质的缝隙中蒸腾而出，化作种种异象，在盘子上空盘旋飞舞，最后又融入肉中。咕咚，不知是谁没忍住咽了口水，声音在这安静的庭院里显得格外清晰。黄灵儿的脸颊唰的一下就红透了，像是熟透的苹果，煞是可爱。王腾仿佛没听见，笑着招呼道：“来，别客气，尝尝蔡叔的手艺。”话音刚落，性子最急的黄灵儿已经顾不上什么淑女形象了，她玉手一伸，直接取出一串肉串，也顾不得烫，便送入了樱桃小口中。轰！当那块肉入口的瞬间，黄灵儿的凤眸猛地瞪圆了，一股狂暴而纯粹的生命精元与火焰道则，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在她的口腔中轰然炸开。那根本不是在吃肉，而是在吞服一枚由圣人毕生精华凝聚而成的神丹。
而且这肉质鲜嫩到极致，入口即化，化作最本源的道泽暖流，顺着他的喉咙一路向下，涌入四肢百骸。他感觉自己体内的神黄血脉像是被浇上了一勺神油，瞬间沸腾。一道模糊的远古神皇虚影在他身后一闪而过，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清鸣。他卡在化龙秘境一重天许久的瓶颈，在这一刻竟有了松动的迹象。这是……黄灵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得说不出话来，而他的反应就是最好的广告。江若薇、清禅和紫渊再也按捺不住，纷纷伸出了他们的纤纤玉手。江若薇才咬了一小口兔味烤肉，娇躯便猛地一颤。她修行的幻花宝典自行运转，一股至纯的太阴之气融入她的道基，让她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更加清冷圣洁却又魅惑天成的矛盾气质。清禅更是双眸紧闭，身周有清冷的月华流转，他感觉自己对道的感悟在这一刻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紫渊也差不多，他吃下的是穷奇的赤根，那股霸道绝伦的凶煞之气被处理的只剩下最纯粹的力量法则，让他对自家圣地的经文都有了新的理解。短暂的震惊过后，四位平日里高高在上、仙气飘飘的圣女、天之娇女彻底放下了所有的矜持，他们的动作快得带起了残影，玉盘中的山鸡和野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他们甚至都来不及说话，嘴里塞得满满的，腮帮子鼓鼓的，像极了偷食的仓鼠，哪还有半分平日里的女神风范。王腾看着这一幕，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笑意。他也不急，从储物戒中又取出一个小巧的玉盘，盘中盛放着一些五颜六色、闪烁着点点星光的粉末。蘸着这个吃，味道更好。他将玉盘推到桌子中央，语气随意地道：这句话若是让一旁势力对自家主人了解些许皮毛的蔡叔听到，恐怕会惊得把下巴都掉在地上。这哪是什么烧烤粉，这分明是主人用混沌土、星辰砂、凤凰血晶、祖龙逆鳞粉末等等数十种连大地都要眼红的无上神料，闲着无聊时以自身无上道火炼制而成的调味品。每一粒粉末都蕴含着一条完整的大道法则，别说地兵了，就是把整个宇宙所有不朽道统的底蕴加起来，恐怕都换不来这一小盘烧烤粉。然而正处于埋头苦吃状态的四女哪里知道这些，她们只是下意识地夹起一块肉，在粉末里滚了一圈，然后送进嘴里。嗡！那一瞬间，四女的身体同时僵住。如果说之前的烤肉是让他们的修为松动，那么加上这调味粉的烤肉，就是直接把他们的修为往上狠狠地推了一大截。无数大道智理在他们的脑海中炸开，演化天地，生灭万物。他们感觉自己仿佛飞升了，与道合真，触摸到了世界的本源。良久，当最后一块肉被瓜分干净，四女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他们一个个小脸通红，气息都比来时强横了一大截，眼神中还带着一丝回味和迷离。吃撑了，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有这种感觉。那个王公子，最终还是脸皮最薄的清禅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了，声音细若文瑞：以后我们还能来吃吗？说完，他自己都觉得脸颊滚烫。王腾哈哈一笑，爽快地点头：当然，管够。与此同时，遥远的天阳圣地一座悬浮在云端，燃烧着熊熊烈焰的神殿内。废物，一群废物。一名身穿赤色长老袍、面容阴鸷的中年人正对着跪在下方、浑身是血、修为尽失的李阳怒声咆哮。他便是天阳圣地执法堂长老赤云。师尊，您要为弟子做主啊！李阳哭得涕泗横流。那醉仙楼欺人太甚，他们不仅废了弟子的修为，还扬言我们天阳圣地就是个屁。什么？赤云长老双目一瞪，杀机暴涌。他早就对那日进斗金的醉仙楼有所觊觎，只是一直找不到由头。现在机会来了。好一个醉仙楼！赤云长老怒极反笑，他眼神阴冷，立刻对身旁的弟子下令，传讯给那醉仙楼，让他们3日之内将酒楼产业双手奉上，再拿出100株百年灵药作为赔偿，否则3日之后，我天阳圣地大军压境，定要让他们从这座城中彻底消失。酒足饭饱，王腾带着心满意足，甚至还有些晕乎乎的四女回到了王府。一进门，他们就看到了正站在院中柳树下，似乎在感悟着什么的林瑶。瑶，你亏大了！黄灵儿第一个冲了过去，拉着林瑶的手，整个人容光焕发，连肌肤都透着一层淡淡的宝辉。我跟你说，王公子的那个烧烤简直是神品，我感觉困扰我半年的瓶颈都松动了。没错，江若薇也走了过来，脸上还带着一丝回味的红晕，气质愈发空灵，那肉中蕴含的道韵比我们圣地的悟道茶还要精纯100倍。清禅和紫渊虽然没说话，但那副你错过了1个亿的表情，以及周身那隐隐浮动、愈发稳固的气息，已经说明了一切。林瑶听着几位姐妹的描述，看着她们那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小嘴微张，心里最后的一丝怀疑也烟消云散。哥哥院子里的东西，随便一件拿出去都是震古烁今的神物，他亲手做的烧烤，用的又岂会是寻常食材？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林瑶的心跳没来由的快了一拍。王腾看着自家妹妹那副纠结又好奇的小模样，不禁莞尔。他走上前，习惯性的揉了揉她的脑袋。放心，还有一只最肥的肥鸡给你留着呢。谁稀罕？林瑶俏脸一红，嘴上不饶人，心里却甜丝丝的，哥哥还是最疼自己的。一番笑闹后，夜色已深，王腾便送黄灵儿四女离开。临别前，他像是想起了什么，随手从院子角落里的一棵小树上摘了4颗红扑扑的果子，一人递了一个。路上解渴，这果籽水分足，挺甜的。那果子看起来平平无奇，就像乡间野地里最常见的野果。四女接过果子，心中却没有丝毫轻视。经历了醉仙楼的一餐，他们现在觉得王公子院子里哪怕是一根草，都可能是不凡之物。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果子收好，郑重地向王腾和林瑶道别后，才踏上了归途。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王腾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转身回屋睡觉去了。第二日天光大好，王腾正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悠哉悠哉地晒着太阳，思考着今天中午是该吃红烧肉还是清蒸鱼。蔡叔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恭敬地躬身道：东家，外面有3位故友来访。故友？王腾眼皮都没睁开，哪几个老家伙？丹鼎宗的丹元子，神兵阁的欧野大师，还有天阴宫的弄玉公主。蔡叔一一报上名来。哦，是他们啊。王腾终于睁开了眼，坐直了身子，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让他们到前厅稍等，我换件衣服就过去。王府前厅，3道跺一脚足以让整个东荒震动的身影，此刻却正襟危坐，神情间带着一丝难掩的忐忑。左手位的老者仙风道骨，身穿八卦道袍，正是东荒第一炼丹宗师丹元子。他端着茶杯，手却微微有些发抖，苦笑道：欧野兄，你说我们这次为藏土之事贸然上门，会不会惹得王小友不快？被称作欧野兄的正是神兵阁主欧野大师。他闻言瓮声瓮气地道：怕什么？上次若非王小友随口指点，我们3个老骨头早就在那上古沙阵中化成灰了。他老人家不，他小人家游戏人间，不会计较的。坐在对面的天阴公主弄玉，一位风华绝代的绝美妇人，也叹了口气。话虽如此，可我等至今都看不透王小友的境界，只记得当初他一句别老往生门跑，往死门踩一脚试试，便点破了阵法阴阳逆转的无上之理。此等见识，我怀疑他根本就是一位游戏人间的高人。丹元子深以为然，他们3人也因此机缘和王腾这个道宫境小修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常前来拜访。王腾觉得与几人也颇有渊源，所以也时常与几人对弈几局。此次藏土异动，传闻有地精出世，各大圣地都已动身，那地方法则混乱，凶险异常。我等想在进入前听听王小友的看法，或许能求得一线生机。丹元子说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就在这时，一个清朗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几分刚睡醒的慵懒。什么风把3位大忙人给吹来了？话音未落，王腾一袭白衣，悠然自得地踱步而入。唰！前一刻还在谈笑风生的3位东荒巨擘，在看到王腾的瞬间，竟是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整理衣袍，对着王腾恭恭敬敬地拱手作揖，神情肃穆得如同即将面见师长的学童。王小友。王腾换了一身简单的青衫，缓步走出，脸上挂着一抹和煦的笑容，仿佛邻家少年般亲切。然而他这副随意的模样落在3人眼中，却又是另一种解读。返璞归真，这定然是道法自然，与天地相合到了极致的体现。王小友，我等不请自来，还望勿怪啊。丹元子率先拱手，姿态放得极低。嗨，说的什么话？来都来了，坐。王腾随意地摆了摆手，自顾自地在主位上坐下，然后从旁边的柜子里翻出了一副棋盘和2罐棋子，正好闲着无聊，丹老头陪我杀一盘。丹元子受宠若惊，连忙道：故所愿也，不敢情耳。他可是知道这位王小友的棋道如同他的为人一般，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每一次对弈都能让他对丹道、对天地大道有新的感悟。欧野大师和弄玉公主则是在一旁坐下，准备观战，他们也想从这棋局之中窥得一丝真意。棋盘之上，黑白子落下，王腾的下法大开大合，随心所欲，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毫无章法可言，有时候甚至会为了棋盘的对称美而下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废棋。丹元子却是额头见汗，每一步都下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他看来，王腾的每一子都暗合天地之理，看似废棋，实则是在布局天下，引动了周天星辰之力。那一手天元不是战中，而是在演化宇宙。那一步断
不是为了吃子，而是要斩断因果，隔绝过去未来。他哪里是在下棋，他分明是在与一片浩瀚的宇宙，在与一条完整的大道对弈。啪！王腾又随手落下了一子，打了个哈欠，有些百无聊赖地催促道：“丹老头，你倒是快点啊！再想下去，我都要睡着了。”丹元子闻言，身躯一震，手中的棋子险些掉落。睡着了？他猛然抬头看向王腾，只见王腾双眼微眯，神情慵懒，仿佛真的要睡着一般。丹元子心中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懂了，王小友这是在点化我。棋局如人生，亦如炼丹，有时候过于执着于一招一式、一味一火，反而会陷入迷障。真正的大道是自然，是无为，是睡着了也能自动演化的天地规则。想通了这一点，丹元子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困扰了他数百年的某个炼丹瓶颈竟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多谢王小友指点。丹元子激动地站起身，对着王腾深深一拜。王腾，这老头又犯什么病了？下不过就下不过，行这么大礼干什么？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府邸之外突然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喧哗声。醉仙楼的人，给本长老滚出来受死！一声蕴含着无尽杀意的怒吼，如同惊雷般炸响，一股磅礴而暴虐的威压从长街的方向席卷而来，带着令人窒息的血腥气。丹元子三人脸色微变，他们能感受到来者不善，而且实力极强，为首之人恐怕已经踏入了大能境界。然而王腾的反应却再次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只见王腾飞但没有丝毫紧张，反而眼睛一亮，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好消息。他一把将棋盘上的棋子划拉开，兴致勃勃地站起身来。走走走，别下了，有好戏看了。他招呼着还有些发懵的三人，脸上那份期待与激动比刚才下棋时认真了不知道多少倍。快点快点，去晚了就站不到好位置了。丹元子、欧野大师、弄玉公主三位东荒巨擘面面相觑，感觉自己的脑子再一次被王小友拿清棋的思路给冲击的有些宕机。大能临门，杀气迎天，这叫有好戏看。不过他们虽然不解，但出于对王腾的绝对信任，还是压下了心中的惊疑，跟在了王腾身后，一同朝着府外走去。醉仙楼前的长街此刻已经化作了一片肃杀之地。天空之上，一艘巨大的赤色战船悬空而立，船首雕刻着一轮燃烧的烈阳，正是天阳圣地的标志。战船之上站满了身穿赤阳法袍的修士，一个个杀气腾腾，气息强大。为首之人正是赤云长老，他负手立于船头，面容阴鸷，大能级别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笼罩了整条长街。街道两旁的店铺早已关门闭户，原本排队的人群更是退到了千米之外，一个个脸色煞白，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圣地大军压境，这是要将醉仙楼彻底夷为平地的节奏啊！面对如此恐怖的阵仗，醉仙楼内却依旧是那么不紧不慢。王富贵依旧是那副员外郎的打扮，他甚至还搬了张太师椅，就坐在酒楼门口，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慢悠悠地品着，仿佛眼前那艘散发着滔天杀意的战船不过是海市蜃楼。他身旁那个迎宾小厮依旧是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心，仿佛睡着了一般。当王腾带着丹元子三人溜达到街角，找了个视野绝佳的茶楼2楼坐下时，丹元子三人正好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看清了王富贵那悠闲的姿态，饶是丹元子三人见多识广，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心于左而目不顺，不愧是王小友调教出来的人啊！欧野大师那双看遍天下神经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撼。一介凡人面对一尊大能和圣地战船，竟能安然品茗，此等心境，我不如也。弄玉公主也是美眸异彩连连，轻声感叹：此非心境，乃是底气。有王公子这般深不可测的主人，这世间又有何事能让他们动容？我算是明白了，这醉仙楼根本就不是一间酒楼，而是一处道场。那位掌柜是在品茶吗？不，他是在悟道，是在红尘中磨砺自己的道心。丹元子抚着长须，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看向王腾的眼神愈发敬畏。他现在觉得自己之前将王小友比作先天道子，还是太小看他了。能让手下的凡人掌柜都有如此超然物外的气度，这等人物恐怕是传说中的古之大帝转世，游戏人间。王腾正嗑着瓜子，听着三人的脑补，嘴角微微抽搐。道场，悟道，拉倒吧，那胖子就是单纯瞧不上天空上那群人，搁那儿装逼呢。此时战船之上的赤云长老见自己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对方竟然还敢如此托大，肺都快要气炸了。他森冷的声音响彻天地：本长老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交出凶手，献上酒楼，再赔偿我天阳圣地百株灵药，否则今日过后此地再无醉仙楼。
声音中蕴含着大能之威，化作实质的音波，朝着王富贵轰去。光是这声音就足以震死一片寻常的修士。然而，那音波在靠近王富贵身前3尺时，便如泥牛入海，悄无声息地消散了。王富贵吹了吹茶杯里的热气，这才慢悠悠地抬起眼皮，看向天空中的赤云长老，脸上依旧是那副和气生财的笑容。这位长老，火气不要这么大嘛，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呢？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那副不卑不亢，甚至带着一丝调侃的语气，让所有人都惊呆了。赤云长老更是怒极反笑：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奴才，看来不给你们一点教训，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话音落下，他不再废话，眼中杀机爆射。他缓缓抬起右手，一只由无尽神火凝聚而成的巨大利爪凭空出现，遮天蔽日，带着焚山逐海的恐怖威能，朝着下方的醉仙楼狠狠地抓了下去。完了，这下真的完了。远处围观的修士无不骇然失色，仿佛已经看到了醉仙楼连同那个胖掌柜一起化为飞灰的场景。丹元子3人也是瞳孔一缩，心头一紧。然而就在那火焰巨爪即将落下的瞬间，一直坐在太师椅上品茶的王富贵却突然放下了茶杯，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他没有看那从天而降的灭世一击，而是转身朝着王腾等人看戏的方向恭恭敬敬的深深一揖。修身养性多年，真不想大开杀戒啊。声音响起，那遮天蔽日的火焰巨爪在距离醉仙楼屋顶还有1丈之遥时，竟毫无征兆地寸寸崩裂，化作漫天火星，烟消云散，仿佛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死寂！长街之上，死寂的能听见心脏在胸腔里惊恐肋骨的声音。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静止，将所有人的表情都定格在了那一瞬间的骇然与呆滞之中。风停了，云止了，连天空中那艘赤色战船上飘扬的烈阳旗帜都诡异地垂了下来，一动不动。茶楼2楼，咔嚓，欧野大师手中的金铁茶杯竟被他无意识地捏出了一道清晰的裂痕。他那双看惯了神经鲜料的眼睛，此刻瞪得如同铜铃，嘴巴微微张开，喉结上下滚动，却发不出半点声音。他身旁的丹元子仙风道骨的形象早已荡然无存。他扶着桌子的手在剧烈的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兴奋与敬畏。言出法随，他喃喃自语，声音干涩沙哑。这是言出法随啊！传说中唯有将一条大道领悟到极致，与天地本源合一的无上存在，才能做到言语化作天线，一言可定山河，一语可灭星辰。而刚刚那个胖掌柜仅仅是转过身，对着他们这个方向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句话，然后一尊圣人的全力一击，那足以焚灭山川的火焰巨爪就那么消失了。不是被击溃，不是被抵挡，而是像一个写错了的字，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从这片天地的画卷上轻轻地抹去。弄玉公主绝美的脸上也满是惊骇，她痴痴地望着那个正悠哉悠哉嗑着瓜子，仿佛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白衣青年。他们哪里知道，这还是王富贵收着动静了。若是其全力出手，别说来的这批人，就是把整个天阳圣地人全都集齐捆在一起，也不够这王富贵一巴掌拍的。天阳圣地的战船上，赤云长老此刻的感受比丹元子3人要直观千百倍。在火焰巨爪被抹去的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自己与那道攻击之间的神念联系被一股无法理解、无法抗衡的至高法则硬生生斩断了。那是一种蝼蚁仰望宇宙时的无力与渺小。他整个人如坠冰窟，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脑门。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他再也无法保持镇定，声音中带上了一丝无法掩饰的惊恐与颤抖。王富贵重新坐回太师椅上，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是淡淡的吐出2个字：奴才。奴才，这2个字比任何嚣张的言语都更具杀伤力。一个自称奴才的人就能轻易抹去大能一击。然而事已至此，已无退路。圣地的威严不容挑衅，他今日若是灰溜溜的退走，他和他背后的天阳圣地都将成为整个东荒的笑柄。结阵，启动焚天战阵。赤云长老眼中闪过一丝厉色，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下方的酒楼彻底轰平。就在这时，茶楼的方向，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悠悠传来：赤云，你好大的胆子，见了本座在此，还敢放肆！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赤云长老浑身一僵，猛地转头望去。当他看清茶楼2楼窗边那个身穿八卦道袍、仙风道骨的老者时，他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丹元子大师！他失声惊呼，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退得干干净净，比死了爹还难看。这还没完，他又看到了丹元子身边那个铁塔般的壮汉和那位风华绝代的公主。
神兵阁的欧野大师，天阴宫的弄玉公主。赤云长老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差点从战船上栽下去。这三位哪一个不是东荒跺一跺脚，大地都要抖三抖的泰山北斗级人物？他们背后的势力丝毫不弱于天阳圣地，甚至在某些领域犹有过之。更重要的是，丹原子大师那是连自家圣主见到了都要恭恭敬敬行晚辈礼的存在啊！他怎么会在这里？而且看样子还是在陪一个年轻人看戏。赤云长老的目光终于落在了那个从始至终都在嗑瓜子的白衣青年身上。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一个荒谬的念头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丹原子缓缓起身，冷冷地看着他：你天阳圣地是想与我丹鼎宗、神兵阁、天阴宫同时为敌吗？还是说你想让你天阳圣地从东荒的版图上彻底消失？一句话便将天阳圣地推到了所有势力的对立面。赤云长老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战船的甲板上，浑身冷汗如浆，瑟瑟发抖。晚辈，晚辈不敢，晚辈不知几位前辈在此，更不知此地，此地是……他已经说不下去了，他现在只想狠狠地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能让这三位巨擘作陪，那个年轻人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行了行了。就在这时，王腾不耐烦的声音响起，他将手中的瓜子壳随手一扔，站起身来。一场戏唧唧歪歪半天没劲。他瞥了一眼跪在战船上已经快要吓晕过去的赤云长老，对着下方的王富贵随意地吩咐道：看在丹老头的面子上，别弄死了。修为封禁1个月，连人带船丢到藏土深处去吧，别在这碍眼。话音落下，王富贵恭敬地应了一声：是，东家。一旁的丹原子闻言，嘴角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脸上浮现出一抹哭笑不得的无奈。这面子给的还真不如不给呢。下一刻，那一直低眉顺眼仿佛睡着了的迎宾小厮突然抬起了头。没有人看清他做了什么，只看到一道黑光一闪而逝。天空之上，那艘巨大的赤色战船连同船上数百名天阳圣地弟子以及那位圣人长老赤云就那么凭空消失了，仿佛他们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长街之上再次恢复了死寂。王腾伸了个懒腰，转身对身后已经彻底石化的三位东荒巨擘笑了笑。这戏看完了，也该干点正事了。走，回我府上，教你们玩个有意思的。丹原子三人机械地跟在他身后，脑子里还是一片浆糊。回到了王府前厅，王腾让人撤掉了棋盘，然后从储物戒里拿出了一堆方方正正刻着各种奇怪符号和图案的玉石块来，我教你们打麻将。王腾兴致勃勃地将那些玉块在桌子上码好，这玩意儿得4个人一起玩，正好。丹原子、欧野大师、弄玉公主三人呆呆地看着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方块，面面相觑。麻将，这是何物？是某种蕴含大道至理的阵盘，还是某种需要4人合力才能推演的无上神术？前厅之内气氛一度有些凝滞。丹原子、欧野大师、弄玉公主三位在东荒跺跺脚都能引发地震的大人物，此刻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地盯着桌上那100多块花花绿绿的玉石方块。这些玉块温润剔透，显然是用上好灵玉雕琢而成，上面的符号更是古怪，有1到9的条，有1到9的圈，还有1到9的腕，更有东南西北中发白7种更加玄奥的符文。在他们看来，这哪里是什么玉块，这分明是一套完整的阵基。那条统腕代表的莫不是精气神三宝，那1至9的数字暗合9为极数之道。至于那东南西北中发白，更是直指天地方位、阴阳五行，乃至最终的混沌归一。一套游戏竟能囊括如此多的天地之理。三人的呼吸不自觉的都变得粗重了几分。王公子，此物名为麻将。丹原子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块刻着发字的玉块，只觉得指尖一麻，一股磅礴的气运之力流转其上，仿佛能牵引天地财道，让他这个丹道宗师都感到一阵心悸。炼丹最讲究的就是气运，此物竟是气运法则的具象化。王腾看着他们那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强忍着笑意，清了清嗓子，开始一本正经地解释规则。很简单，就是摸牌、打牌，3张一样的叫克子，可以碰；3张连着的叫顺子，可以吃；4张一样的可以杠。最后凑齐4组克子或顺子，外加1对将，就算胡了。他一边说，一边随意地码着牌。碰、吃、杠、胡了，这几个字眼落在王腾嘴里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可听在三位巨擘耳中却不亚于大道轮音。碰是道与道的碰撞交锋，吃是吞噬融合，海纳百川，熔炼万法归一，杠莫非是以无上伟力撬动天地法则的杠杆。至于最后的胡了，
那定然是功德圆满、大道得正的无上妙境。三人越想越是心惊，越想越是激动，看向王腾的眼神越发敬畏。规则大概就是这样，很简单吧？王腾笑眯眯地看着他们，要不咱们先试一把？好，请王公子赐教。三人齐声应道，神情庄重无比。游戏开始，四人各自抓了牌，王腾气定神闲，而另外三人却是面色凝重，神念疯狂涌动。单元子的牌势，欧野大师神念一扫，瞬间洞悉了单元子的手牌，嘴角露出一抹胸有成竹的微笑。然而下一刻，他便感觉一股柔和却无比坚韧的精神壁垒挡住了他的窥探，是弄玉公主。她以音律入道，神魂之力冠绝同辈，竟在无声无息间为自己和单元子布下了神魂屏障。呵呵，欧野大师推演天机，可不能这般明目张胆啊！弄玉公主轻笑道。就在这时，单元子打出一张3万。王腾刚想去摸牌，却见欧野大师大手一挥，低喝一声，砰！他面前的2张3万自行飞出，与桌上那张牌组成了一副克字。然而王腾却皱起了眉头，不对啊，欧野大师，我还没摸牌呢，你怎么知道单老头这张牌你能碰？你是不是偷看了？欧野大师老脸一红，瓮声瓮气道，这修士神念通达，自然能推演全局，此乃神通，何谈偷看？就是。单元子也附和道，我已算出下一张牌乃是9条，正是我所听之牌，此局我已胜券在握。一时间三人神念交锋，法则暗涌，好好的一个麻将桌，愣是让他们玩出了推演天机、大道争锋的气势。王腾看得直翻白眼，一把将桌上的牌推乱。停，没劲。他没好气地说道，都用神通法力玩，那还有什么意思？最后不就变成了比谁修为高，谁会算命了？三人闻言顿时有些尴尬。弄玉公主轻蹙眉头，颔首道，王公子说的是，这般的确有违游戏的初衷，可我等修士力量早已与神魂肉身融为一体，除非生死道消，否则又如何能彻底剥离，做到如凡人一般？这还不简单？王腾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嘴角勾起弧度，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只要进去了，别说是你们，就是圣人王者来了，也得老老实实的当个凡人，完完全全靠运气和牌技来玩。此话一出，前厅之内原本还算轻松的气氛骤然一变，一股无形的寒意从3位巨擘的心底升起。能让圣人王都化作凡人的地方，欧野大师和弄玉公主脸上闪过一丝茫然与惊疑，显然想不出东荒有何处如此恐怖。然而单元子那张仙风道骨的脸却在瞬间变得煞白，毫无血色。他端着茶杯的手剧烈的一抖，茶水洒了一地，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用一种惊恐的眼神看着王腾，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丹兄，你怎么了？弄玉公主察觉到他的异样，连忙问道。那个地方。单元子的声音颤抖，王公子，您说的莫非是东荒禁区之首？王腾眉毛一挑，哦，你知道啊，不就是藏神谷吗？瞧把你吓的。轰！藏神谷3个字如同9天神雷，狠狠地劈在众人心上。两人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和单元子一样惨白。藏神谷，真的是藏神谷？欧野大师那魁梧的身躯都开始发抖。传说那里万法不存，大道崩坏，圣人进去都会被磨灭道基，化为枯骨啊！何止圣人？弄玉公主的声音也变了调。3万年前，天玄圣地何等强盛，3位准地老族手持地兵攻打此谷，结果连人带地兵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里面。从此天玄圣地除名。去那种地方打麻将，这已经不是疯狂了，这是在主动把脖子伸到死神的镰刀下面啊！王小友，万万不可！单元子声音都变了调。那地方凶险异常，号称有进无出，我们怕什么？王腾魂不在意地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此地没有如此恐怖了，里面风景还不错，就是路不太好走。放心，我熟得很，知道一条小路，安全得很。他当然熟了，别人不知道，他却清楚得很。那所谓的藏神谷，其实是上古某位大帝的道场。那位大帝晚年为了寻求长生，在自己的道场里搞起了禁忌实验，结果玩脱了，导致整个道场法则崩溃，化作了一片绝地。其中最大的危险，便是那位实验失败后怨气不散化作不朽神尸的大帝。不过嘛，几年前王腾闲着没事进去溜达的时候，嫌那具神尸长得太丑，还老对着他咆哮，吵得他脑仁疼，就顺手给扬了。至于天玄圣地的那件地兵，也被放在其杂物间了。如今的藏神谷最大的危险，也就是一些残存的，最多能磨死个准地的不朽沙阵而已。对他来说，跟后花园没什么区别。可他这番轻描淡写的话，
落在丹原子三人耳中，却无异于天方夜谭，安全的很。骗人的，大哥，那可是吞掉了一个超级圣地和一件地兵的绝地啊！三人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们不敢说的纠结。看着他们那副踌躇不前，既恐惧又不敢拒绝的模样，王腾觉得火候也差不多了，于是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慢悠悠地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轻飘飘地说道：这样吧，这次我添加一个彩头，最终的赢家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问一个问题也行，办一件事也行，只要我能做到，绝不推辞。话音落下，前厅之内死一般的寂静。丹原子、欧野大师、弄玉公主三人的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滞了，他们的大脑一片空白。一个要求，王小友的一个承诺，这是何等惊天的造化！丹原子想到了自己那始终无法突破的单道瓶颈，欧野大师想到了他毕生追求却始终无法铸造出的那准地兵，这些困扰了他们一生，耗尽了他们所有心血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或许只需要眼前这个青年的一句话就能迎刃而解。与这样的机缘相比，区区一个葬神谷又算得了什么？富贵险中求，大道之争本就是向死而生。这一刻，三人眼中的恐惧、犹豫、退缩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我丹原子愿陪公子走一遭。丹原子第一个站起身，对着王腾深深一拜，语气斩钉截铁：算我一个。欧野大师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嗡嗡作响。小女子也想见识一下能让王公子称赞的风景。弄玉公主缓缓起身，美眸中异彩闪动，再无半分畏惧。三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情绪。去他娘的葬神谷！为了王公子的一句承诺，就算是刀山火海、18层地狱，也得闯他一闯。不就是打麻将吗？谁怕谁？王腾看着瞬间燃起来的三人，满意的笑了笑。很好，那咱们出发。他站起身，仿佛只是要去邻居家串个门一般，轻松惬意。王腾话音刚落，便朝着门外随意的喊了一声：蔡叔，备车去葬神谷溜达一圈。不过片刻，蔡叔出现在了前厅门口，对着王腾躬身道：是，少爷。丹原子三人心中又是一凛，这位被称作蔡叔的人，他们竟完全看不透。他身上没有丝毫法力波动，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凡人。然而，能在这座卧虎藏龙的府邸中担任管家角色的，又岂会是凡人？这定然又是一位返璞归真的恐怖存在。三人不敢怠慢，连忙起身，对着蔡叔微微拱手，以示尊敬。蔡叔只是和善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去。不多时，府邸之外传来了一阵奇异的啼声，那声音清脆悦耳，又带着一种莫名的韵律，仿佛不是踩在青石板上，而是踏在了众人的心弦之上。当王腾领着三人走出府门时，饶是丹原子三人见惯了奇珍异宝，神兽仙禽，也依旧被眼前的景象震撼的半晌说不出话来。府门前停着一架古朴而奢华的车辇，车厢由一种不知名的神木打造，上面天然生成着大道纹路，流光溢彩，一眼望去便让人心神宁静。而拉车的并非他们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神兽，那是9匹通体燃烧着淡金色火焰的马。它们身形神俊，线条流畅完美，每一块肌肉都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马鬃如金色的瀑布般披散，这是传说中的9天龙马。欧野大师一双神眼瞪得溜圆，他能感受到这9匹马拉车的马，每一匹的骨骼都堪比圣兵，血肉中蕴含的生命精气更是浩瀚如海。不是龙马。丹原子抚着长须，声音干涩。龙马虽强，却无这般纯粹的太阳真火气息着，这血脉老夫从未见过，比之太古皇族，恐怕也只强不弱。弄玉公主的美眸中更是异彩连连，她从这9匹神驹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不屈与桀骜的意志，仿佛每一匹马的灵魂深处都囚禁着一尊睥睨天下的王者。用这等神物来拉车，这是何等奢侈，何等霸道的手笔！三人看向王腾的眼神已经彻底麻木了，他们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在这位王小友面前显得是那样的贫瘠可笑。王腾可不管他们在想什么，他走到车辇前，随意地拍了拍其中一匹马的脑袋，有些不满地说道：小九，最近是不是又偷懒了？感觉你这火焰都没以前亮了，回头再不好好拉车，扣你口粮。被他拍了脑袋的那匹神驹，神俊的头颅竟然人性化地低了下去，金色双眸中流露出一丝委屈和恐惧，温顺得像一只小猫。这一幕再次冲击着三人的世界观。他们哪里知道，这9匹所谓的神驹根本就不是什么马，他们的真身乃是太古万族中赫赫有名的9灵金乌一族的9位皇子。想当年，王腾闲着无聊，跑到他们族地的梧桐神树上，想摘几个太阳果给妹妹当零食吃，结果这9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金乌竟敢结成大日焚天阵，想要炼化他。
王腾嫌他们太吵，也懒得下杀手，便随手将他们的真灵封印化作了9匹拉车的马，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若是让丹原子3人知道，他们眼中堪比太古皇族的神兽，实际上就是太古皇族的9位天骄皇子，此刻正被当成牲口使唤，恐怕会当场吓得道心崩溃。上车吧，还愣着干嘛？王腾率先跳上了车辇，回头招呼道。3人如梦初醒，连忙收敛心神，恭恭敬敬地登上了车辇。车厢内部空间极大，自成一方天地，摆着软榻、玉桌，桌上甚至还温着一壶香气四溢的灵茶。随着蔡叔一声轻喝，9匹金乌神驹迈开4蹄，车辇瞬间化作一道金色流光，撕裂虚空，消失在原地。速度之快，甚至连丹原子这等圣人都感到一阵心惊肉跳。他感觉就算自己全力撕裂虚空赶路，速度也不及这车辇的1/10。不知过了多久，当车辇的速度缓缓慢下来时，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伴随着一种万物凋零的死寂气息，瞬间透过车厢侵入了3人的神魂。丹原子3人脸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他们知道目的地到了。王腾领着他们走下车辇，眼前的景象让3位东荒巨擘的瞳孔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前方是一片广袤无垠的黑色山谷，天空是灰败的，没有一丝云彩，仿佛一块蒙了尘的幕布。大地是焦黑的，寸草不生，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仿佛大地的伤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灰色的雾气，那不是普通的雾，而是由破碎的大道法则与浓郁到化不开的死亡之力交织而成的绝望之气。仅仅是站在谷口，丹原子3人便感觉自己的圣人之力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疯狂压制剥离。这里就是葬神谷，连光阴都会被埋葬，连大道都会被磨灭的生命禁区。3人喉结滚动，手心早已被冷汗浸湿。之前被王腾的承诺冲昏了头脑，此刻真正面对这片绝地，那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还是不可抑制地涌了上来。然而王腾却像是回到了自家后花园，他伸了个懒腰，呼吸了一口此地的灰色雾气，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享受的表情。空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新，就是有点荒凉，回头的重点花花草草才行。他一边说着，一边迈开步子，闲庭信步般的朝着谷内走去。种花花草草，在这种连大道法则都破碎了的地方种花。3位巨擘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他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决然。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了。3人连忙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跟在王腾身后，踏入了葬神谷的范围。一步踏入，天旋地转，3人只觉得身上一沉，仿佛有亿万座神山压在了身上，体内那浩瀚如海的法力瞬间干涸见底。他们引以为傲的圣人道果与天地之间的感应被一股无可抗拒的伟力硬生生斩断，他们变成了凡人，彻彻底底的凡人。这种从云端跌落凡尘的巨大落差让3人脸色惨白，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无助。他们紧张地打量着四周，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让他们心惊肉跳。就在这死寂与压抑的气氛中，走在最前方的王腾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侧着头望着山谷深处某个方向，鼻尖轻轻嗅了嗅。咦，一声轻疑打破了沉寂，声音里带着一丝惊讶。丹原子3人瞬间汗毛倒竖，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能让这位存在都感到惊讶的东西，在这片埋葬了古之大地的禁区深处，究竟有什么？王腾那一声轻疑，瞬间让丹原子3人毛骨悚然。他们顺着王腾的目光望去，视野的尽头除了嶙峋的黑色怪石，再无他物。空旷死寂，连一丝风都没有，那片区域看起来和周围没有任何区别。可他们很清楚，能让王腾都发出一声惊异的，绝不可能是寻常之物。在这片连圣人都能活活磨死的绝地深处，究竟潜藏着何等恐怖的存在？是有什么古老诡异的东西从沉睡中苏醒了？一瞬间，3位昔日的东荒巨擘，如今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浑身上下的汗毛都根根倒竖起来。他们下意识地靠得更近了一些，仿佛这样才能从彼此身上汲取到一丝暖意。你们在这儿找个干净地方坐会儿，别乱跑。王腾收回目光，脸上那丝玩味愈发浓郁。我去就回。话音未落，他的身影便如一缕青烟，没有撕裂空间，也没有惊起任何能量波动，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前方的灰色雾气之中，消失不见。原地只剩下丹原子、欧野大师和弄玉公主3人，面面相觑，僵在原地。别乱跑，在这鬼地方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乱跑啊！3人背靠着背，围成一个圈，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心惊肉跳。从云端跌落凡尘的无力感与身处绝地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压得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王腾正信步走在山谷深处，
此地的法则对他而言形同虚设，那能磨灭圣人道果的死亡之气，吹拂在他身上，倒像清凉的山风，颇为惬意。就在刚才，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极其特殊的气息，那是一缕在极致的死亡与寂灭之中悄然孕育出的纯粹到了极点的生命本源。有意思。王腾嘴角微翘，这藏神谷被我拆了地尸，崩了沙阵，死气沉淀了这么多年，居然还能物极必反，养出一株不死药来。不死神药，天地奇珍，传闻得一株便可让人立地成圣，逆活一世。每一株不死药的出世，都足以掀起一场血雨腥风，让大地都为之眼红。而王腾更感兴趣的是，这株刚刚诞生灵智、即将化形的不死药，似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他可以在懵懂中循着本能，化作某种奇花异草，或是飞禽走兽。既然遇上了，也算你我的缘分。他穿过一片破碎的石林，来到一处不起眼的裂谷底部。只见谷底中央，一株通体翠绿、约莫半尺来高、形似人身的小草，正扎根于一堆黑色的玉石之中。它的周身萦绕着氤氲的生命霞光，光芒柔和而温暖，将周围浓郁的死气都排开了1丈有余。那小草的顶端接着一枚龙眼大小、晶莹剔透的果实，果实之内仿佛有一个小小的光影正在蜷缩、呼吸，散发着懵懂的灵性波动。他感应到了王腾的到来，翠绿的叶片微微颤抖，似乎有些畏惧。王腾笑了笑，伸出一根手指，指尖之上一缕混沌本源之气流转，如同一颗微缩的宇宙星辰。他将这缕本源之气轻轻地点在了那枚即将化形的果实之上。小家伙，第一次化形，别选错了样子。变成花花草草，容易被人刨了去炼丹；变成飞禽走兽，容易被人抓了当坐骑。做人虽然麻烦事多了点，但总归是有趣些。温和的声音如同天地初开的一缕道音，那缕本源之气融入果实的瞬间，整株不死药爆发出璀璨夺目的神光。光芒之中，翠绿的小草迅速枯萎，所有的生命精华都涌入了那枚果实。果实咔嚓一声裂开，一个粉雕玉琢、约莫4、5岁光景的小丫头从光芒中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她身穿着一件由生命精气化成的翠绿小裙，赤着一双雪白的小脚丫，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她有着一双黑曜石般纯粹的大眼睛，此刻正带着初生生灵的懵懂与好奇，怯生生地望着眼前的王腾。她刚通灵智，神魂纯净如白纸，而王腾是她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生灵。他身上那股让他感到无比亲近、无比安心的气息，让他本能地放下了所有戒备。小丫头歪了歪脑袋，试探着朝王腾走了2步，然后伸出小手，轻轻抓住了他的衣角，仰着小脸，一言不发，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他。王腾心中一动，俯身捏了捏他肉嘟嘟的小脸，触手温润，满是生命的气息。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这小不点就像麻将牌里最小的那张。王腾想了想，笑道：以后就叫你夭夭吧。夭夭。小丫头奶声奶气地重复了一遍，似乎很喜欢这个名字，大眼睛笑成了2弯可爱的月牙，抓着王腾衣角的手更紧了些。当王腾带着夭夭回到原地时，丹元子3人已经快要变成3座望夫石了。他们看到王腾悠哉悠哉地从灰雾中走出，毫发无损，神情轻松。而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那个紧紧跟在王腾身后，抓着他衣角不放的绿裙小丫头身上时，3位东荒巨擘的脑子彻底宕机了。这哪来的孩子？在这片鸟不拉屎、鬼都嫌弃的藏神谷里，凭空冒出来一个粉雕玉琢的小丫头。她是人是鬼？是这禁区中诞生的某种未知生灵？可看着小丫头那纯净无瑕的眼神，以及她身上那股浓郁到让人心旷神怡的生命气息，3人又觉得自己的猜测荒谬无比。他们心中疑惑颇多，却死死地闭着嘴，一个字都不敢问。这位爷的行事风格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出入禁区如履平地也就罢了，现在还捡回来一个孩子，这操作看不懂，但大受震撼。好了，人齐了，咱们开整。王腾无视了3人那见了鬼似的表情，环顾四周，最后挑了一块还算平整的巨大黑石。他随手一挥，那张由灵玉打造的桌子和4个蒲团便凭空出现。哗啦啦，100多块刻着神秘符号的玉石麻将被倒在石桌上，发出清脆悦耳的碰撞声。在这死寂绝望的灰色世界里，这抹亮色与这阵声响显得格外的突兀，又带着一种荒诞的和谐。规则之前跟你们说了，不过为了公平起见，咱们得加一条。王腾慢悠悠地坐下，将夭夭抱在怀里，小丫头很乖巧地趴在他腿上，好奇地伸出小手去摸那些冰凉的玉块。丹元子3人也连忙正襟危坐，神情肃穆，等待着这位王小友开示这藏神谷的法则压制。对你们来说是天堑，但对我吗？王腾耸了耸肩，脸上露出一丝略带无聊的表情。没什么用，我要是想，你们摸什么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轰！此话一出，不亚于又一道神雷劈在3人天灵盖上。
连葬神谷这等能埋葬大地的禁区法则都对他无效。这究竟是何等境界？就在三人心神激荡，几乎要道心失守之际，王腾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他们毕生难忘。不过那样玩就没意思了，赢了也没成就感。他伸出2根手指，在自己眉心轻轻一点，所以我也陪你们当一回凡人。随着他话音落下，丹原子三人猛然感觉到，眼前的王腾依旧是那个慵懒帅气的白衣青年，但他的气息却真真切切地变得与他们一样，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为了游戏的乐趣，甘愿自封神坛，与凡人同乐。这已经不是自信了，这是一种他们无法想象的超然与洒脱。三人看着王腾那张云淡风轻的脸，心中的敬畏与狂热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好了，王腾满意地感受了一下久违的凡人之躯，然后拿起2颗头子在手中抛了抛，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现在大家都是凡人，全凭运气和牌技。那么准备好了吗？最终赢家的那个承诺可还算数哦。那一声准备好了吗的号令，丹原子、欧野大师和弄玉公主3人的心神瞬间被提到了极致。葬神谷的死寂被一阵清脆的哗啦声打破，4双如今已是凡人的手将冰凉的玉石方块在桌上堆砌成4方城墙。这场景荒诞到了极点，在埋葬过大地的禁区核心，东荒3位最顶尖的巨擘正像凡间俗世的赌徒一样紧张地码着麻将。王腾将小丫头夭夭抱在怀里，夭夭好奇地睁着黑曜石般的大眼睛，伸出肉乎乎的小手去触碰那些刻着古怪符号的玉块，似乎对这游戏也充满了兴趣。开局，随着王腾随意地掷出骰子，游戏正式开始。丹原子捻须沉思，每摸一张牌都要在脑中推演万千变化，仿佛在参悟一卷无上丹经。欧野大师则大开大合，拿到什么牌都毫不犹豫地打出，颇有他铸气时一锤定音的霸道气魄。而弄玉公主，她的动作最为优雅，纤纤玉指拂过牌面，就像在轻抚琴弦，每一次摸牌打牌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赏心悦目。牌局无声地进行着，只有玉块与石桌碰撞的清脆声响在死寂的山谷中回荡。王腾的心情很放松，他已经自封修为，回归凡人之躯，此刻的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玩家。他甚至有些怀念这种感觉，这种充满了未知与变数的乐趣。然而这份轻松并没有持续太久，牌局过半，一直沉默不语的弄玉公主在摸起一张牌后，美眸中骤然绽放出一缕惊人的神采。她没有丝毫犹豫，将手中的牌轻轻推倒，哗啦，13张清一色的万字牌整齐地排列在众人面前，旁边还有一张她刚刚摸起的9万自摸，清一色。弄玉公主的声音清冷如月光，却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激动。在她看来，这万字牌象征着世间万法，她以音律入道，追求的便是纯粹极致的道音。这手清一色正是她道心的体现，是她与这麻将大道的第一次完美共鸣。丹原子和欧野大师倒吸一口凉气，开局第一把就是这等大道纯一的胡牌之法。弄玉公主的天资果然恐怖如斯，两人震撼之余，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王腾，想看看这位高人会如何点评。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王腾那张帅气脸上一闪而逝的错愕与呆滞。王腾看着弄玉公主那副堪称完美的牌型，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乱七八糟连个对子都凑不齐的烂牌，一时间竟有些哑然。怎么回事？这熟悉的剧情，这似曾相识的开局暴击。他穿越前就是个远近闻名的麻将明灯，不管跟谁玩，不管玩什么规则，打一次输一次，是朋友间公认的送财童子。可自从来到此方世界，他悟性逆天，气运加深，早已不是当初的无下阿蒙。他观摩蚂蚁搬家能悟出力量法则，聆听风声雨落能洞悉自然大道，弹指间便能让大道崩毁，跺跺脚便可令星河倒转。他理应是这方宇宙的天道宠儿，气运之子，怎么可能在这种纯拼运气的游戏上还延续着前世的非球命格？这不合理，这不玄幻，运气而已。王腾干咳一声，强行维持着自己高深莫测的形象，摆了摆手继续。然而接下来的牌局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第二把，欧野大师碰碰胡，3副克子加上一对将，刚猛霸道，势不可挡。王腾输了。第三把，丹原子七小队，牌型刁钻古怪，于无声处听惊雷。王腾又输了。第四把，弄玉公主门清一条龙，王腾又输了。牌局一轮又一轮的进行着，葬神谷那死寂的灰雾中，王腾的心情也渐渐蒙上了一层阴霾。他输得毫无脾气，输得莫名其妙。有时候明明手握天胡开局，打到最后却总能巧妙地避开所有胡牌的可能。有时候眼看就要自摸，下家却先一步截胡。有时候牌烂得一塌糊涂，还要给3家点炮。他开始怀疑人生，难道这麻将的道真的如此玄奥，凌驾于3000大道之上？
连他这个能洞悉万物本源的存在都无法勘破其一丝一毫的奥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王腾一生行事，何时受过这等委屈？又一局开始了。这一次，王腾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他屏息凝神，将自己悟道时的专注都用了出来。他仔细分析着牌桌上出现过的每一张牌，推算着3家可能需要的牌型，小心翼翼地规划着自己的手牌。终于，他的牌听了，只要再来一张3条或者6条，他就能胡了。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平和，但对于已经输红了眼的他来说，不至于久旱逢甘霖。摸牌，不是；再摸，还不是。眼看着牌墙越来越薄，王腾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他感觉到单原子3人的呼吸也变得凝重起来，显然他们也都进入了听牌的阶段。成败在此一举。又轮到他摸牌，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将牌摸到手中，看也不看，直接横在了牌前。他紧张地审视着自己的手牌，现在必须打出一张绝对安全的牌。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了自己手里一张孤零零的妖姬上。这张牌他算过，这张妖姬绝对是安全牌，不可能有任何一家需要。就是你了。王腾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毅然决然地将那张妖姬打了出去。妖姬，他喊得中气十足。然而就在那张妖姬牌落在石桌上的瞬间，胡了！欧野大师猛地一拍桌子，将牌推倒，赫然是一副碰碰胡，单调他打出的这张妖姬做将。胡了！单原子抚着长须，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他面前的牌型是清一色的条子组成的青龙七对，同样是单调这张妖姬。小女子也胡了，多谢王公子成全。弄玉公主轻声细语，歉意的一笑。她推倒的牌面恰好也是缺一张妖姬的平和。一炮3响，整个藏神谷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王腾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嘴巴微微张着，眼神空洞，仿佛被抽走了灵魂。他看着那张静静躺在桌子中央的妖姬，又看了看3家齐刷刷推倒的对他发出无情嘲笑的牌面，大脑一片空白。他感觉一股气血直冲脑门，喉头一甜，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来。为什么会这样？牌桌上的另外3人此刻也是心神俱震，他们赢了，但赢得心惊胆战。在他们看来，这绝非偶然。王公子打出这张牌，分明是在用自身的大道同时成全他们3人的道，这是何等胸襟，何等境界！一念之间便可推演出3条截然不同的圆满之路。就在3人对王腾的敬畏之心攀升到顶点时，却听到这位王小友用一种几不可闻的声音咬牙切齿地嘟囔了一句：都怪那个蔡叔，我就知道当初让他备车就是个错误，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坤味儿，让我输牌。蔡叔，坤味儿。单原子3人面面相觑，满脸茫然。这是何等高深的道语？坤，莫非是指代大地坤道与今日这牌局又有何等玄奥的联系？3人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沉思与顿悟之中，而王腾则抱着怀里同样一脸懵懂的夭夭，彻底麻了。他仰起头，望着藏神谷那灰白的天空，第一次对自己的无敌人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死寂，藏神谷的死寂第一次如此具象化地压在王腾的心头。他将在原地保持着打出那张妖姬的姿势，眼神空洞地望着桌上3家齐刷刷倒下的牌面，感觉自己的神魂都被这一炮3响给轰出了体外。输了，输得如此彻底，如此干脆，如此匪夷所思。想他王腾横压万古，俯瞰纪元，是天地法则如无物，弹指间可令大道崩毁。如今自封修为，玩一场凡俗游戏，竟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连一丝还手之力都没有。这比被10个大地围殴还要让他感到憋屈。牌桌对面，单原子3人已经从最初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看着王腾那副道心破碎的模样，他们非但没有半点轻视，反而心中的敬畏与狂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这是何等无上的境界！为了成全我等之道，不惜以自身气运为引，承受一炮3响带来的大道反噬。王公子他真的，我哭死！3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浓浓的感动与明悟。他们坚信这绝非运气，而是这位前辈在用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方式为他们指点迷津，淬炼道心。可再来！王腾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他就不信这个邪了。他堂堂天命主角，还能被区区几块玉石牌给难住。哗啦啦，新的一局再次开始。这一次王腾打得愈发谨慎，每一张牌都经过深思熟虑，几乎是在用推演宇宙生灭的经历来分析牌局。然而并没有什么用。牌局过半，他的手牌依旧是一盘散沙，连个像样的搭子都凑不出来，眼看又要走向悲惨的结局。王腾的心沉入了谷底。就在他心如死灰，
准备随便打一张牌迎接又一次失败的宿命时，一只肉乎乎的小手忽然从他怀里伸了出来。夭夭不知何时已经不玩那些愉快了，他歪着小脑袋，一双黑曜石般纯粹的大眼睛盯着王腾的手牌，然后伸出白嫩嫩的食指，轻轻点在了其中一张八筒上。王腾一愣，他看了看夭夭指的那张牌，又看了看牌桌，打出这张八筒似乎没什么道理，甚至会拆掉他唯一可能凑成搭子的一对牌。但不知为何，看着夭夭那双清澈无邪、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睛，王腾心头一动。罢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输了这么多把，也不差这一把了。他拿起那张八筒，随手扔了出去。几乎就在八筒落桌的瞬间，他的上家欧野大师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一张7条。王腾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牌，指尖处碰到牌面的瞬间，一股玄之又玄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将牌翻开，赫然是一张9筒。而他的牌在打出那张八筒之后，正好是缺一张9筒就能听牌，听的还是牌面上已经出现3张，几乎不可能再出现的发财。可他紧接着摸起来的下一张牌，竟然就是那最后一张发财。胡了！王腾面无表情地将牌推倒，声音里听不出喜怒，自摸混一色，虽然不大，但终于是胡了。整个牌桌再次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丹原子3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王腾的牌面，又看了看他怀里那个正眨巴着大眼睛一脸无辜的小丫头，大脑彻底陷入了混乱。这又是什么道法？借由这至纯至净的生灵之手，拨动了命运的丝线，于必输之局中强行逆转了因果。恐怖，实在是太恐怖了。王腾却没有理会他们的脑补，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夭夭，眼神复杂到了极点。这小东西是天道亲闺女吗？还是说它本身就是由天地间最纯粹的生命本源和气运所化，所以在这纯拼运气的游戏里就是个无敌的 bug？ 嗨！王腾重重地咳嗽了2声，猛地站起身来，大手一挥，将桌上的麻将全部扫开，恢复了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今日的论道到此为止，他一脸肃然地说道。此道虽蕴含至理，但终究是小道，沉迷其中于心境无益。尤其是夭夭，你年岁尚幼，神魂纯净，更不应过早接触这等沾染因果之物。他必须马上结束这场让他道心受损的游戏，再玩下去，他的脸面都要被这小丫头给扒光了。丹原子3人闻言顿时肃然起敬，齐齐躬身，谨遵前辈教诲。果然，前辈是为了考验我等，如今考验结束，便立刻抽身，毫不留恋。这等收放自如的境界，我等望尘莫及。好了，别叫什么前辈了，还是叫我王小友或者王腾吧。算吧，谁是赢家？王腾摆了摆手，只想赶紧把这事给了结了。3人对视一眼，最后弄玉公主有些不好意思地站了出来。综合算下来，她赢得最多。王小友，弄玉公主微微欠身，神情却有些忐忑。面对这等存在，她哪里敢真的提什么要求？别说要求了，能有机会陪着前辈打几卷牌，听几句道语，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但说无妨。王腾显得很大度，主要是想快点离开这个伤心地。弄玉公主贝齿轻咬红唇，沉吟了片刻，才鼓起勇气，轻声说道：晚辈不敢向前辈求取任何神物或功法，只是晚辈有一位师妹，天资绝世，却在修行路上遇到了心魔，困于一境，百年不得寸进，心境日渐枯萎。晚辈斗胆，想请前辈若有闲暇，可否去见他一面，与他说几句话。他不敢奢求王腾出手相助，只是本能地觉得像前辈这般超然物外的存在，哪怕只是与师妹见上一面，其身上无形的道运或许就能为师妹拨开迷雾，勘破心障。这要求倒是有些出乎王腾的意料，不求财不求宝，只求见一面说几句话。可王腾几乎没有犹豫，便点头答应了。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多谢成全。弄玉公主大喜过望，激动的娇躯微颤，对着王腾深深一拜。丹原子和欧野大师也是一脸羡慕，这等机缘可遇不可求啊。是意了，走吧。王腾将夭夭抱好，转身便朝着来时的方向走去。3人连忙跟上。只见王腾信步前行，那足以磨灭圣人的灰色死物，在他面前竟如温顺的绵羊般自动向两侧退开，露出一条清晰安全的道路。那禁锢虚空、压制万道的禁区法则，在他周身3尺之地尽数消融，仿佛从未存在过。3人跟在他身后，如履平地，心中那份震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与此同时，遥远的东荒星域深处，一片枯寂的宇宙中，嗡，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剑光骤然亮起。这剑光无声无息，却仿佛斩断了时空，分割了阴阳，横贯了整片星系。剑光所过之处，无数陨石、星辰碎片皆悄然化为最精纯的混沌气流，
而后又重新演化，生机勃勃。一剑可平山川，亦可创生机。剑光敛去，一道身穿青衫、风神俊朗、气质潇洒不羁的中年男子身影缓缓浮现。他手持一柄古朴的清风长剑，双目开合间仿佛有亿万剑影在生灭。他身上的气息已然超越了圣人境，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圣人王。恭贺李道友，勘破迷障，登临王境。一道温婉柔和的声音响起，虚空中莲步轻移，瑶池圣主的身影凭空出现，周身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风华绝代。圣主客气了。被称作李道友的青衫男子，正是太初圣地的一件平山李剑一。他收起长剑，对着瑶池圣主随意地拱了拱手，笑道：“不过是侥幸而已。对了，圣主之前所说，你瑶池那位天骄的兄长，可曾想通了？我这圣人王的名头，想来比之前圣人的名头更能让他动心几分吧。”瑶池圣主闻言，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与尴尬，苦笑道：“让道友见笑了。那孩子前些时日已经托人回绝了。”哦，李剑一眉毛一挑，脸上的笑容变得玩味起来。回绝了，这倒是稀奇。如今黄金大事，人人争夺，竟然还有人连圣人王当师傅都看不上。他说修炼太累，打打杀杀的不好，还是躺平自在些。瑶池圣主的声音越说越小，自己都觉得有些脸上无光。哈哈，谁知李剑一听完，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仰天大笑起来，笑声震得周围的星辰都微微晃动。有意思，太有意思了。他眼中金光大盛，仿佛发现了什么绝世珍宝一般。本座收徒，只看天资，看心性。本以为这世间天骄无非都是些苦修的疯子，争霸的狂人，没想到竟还有这等躺平大道的传人。瑶池圣主愕然地看着他，只听李剑一长笑一声，豪气干云地说道：“罢了，既然他不来拜我，那本座便亲自去会会他。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能在这大争之事将一条咸鱼当得如此理直气壮。”葬神谷一行对丹元子三人而言，不至于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而对于王腾，则是一次让他对自己非酋命格有了更深刻认识。与三位巨擘分别后，王腾并未立刻返回自家府邸，他答应了弄玉公主，要去见见他那位被心魔所困的师妹。城外官道之上，一头灰扑扑的小毛驴迈着不疾不徐的四方步，慢悠悠地朝前走着。驴背上，王腾一袭白衣，姿态慵懒地侧坐着，怀里抱着粉雕玉琢的夭夭。夭夭手里拿着一串冰糖葫芦，小嘴吃得红艳艳，一双黑曜石般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路边的风景，小脚丫一晃一晃，偶尔轻轻踢一下驴肚子。这幅画面怎么看都像是一位带着自家闺女出门踏青的富家翁，悠闲惬意。路过的修士和凡人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被吸引，男的羡慕他有如此可爱的女儿，女的则偷偷红了脸，心想这世间怎会有如此俊逸出尘的男子。王腾很享受这种感觉，他轻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感受着拂过脸颊的微风，还有怀中小丫头身上传来的好闻的果木清香。至于去见弄玉公主的师妹，他并不着急，早去晚去结果都一样，何必行色匆匆，坏了这难得的清闲。就在小毛驴晃晃悠悠即将拐过一道山坳时，前方的道路中央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身影。那是一名中年男子，身穿一袭青衫，身形挺拔如松，面容丰神俊朗，却带着一股子历经岁月沉淀后的独特韵味。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手中未持任何兵刃，但整个人却像是一柄藏于鞘中的绝世神剑，哪怕锋芒内敛，也依旧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锐利了几分。山间的风吹到他身前，便自动分开，路边的草木都无声地向他俯首。一种无形的属于强者的领域笼罩了这片天地。小毛驴似乎感受到了那股压力，不安地停下脚步，打了2个响鼻。王腾怀里的夭夭也停下吃糖葫芦的动作，眨巴着大眼睛，有些不解地看着前面那个挡路的怪叔叔。王腾抬了抬眼皮，目光落在那青衫男子身上，眼神里没有波澜，只有一丝被打扰清静后的不耐。青衫男子也在打量着王腾，他便是刚刚修的圣人王之境的李剑一，兴致勃勃前来寻找王腾，准备看看是什么样的奇人居然拒绝他收徒再来的路上。他设想过无数种见面的场景，或许对方正在某处仙山洞府呼呼大睡，又或许对方正以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方式在体悟天地。他甚至做好了对方会故作高深，摆出架子来考验自己的准备。可他千算万算也没算到，他要找的那个连圣人当师傅都看不上的奇人，竟然是一个骑着毛驴抱着奶娃，看起来比凡俗富家翁还要悠哉的年轻人。这画风不对啊！李剑一纵横东荒数千年，见过的天骄妖孽如过江之鲫，可没一个像眼前这位这般接地气。不过他终究是圣人王，心境非凡。短暂的错愕之后，
他眼中的玩味反而愈发浓郁。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奇特的空，仿佛不存在于这方天地。但他的神念扫过去，这年轻人的修为很普通，就是个道宫境界的小修士。越是如此，越证明此人心境的确不俗。李建义脸上露出一抹自认潇洒的笑容，对着王腾摇一拱手，声音朗如清风：“这位小友，请留步。在下李建一，观你骨骼清奇，气质不凡，与我有缘。”他这套开场白是专门为收徒准备的，自认为无往不利。毕竟能被他李建一说一句有缘的，那是天大的造化。然而王腾的反应再次超出他的预料。就在李建一的名字落入耳中的瞬间，王腾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讶异。他不是因为李建一这个名字，而是因为对方身上与自己产生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牵连。看样子听过我的大名啊。李建一看到王腾的模样，心中暗喜。王腾却不知李建一心中所想，其心念一动，在王腾的视野中，整个世界瞬间变了模样，天地万物都化作了无数根纠缠交织的线条，那是因果，是命运，是法则的具象化。他看到了李建一身上沿伸出的一根因果线，线的另一头模模糊糊地连着瑶池圣地，连着他的妹妹灵瑶，最终像一根细细的毛发轻轻搭在了自己身上。顺着这根线，王腾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时空的壁障，看到了过去发生的一幕幕画面。瑶池圣主与李建一的交谈，李建一欲收自己为徒的念头，灵瑶托人代话回绝李建一正道圣人王，非但没放弃，反而兴趣更浓，亲自找上门来。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在不到一刹那的时间里，便如掌上官文般被他看了个通透。哦，原来是这事儿。王腾心中了然，随即又觉得有些无趣。他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搞了半天就是个上门推销课程，想强行当自己老师的。修炼累不累啊？当他老师，这世上还有谁配？他收回目光，世界恢复了原样。整个过程快到连李建一这位圣人王都未曾察觉到丝毫异常。王腾看了看天色，又低头捏了捏夭夭的小脸，觉得时间不早了，跟弄玉公主约好了，虽然他不急，但迟到总归是不太好。于是他重新抬起头，看着还摆着一副高人姿态等着自己那头便拜的李建一，眉头微皱，语气平淡的开口了，那声音不带丝毫情绪，就像再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你挡着我的驴了。李建一脸上那潇洒的笑容瞬间僵住，他愣住了。他堂堂太初圣地有名的高人，新晋的圣人王，放下身段主动前来，说出了那句代表着无上机缘的与我有缘，结果就换来了这么一句：你挡着我的驴了。这是什么回答？正常的剧本不该是震惊、狂喜、当场拜师吗？就算不拜师，至少也该是受宠若惊，恭敬行礼吧。可对方的眼神清澈而平静，平静中甚至还带着一丝不耐烦，就像一个正要赶去菜市场买菜的大爷，嫌弃路边搭讪推销的小年轻挡了道。李建一的心神在这一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破镜的时候出了什么岔子，产生了幻觉。就在他发愣的这片刻，王腾已经不耐烦地用脚后跟轻轻磕了一下驴肚子。驾！小毛驴仿佛得到了赦令，迈开四蹄，从李建一的身侧哒哒哒地绕了过去。自始至终，王腾都没有再看他第二眼。怀里的夭夭倒是回过头，举着吃了一半的糖葫芦，对着那个愣在原地的怪叔叔好奇地挥了挥小手。清风拂过山坳，卷起几片落叶。官道中央只剩下李建一一个人，保持着拱手的姿势，僵在原地，风中凌乱。他看着那一人一驴一娃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悠哉，那份闲适，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良久，哈哈哈哈！一阵压抑不住的大笑声骤然在山谷间回荡，震得群山嗡鸣，鸟兽惊飞。李建一仰天长啸，眼中非但没有丝毫怒意，反而爆发出璀璨夺目的神光，那是一种发现了绝世璞玉，找到了毕生知己般的狂喜与兴奋。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已经不是躺平了，这他娘的是无视，是真正的超然物外，不将圣人王放在眼里，是天地机缘如无物。我李建一自认洒脱，与他相比，简直就是个汲汲营营的俗人。他眼中的好奇在这一刻攀升到了顶点。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圣。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已化作一道肉眼不可见的剑光，无声无息地追着那头小毛驴的方向悄然跟了上去。下一瞬，他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小毛驴的旁边，与王腾并驾齐驱。他没有动用任何身法，就那么闲庭信步地走着，却轻松跟上毛驴的步伐，姿态依旧潇洒，只是眼神里多了一股子执拗。小友，别急着走啊！李建一脸上重新挂起自认为和善的笑容。方才是在下唐突了，你我相见即是缘，这等天定的师徒缘分，岂能错过？
王腾侧过头瞥了他一眼，那眼神就像再看一个江湖骗子。怀里的夭夭也学着王腾的样子，歪着小脑袋，用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打量着这个怪人。你是骗子吧？王腾终于又开了口，先是拦路，再说什么骨骼清奇，与你有缘，现在又跟牛皮糖一样粘上来，这套说辞我在城门口的桥洞下一天能听8遍。他顿了顿，有些不耐烦地补充道，我忙得很，赶着去见妹子，没时间跟你在这磨磨唧唧的。骗子，见妹子。李建一被这2个词砸得又是一愣，他堂堂太初圣地第一人，一剑可平山川，一念可斩星辰的圣人王，居然被人当成了桥洞底下算命的骗子。可紧接着见妹子这3个字却像是开关一样，让他眼前一亮又一亮。他非但没有动怒，反而抚掌大笑，眼中的光芒比刚才还要亮上3分。哈哈哈哈，妙啊，实在是妙。李建一看着王腾，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和原来如此的了然。我懂了，我全懂了。所谓躺平大道，并非枯坐避世，而是游戏红尘，超然于外。修行与风月两不耽误，这才是真正的至高境界。他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道：小友，你这就有所不知了。你以为我李建一只会打打杀杀吗？错，大错特错。在一剑平山这个名号之前，我还有个闯荡东荒时用的雅号，人称东荒第一神情。王腾闻言，连怀里的夭夭都忍不住眨了眨眼，仿佛听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只听李建一愈发来劲，拍着胸脯，满脸自得。实不相瞒，我这剑道不过是闲暇时的消遣，我真正拿手的是情道。若你拜我为师，为师教你的第一课便是如何于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如何让圣女为你倾心，神女为你垂泪。怎么样，这见面礼够不够分量？看着这位圣人王唾沫横飞，激情推销自己情道课程的模样，王腾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还是没绷住，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这家伙有点意思，不过他也懒得再多费口舌，只是淡淡的吐出2个字：不学。说完便不再理会，任由小毛驴继续前行。哎，别啊小友。李建一见状急忙跟上，彻底放下圣人王的架子，活像一个追着客户跑的推销员。于是圣城外的官道上出现了一幅极其荒诞的画面，一个白衣青年慵懒地骑着小毛驴，怀里抱着个粉雕玉琢的奶娃，而在他身旁，一个气质超凡的男子正亦步亦趋地跟着，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小友，你再考虑考虑，拜我为师，好处多多。太初圣地的神功秘法，你看上哪个随便挑，上古遗迹的仙珍神料，你想要哪个我给你取。我跟你说，我那山头仙气缭绕，养着9条真龙拉车，还有几只凤凰养着，随时准备炖汤。你要是去了，整个山头都是你的，只要你点个头，从今往后整个东荒你横着走，谁敢惹你，我一剑把他连人带祖坟都给平了。王腾全程充耳不闻，只是悠闲地逗弄着怀里的夭夭，偶尔伸手拂去小丫头脸蛋上沾的糖渍。这场景若是被东荒任何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看到，恐怕会惊得把下巴都给卸下来。那可是李建一啊，曾以杀伐果断震慑同时期的狠人，如今更是踏入圣人王之境，站在了东荒金字塔的存在。此刻他却像个跟班一样，跟在一个骑毛驴的年轻人身后，苦口婆心地劝说着，那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要拜王腾为师。一路走一路说，李建一从自己的光辉战绩吹到太初圣地的万年底蕴，又从修行大道聊到风花雪月，口水都快说干了，可王腾依旧是那副油盐不进的模样。李建一非但不气馁，反而愈发来劲，更加坚定了要收他为徒的念头。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大地，将一人一驴一娃，还有一个喋喋不休的跟屁虫影子拉得老长。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远离了官道，拐入了一条幽静的山间小径。小径的尽头是一片被翠竹环绕的幽谷，谷中雾气氤氲，隐约可见几座雅致的亭台楼阁，宛如仙境。小毛驴在谷口停下了脚步，王腾抬起头望着谷中景致，轻声道：到了。一直滔滔不绝的李建一也停了下来，他的话语戛然而止，目光扫向山谷。身为圣人王，他能敏锐地感觉到这山谷中弥漫着一股奇特的韵律，清雅幽静，却又带着一丝化不开枯寂。他心中一动，看向王腾，眼神变得古怪起来。这小子说的见妹子，难道就是来这种地方？他正想开口询问，却见王腾已经抱着夭夭从驴背上下来，迈步朝着谷内走去。李建一的好奇心在这一刻更是好奇，他也毫不犹豫，立刻跟了上去。他倒要看看能让这位躺平大道的传人亲自前来探望的妹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竹影婆娑，雾气氤氲，幽谷之中静得能听见竹叶飘落的声音。
弄玉公主早已等在谷口，见到王腾的身影，她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快步迎了上来，对着王腾盈盈见了一礼。王小友，辛苦你来这一趟了。他的目光掠过王腾，落在他身旁那个青衫飘飘、气质不凡的男子身上，瞳孔微微一缩，显然是认出了李建一的身份，只是他聪慧的没有点破，只当是王小友的另一名忘年之交。王腾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的目光穿过弄玉公主，望向她身后，那里站着一位身穿素色宫装、发髻高挽、面容清冷、眼神却锐利如刀的中年美妇。这美妇身上透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以及一丝沉淀在眉宇间的哀愁。他审视的目光落在王腾身上，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一个道恭敬的小修士，这就是弄玉弄来的高人。师叔，这位就是我说的那位奇人。弄玉公主连忙介绍，语气中带着一丝紧张。奇人？那被称为师叔的美妇清冷的目光从头到脚将王腾扫了一遍，语气中满是毫不掩饰的质疑与薄怒。弄玉，你是不是被外面的江湖骗子给蒙了心智？玲珑他时日无多，你怎能带这等闲杂人等来打扰他最后的清静？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如冰。他实在是太失望了。他知道弄玉为了师妹玲珑之事心力交瘁，可病急乱投医，也不能找一个修为如此低微，看起来比凡俗浪荡子还轻浮的年轻人来吧。弄玉公主脸色一白，急忙解释道：师叔，您误会了，王小友他……够了。美妇冷声打断他，目光已经彻底冷了下来，转向王腾。不管你是谁，用了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的师侄，现在立刻离开这里。王腾闻言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他只是觉得这人有点吵，打扰了他欣赏这谷中美景的心情。然而就在此时，那美妇的视线终于落在了王腾身边的李建一身上。当他看清李建一那张风神俊朗带着几分不羁笑意的脸时，他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住。下一刻，那清冷的脸上尽数被一股冲天的怒火与恨意所取代。李建一3个字仿佛是从牙缝里一个一个挤出来的，让整个山谷的温度都骤然下降了几分。是你居然还敢出现在这里！美妇双目陡然冰寒，死死地盯着李建一，那眼神像是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股恐怖的气机从他体内爆发，周围的翠竹无风自动，猎猎作响。李建一脸上那潇洒的笑容也僵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深的无奈与苦笑。他对着美妇拱了拱手，声音有些干涩：顾长老，多年不见。闭嘴！被称为顾长老的美妇厉声奸笑，状若疯魔：你这个刽子手，若不是你，玲珑她怎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弄玉公主都懵了，她从未见过一向沉稳的师叔如此失态。而顾长老的怒火在短暂的爆发后，竟猛地转向了王腾。他的眼神里充满迁怒与鄙夷，仿佛认定王腾是李建一的同党，一丘之貉和他走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他指着王腾，声音尖利：我不管你是什么奇人还是什么怪人，现在立刻带着这个罪人给我滚出幽兰谷，否则……话音落下，他竟真的抬起了手，澎湃的法力在掌心汇聚，显然是动了真怒，打算连王腾一起出手教训。唉，一声轻叹打破了这剑拔弩张的气氛。叹气的不是王腾，而是李建一。他收起所有的表情，脸上只剩下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与怅然。他望着山谷深处那座被竹林环绕的小楼，轻声开口，像是在对顾长老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这件事终究是因我而起，怪我。他的声音很轻，却有一种奇特的魔力，让暴怒中的顾长老动作一滞。当年我与玲珑并称东荒剑道双璧。李建一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回到了数百年前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我追求的是一剑破万法，斩尽天下敌，而他追求的是为情一剑。他曾说，世间最锋利的不是神兵，而是情义。他要以剑正道，斩出至情至性的一剑。听到这里，顾长老的眼中闪过浓浓的悲哀，握紧的拳头微微颤抖。李建一没有看他，继续说道：他天资绝世，心气也高。我正到圣人之境那日，他来找我，说要与我论剑。我那时刚刚破境，意气风发，并未将他放在心上，随手一剑便破了他的剑势。我当时对他说了一句话。李建一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我说，你的剑太软，情爱只会成为你剑道的枷锁。真正的剑应当无情，无我，无敌。从那以后，他便闭了死关。他想斩断情丝，勘破我所说的无情剑道，可他错了。他所修的为情一剑，根本便是以情为根基，斩情便是斩他自己的道基。李建一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带着沉沉的悔恨。100年后，他出关了，剑气冲霄，惊动了整个圣地。我们都以为他成功了，
可当我们赶到时，只看到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手中的剑寸寸断裂。他斩断了自己的情丝，也斩断自己与这方天地所有的联系。他的神魂，他的意志，他对生的渴望，全都在那一剑中被他自己亲手斩灭了。他的大道之伤是他自己斩出来的，药石无医，神魂无救。他的道已经死了，整个山谷死一般的寂静。弄玉公主早已泪流满面，她一直以为师妹是为情所困，却不知背后还有如此决绝的故事。顾长老浑身颤抖，泪水无声地从通红的眼眶中滑落。我欠他的。李健一深吸一口气，语气无比沉重。为了弥补，我踏遍东荒，寻访了无数上古遗地，最后我求到了一位隐世不出的前辈面前，那位前辈乃是一尊真正的大圣。大圣这两个字一出，连顾长老都浑身一震。那已经是传说中的境界，是俯瞰众生的存在。我跪在他洞府外7天7夜，他才终于同意出手。李建一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可他看过玲珑之后，只留下了一句话。他说：此女道心已碎，神魂成灰，如燃尽的枯灯，只余一缕青烟，非伤非病，乃是死局。天命已绝，神仙难救。神仙难救这4个字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重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连大圣都束手无策，这世间还有谁能救他？顾长老彻底崩溃了，他瘫软在地，放声痛哭，所有的坚强与伪装在这一刻尽数破碎，只剩下无尽的悲伤。山谷中一时只剩下他的哭声和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李健一说完也沉默了，他将这装压在心底百年的隐秘说出，并未感到轻松，反而愈发沉重。他看向王腾，眼中带着一丝歉意，而从始至终王腾都只是静静地听着，他没有看任何人，只是抱着怀里有些不安分的夭夭，目光穿过所有人，落在了山谷深处那座安静的仿佛已经死去的小楼上。他的脸上依旧是那副慵懒而平静的表情，仿佛刚才听到的不是一个精彩绝艳的天之娇女的悲惨落幕，而是一个有些无聊的故事。就在李建义和弄玉公主都以为他会就此离去时，王腾却忽然迈开脚步，径直朝着那座小楼走去。你站住！顾长老猛地从地上爬起，厉声喝道：你不许过去！王腾脚步未停，甚至连头都没回。李建一见状也愣住了，连大圣都说没救了，他还要过去做什么？难道是想他不敢想下去，但一种荒谬又隐秘的期待却不受控制地从心底升起。王腾抱着夭夭，一步一步走到那座寂静的竹楼前。楼阁的窗户开着，一个白衣胜雪的女子正静静地坐在窗边，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的竹林，仿佛一尊绝美的玉雕，没有丝毫生气。她就是玲珑。王腾停下脚步，没有说话。怀里的夭夭似乎感觉到气氛的压抑，也感觉到了那个白衣姐姐身上传来的让她很不舒服的死寂气息。她那双黑曜石般的大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些许困惑与怜悯。回来，你不许去打扰她。顾长老从地上挣扎着爬起，状若癫狂，再一次厉声喝止。他已经失去了太多，不能再让玲珑最后的安宁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所打扰。可王腾的脚步依旧继续前行。就在顾长老法力涌动，即将出手阻拦时，一道苍老而疲惫的声音从谷中深处传来：住手，让他去吧。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手持翠绿竹杖，白发苍苍，脸上布满岁月沟壑的老妪，不知何时已站在了竹林小径的另一头。他便是这幽兰谷真正的主人，顾长老的师祖，千云楼的楼主。楼主！顾长老和弄玉公主同时躬身行礼，神色恭敬。老妪没有看他们，浑浊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王腾的背影上，最后又移到了那个满脸愧疚的李建一身上。他叹了口气，声音沙哑：罢了罢了，玲珑这孩子油尽灯枯已是定数。当年为了兑换一份大圣级3叶凤凰草，依然耗尽了我的全部，可却毫无起色。如今多一个人看，少一个人看，又有什么区别？既然是弄玉丫头的一片心意，便由她去吧。她的话像是一盆冷水，将弄玉公主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浇灭了。原来师妹竟然连传说中的3叶凤凰草对她都毫无效果，那可是传说中能让重塑神魂的圣药，连那等奇珍都毫无效果，师妹她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竹楼前那个白衣青年的身上，他们看到他驻足不前，静静地凝视着窗内那尊玉雕，仿佛陷入了深沉的思考。顾长老眼中闪过一丝讥讽，心道：装模作样，连大圣都没有办法，你一个道恭敬的小修士又能看出什么花来？李建义则是眉头紧锁，圣人王的神念在疯狂运转，他在揣测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是想强行沟通玲珑那已经化为死灰的道心？那无异于神念投火，
自取灭亡。这等行事看似高深，实则愚蠢。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这个连圣人王当师傅都懒得搭理的家伙，会做这种蠢事吗？没有人知道，此刻王腾的脑子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天人交战。道心破碎，神魂成灰，则这可比电脑蓝屏严重多了。这属于 CPU、硬盘、主板全烧了，就剩个机箱还算完整。王腾在心里嘀咕。方案一，暴力重装，直接用我的道则强行给他捏一个全新的道心和神魂出来。优点是速度快，立竿见影。缺点是，那还是他吗？跟夺舍众生差不多了，没意思。方案二，时光回溯，把作用在他身上的因果法则逆转，回到他斩出那一剑之前。优点是能完美复原，缺点是动静太大，太费神了，为了个不认识的妹子，不值得。方案三，生命本源灌注，用最纯粹的生命能量去滋养那缕残魂，让它死灰复燃。优点是后遗症小，能保留它原本的一切。缺点是我那些纯粹的生命本源灵果都得留给灵瑶吃呢。而且现在又多了个小不点。他一边思索，一边下意识地调整了一下怀里夭夭的姿势。小丫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在他怀里扭来扭去，小嘴里还哼哼唧唧的。就在这百般为难、千般纠结的时刻，一变陡升。一直安安静静待在王腾怀里的夭夭，似乎是被竹楼里那个白衣阿姨身上浓得化不开的死寂气息给弄得不舒服了。她那双黑曜石般纯净的大眼睛里满是同情。小丫头伸出了肉嘟嘟的小手，朝着窗口的方向努力地够了过去。她的动作很稚嫩，很笨拙，甚至小手指上还沾着一丝刚才吃冰糖葫芦留下的亮晶晶的糖渍。所有人都没在意这个小小的插曲，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一缕微不可察却又纯净到极致，仿佛蕴含着天地初开时第一缕生机的气息，从夭夭的指尖飘散而出。它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势，就像一缕微风，轻飘飘地穿过窗棂，温柔地落在了玲珑那枯寂如死物的身躯上。刹那间，整个幽兰谷万籁俱寂，风停了，竹叶凝固在半空，连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一直旁观的老妪浑浊的双眼猛地瞪圆，手中的竹杖啪的一声被他生生捏碎。顾长老脸上的讥讽和悲愤瞬间凝固成一片空白。弄玉公主捂住了自己的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而修为最高的李建一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在他的神念感知中，玲珑那片宛如宇宙终结般死寂、空无、冰冷的内在世界里，那缕连大圣都断言无法再燃烧的青烟，竟然轻轻地飘动了一下。紧接着，就在那片死灰的中央，一粒比微尘还要渺小的光点突兀地亮了起来，就像在永恒的黑夜中点亮了第一颗星辰。虽然微弱，虽然渺小，随时都可能熄灭，但它亮了，活了，道火竟然重新燃起了一丝。李建一的声音都在颤抖，他死死地盯着王腾怀里那个粉雕玉琢，还在好奇地啃着自己手指的小丫头，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茫然。那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一个奶娃娃，一个人畜无害的幼童，只是伸了伸手就做到了连大圣都做不到的事情。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颠覆了他数千年修行建立起来的世界观。王腾也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家闺女，又抬头看了看窗内的变化，随即无奈地叹了口气。得，这下想偷懒都不行了。他算是看明白了，夭夭这随手一指，等于是把烧坏的电脑主板给通上电了。虽然电压不稳，但好歹是启动了，剩下的就得他这个专业维修工来收拾烂摊子了。他转过头看着还处在石化状态的李建一，眼神里充满嫌弃。小友，这孩子他……李建一指着夭夭，声音激动到语无伦次，一个堂堂圣人王，此刻竟像个毛头小子。王腾却懒得再理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怀里正好奇地舔着自己小指头的夭夭，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不死神药化形，其生命本源纯净到了极致，确实是世间一切死寂的克星。夭夭那一指等于是用最本源的生命火种，在玲珑那片死寂的道心废墟上点燃了一粒火星。但这也就到此为止了。点火容易，重建难。那破碎的道心，消散的神魂，就像一个被彻底格式化还砸坏了硬件的硬盘，光通上电是没用的，还需要海量的数据重构和精密的硬件修复。这活儿夭夭干不了，他只是个刚出生的神药宝宝，只懂本能。得，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王腾在心里嘀咕了一句，觉得有点麻烦，但闺女都出手了，他这个当爹的总不能看着事情半途而废。是的，他在来的路上已经收夭夭为闺女了。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目光依旧落在怀里夭夭那张粉嫩的小脸上，仿佛在逗弄孩子。然而
就在他视线垂落的瞬间，一道无人能够察觉的目光穿透了竹楼的墙壁，落在了玲珑身上。那目光没有引起任何天地异象，没有激起半点法力波澜。可是在幽兰谷众人和李建一无法感知的层面，一场翻天覆地的神迹正在发生。玲珑那片死寂的内在世界里，那颗刚刚亮起的比微尘还渺小的道火光点，像是被注入了燃料，轰然暴涨。破碎的道心碎片被一股无形的大手捻起，以一种超越了法则的逻辑重新拼接熔炼，其上甚至被烙印了更加玄奥古朴的纹路。那消散于天地间，连大地都无法聚拢的神魂残片，仿佛听到了来自时间长河上游的召唤，跨越了因果，从虚无中归来，重新凝聚成形。整个过程快到甚至不足一刹那。外界众人只觉得竹楼内那股死寂悲凉的气息，如同被阳光驱散的晨雾，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生机勃勃。这顾长老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双腿一软，竟是跪了下来。弄玉公主更是喜极而泣，泪水模糊了双眼。而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妪身体在微微颤抖，她看向王腾的目光已经彻底变了。只有李建一身为圣人王，他隐约捕捉到了一丝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波动，一闪即逝，快到让他以为是错觉。他骇然地看向王腾，发现对方依旧在低头逗弄孩子，那副慵懒随意的样子，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嘎吱，竹楼的门被从里面轻轻推开，一道白衣身影走了出来。他面色依旧苍白，眼神中带着一丝大梦初醒的恍惚与茫然，但那双眼睛里已经重新燃起了神采。正是玲珑。师尊、师祖、师姐、李师兄。他看着众人，声音有些沙哑，似乎还不太适应。玲珑，你真的好了？顾长老再也忍不住，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泣不成声。眼看这里即将上演一出感人至深的师门重逢大戏，王腾却打了个哈欠，抱着夭夭转身就走。行了，人没事了，我们也该走了。他对着还处在震惊中的弄玉公主摆了摆手，记得我的赌资付过了。李建一也如梦初醒，连忙跟了上去。等等，小友留步。老妪急忙开口，语气中满是感激。王腾脚步不停，声音懒洋洋地飘了回来。不用谢，要谢就谢我闺女。另外，今天这事别往外说，我嫌麻烦。话音落下，他的人已经带着李建义和夭夭消失在竹林小径的尽头。老妪看着他们消失的背影，沉默良久，才转过身，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语气对在场所有人说道：记住那位先生的话，今日之事禁止外泄。回去的路上，李建一像个跟屁虫一样，寸步不离地跟在王腾身边，一双眼睛冒着金光，在王腾和夭夭身上来回打转。小友，不，王兄，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来头？还有这小丫头，她……李建一的好奇心已经快要爆炸了。一个奶娃娃随手一指，就点燃了死寂的道火。这说出去谁信？他这个新晋的圣人王，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整天都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王腾被他问得烦了，随口道：他不死神药呗。空气安静片刻，随即李建一爆发出了一阵狂笑声，笑得前俯后仰，眼泪都快出来了。哈哈哈哈！不死神药，王兄，你真会开玩笑。这是我李建一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不死神药要是能长成这么粉雕玉琢的小丫头，我当场就把太初圣地的山门给吃了。他笑得浑身乱颤，显然是把王腾的话当成一种调侃。王腾瞥了他一眼，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没见识的土包子，连解释的欲望都没有。这年头，说实话怎么就没人信呢？爱信不信。王腾懒得再理他，加快了脚步。哎，别走那么快，王兄。李建一连忙追上。夭夭肯定是某种逆天的体质，他这样的天骄得配上我这么一位修为高深的师傅。你的样貌再学一学我的泡妞技术，肯定无敌。没兴趣？那我把太初圣女介绍给你，那可是我们东荒排名前3的美人。家里有了？啊，有了。在哪呢？我怎么没见着？管得着吗你？两人一路斗着嘴，吵吵闹闹地回到了青云峰下的那座小院。与此同时，远在亿万里之外，一座被无尽寒气笼罩、通体由冰晶琉璃铸成的神宫之中，广寒仙宫主殿，清禅静静地立于殿下。在他面前，一位风华绝代却眉宇间带着一丝化不开的愁容的美妇人正悠悠地叹着气。她便是广寒仙宫的当代公主，清禅的师尊。婵儿，你回来了。广寒公主的声音清冷如月光。此番瑶池一行可有收获？清禅微微躬身，见识了诸多同辈天骄，于道心略有裨益。唉，广寒公主又是一声长叹，她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眼中满是疼惜与无奈。你可知为师为何如此急切地让你外出历练，结交各方俊彦？
青蝉沉默不语。广寒公主缓缓道：“我广寒仙宫的镇派神物太阴月桂树，生机正在流逝。它是我宫传承的根基，一旦枯萎，我广寒仙宫的道统恐怕也就要走到尽头了。为师遍访名医，寻遍古籍，都束手无策。唯一的希望，便是能求得一缕传说中的不死药半生灵土，或者是传说中的生命本源精气，来为月桂树续命。可那等神物只存在传说中，何处去寻？”一番话说的殿内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太阴月桂树要枯萎了。青蝉那张万年不变的清冷玉容上，终于出现了一丝动容。他比谁都清楚，那棵月桂树对广寒仙宫意味着什么。绝境，圣地的绝境。特别是现在黄金大事开启。然而，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绝望中，青蝉的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闪过了一些画面。那座看似普通的小院，那棵随意被人当成靠枕却散发着至高生命道运的柳树，那被当成普通茶水却能让道运化形洗涤神魂的七彩雾气，还有那被灵瑶称为红彤彤却引得黄灵儿他们失态惊呼的赤血龙心果，以及那个懒洋洋的靠在柳树下，仿佛世间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却又处处透着深不可测的神秘男子生命本源。一个荒谬的念头骤然划过他的心头，他那双清冷如月的眸子瞬间亮起。师尊。青蝉抬起头，声音因为激动而带上了一丝颤抖。弟子或许知道在何处可以寻到那生命本源。与此同时，距离青云峰亿万里之遥，一片悬浮于9天之上，由无数燃烧着不灭神火的梧桐神木构成的浩瀚大陆，此地正是神皇古族。此刻，位于大陆中央最为古老雄伟的祖祠神殿内，气氛压抑。神殿之上，神皇古族当代族长黄天觉端坐于火焰王座，面容威严，但那双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眸子里却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与挣扎。殿下，数十位气息如渊海般的族中长老分裂两派，激烈的对峙着。族长不能再犹豫了。一位面容枯槁、身披赤金长老袍的老者猛地踏前一步，声音如金石交击：“黄金大势已然开启，万族争渡，不进则退。我族的不死神火本源日渐衰弱，新生代族人血脉稀薄，再不想办法，100年之后，我神皇古族恐怕就要跌出太古皇族的行列了。”这位氏族中的大长老黄九渊，他目光如刀，扫过在场的所有人，沉声道：“吞天鲲族已经递来了最后的通牒。他们的少主鲲霸天在瑶池盛会上见过灵儿一面，惊为天人，是要娶其为妻。他们愿意以3条太初祖脉作为聘礼，助我族稳固不死神火本源。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放屁！一声怒喝炸响，另一位脾气火爆的长老黄古星须发皆张，双目圆瞪：“黄九渊，你这是要卖了我们神皇古族的帝女？我族的骄傲何在？我族的骨气何在？那鲲霸天是什么货色？你我心知肚明。生性残暴，贪婪好色，被他收入后宫的各族天女，哪个有好下场？把灵儿推入那样的火坑，你于心何忍？”黄九渊脸色一沉，冷哼道：“黄古星，收起你那可笑的妇人之仁。为了种族的延续，牺牲一人，有何不可？更何况这是联姻，不是献祭。灵儿嫁过去，便是吞天鲲族的少主母，地位尊崇。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族的本源之火彻底熄灭，所有族人沦为他族的血食吗？”你……黄古星气得浑身发抖，却一时间找不到话来反驳，因为黄九渊说的是血淋淋的现实。神皇古族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早已外强中干。他们赖以生存的不死神火本源，在数万年前的一次黑暗动乱中受了重创，至今未能恢复，并且还在缓慢的流逝。这导致族中新生的天才越来越少，血脉之力一代不如一代。在这黄金大势开启的节骨眼上，这就成了致命的危机。吞天鲲族乃是太古时期便与真龙、神皇并列的至强种族，以吞噬万物、壮大己身为道，霸道绝伦。他们提出的联姻名为相助，实则与趁火打劫无异。一旦黄灵儿嫁过去，以她精纯的神皇血脉，必然会被鲲族用秘法抽取本源，反哺他们的族群，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殿内的气氛愈发沉重，许多原本中立的长老在种族存亡的巨大压力下，眼神也开始动摇。看着这一幕，王座之上的黄天觉心中刺痛。他何尝不知这是饮鸩止渴，何尝不疼爱自己那个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女儿？可他是一族之长，肩上扛着亿万族人的生死，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黄天觉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最后的希冀。有。黄古星猛地抬起头，眼中闪烁憧憬的光芒。除非灵儿天资绝世，能在这黄金大事中逆天崛起，重现我族始祖的无上荣光。黄九渊闻言嗤笑一声，满脸不屑，重现始祖荣光。黄古星，你是在做梦吗？始祖那是何等人物，
曾与先帝争锋，一滴血便可焚尽星河。灵儿天赋虽好，但想达到那一步，无异于痴人说梦。我说的不是达到始祖的境界，黄谷星咬牙道，而是觉醒始祖当年独有的血脉意象万火涅槃图。古籍记载，此图一出，可引万道神火淬炼己身，血脉返祖，一步登天。若灵儿能觉醒此图，哪怕只是一个雏形，也足以镇压我族衰败的气运，让不死神火本源重燃。届时我神皇古族非但危机尽解，更能在这黄金大事中扶摇直上，何须看他吞天昆族的脸色。万火涅槃图这5个字一出，整个神殿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就连一直冷嘲热讽的黄九渊也愣住了。那是只存在于家族传承中的说法，是神皇古族血脉的终极奥义。无数万年来，族中诞生了不知多少精彩绝艳的天才，可从未有人能再现这传说中的意象。这比让黄灵儿现在踏入圣人之境还要虚无缥缈。良久，黄九渊才发出一声夹杂着讥讽与悲凉的叹息：黄谷星啊，黄谷星，你这和直接拒绝昆族有什么区别？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黄谷星涨红了脸，却无法反驳，因为他知道这的确只是一个渺茫到近乎绝望的希望。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王座之上的黄天觉身上，等待着他做出那个足以决定整个种族和自己女儿命运的决定。黄天觉缓缓闭上了眼睛，握着王座扶手的手青筋暴起，微微颤抖，却迟迟下不了决心。而此刻，远在百里之外一座被浓郁火源之力包裹的秀丽山峰上，黄灵儿对自己已经被当成联姻筹码的事情一无所知。她正盘坐在自己的修炼密室之中，密室由最顶级的火元神玉砌成，中央有一方神髓池，池中燃烧着金红色的神皇真火。往日里他在此修炼，虽能感受到火焰的亲切，但总觉得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膜，无法触及那最核心的本源奥秘。可今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闭着双眼，心神沉入气海，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座看似普通的小院，那棵让他神魂都感到温暖亲切的柳树，那个用圣王兵器泡茶神情慵懒却仿佛洞悉万物的男人，最后记忆定格在了那颗被他咔嚓咔嚓吃掉的名为红彤彤的果子上。那股极致的甘甜仿佛还残留在舌尖，那股融入四肢百骸的暖流此刻似乎才开始真正的发酵。呼，黄灵儿按照往常一样运转神皇涅槃经，然而功法刚一运转，异变陡生，轰！他体内的神皇血脉像是被投入了一颗太阳，瞬间沸腾。一股远比以往精纯霸道100倍1000倍不止的神皇真火，不受控制的从他体内喷薄而出，金红色的火焰瞬间将整个密室淹没。那些由火元神域铸就的墙壁，在这火焰面前，竟如同冰雪般开始微微融化。这是怎么回事？黄灵儿心中大骇，他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这股突然暴走的力量了。就在他心神失守的刹那，一股温润而浩瀚的生命气息突兀地从他血脉深处涌现。那气息他无比熟悉，正是他曾经喝下茶水的气息，如此柔和且具有生命力。他如同最温柔的大手，瞬间安抚了暴动的火焰。紧接着，另一股更加奇妙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那是红彤彤果肉中蕴含的最本源的生命精华。他们如同1万个最巧夺天工的工匠，开始对他的神皇血脉进行着一种匪夷所思的优化。他能看到自己血脉中的一些杂质被剔除，一些古老的枷锁被打开，一些沉睡的符文被点亮。他的神皇真火不再仅仅是金红色，火焰的中心竟然悄然诞生出了一缕纯粹的紫色，紧接着是赤色、橙色、青色七彩的光华，在金红色的火焰中若隐若现，如梦似幻。而在他的神识之海中，那尊由他心神观想而出的神皇虚影，原本只是威严，此刻却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灵动与神性。突然，神皇虚影仰天长鸣，一声凤唳，清越悠扬。在他华丽的尾羽之上，一根全新的灵羽正缓缓地生长出来。那根灵羽并非纯粹的金色，而是缭绕着一缕若有若无的混沌雾气，其上仿佛烙印着一片包含了万千火焰神国的缩影。这惊世骇俗的变化，黄灵儿自己却看得一脸茫然。奇怪，我的神皇真火怎么好像变好看了？他完全没意识到，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若是被祖祠神殿中那些长老看到，足以让他们把眼珠子都活活惊爆出来。因为那根正在生长的缭绕着混沌雾气，内蕴万千火焰神国的灵羽，正是传说中那万火涅槃图最初始也是最关键的第一笔。黄灵儿密室之中的异变并未立刻惊动外界，那缭绕着混沌雾气的灵羽就像一粒被种下的神种，在他的血脉深处悄然扎根，汲取着那颗红彤彤果子所化的无穷道运与生命精华，缓慢地生长着。他体内的神皇真火已经彻底蜕变，金红色的火焰为基底，内里却流淌着七彩琉璃般的神息，
时而化作一缕创世的紫妍，时而凝为一抹尽世的青莲，玄奥莫测，神异非凡。这场脱胎换骨的造化是如此的温润与悄无声息，以至于沉浸其中的黄灵儿只是本能地觉得前所未有的舒畅。他感觉自己与天地间的火之法则从未如此亲近，仿佛他就是火焰的宠儿，是万火的主宰。这种感觉太过美妙，他福至心灵，当即收敛心神，进入了深度闭关，以巩固着突如其来的天赐机缘。这一闭关便是3日。3日后，神皇古族祖祠神殿，今日的气氛比3日前更加压抑凝重。殿内，神皇古族一众长老与族长黄天觉正与几位不速之客对坐。来者是吞天昆族的人，为首的是一名鹰钩鼻的黑袍老者，修为深不可测，正是吞天昆族的一位权势长老昆无涯。他端坐在客席上，姿态倨傲，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仿佛不是来商议，而是来下达通知。黄族长，3日期限已到，不知贵族考虑的如何了？昆无涯端起面前的茶杯，却只是轻轻晃了晃，并不入口，语气中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我家少主对灵儿侄女一见倾心，非他不娶。3条太初祖脉的聘礼，足以彰显我族的诚意。放眼整个东荒，除了我吞天昆族，谁还有这等手笔？他的话音不高，却满是傲慢。大长老黄九渊干咳一声，脸上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正欲开口打个圆场，昆无涯却根本不给他机会，自顾自地继续说道，声音里却满是高傲。况且这桩婚事对贵族而言乃是天大的机缘。实话告诉各位，我族被封印了数个纪元的无上天骄少帝昆无道，已经于日前成功出世。他老人家身负我族最纯粹的始祖血脉，乃是注定要在这黄金大事正道成帝的存在。我家少主昆霸天，未来便是辅佐少帝的左膀右臂。灵儿侄女嫁过来，便是攀上了我族这艘即将君临9天的无敌神舟，这是何等的荣耀！轰！少帝昆无道这5个字，像是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砸在神皇古族所有人的心头。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是吞天昆族雪藏的最恐怖的底牌。传闻其出生便引动万道哀鸣，被誉为最接近圣灵资质的生灵，故而被昆族以无上神元封印，只为等待这万古未有之黄金大事开启。他竟然出世了！这消息带来的冲击，远比3条太初祖脉更加震撼。这意味着未来的格局，吞天昆族将占据绝对的主动权。他们此刻的联姻根本不是平等的结盟，而是一种近乎施舍的招安。脾气火爆的黄古星长老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拳头捏得咯咯作响，胸膛剧烈起伏，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在绝对的实力和未来的大事面前，所谓的骨气和骄傲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王座之上，黄天觉面沉如水，眼中的挣扎与痛苦几乎要溢出来。唉，他缓缓闭上眼，似乎已经准备做出那个让他心如刀割的决定。整个大殿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爹！一道清脆又带着一丝欣喜的娇喝声响起，紧接着神殿厚重的殿门被人一把推开，一袭火红长裙的黄灵儿带着满面的红光和兴奋，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冲了进来。他刚刚结束闭关，修为暴涨，连破3境，一口气冲到了化龙4重天，这种速度堪称奇迹。他本是兴冲冲的想来跟父亲分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可一进大殿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诡异到极点的气氛。当他的目光扫到客席上那几个气息阴冷、面带讥笑的黑袍人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再看到父亲和大长老等人那屈辱、挣扎又无奈的表情，冰雪聪明的他，再加上之前就已经听到些许风声，瞬间明白了一切。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陡然升起。我不嫁！黄灵儿几乎是咬着牙，一字一顿地从喉咙里挤出这3个字。他的声音不大，却坚定如铁，回荡在死寂的大殿中，显得格外清晰。灵儿！黄天觉猛地睁开眼，看到女儿，先是一愣，随即感受到她身上那雄浑了数倍不止的气息，不由得大惊失色。你化龙4重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几个月前，黄灵儿才刚刚突破化龙1重天，这才几天功夫，竟然连破3境，直达4重天，这是何等恐怖的修炼速度！黄古星等几位长老更是激动的胡子都在颤抖，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然而大长老黄九渊只是最初惊讶一下，随即便恢复那副古井无波的神情，沉声喝道：灵儿，休得胡闹，这是关乎我族的大事，岂容你一个晚辈在此智慧，还不快退下！我胡闹！黄灵儿气得笑了起来，绝美的脸蛋上布满寒霜，她指着昆无涯，声音陡然拔高：为了几条所谓的祖脉，你们就要把我卖给这群趁火打劫的臭鱼烂虾？我神皇古族的骄傲呢？放肆！黄九渊勃然大怒，哈哈哈哈！
好一个性情刚烈的神皇帝女！本少主喜欢。就在此时，一阵张狂至极的大笑声从殿外传来。只见一个身材魁梧、面容俊朗，但眼神中却带着一股化不开的淫邪的青年，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他身穿一袭黑金战甲，周身环绕着滔天黑水，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正是吞天昆族的少主昆霸天。他的目光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就死死地锁在了黄灵儿身上，那眼神就像是猛兽在打量自己志在必得的猎物，充满侵略性。不愧是本少主看上的女人，这股宁死不屈的劲儿够烈。昆霸天无视了在场的所有长辈，径直走到黄灵儿面前，眼神中的贪婪与征服欲毫不掩饰。本少主改主意了，妻子的位置你还不配，不过看在你这身段和脸蛋的份上，可以收你做个暖床的侍妾，如何？滚！黄灵儿怒到极致，反而冷静下来，她厌恶地后退一步，体内那蜕变后的神皇真火轰然升腾，化作一道绚烂的七彩神息护住周身。咦！昆霸天看到那七彩神息，眼中闪过一丝惊异，随即是更加浓烈的占有欲。有意思，血脉似乎比情报中更加精纯。很好，这样的血脉才有资格成为我吞天昆族优化后代的鼎炉。你找死！鼎炉二字彻底点燃了黄灵儿的杀意，他再也忍不住，一声凤厉，抬手便是一道神皇印，朝着昆霸天当头拍下。昆霸天不屑地冷笑一声，他可是化龙期重天的强者，根本没把黄灵儿放在眼里。他甚至懒得动用神通，只是随意地抬起右手，一掌拍出，黑色的神力化作一只滔天巨鲲的虚影，张开大口，竟一口就将那神皇印吞了下去。黄灵儿闷哼一声，被震得连退数步，气血翻涌。太弱了，小凤凰！昆霸天收回手，脸上挂着戏谑的笑容。就这点实力也敢对本少主龇牙，真是天真的可悲。你！黄灵儿气得双眼通红，银牙紧咬，强烈的屈辱感与无力感涌上心头。这样吧，昆霸天似乎觉得猫捉老鼠的游戏很有趣，他环视一周，用一种恩赐的语气说道：本少主给你一个机会，你我在此比斗一场，若你能在我手中走过3招，这桩婚事我可以让我父亲重新考虑，但若你输了，不但要立刻废掉你一半的神皇本源献给我族，还要当着你神皇古族所有人的面跪下，像条狗一样爬到我面前，舔干净我的鞋尖。此话一出，神皇古族众人无不目眦欲裂。纵然知道吞天昆族有无上人物出世，但神皇古族有骨气的人还是忍不住站出来对其喝骂不止。这已经不是羞辱，这是将神皇古族的尊严按在地上用脚碾碎，再吐上一口唾沫。好！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被逼到绝境的黄灵儿反而笑了，那笑容满是决绝。我跟你赌！灵儿，不可！黄天觉忧心忡忡脱口而出。化龙4重天对7重天，别说3招，连1招都未必接得下。而且在他看来，黄灵儿乃是刚刚突破，肯定根基不稳，必然走不过3招。这根本不是赌，是自取其辱。然而昆霸天却像是听到了世上最好笑的笑话，放声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轻蔑。有胆色！既然你这么急着当我的狗，本少主也不妨大度一些，免得传出去说我吞天昆族以大欺小。他伸出一根手指，一股磅礴的法力自体内涌出，随即又被他强行压制下去，气息节节跌落，最终稳定在了与黄灵儿相同的化龙4重天。如何？昆霸天双臂环抱，下巴微抬，姿态倨傲到了极点。本少主自负手脚，与你同阶一战。若是这样你都撑不过3招，那便证明你神皇古族从血脉根源开始已经烂透了，只配成为我族的附庸。此言一出，神皇古族众人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脑门，脸皮火辣辣的疼。这是何等的羞辱！将修为压制到同阶，看似公平，实则充满了最大的傲慢。这代表着在他昆霸天眼中，即便是在同一个境界，他也是无敌的，碾压黄灵儿依旧如探囊取物。废话少说，战！黄灵儿眸光冷冽，心中的怒火已经凝为实质，他没有丝毫犹豫，抢先出手。立！一声清越的凤鸣响彻神殿，他玉手捏印，身后一尊华美的神皇虚影浮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尊神皇虚影的周身不再是纯粹的金红火焰，而是缭绕着一层梦幻般的七彩神息。一道神皇焚天印轰然拍出，那七彩的火焰神印所过之处，连虚空都泛起了层层涟漪，仿佛承受不住那股灼热，其威势比他闭关前强了何止10倍。来得好！第1招，昆霸天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面对这石破天惊的一击，他竟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轰出。黑色的神力汹涌，化作一只狰狞的鲲头虚影，张开血盆大口，依旧是想将那神皇印一口吞下。轰！拳印相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狂暴的能量冲击波以两人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大殿内的桌椅摆设瞬间化为齑粉，若非有族中长老及时出手布下结界，恐怕整座祖祠神殿都要被掀翻。烟尘散去，预想中皇灵儿被一击震飞的场面并未出现。他俏生生地立在原地，衣袂飘飘，身形稳如磐石。反倒是坤霸天竟噔噔噔连退3步才稳住身形。他那只与神印硬汉的拳头上，黑色的神力被烧灼得滋滋作响，一股钻心的剧痛传来。他脸上那戏谑的笑容彻底僵住。怎么可能？坤无涯猛地从座位上站起，失声惊呼。神皇古族一方，所有人的心跳都漏了一拍，随即化为狂喜。黄天觉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平分秋色，不是隐隐占了上风。同阶一战，他们神皇古族的帝女竟然在第一招就压制了吞天坤族的少主。你这火焰！坤霸天死死地盯着黄灵儿周身的七彩神息，眼神第一次变得凝重无比。这不是神皇真火，你猜对了，可惜没有奖。黄灵儿心中同样震撼，她能感觉到在刚才碰撞的瞬间，那颗被她吃下的红彤彤果子所化的道运精华在她血脉中自行运转，竟将对方的吞噬之力消灭了大半。那股力量仿佛凌驾于一切法则之上，这让她信心暴涨，强烈的屈辱感化为无尽的战意。神皇九击，才与裂天。黄灵儿娇喝一声，双手化作幻影，瞬间打出9道手印。9道颜色各异的神光从她体内飞出，在半空中交织融合，化作一柄长达10丈的七彩神羽，对着坤霸天当头斩下。这一击是他从那颗果子中自行悟出的神通，其上流转的不再是单纯的火之法则，而是带着一丝斩灭万法的无上道运。坤霸天脸上的笑容第一次凝固了，他从那柄七彩神羽上嗅到了一股令他心悸的危险气息，那股气息仿佛凌驾于他的吞噬大道之上。有点意思。他低喝一声，不敢再拖大，体内的法力轰然暴涨，瞬间冲破了化龙4重天的束缚，达到了5重天。吞噬魔功，黑窝藏海。他双掌齐出，黑色的神力化作一个巨大的漩涡，挡在身前，企图将那七彩神羽搅碎吞噬。然而，吃啦！七彩神羽落下，竟如神刀切牛油一般，势如破竹。那号称无物不吞的黑色玄滋一窝，在神羽面前，竟如同纸糊的一般，被轻易地从中剖开。什么？坤霸天骇然色变，想都没想，体内的修为再度暴涨，6重天、7重天。眨眼之间，他便解开了所有压制，恢复到了化龙7重天的巅峰修为。轰！他全力出手，滔天的黑色神力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巨鲲，横亘在神殿之中，张开巨口，狠狠地咬向那七彩神羽。卑鄙！无耻！小人！神皇古族的长老们看得目眦欲裂，黄古星更是气得破口大骂。说好的同阶一战，结果一招不利就立刻全力以赴，这吞天坤族的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然而面对全力爆发的坤霸天，那七彩神羽虽然光芒暗淡了些许，却依旧坚定地斩落。轰隆一声巨响，巨鲲虚影被一斩为2，悲鸣着消散。七彩神羽也耗尽了所有力量，化作漫天光雨。坤霸天噔噔噔连退3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玉石地面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这才勉强稳住身形。他抬起头，眼神中再无半点轻佻，取而代之的是惊怒与不可思议。他竟然被逼退了，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被一个低了他3个小境界的人正面击退，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你成功惹怒我了！坤霸天声音森寒，周身杀气沸腾。我承认，你确实有几分妖孽，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双手结印，一股远比刚才恐怖的气息从他体内苏醒。逼我动用禁忌神通，你足以自傲了。给我死来！大黑天吞噬神光，一道漆黑如墨，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神魂的恐怖光柱自他掌心射出，直取黄灵儿面门。整个神殿在这一刻仿佛都坠入了永恒的暗夜。然而面对这必杀一击，黄灵儿反而闭上了眼睛，他的心神彻底沉入了血脉的最深处。在那片金红色的血脉海洋之中，他看到了那根新生的缭绕着混沌雾气，仿佛烙印着一片火焰神国的灵羽，就是他。是他给了自己力量，是他让自己的神火蜕变。在生死危机的压迫下，在强烈的不甘与愤怒的浇灌下，这颗自神果上诞生的神种终于破土而出。嗡！外界所有人都看到了一幅永生难忘的画面。在黄灵儿的身后，那尊七彩缭绕的神皇虚影猛然仰天，发出一声穿金裂石，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鸣叫。紧接着，一幅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画卷以那神皇虚影为中心缓缓展开。那画卷的一角是混沌雾气缭绕，其中仿佛有亿万星辰生灭，
每一颗星辰都是一朵形态各异的火焰神莲。画卷的另一端是紫气东来3万里，一缕创世的紫炎点燃了虚无，还有一处是青色火焰化作无边火海，焚尽了业力与罪孽。这画卷仅仅只展开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但那股仿佛凌驾于万道之上，焚尽诸天涅槃重生的无上神威，却已经笼罩了整个神殿。这是大长老黄九渊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浑身剧烈颤抖，指着那画卷，声音嘶哑：万火涅槃图，是始祖的万火涅槃图。万火涅槃图，这5个字像是一道9天神雷，劈在了所有神皇族人的天灵盖上。黄古星激动的老泪纵横，跪倒在地，朝着那画卷的方向嚎啕大哭。黄天觉更是双目圆睁，死死地盯着那比古籍中记载的还要玄奥恐怖的异象，身体因狂喜而不住地颤抖。传说是真的，神皇古族有救了！在这神图展开的瞬间，坤霸天那足以秒杀同阶的大黑天吞噬神光，在接触到画卷神威的一刹那，就像是初雪遇到了烈阳，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便被瞬间蒸发，消弭于无形。不可能！坤霸天发出了见鬼一般的尖叫，脸上写满了恐惧。这是什么力量？这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想逃，可身体却被那股无上的神威死死锁定，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3招！黄灵儿睁开了双眼，那双燃烧着七彩神火的眸子里一片漠然。1招足矣。他轻轻抬手，对着坤霸天遥遥一指。他身后的万火涅槃图微微一震，一缕最不起眼的青色火焰化作一只青色火凤，轻盈地飞出。那火凤看起来没有丝毫烟火气，却快到了极致，瞬间便印在了坤霸天的胸口。噗！坤霸天如遭雷击，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人在半空便狂喷出一口鲜血，浑身骨骼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爆响，重重地砸在大殿的柱子上，生死不知。秒杀！绝对的秒杀！整个神殿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匪夷所思的一幕震得目瞪口呆。庶子敢尔！就在此时，一声怒吼打破了寂静客席之上，吞天坤族的长老坤无涯猛然站起，一股圣人王者的恐怖威压如瀚海决堤般席卷全场。他的双眼血红，死死地盯着被重创的坤霸天，又猛地转向黄灵儿，那眼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下此毒手！坤无涯的声音冰冷。你可知霸天的太古坤血是少帝坤无道大人点名用来稳固出噬道基的神药，你毁了它，就是断了少帝的大道前程。你神皇古族是想与我族不死不休吗？话音未落，他根本不给黄天觉等人任何反应的机会，身形一闪，化作一道黑色闪电，一只覆盖着黑色鳞片的恐怖大手撕裂虚空，带着覆灭一切的威势，朝着黄灵儿狠狠抓去。你敢！黄天觉怒吼，却已然来不及阻止。圣人王之怒，可青天。坤无涯这一抓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他对大道的全部理解。空间在他掌下如同脆弱的画纸被轻易撕裂，一只漆黑如墨的巨爪瞬间便出现在黄灵儿的头顶。仅仅是溢散出的一缕气息，就让神殿内除了黄天觉之外的所有长老都感觉神魂刺痛，气血凝滞，仿佛被一座太古神山压在了心头，动弹不得。刚刚力竭的黄灵儿更是俏脸煞白如纸，在那股恐怖的威压下，他连抬起一根手指都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死亡之爪在自己的瞳孔中急速放大。老杂毛，你敢动他一下试试！一声暴力的怒吼如同火山喷发，炸响在死寂的大殿。脾气最是火爆的黄古星长老双目赤红，一头长发无风自舞，他竟强行燃烧了自己的本源精血，冲破了那圣人王威压的束缚。轰！一尊巨大的烈焰神皇虚影在他身后燃起，他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义无反顾地撞向了那只遮天蔽日的黑色巨爪。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这一去无异于飞蛾扑火，但他不能退。灵儿是神皇古族未来的希望，是始祖异象重现的奇迹，就算是死，他也绝不容许这希望的火种在自己眼前熄灭。不自量力的蝼蚁！坤无涯脸上闪过一丝讥讽，那巨爪甚至没有丝毫停顿。砰！一声闷响，黄古星的护体神皇虚影在那黑色巨爪面前，脆弱的就像一个彩色的肥皂泡，一触即碎。他的身体如遭万钧雷击，护体法宝寸寸断裂，胸膛瞬间塌陷下去，整个人被狠狠地拍飞，撞在大殿的墙壁上。古星长老！神皇古族众人目眦欲裂，发出悲愤的嘶吼。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坤无涯分吼。他的目标从始至终只有黄灵儿，他看中的不是黄灵儿的命，而是他刚刚觉醒的万火涅槃图。此等异象万古罕见，若是让其成长起来，必将成为吞天坤族称霸路上的心腹大患。他要做的
就是趁着希望的火苗尚未燎原之前，将其彻底扼杀。眼看那巨爪就要落下，黄灵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族长黄天觉动了，他没有出手阻拦，只是缓缓地抬起头，那双深邃如渊的眸子里没有愤怒，没有惊惶，只有一片令人心悸的死寂与冰冷。他看了一眼被重创的黄谷星，又看了一眼被逼入绝境的女儿，最后目光落在了嚣张无比的昆无涯身上。欺我神皇古族无人吗？黄天觉的声音很轻，却仿佛蕴含着言出法随的力量，让整个神殿乃至整片神皇古族的祖地都为之轻轻一颤。他并指如剑，对着自己的眉心轻轻一划，一滴嫣红中带着点点紫金光泽的精血从他眉心渗出。以我黄天觉之显，恭请地震复苏。嗡！随着他话音落下，那滴精血瞬间化作一道玄奥至极的符文，没入脚下的大地。下一刻，天翻地覆，整座祖祠神殿，不是整个神皇古族的广袤祖地，从地底深处亮起了亿万道纵横交错的阵纹。那些阵纹古老而沧桑，仿佛从开天辟地之初便已存在，此刻被尽数点亮，化作一片金色的神力海洋，冲天而起。一座横跨不知多少万里的准地级大阵轰然启动，一股远比圣人王恐怖亿万倍的威压从天而降。那股威压仿佛是一位沉睡的无上大帝被吵醒后睁开了漠视万古的眼眸。准地大阵，你们疯了！昆无涯那只即将触碰到黄灵儿的巨爪，在这股威压下瞬间凝固，而后寸寸崩裂，化为齑粉。他本人更是如遭雷噬，浑身骨骼都在哀鸣，被死死地压制在原地，连动一下都成了奢望。他脸上那不可一世的傲慢瞬间被无边的恐惧所取代。他做梦都没想到，神皇古族竟然真的敢为了一个晚辈动用守护一族的底蕴大阵。这种大阵每启动一次都要消耗海量的资源，是用来抵御灭族之战的最后手段。你吞天昆族既然敢把手伸进来，那就全都留下吧。黄天觉面无表情，言语间杀伐果断。今日之事早已没有了转圜的余地。从昆无涯悍然出手的那一刻起，两大古族之间便是不死不休。既然如此，何须再忍？他心念一动，地震神威汇聚，一道由无穷阵纹凝聚而成的金色神剑在神殿上空成型，渐渐遥遥锁定了昆无涯和殿内其余几名早已被吓傻的吞天昆族之人。不，黄天觉，你敢杀我，我族少帝不会放过你们的！昆无涯发出了绝望的嘶吼，他知道自己完了。但在神剑斩落的前一刹那，他眼中闪过一抹极致的怨毒与疯狂，眉心处一道黑色的符文骤然亮起，燃烧了他全部的神魂与精血，化作一道微不可察的黑光，竟硬生生撕裂了地震的一丝封锁，遁入虚空，消失不见坤神咒印。他把消息传出去了。大长老黄九渊脸色难看地说道。黄天觉却看都未看，只是冷漠地吐出一个字：斩。是。金色神剑落下，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轻微的破空声。以圣人王昆无涯为首的所有吞天昆族之人，在那金色神剑之下，连惨叫都未能发出一声，便被瞬间抹去了一切存在的痕迹，神魂俱灭，形神俱消，仿佛从未在这世间出现过。大阵缓缓隐去，神殿内恢复了平静，只剩下那满地的狼藉和空气中尚未散尽的血腥与肃杀之气。噗！黄天觉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苍白了许多。强行催动地震对他而言亦是巨大的负荷。爹！黄灵儿连忙上前扶住他。族长！众长老也纷纷围了上来，神情又是担忧，又是激动，又是后怕。我没事。黄天觉摆了摆手，目光扫过众人，最终定格在女儿的身上，那双疲惫的眼中终于流露出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万火涅槃图，我神皇古族的始祖意象终于重现了。他的声音都在颤抖。族长，灵儿她觉醒的意象似乎比古籍中记载的更加完美，那股道韵闻所未闻。大长老黄九渊激动之余有些疑惑地说道。黄天觉点了点头，眼神变得悠远，似在追忆一段尘封的秘辛。是的，但这些都是有所原因的。想我神皇古族并非不能觉醒始祖意象，而是做不到。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我族血脉太过霸道，本应是天地间最顶级的火之神血之一，可数万年前黑暗动乱期间，我族始祖与一位至尊同归于尽。那位至尊临死之前对我族血脉进行诅咒，从那以后，我族血脉中蕴含着一种先天的道缺，若无法在化龙境之前以真正的大道碎片补全这丝道缺，一旦强行觉醒意象，便会引火烧身，血脉反噬，最终只会化为一捧劫灰。这也是为何我族无数纪元以来再无一人能重现始祖辉煌，因为那所谓的大道碎片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早已绝迹于世间。众人听得心神摇曳，这才明白其中竟有如此骇人的隐秘。
补全倒缺，方可涅槃。那灵儿她又是如何做到的？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了黄灵儿身上，那眼神就像再看一件稀世珍宝。黄天觉也是一脸好奇与期待地看着女儿。灵儿，告诉为父，你究竟是得了何等逆天机缘？被这么多长辈火辣辣地盯着，黄灵儿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回想了一下自己这几天的经历，闭关突破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哦，对了，闭关前去了一趟瑶池圣地，找灵瑶玩了。他眨了眨眼，有些不确定地说道：机缘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机缘啊，我就是前几天去瑶池，在灵瑶他哥家吃了一盘叫红彤彤的果子，又吃了一盘桂花糕，然后好像有点上火，就又喝了几杯他泡的茶。话音未落，整个祖祠神殿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长老包括族长黄天觉在内全都僵在了原地，他们一个个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期待到错愕，再到呆滞，最后化为一片难以言喻的荒诞与茫然。砰！脾气最火爆的黄谷星长老手一哆嗦，竟失手将族中一尊重宝一尊赤焰神炉的炉盖给捏成了齑粉。可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黄灵儿，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什么玩意儿？吃果子，吃糕点，喝茶，然后就把困扰了神皇古族无数纪元，连准地先祖都束手无策的血脉倒缺给吃好了，还顺便觉醒了只存在于神话中的始祖异象万火涅槃图。上火？那他妈是上火吗？那是大道神火在燃烧，是血脉在朝着地资进化啊！灵儿，你再说一遍。黄天觉的声音干涩，他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你吃的那个果子叫什么？就叫红彤彤啊。黄灵儿理所当然地说道，还舔了舔嘴唇，回味着那股甘甜。还有桂花糕和茶水都挺好吃的，不过瑶瑶说他哥做的东西能量太足，吃多了容易上火，让我少吃点。咕咚！大长老黄九渊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他颤巍巍地走上前，扶住一旁快要瘫倒的柱子，若有所思地问道：那茶水是什么样的？茶？黄灵儿努力回想，就是用一片金灿灿的叶子泡的，很香。最神奇的是，那茶水里有好多雾气在飘，像龙又像凤的，喝下去肚子里暖烘烘的，那股火气一下就顺了。黄灵儿老实回答：金色叶子，雾气飞舞。黄天觉和黄九渊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抹震惊。悟道茶叶？可又不像啊，若真是悟道茶叶，黄灵儿应该是认识的。难道而那名为红彤彤的果子能补全先天倒缺，其品阶恐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极限，是真正的无上神物。暴殄天物？不是神人风范，是神人风范啊！一位长老激动得老泪纵横，捶胸顿足。我等视若神明的至宝，在那位前辈眼中不过是招待客人的寻常果品，这是何等的境界，何等的气魄！快灵儿！黄天绝猛地抓住女儿的肩膀，呼吸急促，双目赤红。快告诉爹，那位前辈的仙居在何处？我神皇古族必须立刻马上背上最后的重礼前去拜山。这一刻，什么族长的威严，什么太古王族的骄傲，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开玩笑，那是一位能随手用无上神物当水果的存在，这哪里是抱大腿，这分明是天降的无上道源。就在神皇古族因为一盘水果一碟糕点而陷入集体狂热，准备进行一场朝圣之旅时，黄金大师的浪潮已然席卷了整片浩瀚东荒。暗流涌动之下，几家欢喜，自然也有几家愁。东荒另一处仙家福地浣花宫，此刻正被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浣花宫以其门人弟子皆为绝色女子，修炼之法变幻莫测，颠倒众生而闻名。然而今日，那平日里令人心醉神秘的七彩霞光却透着一股压抑。浣花公主殿内，风华绝代的公主花千羽正一脸凝重地坐在主位上，在她下方，江若薇一袭紫裙，静静侍立，绝美的脸蛋上不见了往日的妩媚与从容，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深的凝重。大殿中央站着3位僧人，为首的是一个极其年轻俊美的和尚，身披月白色僧袍，眉心一点朱砂痣，宝相庄严，正是西域烂陀寺这一带最杰出的行走辩机。花施主，我佛慈悲，贫僧此来是为度化，而非为敌。辩机声音温和，却满是压迫感。你浣花公道统源于我佛门，如今大事开启，你这叶扁舟随时有倾覆之危，回归我烂陀寺才是唯一的生路。而且继承佛子已然出世，不日法驾亲临东荒。他口中的继承佛子是佛门这一代最精彩绝艳的人物，据说其出生便有佛光普照3万里，3岁变法，说的古佛低眉，7岁修成金刚不坏体，如今不过100岁，
已然是行走于世间的准菩萨，行事风格更是如同其法号一般霸道绝伦，顺我者昌，逆我者归于寂灭烟尘。花千羽凤眸微沉，声音清冷，辩机大师此言差矣。我浣花宫自独立之日起，便已是独立的道统，与贵寺的清净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辩机和尚微微一笑，笑容悲悯。痴儿，你这香了。世间万法皆出佛门，何来独立一说？他不再多言，只是轻轻地念诵了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嗡，一声佛号，仿佛暮鼓晨钟，在整个浣花宫上空轰然炸响，笼罩山门的七彩霞光瞬间扭曲凋零。所有浣花宫弟子都感觉自己的道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引以为傲的幻术在这庄严宏大的佛光面前，如同阳光下的泡影，一戳就破。这是源自于道法根源上的绝对压制。花千羽脸色一白，惊怒地看着辩机，辩机依旧是那副悲悯的神情。花施主，看到了吗？这无畏狮子印乃是贵派的克星，3日之内，全宫上下随我回归西域，剃度修行，废去这一身旁门左道，重修正统佛法，如此方可求得一线生机。另外，届时带上当时妙玉菩萨带走的7绝梵天心经献上。继承佛子此时正急需这本无上心经辅助，方可证得大道。若我们不允呢？江若薇忽然开口，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辩机和尚的目光落在江若薇身上，那目光仿佛能看透人心。他微微点头。江施主根骨不凡，资质绝佳，只可惜明珠暗投。若是不允，贫僧也只好行霹雳手段，强行渡诸位回归稀土了。他顿了顿，目光在江若薇曼妙的曲线上扫过，语气变得意味深长。尤其是江施主这等良才美玉，直接废去修为，太过可惜。我烂陀寺亦有欢喜禅一脉，正需要你这等修士来勘破色相，证得菩萨果位。想必江施主会很乐意为我佛门做出贡献的。你无耻！江若薇气得娇躯发颤，脸色煞白。这已经不是威胁，而是赤裸裸的羞辱。贫僧言尽于此，3日后静候公主佳音。说完，辩机和尚转身离去，步步生莲，佛光普照，仿佛他才是此地的主人。他们走后，大殿内压抑的气氛轰然爆发。公主，跟他们拼了！我浣花宫弟子，宁死也不做那斩断7情6欲的姑子。没错，什么狗屁佛门正统，不过是仗势欺人。弟子们群情激愤，花千羽的脸上却只有一片死灰。拼？拿什么拼？你们有所不知，我浣花宫的祖师的确是烂陀寺的一位精彩绝艳的菩萨，可最终自己也走出了自己的道，但与佛门的宗旨有了很大冲突，便悍然出走，创立浣花宫。现在黄金大势开启，烂陀寺想要争霸，我浣花宫的确抵挡不住。毕竟烂陀寺乃是曾经出过好几位大帝的无上道统，有着数尊无缺地气，比底蕴，我浣花宫是万万不如的。他颓然地坐回宝座，眼中满是绝望。难道传承了数万年的道统真的要断送在自己手里？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之时，一直沉默的江若薇脑海中却闪过一幕幕画面。柳树下，那个青衫男子随意挥手，道运天成。他随手递过来的茶壶竟是能炼化天地的圣王兵器，他靠着的那棵柳树更是传说中早已寂灭的族柳。最重要的是，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此刻如同惊雷般在他心头炸响。壶生来就是为了盛水沏茶的，至于他之前是谁的，做过什么，与我何干？与他又何干？与我何干？与他又何干？是啊，辩机和尚口口声声说浣花宫的道法源于佛门，所以就该回归佛门。这不就跟说紫云炼天壶是紫阳圣王的，所以他就该永远是圣王兵器，不能用来喝水一样可笑吗？器物尚且如此，道法乃至人又何尝不是？我浣花宫的道便是我浣花宫的道，我从何处来，与我将要去向何方又有何干？这一刻，江若薇只觉得自己的道心前所未有的通透与坚定。辩机和尚的佛法看似煌煌大气，普照万物，实则充满了我执，是一种强加于人的意志。他要将一切都纳入他所认为的正轨。而王公子呢？他院里的道就像空气，像水，润物无声，自然而然。他从不强迫你接受什么，但你身处其中，却能在不经意间窥见大道的本源，那才是真正的超脱。师父！江若薇猛地抬头，一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中此刻迸发出了璀璨至极的光芒。花千羽看到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这副模样，不由一愣。若薇，你……师父，我们有救了！江若薇的声音很是激动。弟子前些10日随瑶池的灵瑶仙子去拜访了他兄长，一位长老苦涩的摇头。若薇，你是不是被那佛音乱了心神？放眼东荒，谁敢为了我们去得罪烂陀寺和那位继承佛子？
别人不敢，但他一定敢。江若薇斩钉截铁，或者说在他眼中区区烂驼寺或许根本不值一提。他深吸一口气，用最快的语速将自己在那个小院中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从那对蕴含大道真意的石狮子，到用星辰神经铸造的锄头，从那株被当成遮阳伞的竹柳，到被用来当茶壶的圣王兵器，再到那能让青禅仙子道心失守的柳条，以及让黄灵儿血脉蜕变的神秘国子大殿内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的嘴巴都随着江若薇的讲述越张越大。起初他们以为江若薇是不是被那和尚的佛法影响，心神失常，开始说胡话了。可当他们听到不仅仅只有他一人在场时，众人这才有些将信将疑。但这说的是天书吗？花千羽看着自己弟子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丝毫的虚假与迷乱，只有无比的清醒与笃定。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声音干涩地问道：若薇，你说的都是真的？弟子敢以道心起誓，句句属实。江若薇斩钉截铁地说道：师父，那辩机和尚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弟子觉得他的岸不是我们的岸。我们的岸？江若薇的目光望向遥远的瑶池圣地，眼神中满是向往。在那位王公子的院子里。此言一出，满殿皆惊。花千羽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弟子，看着他眼中那近乎信仰的光芒，心中的绝望竟真的被一丝希望所取代。是啊，若真的如若薇所说，圣王之兵只是茶具，足柳是其宅院中得一棵普通树木，管家眼中有着混沌之光，幻灭区区一个西域佛门的分支，又算得了什么？来人！花千羽的声音陡然变得高亢，传遍了整个浣花宫。备上我浣花宫最高规格的百花仙架，将宫中宝库里那株封存了3万年镇宫之宝的七窍玲珑心取出来。若薇，弟子在。花千羽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随为师前往青云峰拜见这位王公子。青云峰下那座寻常的小院门前，今日却汇聚了足以让整个东荒都为之震动的恐怖阵仗。天穹之上，三方势力泾渭分明，却又诡异地对峙着。东边一艘由神皇木打造，通体燃烧着不灭神焰的华丽非洲悬停，周手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神皇，双翼展开，仿佛要焚尽9天。神皇古族的族长黄天觉亲自驾临，他负手立于舟头，身旁是面带忐忑与期待的黄灵。他们的身后是数位气息深沉如海的族中长老，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满是凝重。西边一座由万千花瓣凝聚而成的仙架漂浮，七彩霞光流转，异香扑鼻，如梦似幻。浣花宫公主花千羽，这位风华绝代的女子，此刻却全无半点魅惑之态。她紧紧攥着身旁江若薇的手，掌心已满是汗水，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中此刻却满是焦急。正北方则是一座由太阴玄冰雕琢而成的广寒仙宫虚影，清冷的月华洒落，将周遭的空气都冻结了几分。广寒公主与青禅并肩而立，两人皆是白衣胜雪，气质清冷，宛如月中仙子。但若是细看，便能发现广寒公主那看似平静的眼眸深处藏着一丝焦灼。三方人马几乎是同时抵达，当他们看到彼此的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青禅姐姐，若薇妹妹，黄灵儿、江若薇、青禅三个平日里情同姐妹的闺中密友，此刻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一抹难以置信的惊愕。你们怎么也来了？江若薇最先反应过来，她看着另外两方那夸张的阵仗，声音都有些发飘。神皇古族族长青灵，广寒公主也来了，这是要干什么？黄灵儿眨了眨眼，指了指自家的非洲，又指了指广寒仙宫和浣花宫的仙架，小声嘀咕道：我们是来送礼求助的，你们呢？也是。青禅清冷的玉容上浮现一抹苦笑，轻轻颔首。三女对视一眼，皆是会心一笑。原来抱着同样想法的不止自己一家。就在这气氛诡异的当口，一道清冷的剑光从远处天边划过，如一道紫色闪电瞬息而至。剑光敛去，露出一道高挑的身影，正是紫府圣地的圣女紫渊。她是一个人来的，落地之后看到眼前这三方对峙的恐怖场面，那张向来沉稳的俏脸也绷不住了，整个人都愣在原地。紫渊，你怎么也来了？江若薇眼尖，立刻招呼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莫不是你紫府圣地也快断了传承，来求王公子赏口饭吃？紫渊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他支支吾吾，眼神躲闪，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路过，对，就是路过，看这里热闹就过来看看。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自从上次瑶池一别，那个男人懒洋洋靠在柳树下的身影便如同烙印一般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他辗转反侧，心境不宁，总觉得若是不再见一面，
自己的道心都要出问题了。于是今日他便寻了个由头，独自一人偷偷跑了过来。谁曾想会撞上这么一幕神仙打架般的场面。就在四女心思各异，三方大佬暗自警惕，猜测对方来意的时候，一阵哒哒的啼声伴随着一个喋喋不休的声音从不远处的马路上传了过来。王小兄弟，你就听我一句劝，我真不是想占你便宜，主要是你这颜值这气质简直和我年轻的时候一般无二，还有这小丫头的天赋，要是不拜入我门下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以后小丫头学我的剑术，你学我的深情，以后我一剑平山的名号和东荒第一深情的名号就都可以传承下去了。哈哈哈哈，想想都开心。要是再不行的话，我吃点亏，你拜我为师后，你喊我师傅，我喊你王兄，咱们各论各的，如何？哎，王兄你别不说话，你倒是给个反应啊。众人循声望去，然后所有人的表情都在一瞬间凝固了。只见一个穿着青衫、俊美的不似凡人的年轻男子，正懒洋洋地骑在一头瘦小的小毛驴上，他怀里还抱着一个粉雕玉镯，正在好奇玩着骰子的绿裙女童。而在那头慢悠悠的小毛驴旁边，一个身穿灰袍、仙风道骨的中年男子正亦步亦趋地跟着，满脸谄媚的笑容，嘴里还在不停地碎碎念。那张脸死。神皇古族的长老中，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那是一剑平山的李剑一，太初圣地那个新晋的圣人王。是他，绝对是他。老夫300年前有幸远远见过他一面，化成灰都认得。他怎么会在这里？还跟在一个年轻人屁股后面，那副样子像不像个跟屁虫？轰！整个场面彻底炸了。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这3位权倾一方的巨擘，此刻瞳孔剧烈收缩，死死地盯着那个跟在王腾身边的李剑一，心中翻起了滔天巨浪。圣人王，那可是差不多屹立于东荒金字塔顶端的存在，一眼可定亿万生灵生死，一怒可让星河倒转的无上强者。可现在，这位传说中的圣人王竟然像个狗腿子一样，满脸讨好的跟在一个骑着毛驴的年轻人身边，苦口婆心的劝说着什么。而那个年轻人却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一脸的不耐烦。这幅画面带给他们的冲击力，比3方势力齐聚于此还要震撼10000倍。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情况？而李剑一也终于注意到了门口这诡异的氛围，他叨叨了半天没得到回应，一抬头就看到了那3艘标志性的非洲仙驾，以及舟头上那3张他再熟悉不过的脸。卧槽！这位新晋的圣人王当场爆了一句粗口，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神皇古族的黄天觉，浣花宫的花千羽，还有广寒仙宫那个仙子，你们怎么都跑这儿来了？莫非是前来迎接我的？李剑一懵了，这3家哪一个不是跺跺脚东荒都要抖3抖的庞然大物？今天怎么跟约好了似的，全都来到此地？莫非是听说我晋升成了圣人王，前来恭贺我的？也不对啊，恭贺我难道不应该去太初圣地吗？怎么把我堵在半路上了？而且看这阵仗，一个个都跟愁云惨淡，偏偏又带着宗门里贵重的家当，这是组团来上供的。突然，一个荒诞到让他自己都觉得离谱的念头不受控制的从心底冒了出来。他下意识的扭头看了一眼依旧骑在毛驴上，因为被人堵住去路微微蹙眉的王腾。而3方势力的所有人此刻也像是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着，目光越过了圣人王李剑一，齐刷刷的聚焦在了那个看似平平无奇、骑着毛驴的年轻男人身上。能让圣人王都折腰讨好，气质如此出尘，样貌如此出众，王公子肯定是他。一瞬间，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3人的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起来，整个青云峰下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空气中只有小毛驴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响鼻，以及摇摇玩动头子的声响。李剑一这位新晋圣人王此刻的表情精彩到了极点，他看着眼前这3方东荒最顶级的势力，再看看他们身后的圣女、帝女，最后目光落在那3位气息渊庭月质的宗主、族长身上，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尤其是当他的目光与浣花公主花千羽那双似笑非笑的桃花眼，以及广寒公主那冰冷如万古玄冰的眸子对上时，饶是以他圣人王的修为，也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气势瞬间矮了3分。别人怕他一剑平山，他李剑一却怕这几个女人翻旧账。哟，这不是自诩东荒第一深情的李大剑仙吗？果然怕什么来什么。花千羽红唇轻启，声音妩媚入骨。怎么，当年遣了999只传讯灵蝶，绕着我浣花宫山门飞了3天3夜，搞得漫山遍野都是你写的酸诗，如今成了圣人王，攀上高枝就瞧不上我们这些旧人了。噗！江若薇一个没忍住，险些笑出声，连忙捂住嘴，但那双勾人的桃花眼里早已满是笑意。李剑一的老脸
疼的一下就红了，跟猴屁股似的，支支吾吾的辩解：“你胡说什么？什么酸诗？那叫到运天成的情感抒发。你不懂？哦，是吗？”广寒公主清冷的声音响起。那不知李剑仙可还记得，当初在我广寒宫外，扬言要融化万年玄冰以正真心，结果被冻成冰雕，挂在山门上示众了3个月，又是为了抒发何种情感？此言一出，连黄天觉身后那些素来严肃的神皇古族长老，嘴角都忍不住疯狂抽搐，想笑又不敢笑，憋得满脸通红。李建一的脸瞬间从红变紫，又从紫变青，跟开了染房似的。他年轻时行事确实荒唐，自诩风流，仗着一手绝世剑术四处招惹，追求花千语被人家当成笑话，挑战广寒宫想博美人一笑，结果成了广寒宫数万年来的最大笑柄。这些黑历史随着他修为日高，早已没人敢提。谁能想到今天被2位正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全都给抖了出来？他堂堂圣人王不要面子的吗？李建一，黄天觉终于开口，声音浑厚如钟，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你已是圣人王，代表着太初圣地的脸面。据我所知，你师兄正满世界寻你回去，你怎么还在此地游手好闲，在此纠缠不清？3方势力此刻竟同仇敌忾，言语犀利如刀，刀都插在李建一的心窝子上。他想发作，可对面是3大势力的主宰，修为虽不如他，但底蕴深不可测，真打起来谁也讨不了好。更何况当年确实是他理亏在先。他求助般的看向王腾，却发现王腾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吃瘪，那眼神分明是在欣赏一出好戏。王腾却实在看戏。从竹林小径出来这一路，他耳朵里全是李建一的魔音贯耳，什么拜我为师，什么东皇第一神情，烦不胜烦。现在看到这位不可一世的圣人王被对得哑口无言，那副憋屈又不敢发作的样子，王腾心里竟莫名的觉得有些暗爽，连带着看眼前这3拨人都顺眼了许多。王腾伸出手，轻轻拍了拍身下小毛驴的脑袋：“小黑，走了，人多堵得慌。”他的声音不大，懒洋洋的，瞬间让现场所有的口诛笔伐停歇。黄天觉、花千语、广寒公主3人的心同时提到嗓子眼，他们刚才光顾着对李建一，差点忘了此行的真正目的。若是惹得这位王公子不快，直接走了，那他们哭都没地方哭去。王公子，请留步。3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开口，语气中满是急切，态度更是十分恭敬，让一旁的李健一看的眼珠子都直了。什么情况？他刚才还沉浸在被揭老底的羞愤和尴尬之中，琢磨着是该放句狠话挽回颜面，还是干脆耍赖装死。可眼前这画风突变，让他一瞬间以为自己还在突破圣人王的心魔幻境之中。王公子，他下意识地顺着3位大佬的目光看向那个依旧懒洋洋骑在驴背上的王腾，然后他看见了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神皇古族的族长黄天觉，那个执掌一族向来说一不二的霸道枭雄，此刻脸上哪还有半分威严？那张刚毅的脸上堆满了近乎于谄媚的笑容，眼神里充满紧张与期待。浣花公主花千语，那个媚骨天成，能让圣人都到心不稳的绝代妖娆，此刻也收起了所有魅惑，一张俏脸绷得紧紧的，那双勾魂的桃花眼一眨不眨地盯着王腾，眸光中满是焦灼与恳切，像是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还有广寒公主，那个冷得像万年玄冰的女人。李健一发誓，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她脸上出现过如此丰富的神情。他那清冷如月的眸子里竟满是忐忑、希冀与不安的复杂情绪。李健一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正在崩塌，搞了半天人家根本不是来看他的，一股荒谬绝伦的感觉陡然从其心中升起。王腾拉住缰绳，侧过头，目光在他们身上一一扫过，那眼神平淡如水，却仿佛能洞穿时光，看透因果。神皇古族的血脉倒缺，浣花宫的道统之争，还有广寒宫的太阴绝脉。王腾的声音依旧是那副慵懒的调调，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们的来意我都知道了。轰！一言出，满场皆惊。黄天觉等人瞳孔骤缩，心中掀起惊骇不已。他们什么都还没说，这位王公子仅仅是看了一眼，便将他们各自宗族面临的难题一语道破。这是何等通天的手段，这简直是天机神算。一瞬间，他们心中的最后一丝疑虑彻底烟消云散。本来你们的事我懒得管。王腾话锋一转，让3人的心又沉了下去。可下一秒，他的目光瞥向旁边脸色正青正白的李建一，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不过看他这么不爽，我心情倒是好了点。李建一，不是王兄，我被人数落，你怎么还开心上了？我们不是一伙的吗？黄天觉等人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了古怪至极的表情。原来这位高人
是个乐子人。嗨，王腾轻咳2声，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拉了回来。他低头看了看怀里正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江若薇、清婵等人的夭夭。小丫头似乎对这些漂亮的大姐姐很感兴趣，小手抓着王腾的衣襟，小声地压了一下她叫夭夭。王腾的声音柔和了些许，他指了指黄灵儿、江若薇、清婵、紫渊4女，他好像挺喜欢你们的。4女闻言心头一跳，有些受宠若惊。你们的那些礼物都收回去吧，我这院子小，放不下。王腾的话让3大势力的主事人心中一沉，然而王腾的下一句话却让他们所有人都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想让我帮忙也简单。王腾将怀里的夭夭轻轻往前送了送，看着眼前这群东荒顶尖的人物，随意语气说道：你们谁能把他逗开心了，你们的事我就帮了。整个青云峰下再次陷入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神皇古族的族长、浣花宫的公主、广寒仙宫的主人，还有那位新晋的圣人王李建一，所有人都石化当场。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脸上的表情从惊愕到茫然，再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荒诞。开什么玩笑，我们赌上全族命运前来叩拜求助，解决这灭顶之灾的办法就是哄一个4、5岁的女娃娃开心。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这3位跺跺脚东荒都要抖3抖的巨擘，此刻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他们设想过无数种可能，或许这位王公子会提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条件，比如索要地精残篇，或是让他们寻觅某种早已绝迹的仙料，又或者他会布下什么惊天奇局，让他们进行一场豪赌。他们甚至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位深不可测的小友，的确是小友。他们用了各种手段默默探查了一番，确认王腾的年龄不过20出头。当时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们甚至有一种活在梦中的感觉。而此刻，这位小友提出的考验竟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且离谱。解决困扰神皇古族无数纪元的血脉盗缺，代价是哄一个女娃娃开心；化解浣花宫覆灭在即的道统之争，代价是哄一个女娃娃开心；治愈广寒宫代代相传的太阴玉桂绝脉，代价还是哄一个女娃娃开心。这听起来比用圣王兵器当茶壶还要荒诞10000倍。李建一更是感觉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他看看王腾，又看看他怀里那个粉雕玉琢、正眨巴着乌黑大眼睛好奇打量众人的小女娃，嘴巴张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突然觉得自己之前想让王腾拜师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世人所求的无上道源，在他眼中或许还不如怀中女娃的一声笑语来得重要。这才是真正的超脱，真正的随心所欲。可最先反应过来的反而是黄天觉。这位枭雄人物心性何等坚韧，他瞬间就抓住问题的关键。王公子不在乎他们的重礼，不在乎他们的身份，只在乎他怀里的女娃，那么这个名为夭夭的女娃就是破局的唯一关键。什么雄主的颜面，什么东荒格局，在这一刻全都不重要了。黄天觉深吸一口气，脸上那刚毅霸道的线条瞬间柔和下来，挤出一个他自认为最和蔼可亲的笑容。夭夭小朋友，你看这个。他话音未落，旁边的花千羽已经款款上前一步，他收敛了所有媚态，此刻像一位温柔的邻家大姐姐，玉指轻捻，一道道七彩霞光在他掌心汇聚，化作一只只栩栩如生的七彩蝴蝶翩翩起舞。另一边，一直冷若冰霜的广寒公主竟也催动法力，在掌心凝聚出了一朵晶莹剔透、不断旋转的冰莲花。然而夭夭只是好奇地看了一眼，小脑袋微微一歪，似乎觉得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还没他手里那2颗头子好玩。他小手一扬，将头子举到了王腾面前，嘴里发出呀呀的声音，似乎在催促着什么。花千羽和广寒公主的笑容齐齐僵在了脸上。师父，还是我们来吧。江若薇看不下去了，连忙拉住自家公主。她与黄灵儿、清婵、紫渊4女小心翼翼地围了上来。夭夭对这几位漂亮大姐姐倒是很感兴趣，大眼睛在她们身上转来转去，但最终她的目光还是落回了自己手中的头子上。他伸出肉乎乎的小手，将其中一颗头子递向离他最近的江若薇，另一颗自己握在手里，然后晃了晃，小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里满是期待。众人一愣，江若薇最先反应过来，试探着问道：夭夭妹妹，是想和我们玩头子？夭夭的大眼睛瞬间亮了，小脑袋用力的点了点。自从上次看过王腾打麻将后，他就对这种能发出清脆声响的小方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腾嫌他小，不让他上桌，最多把淘汰下来的2颗头子给他当玩具。小丫头一直惦记着，今天看到这么多漂亮姐姐，终于忍不住想找人一起玩了。原来是想玩游戏。黄天觉等人恍然大悟，心中长舒一口气。
玩游戏好啊，这比变戏法简单多了。别说玩头子，就算是要他们这几个活了上万年的老家伙在地上打滚学狗叫，只要能让这位小祖宗开心，他们也认了。来来来，我来陪小友玩。黄天觉第一个响应，就要从非洲上跳下来。花千羽和广寒公主也不甘示弱，就要上前。可就在这几位东荒巨擘准备放下所有身段，陪一个女娃玩一场决定各自宗门命运的头子游戏时，一道煌煌天音如惊雷般从9天之上炸响。不成体统，胡闹！轰隆！一股比李健一霸道100倍的圣王威压铺天盖地而来，天穹之上风云变色，那七彩蝴蝶瞬间溃散，冰莲花上都出现了裂纹。只见一道身穿太初圣地道袍、面容古板严肃的中年道人踏空而来，每一步落下，虚空都为之震颤。师兄！李健一看到来人，脸都绿了，下意识的就想往王腾身后躲。来者正是太初圣地的2把手，他的亲师兄道号天恒的道人。天恒道人看都没看旁人，目光如利剑般死死锁定李健一，脸上满是怒气不争的铁青之色。李健一，你好大的胆子！圣地为你晋升圣人王，大开宴席，便请东荒同道，你却在此地消失无踪。我奉掌教之命寻你，你倒好，竟在此地与一群人围着一个黄口小嬉笑玩闹，你将我太初圣地的脸面置于何地？他的声音蕴含着道责，震得在场除了王腾之外的所有人都气血翻涌。怒斥完李健一，他的目光又扫过黄天觉、花千羽等人，眉头皱得更深，语气中满是训诫。还有你们！黄金大势已然开启，天骄并起，大劫将至。尔等身为一方之主，不思进取，闭关苦修，竟也陪着他在此虚耗光阴，贪图玩乐，真是可笑至极。天恒道人来自底蕴更胜一筹的太初圣地，又是身居高位，说起话来向来是毫不客气。黄天觉等人脸色微变，心中虽有不快，但对方士强，自家的麻烦不断，一时间竟不好反驳。整个场面因为天恒道人的到来，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然而在这股足以让圣人王都感到压抑的气氛中，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却显得格外突兀。你们还玩不玩了？王腾甚至没抬头看那天恒道人一眼，他的注意力全都在怀里夭夭身上。小丫头似乎被天恒道人的大嗓门吓了一跳，小嘴一扁，眼看就要哭出来。王腾正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天恒道人何曾受过这等无视？他堂堂圣人王，太初圣地的天恒道人，走到哪里不是万众敬仰？他脸色一沉，圣王威压如同天河倒灌，朝着王腾倾泻而去。放肆！本座在说话，哪里来的黄口小？然而那足以压他山川的恐怖威压，在靠近王腾3尺之外时，便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别说伤到王腾，连他身下那头兽驴的眼皮都没能撼动一下。天恒道人瞳孔骤缩，心中一惊。就在这时，被哄好的夭夭嘟着小嘴，似乎也觉得气氛不对。他从自己的小布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一个灰扑扑看起来像是木头雕的杯子，递了出来。用我的，这个公平。小丫头奶声奶气地说道，似乎是为了防止大家在他的游戏中作弊。看到这个普通的木杯子，天恒道人脸上闪过一丝不屑，正要再次发作，可神皇古族的一位活化石长老在看清那个杯子的瞬间，浑浊的老眼猛地瞪圆，像是白日见了鬼，手指颤抖地指着那杯子，嘴唇哆嗦着，连话都说不囫囵了。那是不可能。黄天觉心中一动，凝神望去，只见那头中看似朴实无华，其材质非金非石，非木非玉，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大道神韵。仙类圣灵石！黄天觉失声惊呼，声音都变了调。此言一出，满场死寂。圣灵石，那是何等存在？圣灵乃是天地孕育的宠儿，是天生地养的至高生灵。他们生来便与大道相合，有些由一块神石通灵而生，有些由一株仙金化形而成。每一尊圣灵，只要不中途夭折，最终都能成长为比肩大地的无上存在。他们的本体便是世间最顶级的神料，坚不可摧，万法不侵，可以隔绝一切神通道法。而现在，一块足以让大地都眼红的仙类圣灵石，竟然被做成了一个头钟，给一个女娃娃当玩具。天恒道人脸上的怒容和不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白和呆滞。他死死地盯着那个头钟，似乎想说些什么，可又说不出来。李建一更是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头晕目眩。花千羽和广寒公主等人更是娇躯巨震，看向王腾的眼神已经从敬畏变成了近乎于仰望神明般的崇拜。拿圣王兵器当茶壶，拿祖柳当遮阳伞，拿圣灵石当玩具，这位王公子好大的气魄。就在青云峰下，众人心神俱震，世界观被反复碾压之时，
亿万里外的东荒极西之地，一片被混沌气笼罩的生命禁区最深处，一座高达万丈，形如一尊盘坐生灵的神石猛然震动了一下，一道尘封了不知多少个纪元的古老意志缓缓苏醒。无足同源的气息出世了。天恒道人脸上的倨傲与怒火像是被万载玄冰瞬间冻结，只剩下空白与呆滞。仙类圣灵时，他比在场的众人更加清楚此时的含金量。他出身太初圣地，见过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可圣灵石这种只存在于最古老典籍中的传说之物，他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而这件足以让大地都动心，能作为无上道统镇压底蕴的神物，此刻竟然只是一个女娃娃手中用来防止作弊的玩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这就好比凡人国度里有人拿着传国玉玺在砸核桃，荒诞、离谱、颠覆认知。整个青云峰下死寂的可怕，风似乎都停了，所有人的呼吸也停了，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的声音清晰可闻。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这三位巨擘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敬畏演变成了一种狂热，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还是远远低估了这位王公子的来历与境界。呀，夭夭似乎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他举着那个灰扑扑的头钟又晃了晃，清脆的头子碰撞声将所有人的神智从无边震撼中拉了回来。王腾伸手揉了揉夭夭的小脑袋，语气依旧是那副宠溺又带着几分懒散的调调。好了，谁先来？他的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平淡。花千羽和广寒公主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决绝。今日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机会。师父，我来。江若薇率先站了出来。她不仅是幻花宫的圣女，体质更是特殊，天生媚骨，更身负一种被称为红晕的奇特气运。虽然比不上那些传说中的气运之子，但也让她自修行以来奇遇不断，逢凶化吉。此刻这圣灵石头中隔绝了一切神通道法，比拼的不就是最纯粹的运气和技巧吗？论技巧，他身为幻花宫弟子，于细微之处的掌控力自信不输于任何人。论运气，他对自己更有信心。江若薇莲步轻移来到夭夭面前，她收起了平日的妩媚，脸上尽是温柔。夭夭妹妹，姐姐陪你玩好不好？夭夭的大眼睛亮晶晶的，用力点了点头，将手中的头钟递了过去。一场决定着东荒三大顶级势力未来命运的赌局，就在这山野小院门前，以一种荒诞的方式正式开始。江若薇接过那看似普通的圣灵石头钟，心中不由一凛。她深吸一口气，将两颗头子放入钟内，玉手轻抬，皓腕翻飞。哗啦啦，清脆的响声在头钟内回荡，她的动作行云流水，充满了某种韵律与美感，让人赏心悦目。啪，头钟被稳稳地扣在石台上。江若薇的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她有90%把握自己摇出的是2个6点。姐姐开！夭夭拍着小手，奶声奶气的催促。江若薇嫣然一笑，缓缓掀开头钟，两颗晶莹剔透的头子静静地躺着，一个6点，一个1点。江若薇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怎么会？她明明感觉到了，两颗头子最后落定时都是6点朝上。不等她细想，夭夭已经学着她的样子，拿起头钟胡乱地摇了2下。哐当，啪！小丫头力气不大，头钟重重地扣在地上，甚至都有些歪斜。她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有些费力地将头钟掀开。2个6点，鲜红的点数，刺眼无比。江若薇彻底愣住了，这只是巧合吧？她不信邪，再次拿起头钟，这一次她将自己的精神与记忆催动到了极致。啪！开钟，一个5，一个4， 9点，轮到夭夭。小丫头依旧是随便摇摇。开钟，一个5，一个5， 10点，又输了。第3把，江若薇摇出了11点。她心中稍定，这已经是极大的点数了。夭夭开钟，还是2个6点，3局2胜。江若薇完败。她失魂落魄地退了回来，看着夭夭那双纯净无瑕的大眼睛，心中第一次对自己的鸿运产生了怀疑。我来。性子最急的黄莲儿看不下去了，她可没什么技巧，全凭一腔热血，抢过头钟就是一通猛摇，结果输得比江若薇还惨。接着是轻缠，她气质清冷，动作优雅，如同仙子抚琴，可结果依旧是舒子渊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犹豫再三，还是没敢上前。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3人脸色越来越凝重，他们看出来了，这根本不是技巧的比拼。在这圣灵石头钟之下，一切外力皆是虚妄，唯一能决胜负的只有那虚无缥缈却又真实存在的气运。让我来！一声暴喝，李建义终于忍不住了，他拨开人群，大步上前，脸上哪还有半分被揭老底的尴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大自信。
王兄，看我的！他冲着王腾挤眉弄眼，别的不敢说，论运气，我李建一自认东荒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这话他还真不是吹牛。他李建一能有今日，靠的可不仅仅是天赋。他从小运气就好得离谱，3岁时在后山玩泥巴，能刨出一块埋了不知多少年的神元。10岁时被罚去撕过崖面壁，结果山崖被雷一劈，劈出了一本失传已久的古圣剑诀。后来闯荡天下，掉下悬崖捡到万年灵乳，被仇家追杀，能一头撞进上古大能的作画洞府。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行走的气运之子教科书。如今他晋升圣人王，冥冥之中更是感觉自己与这方天地的气运相合，一言一行皆有天助。跟一个小丫头比运气，这不是降维打击吗？李建一豪气干云地接过头中，随手一摇，重重扣下。他甚至懒得去看结果，直接对夭夭道：小丫头，该你了。夭夭学着他的样子也重重一扣。开！李建一猛地掀开头中，一个1点，一个2点，3点。李建一的表情瞬间凝固，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那2个可怜兮兮的点数，然后又机械地扭头看向夭夭面前的头中。夭夭掀开了，一个3点，一个4点，7点。噗！神皇古族一位长老没憋住，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脸都长成了猪肝色。李建一的脸比他更精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一把抢过头中，再来！哗啦啦！这一次他用上了圣人王的一丝本源意志，虽然无法影响头子，却能让他与天地气运的感应达到顶峰。他能清晰地看到头中内2股至高无上的气运正在疯狂碰撞。啪！开！2个1点，最小的点数。李建一如遭雷击，整个人都懵了。而夭夭那边依旧是随便一摇，开中，一个1点，一个2点，3点。虽然只是险胜1点，但还是赢了。李建一这位新晋的圣人王，东荒公认的气运之子，被一个4、5岁的女娃娃连虐2局。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双目无神，嘴里喃喃自语：这没道理，我的运气呢？我那足以逆天的运气呢？整个场面彻底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如果说江若薇他们输了，还能解释为运气不好，可连李建一都输了，而且输得如此彻底，如此匪夷所思，这就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畴。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天恒道人，那张古板的脸上神情陡然变得无比难看，甚至可以说是惊骇。别人不知道，但他知道，李建一的运气根本不是什么好那么简单。太初圣地的一位老祖曾以无上神通窥探过一丝天机，并从那冥冥大道之中截取了一缕微不可见的大道气运碎片，封印在了李建一的道基之中。那是真正的大道本源的气运，是天地的宠儿。别说是圣人王，就算是传说中的大圣乃至准帝，在纯粹的气运比拼上，也绝无可能胜过身怀大道气运碎片的李建一。可现在他输了，输给了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连修行都未曾开始的小女孩。这怎么可能？这已经不是打脸了，这是在掀翻整个修真界的铁律，是在颠覆大道的根基。除非这个小女孩是天地宠儿，是天生地养的灵气之女，但是他先前探查过了，这小女孩并不是。不可能！天恒道人猛地踏前一步，死死地盯着夭夭，眼中竟然隐隐有些恐惧，出现了名为恐惧的情绪。他一把推开失魂落魄的李建一，声音嘶哑而尖锐：这其中必有蹊跷，我不信，让我来！天恒道人一步踏出，周身道运流转，圣王威压虽已收敛，但那股渊庭月至的气度却比盛怒时更加骇人。他只是平静地伸出手，接过了那只灰扑扑的圣灵石头中，动作一丝不苟，神情庄严肃穆，仿佛他此刻要做的不是在掷骰子，而是在进行一场对大道的求证。他并未去摇晃。身为圣人王，言出法随，他坚信自己的意志足以引动天地气运。他要用最纯粹的方式向众人展示何为天道垂青。哗啦，他将2颗骰子轻轻放入中内，盖上盖子，然后静静地将手掌覆于其上，闭上了双眼。整个过程安静的可怕，一股无形的气场以他为中心弥漫开来，在场的众人，哪怕是黄天觉，都感觉自己与这方天地的联系在这一瞬间被剥离了，仿佛天恒道人成了这片天地的唯一中心，万千气运尽加其身。李建一面色惨白，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道基中那缕圣人王所携带的大道气运，此刻竟在瑟瑟发抖，发出了臣服的悲鸣。这才是师兄真正的实力，这才是太初圣地天恒道人对道与运的无上掌控。足足过了10息，天恒道人缓缓睁开眼，眸中神光湛湛，嘴角勾起一抹近在掌握的弧度。他抬手接中，
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定在那2颗骰子之上，然后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2个1点，蛇眼，最小的点数。天恒道人脸上的自信与从容瞬间崩塌，只剩下无尽的错愕。这不可能！大道反噬，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出现了裂痕。他引动了全部的气运，感应中明明是2个6点，是天道垂青的极致，为何开出来的却是最不堪的结果呀？夭夭似乎觉得这个叔叔好慢，他拿起自己的头钟，依旧是那样随意地胡乱地在空中晃了2下，哐当，小手一松，头钟扣在地上，他自己掀开，露出了里面的点数，1个1点，1个2点，3点，不多不少，刚好赢1点。如果说李建一的落败是匪夷所思，那天恒道人的失败在他看来就已经是颠覆常理，近乎于大道崩坏的恐怖事件了。我不信！天恒道人彻底失态了，他双目赤红，一把夺过头中，圣王法力疯狂涌动，却被圣灵石材质尽数隔绝。他只能像一个输光了一切的赌徒，疯狂地摇晃着。哗啦啦啦啦，刺耳的碰撞声像是他道心碎裂的声音。啪！他猛地扣下，掀开，依旧是2个1点。噗！天恒道人如遭重击，猛地喷出一口逆血，圣王道运在他周身不受控制的溃散，整个人踉跄后退，脸色煞白如纸。他败了，败得比李建一还要彻底，还要难看。李建一只是运气不好，而他是被自己引以为傲、视作真理的天道给无情的背叛了。他输掉的不只是一场游戏，更是他身为太初圣地天恒道人，身为天之骄子的全部尊严与道心。他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里喃喃自语：假的，都是假的，我万年苦修参悟的天道，难道只是一个笑话吗？整个青云峰下一片死寂。黄天觉、花千羽等人看着状若疯魔的天恒道人，心中早已不是震撼，而是一种悚然。这赌局比的根本不是技巧，而是气运，这小娃娃的气运。话还未说完，就在这时，天地在这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色彩，变成了压抑的灰白。风停了，云止了，时间与空间都仿佛被冻结，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威压自9天之外垂落而下，如亿万座太古神山，轰然压在每一个生灵的灵魂深处。天空裂开了，一道巨大无比的漆黑裂缝横贯天际，无尽的混沌气从中汹涌而出。紧接着，一只由岩石构成的巨手从裂缝中缓缓探出，仅仅是一只手掌便遮蔽了半边天穹。一个巍峨古老、散发着无尽苍凉与霸道气息的巨大石人从那裂缝之中缓缓站起。他太庞大了，高达万丈，头顶苍穹，脚踏虚无，一双眼眸如同2轮灰色的太阳，冷漠地俯瞰着整片东荒大地。准地之威在这一刻席卷了整个东荒。东荒各大圣地、不朽神朝、荒古世家，无数沉睡的老怪物被惊醒，骇然望向苍穹，声音中充满了惊骇，是生命禁区里的那尊圣灵。他怎么会出事了？快祭出地兵，启动护宗大阵。青云峰下，黄天觉、花千羽、天恒道人等人在那股威压降临的刹那便灵魂俱震，一身修为被压制得如同凡人，连站立都无法做到，扑通一声齐齐跪倒在地。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绝望与恐惧。圣人王，一方之主，在这样伟岸的存在面前，不过是随手可以碾死的蝼蚁。灭顶之灾，这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而那尊顶天立地的圣灵，他那如同日月般的眸子冷漠地扫过下方大地。突然，他口中发出一声轻疑，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他的目光越过那些匍匐在地的圣主、圣人王，最终定格在了那个被王腾抱在怀里，正好奇地抬头看着他的小女孩夭夭身上。更准确地说，是定格在了夭夭刚刚放到一边那个灰扑扑的圣灵石头中之上。同源的气息，无足的遗骸，一道古老而宏大的神念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炸响。下一刻，那双灰色眼眸之中，所有的疑惑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足以冰封9天的无尽杀机。尔等蝼蚁，竟敢亵渎无足圣灵！话音落下的瞬间，那只遮蔽了半边天空的巨大石手，带着破灭大道的恐怖神威，朝着青云峰，朝着王腾和夭夭所在的位置，缓缓地镇压而下。完了！这是青云峰下所有幸存者脑海中唯一的念头。那只遮天蔽日的岩石巨手，携带着足以压塌万古的准地神威，缓缓震落。大道在哀鸣，法则在崩碎，虚空如镜面般寸寸皲裂。在这股力量面前，圣人王亦如尘埃。黄天觉、花千羽等人被死死地压在地上，连动一根手指都成了奢望。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脸上布满了无尽的恐惧与绝望。
他们设想过无数次宗门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却从未想过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便要与这片天地一同化为齑粉。完了，一切都完了。然而就在这片死寂的绝望之中，一个身影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是天恒道人。他先前被夭夭打击的道心崩溃，此刻脸色惨白如纸，嘴角还挂着鲜血。前辈，他的声音嘶哑而颤抖，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等冒犯圣灵遗骸，罪该万死，但此事与我太初圣地无关。我乃太初圣地天恒，还请前辈看在我太初圣地各位前辈的份上，放我和师弟一条生路。他搬出太初圣地，这是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依仗。那尊巍峨的10人圣灵动作微微一顿，那双如同灰色太阳般的眼眸垂落下来，目光中带着一丝古怪的近乎于嘲弄的意味。太初圣地，宏大苍凉的神念之音响起。呵呵，当年的太初倒是出过几位敢与天争锋的无上人物，有真正的无敌道心，可惜一代不如一代。如今的太初圣地，一个连真正的无敌道心都已丧失，只会用些偷鸡摸狗的手段，妄图窃取天地气运来酝养道果的宗门，也配在本座面前提起你太初先辈？你们不过是一群鼠辈罢了。轰！天恒道人如遭雷击，脸色大变，瞳孔猛然收缩。他怎么知道？你胡说！一旁的李建一挣扎着从地上爬起，他浑身骨骼都在咯咯作响，嘴角一血，却死死地盯着那尊圣灵，眼中满是怒火。自家师兄为了保他，不惜放下圣人王的尊严，低声下气的求饶，可换来的却是如此的羞辱。他个人可以不要什么名声，可以被人嘲笑，但他绝不能容忍有人如此践踏太初圣地的威名。圣灵的目光落在了李建一的身上，那嘲弄的意味更浓了。一个不错的鼎炉，可惜养你的人太过心急，也太过愚蠢。待你这颗果实成熟，便是他踏出那一步之时。可惜啊，你看不到了。这番话更是让众人如坠迷雾。可李建一已经听不进去了。欺我师门者，死！一声怒喝，李建一的气势陡然一变，他不再是那个玩世不恭的东荒第一神情，而是一柄出鞘的绝世利剑。铮！一声剑鸣，响彻九霄。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剑光自他手中冲天而起，撕裂了准地威压的封锁，逆流而上，斩向那只正在缓缓凝聚的岩石巨手。这一剑凝聚了他身为圣人王的全部精气神，这一剑蕴含了他一生所学的不屈剑意，这一剑风华绝代。那尊圣灵的灰色眼眸中第一次闪过一丝讶异。咦，有点意思，这一剑倒有几分上古剑修的风采，但也仅仅是有意思而已。他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任由那只巨手继续压下。璀璨的剑光如同一只奋力扑火的飞蛾，撞上了那遮天蔽日的石掌。剑光在接触到石掌的瞬间，就如同烈日下的冰雪，无声无息的消融。噗！李建一的身体瞬间倒飞出去，人在半空便鲜血狂喷，圣王道基之上都出现了蛛网般的裂痕，瞬间遭受重创，生死不知，不堪一击。圣人王的含怒一击在那尊圣灵面前，连让其停顿分毫都做不到。所有人的心彻底沉入了无底的深渊。然而就在那只巨手即将彻底落下，将整个青云峰夷为平地之时，东荒的另外几个方向天穹猛然撕裂。轰！一座9层琉璃宝塔绽放亿万瑞彩，裹挟着镇压诸天的地威横空而来。当！一口古朴沧桑的青铜大钟悠悠响起，钟声化作实质的道则涟漪，荡平了方圆100万里的混沌气。又有数道气息同样恐怖绝伦的身影，手持着各自道统的地兵降临此地。石皇，你为何提前出世？难道忘了当年与我等先祖定下的黑暗盟约吗？一道苍老的声音自那9层琉璃宝塔之中传出，质问着苍穹之上的圣灵。来者竟是其他顶级圣地的活化石，修为真至大圣境界的恐怖存在。他们被惊动，不惜代价携地兵而来，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质问。那名为石皇的圣灵缓缓收回了即将压落的巨手，他那漠然的目光扫过那几件散发着地威的地兵，语气中充满不屑。黑暗盟约，那是定给那些苟延残喘的老鼠的规矩，与我圣灵一脉何干？什么？几位大圣心神俱震。你并非来自葬神灵。石皇发出一声冷笑，神念震动天地。本皇乃天生地养的圣灵，生来便要君临天下，岂是那些需要靠吞噬万灵生命精气才能活下去的废物可比？今日本皇只是来取回无足遗骸，顺便清理几只亵渎圣灵的蝼蚁。他的话霸道绝伦，直接将自己与禁区深处其他存在划清了界限，也彻底粉碎了几位大圣最后的幻想。约定对他无效。也就在这时，
一个懒洋洋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乃至苍穹之上那尊圣灵耳中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吵死了！王腾缓缓抬起了头，他一手依旧抱着夭夭，另一只手轻轻捂住了小丫头的耳朵，似乎生怕这聒噪的声音惊扰了他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第一次望向了那尊顶天立地的石皇，眉头微皱，语气中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不悦。玩个游戏都不安生，还有谁准你动我的人了？与此同时，东荒极北之地，一处被称为万龙巢的生命禁区最深处，这里龙气冲天，混沌翻涌，一座座巨大的龙穴深不见底，仿佛连接着九幽地府。在其中最古老的一座龙穴中，几道模糊不清却又强大到足以让准帝都为之侧目的神念正在缓缓交流。石皇那家伙竟然真的出来了！哼，一块顽石罢了，不知天高地厚。他以为这个时代还是他可以肆意妄为的上古年间吗？他的出世会打乱我们的计划，无妨，正好借他试探一下这一世人族的深浅。我们的计划已经开始，谁也无法阻止。青云峰下，全场死寂。无论是贵妇在地的东荒巨擘，还是刚刚降临手持地兵的几位大圣，在这一刻都似乎感觉有些不真实。一个看起来不过到恭敬的年轻人抱着一个女娃，对着一尊出世的准帝圣灵说：吵死了！还问谁准你动我的人了？这已经不是狂妄，这是疯了。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不够有创意吗？那尊名为石皇的圣灵，那双灰色太阳般的眸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凝聚在了王腾身上。他那巍峨万丈的石躯微微一滞，似乎是被这句话给气笑了。蝼蚁，你在对本皇说话。宏大的神念之音带着一丝被冒犯后的冰冷，在天地间回荡。他见过无数生灵，有卑躬屈膝的，但从未见过如此不知死活的。本皇纵横上古，连你人族大帝都曾坐而论道，你算个什么东西？石皇的声音充满蔑视与不屑，他不再理会那些瑟瑟发抖的大圣，那只刚刚收回的遮天巨手再次凝聚，其上的神威比之前更加恐怖。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碾碎整座青云峰，而是精准地锁定了王腾。他要让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在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中化为最细微的尘埃。恐怖的准帝威压如天河道观，只针对王腾一人。然而王腾依旧只是单手抱着夭夭，另一只手捂着他的耳朵，连眉头都没多皱一下。他身下的那头兽驴更是百无聊赖地甩了甩尾巴，打了个响鼻。聒噪！王腾轻轻吐出两个字。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天地间那股足以压塌万古的准帝神威，那股让大圣都为之战栗的恐怖气息，那股冻结时空的法则之力骤然消失了，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紧接着，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尊头顶苍穹、脚踏虚无的万丈石皇，他脸上那残忍而蔑视的表情猛地凝固，然后他那由不朽神石构成的巨大身躯开始消散。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法则崩碎的哀鸣，就是那么安静的从他的脚底开始，一寸寸的化作最原始的光点，如同被风吹散的沙化，悄无声息地归于虚无。快，太快了，快到众人甚至来不及理解发生了什么。前后不过一息之间，一尊活生生的出世便要君临天下的准帝圣灵，就这么从天地间被抹除，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拿着一块橡皮，将这幅名为石皇的画从世界的画卷上彻底擦掉了。风重新开始流动，灰白的天地恢复了色彩。那几位手持地兵从各大圣地赶来的大圣僵在原地，手中的地兵在微微颤抖，似乎是感受到了更高层次的力量。青云峰下，黄天觉、花千羽、天恒道人等人还保持着贵妇的姿势，但脸上的表情已经从绝望变成了茫然与呆滞。发生了什么？石皇呢？那尊准帝呢？刚刚那股气息是传说中的神陨杀阵。一位来自眼阵圣地对阵法研究最深的大圣声音颤抖的开口，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神陨杀阵，那不是早就实传只存在于神话中的虚皇大帝所创的无上杀阵吗？据说此阵一出，连神明都要陨落。另一位大圣骇然道：错不了，那股瞬间抹除一切生机与道则的韵味，唯有神陨杀阵。此地竟然不有这尊传说中的地级杀阵。此言一出，众人心中巨震。地级杀阵，难怪连准帝都毫无反抗之力，瞬间被抹杀。不对，花千羽猛地抬起头，他那双桃花眼中此刻没有丝毫媚意，只剩下惊涛骇浪。我刚刚好像在那个小女孩身上感受到了一丝虚皇大帝的气机。什么？众人并不怀疑花千羽所说的话语，因为花千羽所修法门乃是数万年前那位精彩绝艳的妙玉菩萨所创立的双生法，此法对人身上的气机感应最是敏锐。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被王腾抱在怀里的夭夭身上。
小丫头似乎感觉不到外界的动静了，好奇地从王腾怀里探出小脑袋，乌溜溜的大眼睛里满是纯真。一个大帝级别的杀阵自动护主，这个小女孩是虚皇大帝的转世。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众人否决。转世之说太过虚无缥缈，从未有人真正证实过。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结论在所有人的心中清晰地形成：此地有一座不知何人布下的地级杀阵，而这座杀阵守护的正是这个名为夭夭的小女孩。一想到自己等人之前竟然想对一个被地级杀阵守护的存在进行鄙视，黄天觉等人就感觉一阵头皮发麻，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这哪里是考验，这分明是在鬼门关前疯狂蹦迪啊！与此同时，东荒极北万龙巢最深处，那几道古老而恐怖的神念瞬间陷入了死寂。良久，一道神念才带着无法遏制的惊悚颤抖着响起。石皇的气息消失了，不是消失，是被抹除了。从大道本源之上被彻底抹除，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另一道神念补充道，声音中也满是惊惧：怎么可能？是谁出的手？难道是人族沉睡的那几位苏醒了？不对，就算是他们也不可能如此无声无息。查，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青云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处更为神秘的生命禁区神魔之渊，这里的气息更加恐怖，一道道神念仿佛能压塌诸天。感受到了吗？那种抹除之力不属于这片天地，不属于任何一种我们已知的大道。难道真的有仙下界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在这些自诩为天地主宰的禁区存在中疯狂蔓延。就在青云峰下众人心神恍惚之时，西方的天际突然裂开了一道漆黑的口子，但从中涌出的是一种充满了死寂与生命交织的奇异气息。一条由黑色彼岸花铺就的大道从裂缝中延伸而出，直抵青云峰上空。一位身穿古老祭祀服、面容枯槁、气息却深不可测的老者，手持一根白骨法杖，踏着花瓣铺就的大道缓缓走来。他身上没有准帝那般霸道的威压，却有一种让灵魂都为之冻结的森然。藏土是藏土的使者。青云峰下与石皇那种君临天下的张狂不同，藏土在东荒所有修士的心中代表着更加古老神秘。传闻那里埋葬着不止一尊大帝，他们研究着生死的终极奥秘，连其他禁区之主都对其讳莫如深。那位藏土使者踏着彼岸花瓣缓缓降临，他那双浑浊的眼珠先是漠然地扫过在场跪伏的众人，甚至在那些手持帝兵、气息渊深的大圣身上都未曾停留。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那座小院的方向，在众人不解的注视下，竟隔着遥远的距离，对着那个方向姿态谦卑地行了一个古老复杂的礼节。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直起身，嘶哑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老朽为藏土使者奉大长老之命，特来向东荒诸位道友宣告一事。他没有理会众人惊疑不定的神情，自顾自地说道：万古变局已至，我藏土即将重现人间，届时藏土深处所藏之地经亦有出世之机，欢迎人族当世天骄前来论道交流。轰！此言一出，不亚于又一尊准帝圣灵降临。藏土要出世，还要拿出无数修士穷其一生都无法得见的地经来与人族交流，这背后难道有什么图谋？然而还不等众人从这巨大的信息量中回过神来，藏土使者接下来的话让众人更为惊骇不已。使者枯槁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狂热的虔诚，他转身对着王腾和其怀里的夭夭恭恭敬敬地躬身到底。同时老朽也要告知天下，这位是我藏土行走在外的地血后裔，是我藏土至高无上的小公主。从今日起，谁若敢对我藏土的小公主有半分不敬，或动一丝歪念，他的声音陡然变得森然，那双浑浊的眼珠扫过全场，最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石皇刚刚被抹除的那片虚空。不久前陨落的那位便是前车之鉴。一句话瞬间让众人如梦初醒，也让刚才还对那枚仙泪圣灵石头中抱有觊觎之心的人如坠冰窟，浑身冰凉。原来如此，原来那传说中的神陨杀阵是藏土部下用来保护他们小公主的无上后手。难怪连准帝都毫无反抗之力，被瞬间抹除。也只有藏土这等研究生死轮回、神秘莫测的禁区才有如此通天彻地的手段。这个解释合情合理，却又更加令人毛骨悚然。黄天觉、花千羽等人只觉得一股寒气冲天灵盖，他们之前竟然在跟一位被地级杀阵守护的藏土小公主进行赌局，这简直就是在鬼门关前蹦迪。天恒道人更是面无人色，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他想到了自己最后失态，竟然还想对夭夭出手，他现在才明白，自己当时只要再往前一步，恐怕现在连一丝尘埃都不会剩下。那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后怕，让他后怕不已。
躺在地上大口喘气的李建一意识都有些模糊，听到这话，脸上却露出一丝哭笑不得的表情。怪不得自己从小到大足以逆天的气运，在一个小丫头面前输的底裤都不剩。好家伙，跟禁区的小公主比运气，自己那气运之子的头衔在人家面前怕是连个笑话都算不上。输得不冤啊！原来是藏土的公主殿下，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还望使者与公主殿下恕罪。手持琉璃宝塔的大圣反应最快，连忙收起地兵，躬身行礼。其他几位大圣也如梦初醒，纷纷效仿。开玩笑，石皇那种愣头青都被秒了，他们再端着架子，那就是纯纯的寿星公上吊，嫌命长了。藏土使者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随即他再次开口，声音传遍四方：我藏土将开，诚邀各路俊杰，言尽于此，诸位好自为之。说完，他再次向夭夭方向躬身一礼，而后转身踏上那条彼岸花铺就的大道，身影缓缓没入虚空裂缝，消失不见。那股阴冷森然的气息也随之散去。天地终于恢复了平静，快速回宗门，将此地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禀报老祖。东荒的天要变了。几位大圣交换了一个眼神，皆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紧迫。他们不敢再有丝毫逗留，对着王腾的方向遥遥一拱手，便撕裂虚空，带着各自的地兵以最快的速度消失了。转眼间，青云峰下除了太初圣地的两人，便只剩下神皇古族、幻花宫和广寒仙宫这三方势力。哦，还有一直在看热闹和看王腾的紫渊仙子。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三人没有走，他们的目光从藏土使者消失的方向缓缓移回，最终牢牢地锁定在了那个自始至终都一脸风轻云淡的男人身上。藏土使者的解释天衣无缝，可他们心中却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违和感。尤其是花千羽，他对气机的感应最为敏锐，他清晰地记得藏土使者最开始那个谦卑的鼓礼是朝着整个小院，是朝着王腾行的，后面的一切更像是一场演给他们看的戏。如果一切都是因为夭夭，那为何从头到尾这位王公子都表现得如此平静，仿佛无论是准帝降临还是禁区使者宣告，都只是与他无关的闹剧。这种超然物外的姿态令人心惊。就在这时，王腾终于动了，他将夭夭轻轻放下，小丫头很乖巧地站到一旁，然后他踱步走到了躺在地上静气多出气少的李建一面前。都说了，你这个人就是太冲动了，好出风头，现在好了，差点嗝屁。王腾撇了撇嘴，语气里听不出是关心还是嫌弃。我太初圣地的威名不容践踏。李建一咳出一口黑血，但眼神依旧倔强。行了，知道你头舔。王腾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然后随手在怀里一掏出了一枚通体赤红的果子，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他看都没看，随手将这枚果子抛给李建一。诺，吃了，别死在我家门口，我还得挖坑埋你，麻烦。李建一看着手中的果子愣了一下，而一旁的黄天觉等人在看到那颗果子的瞬间却是瞳孔骤然收缩。他们感受到了那果子中蕴含的是何等磅礴浩瀚的生命精气与大道神韵。李建一此刻已经濒死，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抓着果子狠狠地咬了一口。咔嚓，清脆的响声中，一股暖流瞬间从他的口中炸开，涌向四肢百骸。轰，一股狂暴绝伦却又精纯浩瀚到不可思议的气息以李建一为中心冲天而起。那赤红色的果子入口即化，仿佛不是果肉，而是一团包裹着道之气息与生之气息的火焰。这火焰在他体内炸开，化作生命与大道的洪流，疯狂奔涌。他那濒临破碎的圣王道基在这股洪流的冲刷下，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像是被投入了道火之中，进行着一场脱胎换骨的重塑力。一声高亢嘹亮的凤鸣仿佛自太古洪荒传来，在他神魂深处炸响。蛛网般的裂痕被涅槃之火瞬间抚平，原本的道基之上竟被烙印上了一层曾形如神皇羽翼的赤色神纹，坚固了何止10倍。他干涸的神力海洋顷刻间被填满，而后水位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暴涨。圣王境出阶，巅峰瓶颈，咔嚓，一声清脆的仿佛是某种无形枷锁被挣断的声音在他神魂深处响起。大圣之境，一股远超圣人王的恐怖威压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席卷四方。李建一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他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整个人都懵了。从一个濒死的废人到一尊货真价实的大圣，前后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这简直比做梦还要离谱。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体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每一寸血肉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与无穷的生机。更让他心神狂震的是，在那股磅礴的药力深处还潜藏着一股更为浩瀚的生命本源，
如同一颗生命之种，深深埋在了他的道基之中。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若是日后能将这股生命本源彻底挖掘出来，活出第二世都绝非难事。这到底是什么果子？一枚果子不仅让他伤势尽复，破镜入大胜，还附赠了一次再活一世的机会。李建一的目光呆滞地望向依旧一脸嫌弃表情的王腾，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这一生引以为傲的所谓见识，在这一刻被彻底碾碎。不死神黄果，这是传说中连我族先祖苦苦寻找的不死神黄果。神皇古族的黄天觉声音都变了调，死死地盯着李建一。作为神皇后裔，他绝不会认错那股独属于不死神皇的涅槃本源神域。传闻此果9万年方得成熟，每一枚都蕴含着一丝涅槃不死的真意，是真正的无上神药。他身旁的黄灵儿那张俏丽的小脸也写满了震惊，他下意识地拉了拉自己父亲的衣袖，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小声地嘀咕道：爹，我上次在前辈这里吃了好多果子，其中有一种好像跟这个长得差不多。什么？黄天觉身躯一震，猛地扭头看向自己的女儿，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就是没这个红灵气，好像也没这么浓郁。我吃了之后，回去闭关就觉醒了始祖血脉里的万火涅槃图，修为也从化龙1重天到了4重天。黄灵儿的声音越说越小，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父亲脸上那匪夷所思，甚至有些扭曲的表情。黄天觉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之前他还为女儿的奇遇而沾沾自喜，觉得自家女儿不愧是天命之女，随便出门历练一下就能得到天大的机缘。可现在他看着那边一口果子就从濒死圣王蹦到大圣的李建一，再看看自己女儿吃了疑似不死神黄果同种类型的果子，才堪堪觉醒一个神通，修为才从化龙1重天跳到4重天。这天赋的差到何等令人发指的地步。一股无名之火从黄天觉的心底蹭的一下冒了出来。他看着黄灵儿那张与自己和妻子都有7、8分相似的脸，眼神却变得无比复杂。这真是我的重，当年在产房里是不是给报错了？要不回去滴血认个亲？黄灵儿被自己父亲看得心里发毛，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小声问道：爹，你这么看我干嘛？没什么。黄天觉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想要立刻回家找产婆的冲动，只是那眼神里的嫌弃怎么也藏不住了。另一边，浣花公主花千羽和广寒公主也是满脸的骇然，花千羽更是心神俱震，她的功法能敏锐地感知到万物生机与情绪。她从那果子中不仅感受到了浩瀚的生命力，更感受到了一种仿佛天地初开般的气息。这种神物绝非人力可以催生，这位王公子的手笔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极限。然而就在众人或震惊或羡慕的时候，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师弟，够了，快停下！天恒道人一个箭步冲了上去，脸上没有丝毫为师弟破镜的喜悦，反而脸上闪过一丝惊骇之色。他一把抓住了李建一的手臂，力道之大让李建一都感到了疼痛，强行打断了他继续感悟体内力量的状态。师兄，你……李建一从破镜的喜悦中回过神来，不解地看着自家师兄。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必须马上回太初圣地。天恒道人的声音颇有些急促，他看了一眼似笑非笑的王腾，眼神深处闪过一丝忌惮与恐惧。李建一虽然大大咧咧，但并不傻，他从天恒道人那失态的表情和过激的反应中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但当着外人的面，他没有多问。王前辈。李建一转身对着王腾深深地鞠了一躬，态度是前所未有的恭敬。大恩不言谢，今日救命破镜之恩，李建一没齿难忘。嘿嘿，小事而已。李大剑仙，我还是喜欢你叫我王兄的样子。哈哈。王腾大笑，接着他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脸色变幻不定的天恒道人，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看你这人还算顺眼，以后有麻烦可以捏碎这个。他屈指一弹，一道流光飞向李建一，那是一枚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青色玉符，上面只刻了一个古朴的藤字。李建一郑重地接过，再次躬身行礼。天恒道人则是一刻也不想多待，拉着李建一撕裂虚空，狼狈地逃离了此地，仿佛身后有什么洪荒猛兽在追赶。随着太初圣地2人的离去，青云峰下再次陷入了寂静。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3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复杂到了极点。扑通，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交流。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3人无比默契地齐跪倒在地，求前辈救命。与此同时，藏土深处，此地并非世人想象中的死气沉沉，反而处处弥漫着磅礴生机。一条大河横亘半空，滋养着两岸无数扎根于古老神魔骸骨之上的奇花异草，每一株都流光溢彩，蕴含着惊人生机。在那暗河的源头，
先前在青云峰下宣告天下，威势深不可测的藏土使者，此刻正恭恭敬敬地跪伏在地，连头都不敢抬。在他面前，一位身着古朴麻衣的老者正盘坐在一块由轮回木雕琢而成的蒲团上。起来吧，老者缓缓开口。大长老。使者站起身，依旧弓着腰，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额头上竟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心有余悸地说道：您吩咐的事，小人信不辱命。只是那位大人的威势比小人想象中还要恐怖万分，那位石皇就那么没了。使者想起当时看到的那一幕，那石皇像是从世间直接被抹去，至今仍感觉神魂战栗。被称为大长老的老者眼眸中满是平静，那块蠢石也算他倒霉，偏偏要去惹那位大人。他以为准地便能横行无忌，却不知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大长老英明。使者连忙奉承道：您提前让小人备好的说辞，认下那位小女孩为我藏土公主，此举果然天衣无缝，既遮蔽了那位大人的出手的痕迹，全了那位大人想要安静的心思，也震慑了东荒宵小，免得他们再去叨扰那位大人的清静。大长老微微颔首，叹了口气，目光变得悠远而复杂。当年那位大人云游至此，见我藏土研究生死轮回之道，困于瓶颈，只随口指点了几句，那几句话便让我等如拨云见日，窥见了门后真正的风景。他与我藏土有再造之恩，他的事便是我们藏土最重要的事。此事你办得很好，对外就说小公主身怀虚皇大帝遗留的护身阵法，此事到此为止。是，老朽明白。以后凡是沾染上那位大人气息的生灵，皆要以最高规格礼遇，不可有半分怠慢，明白吗？老朽遵命。就在这时，一个平静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大长老，您似乎很怕他。只见一名身穿黑金长袍，面容俊美如妖，眉心一点朱砂痣熠熠生辉的年轻男子缓步从大河的另一端走来。他明明走得很慢，却仿佛无视了空间距离，一步便跨越了千丈，来到了两人面前。他身上没有大长老那种古老沧桑的气息，却有一种死寂与骄阳般的生命力，完美的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气质。明子殿下。使者见到来人，连忙再次躬身行礼。大长老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欣慰，他摇了摇头，纠正道：明子，那不是怕，是敬畏，就像凡人敬畏头顶的苍天。被称为明子的年轻人，那双深邃的眸子望向藏土之外，仿佛能洞穿无尽虚空，看到青云峰下的那道身影。他沉默了许久，才轻声问道：那位大人就是您曾说过的能终结万古动乱，带领我们走出这片牢笼的那个人吗？大长老没有回答明子的问题，只是摇了摇头，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明子，你要记住，我们敬畏苍天，不是因为苍天会降下雷霆雨露，而是因为它就在那里，亘古不变，俯瞰着我们所有人的自作聪明。那片青云峰以后便是我们藏土的禁地，任何人不得靠近，不得揣测，不得议论。明子那双融合了死寂与骄阳的眸子深深地看了一眼大长老，又遥遥望向青云峰的方向，最终他微微躬身：弟子受教了。青云峰下，王腾斜倚在躺椅上，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礼搞得有些烦躁。行了行了，别跪着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青云峰是什么龙潭虎穴。他懒洋洋的声音听在黄天觉、花千羽、广寒公主三人耳中，却如同天籁。三人如蒙大赦，连忙起身，却依然弓着身子，连大气都不敢喘，姿态放得极低。王腾从躺椅上坐起身，揉了揉眼睛，似乎对这压抑的气氛感到有些不耐烦。看在你们今天表现不错的份上，我就帮帮你们。他先是瞥了一眼花千羽和广寒公主，你们两个问题比较简单，排在后面吧。一句话让本是忐忑不安的二女心中巨石落地，转而是无尽的狂喜。他们那困扰了宗门万古的难题，在前辈口中竟只是问题比较简单。随即王腾的目光终于落在了黄天觉身上。你们神皇古族是稍微麻烦一点的。刚刚升起希望的黄天觉听到这句话，心瞬间沉到了谷底，脸色都白了几分。麻烦？连这位深不可测的前辈都觉得麻烦？难道神皇古族的血脉诅咒真的已经无解了吗？当年我家那位先祖到底是招惹了何等恐怖禁忌的存在？一时间无尽的绝望再次将他笼罩。其实他不知道的是，王腾所说的稍微麻烦，是指他需要亲自动手处理一下。一个早就死透了的家伙，临死前吐了口黑血，留下的破烂诅咒，居然能困扰你们数万年。王腾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嫌弃，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话语落在黄天觉耳中，让他羞愧的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他知道前辈口中那个死透了的家伙，便是那位在太古黑暗动乱中与神皇古族始祖血战9天，
最终同归于尽的禁区至尊。那可是真正的至尊啊，是曾经君临一个时代，俯瞰万古的无上存在。他临死前以自身全部精血道果、怨念凝聚的诅咒，在前辈的口中竟成了破烂玩意儿。这巨大的反差让黄天觉的脑子都有些转不过弯来。不等他多想，王腾忽然抬起手，对着他隔空轻轻一指，一缕看似平凡，甚至感受不到任何能量波动的气息，如一缕青烟悠悠然飘向黄天觉，而后钻入了他的眉心。咔！一声仿佛来自血脉源头的清脆碎裂声骤然响起。黄天觉整个人如遭亿万雷击，猛地僵在原地，瞳孔瞬间放大到极致。他看到了，在那一瞬间，他的意识被拉入了一片血色的空间，一条通体漆黑、由无穷无尽的死亡符文与腐朽法则交织而成的巨大锁链，死死地盘踞在他的血脉源头之上。那锁链之上散发着令他灵魂都在战栗的气息，它不仅锁住了他，更是贯穿了虚无，连接着每一个神皇古族族人的血脉。这条诅咒锁链是他们神皇古族世世代代的噩梦，是禁锢他们的无形枷锁。然而就在他为这诅咒的恐怖而心神颤抖时，那缕钻入他眉心的青烟飘然而至。那条看起来坚不可摧的诅咒锁链在接触到那缕青烟的刹那，连一丝挣扎都做不到，便开始消融，从头到尾寸寸瓦解，片刻之后便化作虚无。轰！诅咒破除的瞬间，黄天觉的血脉彻底沸腾了，像是压抑了万古的火山轰然爆发，精纯到极致的神皇血气化作金色与赤色的神焰，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神魂在欢呼，血脉在咆哮，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通透感传遍了他身上的每一个角落。他感觉自己仿佛卸下了一座压在身上的巨山，血脉之力前所未有的精纯与活泼，那曾原本阻碍他冲击大圣境界的无形壁垒，竟在这股血脉狂潮的冲击下，如同纸糊的一般轰然崩塌。再造之恩，这对于他神皇一族乃是真正的再造之恩。与此同时，一处被永恒黑暗与死寂笼罩的禁地深处，这里是藏魔渊，传闻是太古神魔的陨落之地，连时光都在此地腐朽，大道都在这里沉寂。深渊中心，白骨王座之上，一道枯瘦如柴的身影猛地睁开了双眼。那并非是一双正常的眼睛，左眼为阴，右眼为阳，两只瞳孔赫然是一对缓缓转动的阴阳太极鱼，其中有日月沉浮、星河幻灭，充满了无尽的沧桑与死寂。来人！他嘶哑的声音突然响起，随着其声音落下，一道阴影在其身前蠕动，迅速凝聚成一道看不清面容的人形，单膝跪地，无比恭敬。渊主，去告诉万劫古族。枯瘦身影的声音冰冷，当年本座赠予他们先祖的大五行咒印已经被人破解了。是。阴影所化的人形不敢有丝毫迟疑，领命之后便再次化作阴影，融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吩咐完这些，被称为渊主的枯瘦身影，那双阴阳鱼眼眸中闪过一丝疑惑。是谁？是人族那几位沉睡的老家伙苏醒了？不对，他们若出手，必定会引动大道共鸣，瞒不过自己。难道是藏土那群玩弄生死的家伙？也不像，他们的道与自己同源不同路，破得了，却不会如此干净利落，不留丝毫痕迹。他抬起那只比枯枝还要干瘪的手指，指尖亮起一点幽光，在身前的虚空中开始轻轻滑动。他要推演天机，追本溯源，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敢破他的咒印。他横向刻画一下，一个仿佛承载着大道的一字被他缓缓勾勒而出，虚空震颤，仿佛承受不住这一笔的重量。渊主面不改色，继续下笔，准备书写第二笔之时，砰！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仿佛超越了这片天地，凌驾于万道之上的恐怖反噬之力，沿着那冥冥之中的因果之线悍然袭来。渊主那双阴阳鱼眼眸中第一次流露出骇然与不可置信的神色，他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咔嚓，他那根用以推演天机曾点杀过准地的手指瞬间炸成了齑粉，紧接着整条手臂乃至半边身子都在那股反噬之力下轰然爆碎。噗！一口蕴含着死亡与腐朽本源的黑血从他口中狂喷而出，将身下的白骨王座都腐蚀得滋滋作响。其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仿佛随时都会从王座上跌落，彻底归于死寂。他震惊不已，骇然地望着那片因反噬而崩碎的虚空，神魂都在战栗。仅仅是推演其名，便遭此重创。若不是其果断斩断自身部分大道与其产生的因果，此刻他已经陨落了。此人究竟是谁？前辈，前辈！黄天觉的声音都在颤抖，他感受着体内那从未有过的如同汪洋大海般奔腾汹涌的纯净血气，激动得难以自持。诅咒破除，瓶颈崩碎，一朝入大圣，这等再造之恩已经不是言语所能形容。他甚至觉得
只要再给他一些时间沉淀，凭借如今这精纯无比的血脉，他甚至有希望去窥探那传说中的准帝境界。这是他们神皇古族近数万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他就要再次跪下，以行最古老的大礼，却被王腾一个不耐烦的眼神制止了。行了，别动不动就跪。王腾撇了撇嘴，目光从黄天觉身上移开，落在了他身旁的黄灵儿身上。看在瑶瑶的面子上，就再帮你一把好了。王腾淡淡笑道，他甚至都懒得再抬手，只是对着黄灵儿的方向轻轻吹了一口气。呼，一道金红色神韵的气流悠然飘向黄灵儿，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便钻入其身躯之中。立，一声仿佛贯穿了万古时空，来自大道源头的真皇提名猛然在小院之中响起。轰，一团金色火焰自他体表轰然燃起。这火焰没有丝毫灼热之感，反而充满了无尽的生机与一种至高无上的尊贵神韵。黄灵儿体内的骨骼、经脉、血肉乃至神魂都在被这股金色火焰进行着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造。原本的万火涅槃图神通在这股力量面前渺小的如同萤火之于皓月，瞬间被同化吸收，而后演化为一道更为古老的烙印。爹！黄灵儿艰难地转过头看向自己的父亲，那双美丽的眼眸中已经被无尽的金色神火所充斥。在他的背后，一尊无比庞大尊贵的真皇虚影缓缓展开了他遮天蔽日的翅膀，那股威压远超黄天觉刚刚突破大圣之时。黄天觉已经彻底麻木了，他看着女儿身上发生的神迹，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我家这闺女是我神皇古族，到底是走了何等逆天的狗屎运，才能攀上前辈这样的人物啊！与此同时，9天之上，某个不属于这方世界的更高维度的位面，这里是一片由无尽无同神木构建的浩瀚神国，每一片叶子都足以托起一方星域。神国中央，一座恢宏的真皇神殿内，王座之上，一位身着七彩羽衣、容颜绝世的女子猛地睁开了双眸，那双凤眸之中仿佛有宇宙生灭，万道沉浮。下界，竟有我族纯血后裔觉醒。他的声音在神殿中回荡，带着一丝诧异。禀告女帝，一名同样气息强大的侍女出现在殿下，恭敬跪服。刚刚传来的大道感应，的确是源自下界的一方大世界，血脉纯度之高，前所未见。被称为女帝的女子凤眸微眯，一丝冷光闪过。不可能，我真皇一脉血脉传承何其严格，绝无可能遗落在那种污浊之地。而且这种突兀的觉醒方式倒让本队想起了一个人。他的声音变得森寒。数万年前，那个自号吞天魔尊的狂徒创出禁忌魔功，妄图盗取万族本源，熔炼己身。当年他曾盗走我族一滴始祖精血，后被镇杀，但那滴精血却不知所踪。本地怀疑是那魔头的传承出事了，有人得到了那滴始祖精血，正在用我族始祖的精血为顶炉，修炼那门禁忌魔功。真是好大的胆子，敢拿我真皇一族的血脉当炼功的材料。女帝的声音中蕴含着滔天怒火，整个神国都在为之震颤。传本地法旨，命赤羽为下界，将那被魔功污染的容器就地抹杀，以尽我族血脉。至于那修炼魔功的主谋，女帝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给本地活捉回来。本地要亲自将他的神魂抽出，用真皇神火灼烧万年，让他永世在忏悔中哀嚎。遵命。青云峰下，解决了神皇古族血脉的问题，王腾似乎想起了什么，目光转向黄天觉，随意道：对了，还有个吞天坤族想找你们麻烦。黄天觉闻言心中一凛，连忙躬身道：是。那吞天坤族现在怕是要与我等不死不休了。原本我族是不惧他们的，但是他族之中的数万年前封印的少帝坤无道也出事了。他话还没说完，王腾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行了，知道了，一群没进化完全的咸鱼罢了。他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蔡叔。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王腾身后，穿着蓝色背带裤，乌黑的头发从中间整齐分开，一丝不苟地贴在头皮两侧，赫然是管家蔡叔。少爷有何吩咐？一会儿跟着他们去一趟，把那个什么坤族处理一下，动静小点。王腾轻描淡写地说道：是，少爷。蔡叔点了点头，然后缓缓跟在黄天觉身后。黄天觉只觉得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脊背升起，仿佛被一尊太古凶兽盯上，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处理完这件事，王腾的目光终于落在了广寒公主身上。广寒公主心中一紧，连忙上前一步，将宗门的困境说了出来。那株作为宗门根基的太阴月桂树，不知为何生机正不断流逝，濒临枯死。哦，树要死了啊！王腾听完反应平淡：缺养分了而已，多大点事。说着他溜达到院子角落，那里是他平时种些青菜萝卜的地方。他用脚尖随意地从菜地里刨了一块拳头大小还沾着新鲜菜叶的泥土，
他拿起土块，吹了口气，将上面的菜叶吹掉，然后随手递给了已经看傻了的广寒公主。诺，拿回去埋树底下就行了。广寒公主捧着那块平平无奇，甚至还有点湿润的泥土，整个人都懵了。就这。然而就在她愣神之际，她忽然感受到从这块泥土之中散发出一股让她神魂都在欢呼雀跃的生命本源气息。那是一种仿佛能孕育万物、造化天地的创世神韵。这是传说中一方小世界寂灭之后，所有生机与大道本源凝聚而成的道源熙攘。广寒公主的声音因为极致的震惊变得有些尖锐，她骇然地抬起头，看着王腾脚下那片种着青菜萝卜的菜园子，只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崩塌了。用传说中能重开一方世界的无上神物来种菜，王腾没理会他的大惊小怪，只是挥了挥手。行了，你们两家的事都解决了，赶紧走吧，别在我这儿杵着了。黄天觉和广寒公主如梦初醒，在无尽的恍惚与震撼中，带着门人对着王腾的方向行了3拜9叩的大礼后，才一步3回头的离去。原本一直看热闹的紫渊仙子张了张嘴，也悄悄地跟着离开了。转眼间，青云峰下便只剩下了浣花宫一脉众人，气氛再次安静下来。花千羽站在原地，心如肋骨，紧张的手心都冒出了细汗。这时，王腾终于从躺椅上坐直了身子，他那双深邃的眸子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落在了花千羽那玲珑有致的身上。好了，现在就只剩下你了，公主，你的问题可比他们要有意思多了。青云峰下送走了神皇古族与广寒宫，院子内外顿时清静了不少。可这份清静却让花千羽和一众浣花宫长老弟子感觉到巨大的压力。之前人多还能分摊一下这位神秘存在的目光，现在他们成了唯一的焦点。尤其是当王腾那双仿佛能看透万古的眸子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落在花千羽身上时，这位风华绝代的浣花公主只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身上早已香汗淋漓。好了，现在就只剩下你了。王腾从躺椅上坐直了身子，伸了个懒腰，骨节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公主，你的问题可比他们要有意思多了。这一句话非但没有让花千羽感到荣幸，反而让他的心沉了下去。连神皇古族那等困扰了万古的血脉诅咒，在这位前辈眼中都只是稍微麻烦，到了自己这里却成了有意思。难道浣花宫的道统真的已经走入了绝境，连这位前辈都觉得棘手？前辈，花千羽声音发颤，鼓起全部的勇气，再次将浣花宫的困境和盘托出。尽管知道这位前辈手眼通天，肯定已经知道了事情始末，但自己再说一遍，或许能更好的让前辈触类旁通。他从道统源于烂陀寺，到如今被斥为旁门左道，再到辩机和尚的逼迫，他都说得清清楚楚。我浣花宫所修之道，以七情六欲为引，颠倒众生，变幻万千。可烂陀寺却说，此乃心魔之道，是污秽之法，必须废去修为，重修正统佛法，方为正途。说到最后，花千羽的眼中充满了迷茫与不甘。我们真的错了吗？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他，也困扰了浣花宫数万年来的每一代传人。他们敬仰那位开创此道的妙玉菩萨祖师，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残酷。这条路越走到后面，越是举步维艰，仿佛前方永远笼罩着一层无法拨开的迷雾。江若薇和一众长老也都默默低下头，神情黯然。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心魔。错。王腾闻言却像是听到了笑话一般，忍不住轻笑出声。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随手从身旁的地上捻起一朵不知名的小野花。那花瓣是普通的白色，花蕊是普通的黄色，毫不起眼，就是山间最寻常的那种。你看这朵花。王腾将花递到花千羽面前，懒洋洋地问道。它开在这里，与烂陀寺那帮和尚用功得经时养出来的万年佛莲有什么区别？花千羽一愣，下意识地回答，这只是凡花，佛莲乃是蕴含佛法真意的圣物，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呵。王腾嗤笑一声，指尖轻轻一弹，嗡，那朵普通的白色野花在他指尖骤然绽放出一片璀璨夺目的神光，花瓣之上竟有3000世界生灭，亿万星辰轮转的景象在流转，一股丝毫不逊色于任何神物圣药的磅礴道韵轰然散开。现在呢？王腾笑盈盈地问。花千羽彻底呆住了，他看着那朵在王腾手中化腐朽为神奇的野花，脑子里一片空白。花还是那朵花，开也开了，败也终将败。所谓繁花与佛莲，不过是世人强加于它的定义罢了。王腾的声音悠悠传来，每一个字都让浣花宫众人心头振聋发聩。同理，道也还是那个道，无论是清净无为，还是红尘历练，都只是通往山顶的不同路径。烂陀寺那帮秃驴自己走了一条路，就非说别人的路是歪门邪道，还要把人家的路给堵死。
你说这是慈悲还是霸道？他们嘴上说着放下我执，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我执。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是天地间最本源的力量，是万灵存在的根基。他们要斩断七情六欲，无异于自断根基，舍本逐末。一群连自己都还没活明白的家伙，却总想着去度别人。王腾撇了撇嘴，语气里满是鄙夷，简直可笑。轰隆，这一番话如同惊雷，在花千羽的脑海中轰然炸响。是啊，道本无对错，路是人走出来的，凭什么他们说的就是对的？我浣花宫的道便是我浣花宫的道，困扰了他，困扰了整个宗门数万年的心境枷锁，在这一刻被王腾这三言两语轻描淡写的彻底击碎。咔嚓，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的体内应声而碎，一股前所未有的明悟瞬间自他神魂升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花千羽猛地抬头，那双颠倒众生的凤眸之中，第一次没有了妩媚，取而代之的满是坚定与璀璨。他身上的气息在这一刻轰然暴涨，轰！一道道七彩神光化作了一条条由情感法则交织而成的神链，从他体内冲天而起。以他为中心，方圆百里，虚空中竟开始有无数的花瓣飘落，每一片花瓣都演化着一幕幕凡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有生离死别的悲痛，也有爱恨情仇的纠缠。万丈红尘，3000世界，尽在这一花一叶之间。这是江若薇和一众浣花宫长老全都骇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激动得浑身发抖。公主她突破了，在前辈三言两语的指点下，直接勘破心魔，立地破境。花千羽缓缓闭上了双眼，他身上的气息赫然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圣人王成了。遥远的西域烂陀寺古老庄严的大雄宝殿深处，一位正在闭目诵经，气息深如渊海，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的老僧猛地睁开了双眼。他的眼中有2朵金色的莲花在缓缓旋转，仿佛能看透过去未来。他眉头微皱，望向东荒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东荒妙玉那一脉的气息有道运巨变，是那花千羽突破了。算算时日，变机应该已经到了。难道是他自知无力抵抗，选择臣服，献上七绝梵天心经后，继承佛子赐下了机缘，助他破境？老僧掐指推算，眉头却越皱越紧。不对，这股道运充满了浓烈至极的红尘俗世之气，与我佛门清净无为的宗旨背道而驰。他不仅没有废去修为，反而在这条旁门左道上走得更远了。老僧的脸上露出一丝凝重。就在他准备进一步探查之时，在他的眼中，一股更为恐怖的异象自东荒冲天而起，瞬间贯穿天地。老僧只觉得眼前一花，元神仿佛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拉扯，看到了一幅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画卷。那画卷之上没有神佛，没有仙魔，只有无尽的红尘俗世，芸芸众生，亿万万生灵的情感执念、欲望悲欢交织成一片璀璨星河。而花千羽就站在这片红尘星河的中央，他不再是借用七情六欲施展幻术，而是仿佛化身成了这红尘万道的源头，成为这人间烟火的主宰。轰！老僧如遭亿万雷击，猛地从莲台上站了起来。他那张古井无波，仿佛万古都不会变化的脸上，此刻写满了骇然与不可置信。脚下那尊像争着他无上果位的12品功德金莲，都为之剧烈震颤。地路之基，是承载大道的资格。老僧的声音都在颤抖，充满了再也压不住的惊骇。这怎么可能？一个圣人王凝聚出了连准帝都梦寐以求的地路之基，这已经颠覆了他的认知。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这地路之基的形态，他走的明明是一条绝路，为何能凝聚出这等前所未见的地路之基？这虽然不是妙玉菩萨的有情道，却是基于其有情道走出的一条新的大道。难道说当年被誉为我佛门万古以来最精彩绝艳，甚至有望成佛的妙玉菩萨？老僧的嘴唇哆嗦着，眼中满是惶恐与迷乱。当年连他都未能走通，如今竟有人真的走通了。东荒金刚藏地，此地乃是一处上古绝地，传闻曾有上古佛门金刚在此作画，一身不朽佛骨镇压着地底的无尽魔念。万古以来，佛光与魔气交织，形成一处凶险与机缘并存的诡异之地。此刻藏地最深处，一道身影盘坐于一朵金莲之上，他白衣胜雪，纤尘不染，面容俊美的不似凡人，眉心一点朱砂，更添几分神圣。正是烂陀寺出世的佛子季晨。在他的面前，一枚遍布金色纹路的舍利子正散发着恐怖气息，缓缓沉浮。不动明王舍利，只要将其炼化，他便能一步登天，凝聚佛门无上法身。届时就算是面对准帝，亦可谈笑风生。
然而就在他神念探出，即将触碰到那枚舍利子的瞬间，一股他颇为熟悉的气息冲霄而起，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圣人王。季晨眉头微蹙，那气息中有一丝他熟悉的烂陀寺法门的味道，但紧接着他便感到了一股发自内心的厌恶。在他的眼中，那股气息里裹挟着太过浓郁的红尘俗世之气，七情六欲，因果纠缠，肮脏污浊不堪。是浣花宫那群不知悔改的赤鱼女子吗？他嘴角噙着一抹悲天悯人的弧度，以污秽欲望为基，竟也能侥幸踏入圣王境，真是对大道的玷污。待我取得这不动明王舍利，便亲自走一趟，将他们彻底度化，引入我佛门正途。在他眼中，浣花宫的道便是歧途，是魔道，而他则是行在世间的佛，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些误入歧途的羔羊拉回正轨。可就在这个念头刚刚升起的刹那，另一股更加恢宏，甚至让他神魂都为之悸动的意象轰然贯穿天地，强行映入他的脑海。那是一幅何等污秽的画卷，画卷之上没有庄严神佛与清净法香，只有一条由亿万万凡俗蝼蚁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欲望执念所汇聚成的星河。在那罪业之河的尽头，一道女子的身影矗立，她仿佛就是这人间烟火的源头，是这芸芸众生的主宰。这股道运与他所修的清净无为、斩断因果的无上佛法截然相反，但是其感应中却又出自同源。这种诡异的感觉让他极其难受。噗！季晨如遭亿万魔头噬心，那张神圣悲悯的面孔瞬间扭曲，一口金色的佛血猛地喷出，洒在了身前的金莲之上。地路之基。季晨的声音嘶哑，再无半点出尘之意，满是惊骇与暴怒。怎么可能？他凭什么？他失声咆哮，俊美的面容满是愤怒与嫉妒。一条被整个烂陀寺视为歪门邪道的绝路，一群在他眼中随时可以度化的妖女。凭什么？凭什么能用这等污秽之道凝聚出连他甚至是准帝都梦寐以求的地路之基？这不仅是对他的羞辱，更是对他所坚信的无上佛法无情的践踏。不，这不是大道，是魔道，是心魔。他心神大乱，佛心失守，周身那原本祥和的佛光因嫉妒与憎恶而瞬间变得狂暴无比。嗡！那枚近在咫尺的不动明王舍利仿佛感受到了他内心滋生的贪、嗔、痴三毒，猛然光芒大放，一股至刚至阳的镇魔之力狠狠地反噬而来。轰！季晨整个人被那股力量轰飞出去，白衣破碎，狼狈地撞在远处的山壁之上，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了下去。而那枚不动明王舍利则发出一声清鸣，化作一道金光，瞬间遁入地底深处，消失不见。季晨仰天怒吼，声音中满是怨毒与憎恨。浣花宫。他一字一顿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那双原本悲悯的眸子里此刻寒光闪闪。他缓缓从地上爬起，擦去嘴角的血迹，整理好破碎的衣衫，脸上的狰狞缓缓收敛，再度恢复了那副宝相庄严的模样。只是那眼神深处的阴鸷却怎么也隐藏不了。他必须立刻去一趟浣花宫，不仅仅是为了度化，而是要亲手毁掉那个女人的道，以正自己的道。与此同时，神皇古族祖地，昔日仙气缭绕、瑞兽奔腾的净土，此刻却被无尽的黑云与煞气所笼罩，喊杀声震天，血光冲霄。神皇古族的护山大阵，那座曾经斩杀过圣人王的准地大阵，此刻光芒暗淡，在无穷无尽的攻击下摇摇欲坠。大阵之外，两支庞大的军队将整个神皇古族围得水泄不通。一方是无数巨大的鲲鹏虚影遮天蔽日，散发着吞噬天地的恐怖气息，正是吞天鲲族。而另一方则是一条条身形庞大的幽冥天蛇，口喷剧毒的黑雾，不断腐蚀着大阵的光幕。幽冥天蛇族同样是东荒的太古大族，亦是吞天鲲族的铁杆盟友。而在两族联军的上空，一个身穿黑金黄袍、头戴地冠的年轻男子正负手而立，眼神漠然地俯瞰着下方垂死挣扎的神皇古族。他便是吞天鲲族少帝鲲无道。在他的身旁悬浮着一个漆黑的宝瓶，瓶口微张，仿佛连接着一方无底的深渊，正不断喷吐出毁灭性的神光，轰击着神皇古族的地阵。那赫然是一件真正的地兵吞天魔渊瓶。真是可惜了。鲲无道的声音冰冷。黄天觉那个老匹夫竟然不在老巢，难道他以为杀了我吞天鲲族的人跑得掉吗？也好，本少帝便先送他族人上路。神皇古族祖地内剩下的长老和族人们个个带伤，脸色惨白，眼神中满含绝望。胸口伤势未愈的黄古星长老正死死顶在一处阵眼，口中鲜血狂涌，却依旧嘶声怒吼：为我族希望，为死战不退。一群将死之人的哀嚎罢了。
昆无道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抬起手，对着那吞天魔渊瓶摇摇一点，魔渊，结束吧。嗡！吞天魔渊瓶剧烈一震，一道比之前恐怖10倍的黑色光柱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灭世之矛，洞穿虚空，狠狠地朝着那摇摇欲坠的金色光幕轰然落下。阵法内的所有神皇族人都闭上了双眼，脸上满是绝望。完了，神皇古族今日就要再次除名。黄古星长老燃烧着自己最后的生命精元，想要再为大阵注入一丝力量，可在那真正的地兵之威面前，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螳臂当车。黄天觉那个老匹夫不在，你们就化作我昆无道地路之上的一捧枯骨吧。昆无道立于9天之上，放声狂笑，眼神中充满快意。然而就在那灭世光矛即将触碰到金色光幕的刹那，昆无道尔敢！一声蕴含着滔天杀意的暴喝自遥远的天际传来，一道身影快到极致，撕裂虚空，瞬息而至。来人正是刚刚返回的黄天觉，他看着眼前这地狱般的一幕，双目瞬间赤红。给本座滚开！黄天觉须发皆张，刚刚突破的大圣之力毫无保留的轰然爆发。他一拳挥出，借助大阵，其精纯到极致的神皇血气化作一只遮天蔽日巨爪，携带着焚灭万物的神焰，狠狠地抓向那道灭世光矛。轰隆！准地大阵之威能加大圣之力与地兵之威的恐怖碰撞，瞬间在神皇古族上空炸开，整片天穹都在剧烈的颤抖，狂暴的能量风暴席卷四方，将无数山脉夷为平地。黄天觉身形巨震，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身形被那股恐怖的反震之力震退数百里。而那道灭世光矛虽然被他拼死一击撼动，变得暗淡些许，却依旧以不可阻挡之势重重地轰击在大阵之上。咔嚓！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破碎声，那守护神皇古族数万年的准地大阵光芒彻底熄灭，轰然爆碎。噗！黄古星等一众死守阵眼的长老齐齐喷出一大口鲜血，气息萎靡，重重地摔落在地。族长，族长回来了！看到黄天觉的身影，原本绝望的族人们眼中瞬间重新燃起希望的。可当他们看清天穹之上的局势时，那刚刚燃起的希望又被一盆冰水无情浇灭。哦，居然赶回来了！昆无道看到黄天天，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戏谑开口道：“突破到大圣了，不错不错。可惜今日就算你是准地亲临，也救不了你们神皇古族。”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另一侧的虚空之中，无数庞大的幽冥天蛇发出嘶鸣，一条条毒雾长河朝着神皇古族祖地席卷而来。那是幽冥天蛇族的族长，一位同样踏入了大圣境的恐怖存在，2大太古强族，2位大圣，外加一件被全面复苏的地兵。黄天觉刚刚突破大圣的喜悦瞬间荡然无存，一颗心直直地沉入了谷底。完了，他刚刚还在想自己突破大圣，凭借族中的准地大阵，就算昆无道手持地兵，也未必不能抗衡1、2。可他万万没想到，对方不仅请来了幽冥天蛇族这个帮手，更是连自家的准地大阵都被攻破了。这等阵容，别说是他一个初入大圣之人，就算是真正的准地强者，在没有地兵的情况下，也只能退避三舍，不敢硬撼其锋。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道穿着蓝色背带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身影蔡叔。前辈派来的人真的可以吗？面对如此境地，就算是前辈亲至，恐怕也要费一番手脚吧。更何况只是一位管家。这个念头刚一升起，黄天觉的心中便充满了惶恐与不安。哼，黄天觉还有什么遗言吗？昆无道眼神冰冷，再次抬手催动吞天魔渊瓶。聒噪！一个平淡的声音突兀地响起，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汇聚到了那声音的源头，那个穿着滑稽背带裤的蔡叔身上。只见蔡叔皱了皱眉，似乎对眼前这喊打喊杀的场面感到有些不悦。他甚至都懒得去看昆无道一眼，只是抬起头望向那悬浮在9天之上、散发着无尽地威的吞天魔渊瓶，以及那遮天蔽日的鲲鹏与天蛇大军。一群没进化完全的咸鱼也敢在此叫嚣。蔡叔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生灵的耳中。你说什么？昆无道勃然大怒，他堂堂吞天鲲族少帝，竟被一个凡人般的下人称为咸鱼。不知道他们吞天鲲一族最讨厌被人说成是咸鱼吗？找死！他身旁的幽冥天蛇族长更是直接出手，一条由剧毒法则凝聚而成的黑色神链如毒龙出洞，朝着蔡叔缠绕而去。黄天觉脸色大变，正欲出手阻拦，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永生难忘的惊骇之中。面对那足以瞬间毒杀一位圣人的攻击，蔡叔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只是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呜！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吸力骤然爆发，
那条撕裂虚空的剧毒神链，在靠近蔡叔的瞬间，便如长鲸吸水一般，被他一口吞了下去，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嗝，蔡叔甚至还打了个嗝，像是在回味什么味道。全场死寂，所有人都懵了，包括出手的幽冥天蛇族长。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神通消失无踪，大脑一片空白。味道差了点。蔡叔摇了摇头，似乎有些嫌弃，然后他动了。他那看似瘦弱的身躯缓缓地一步踏出，轰！这一步落下，整片天地仿佛都静止了。时间、空间、光线、声音，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一刻被一股无上伟力强行定格。紧接着，一股源自血脉的无上威压轰然降临。扑通，扑通！天穹之上，那数以万计的吞天鲲族和幽冥天蛇族的战士，无论是何等修为，在这一刻，他们的身体竟完全不受控制，血脉像是凝固一般，一个个如下饺子般从空中坠落，重重地砸在地上，匍匐颤抖，连抬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这是生命层次上的绝对压制，是食物链最底端的生物面对最顶端掠食者时发自本能的恐惧。这是鲲无道脸上的狂傲与戏谑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骇然与惊恐。他体内的吞天鲲血脉在疯狂地哀嚎，而在他的眼中，蔡叔的身影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是那个他，可他身后的影子却在无限的拉长、扭曲、膨胀。那道影子遮蔽天日，吞噬光芒，化作了一尊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庞然大物。其手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那不是他们吞天鲲这种冠以鲲之名的太古一族，而是一只真正的活着的鲲。不可能，是传说中的鲲，那种以星河为食、以世界为巢的禁忌生灵。一位来自吞天鲲族的活化石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绝望的嘶吼，眼中满是疯狂。他们吞天鲲族以拥有鲲之一丝血脉为荣，自诩高贵。可今日，他们却见到了一尊真正的鲲。原来，在真正的鲲面前，他们引以为傲的血脉，真的就只是没进化完全的咸鱼。嗡！那悬浮在鲲无道头顶的地冰吞天魔渊瓶，此刻竟发出了剧烈的悲鸣，瓶身上的地纹疯狂闪烁，像是在恐惧，像是在求饶。蔡叔终于抬起了眼，他那双平静的眸子淡淡的扫过鲲无道，扫过那两族联军，最后落在了那件地冰之上。少爷说动静小点，他轻声呢喃了一句，然后缓缓地张开了嘴。一个黑洞出现在他的嘴边，没有声音，没有光芒，只有一股无可抗拒的吞噬之力。那漫山遍野的两族大军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那黑洞瞬间吞噬，连一丝尘埃都未曾留下。鲲无道惊骇欲绝，他疯狂催动地冰，想要抵抗那股吞噬之力。然而那件足以镇压一个时代的地冰，在蔡叔面前却脆弱得像个玩具，哀鸣一声便不受控制的连带着他本人一起被吸入了那片永恒的虚无之中。前后不过3息，天地重归清明，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遮天蔽日的两族联军，那威压万古的地冰都消失了。蔡叔拍了拍自己的蓝色背带裤，整理了一下衣领，又变回了那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管家。他转身对着早已石化当场的黄天觉微微躬身，露出一个职业性的微笑。黄族长，麻烦已经处理掉了。天地死寂，黄天觉石化当场，他身后的神皇古族众人都像是被抽走了魂魄，呆呆地望着那道穿着蓝色背带裤的背影。不久前他们还在地冰之威下绝望等死，转瞬间，那遮天蔽日的吞天鲲族与幽冥天蛇族联军，那足以造就一个圣地的地冰吞天魔渊瓶，连带着不可一世的鲲无道，就这么被一口吞了，没了，什么都没了，仿佛刚才那场灭族之战只是一场荒诞不经的梦。蔡叔整理了一下因为张嘴而稍微有些歪斜的衣领，重新变回了那个古板严谨的管家。前辈。黄天觉喉咙干涩，嘴唇哆嗦着，竟一句话也说不完整。他脑子里一片轰鸣，之前竟然还对前辈派来之人实力有所怀疑，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可笑无知。这就是前辈的管家，那前辈本人又该是何等无法想象的存在。就在神皇古族众人心神激荡之时，一股更为恐怖且更为至高无上的气息毫无征兆地降临了。它高远神圣威严，仿佛是9天之上的天道陡然降临人世间。无数闭关的老怪物在这一刻骇然睁眼，望向神皇古族的方向，眼中满是惊恐。又一尊准帝，不，这气息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是界外之人。怎么会有准帝级的存在跨界而来？苍穹之上，空间如水波般荡开，10道身影悄然浮现。
为首者是一位笼罩在璀璨神光中的女子，看不清面容，但其身姿婀娜，流露出的气息却是霸道绝伦。准帝，一尊女子准帝，在她身后是9位身穿统一仙甲、手持神兵的女子，个个气息渊深，竟全都是大圣级的强者。这等阵容足以横扫东荒任何一个不朽道统。黄天觉刚刚放下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浑身冰凉。这是怎么了？准帝现在这么不值钱吗？以前几百年都看不到的一尊准帝，现在1天之内看到2尊，而且看起来也是来者不善。神皇古族今天是什么日子？捅了天上的窟窿吗？然而那为首的准帝女子目光却并未在黄天觉身上停留分毫，她的视线穿过人群，最终落在那个穿着蓝色背带裤的男人身上。当看清蔡叔的瞬间，即便是这位准帝，那笼罩周身的神光也明显的波动了一下，声音中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凝重与惊异。渊虚界坤，没想到这种只存在于最古老禁忌卷宗里的生灵，竟然会出现在这方下界。渊虚界坤这几个字一出，黄天觉等人虽然不解其意，却也能从对方那忌惮的语气中感受到这几个字所代表的含金量。原来前辈的管家是叫这个族群的生灵吗？蔡叔闻言只是抬了抬眼皮，古板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对方说的并不是他。我们无意与阁下为敌。准帝女子的声音清冷，开门见山。我等奉圣界血环女帝法旨，前来此界，只为寻找吞天魔尊的传承者，带回圣界。吞天魔尊，黄天觉心头一跳，下意识地以为对方说的是刚刚被灭的吞天坤族，毕竟名字太像了。他连忙上前一步，硬着头皮开口：前辈，您说的是吞天坤族吗？他们已经被……不。准帝女子冷漠地打断了他，她的目光缓缓扫过神皇古族的人群，最后定格在了一个娇俏的身影之上。准帝女子抬起玉指，遥遥指向黄灵儿，吞天魔尊的传承者就是他。轰！此言一出，黄天觉如遭雷击，整个人都懵了。灵儿，吞天魔尊传承者。他有些疑惑地看向自家的女儿，发现自家的女儿也是一脸懵。前辈是不是弄错了？这是小女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吞天魔尊。然而准帝女子并未理会其话语，她的目光始终锁定在那个唯一能让她感到威胁的存在身上。这是女帝的法旨，还请阁下行个方便。蔡叔终于有了反应，他那古板的脸上看不出喜怒，他只是往前站了一步，挡在了黄天觉和黄灵儿的身前。动作很简单，意思却很明确。少爷说过让我来解决神皇古族的麻烦，想必你们也算他们的麻烦。平淡的语气却让场间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准帝女子的眼神骤然一冷，周身的威压节节攀升，周围山峰大地都在她的气息下剧烈颤抖，无数山川崩裂。阁下，你虽然是混沌祖坤，血脉尊贵，但终究不是巅峰状态。为了区区一个下界种族，与我圣界真皇一族为敌，与血环女帝为敌，值得吗？他的声音中满是警告。圣界，血环女帝，每一个字眼都像是一座神山，压得黄天觉等人喘不过气来。他们这才明白，对面这群人是何等恐怖的庞然大物。我再说一遍，让开！准帝女子的声音中带上了一丝杀意，否则休怪我们无礼了。蔡叔依旧不为所动，他只是默默地抬起手，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解开了自己蓝色背带裤右肩上的那根带子。咔嗒一声轻响，在死寂的氛围中显得格外刺耳。那根背带垂落下来，他像是准备活动一下筋骨一般。把少爷给我的衣服弄坏了，可不太好。看到这个动作，准帝女子的瞳孔猛然一缩，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自她心底陡然浮现。她知道不能再等了，动手。她没有选择直接攻击蔡叔，而是猛地捏碎了一枚古老的玉符瓮。一瞬间，以她为中心，她身后的9位仙甲女子同时动作，她们的身影化作9道流光，瞬间出现在9个方位。她们各自的身影仿佛与天地间的某种至高阵纹融为了一体。9天父神阵起，轰隆隆，9根贯穿寰宇的秩序神链瞬间交织成一张大网。那大网之上，无数古老而神圣的符文在流转，散发着一股封禁万物恐怖气息。这不是杀伐之阵，而是圣界专门用来镇压太古凶神、封印禁忌存在的无上大阵。大阵成型的瞬间，便朝着蔡叔当头照下，仿佛要将他连同这片空间一同某片空间之中。准帝女子眼中闪过一丝果决，声音响彻天地：得罪了坤，我们只要他。这张由9根秩序神链交织而成的大网，乃是圣界的无上阵法。传闻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之前，有大能曾用此阵锁住一尊嗜血的太古凶兽，将其活活封印了3000年，而后彻底磨灭。此刻虽然不是此阵的完全体，
但在他们看来，不说完全封印这尊非巅峰状态的渊虚界鲲，也足以将其困住一炷香的时间，而一炷香足够他们将吞天魔尊的传承者带走千百次了。一旁的黄天觉一颗心已经沉到了谷底，他感觉自己的神魂都被那股气息冻结了，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完了，这位前辈再强也终究只是一人。然而面对这凶名赫赫的九天副神阵，蔡叔的脸上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模样。他只是觉得对方身上那股高高在上的神圣气息，以及那股毫不掩饰的杀伐之意有些讨厌，这会打扰到自己完成少爷交代的任务。所以他轻轻地耸了耸肩，那根被他解开垂落在身前的蓝色背带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了一下，然后咔嚓咔嚓咔嚓，一阵如同琉璃碎裂的清脆声响突兀地响彻在天地间。只见那9根贯穿寰宇的秩序神链从与蔡叔接触的第一个符文开始寸寸崩裂，那股足以镇压万物的封禁之力脆弱的如同凡间的蛛网，瞬间碾成碎片消散于虚无之中。前后不到一息，天穹之上风轻云淡，仿佛那张足以毁天灭地的绝世大阵从未出现过。噗！苍穹之上，那9位组成大阵的仙甲女子齐齐如遭重锤，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影踉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们引以为傲，足以镇压同阶乃至于可以逆行伐仙的9天副神阵，就这么被破了。不，那不叫破阵，对方甚至都没有出手，只是站在那里任由大阵落下，然后大阵自己就碎了。这是一种何等恐怖的境界！为首的那位准地女子周身笼罩的神光剧烈的波动起来，显然内心极不平静。阁下的强大超出了我的预料。他的声音不再清冷，多了一丝凝重。但我还是要提醒你，这里不是你的故乡渊虚界，你的道，你的法，在这方残缺的天地规则下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你现在并非在巅峰。为了区区一个下界蝼蚁，与我圣界真皇一族为敌，与至高无上的血环女帝为敌，当真值得吗？说到最后，他的声音陡然冰寒。然而回应他的并非言语，蔡叔只是默默地缓缓地抬起了另一只手，他的目标是自己左肩上的第2根背带裤带子。这个动作很慢，也很刺眼。那位准地女子瞳孔骤然收缩，一股源自神魂深处的恐怖危机感轰然炸开。不能让他解开，绝对不能放肆！这一刻，准地女子再无半点高高在上的姿态，她怒斥一声，无尽的准地神威毫无保留地轰然爆发。真皇焚誓言，她玉手捏印，一朵绚烂到极致的七彩神焰自她掌心浮现，瞬间化作一片火海，将整片天穹都燃烧得扭曲塌陷。这并非神皇古族的火焰，而是来自更高层次的圣界真皇神火，一缕便可焚尽山河，烧穿大道。与此同时，那9位身受重创的大圣女子也强行压下伤势，再次出手。刀光、剑影、雷霆、冰霜，9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恐怖的大圣法则，化作9道洪流，追随在那片七彩火海之后，朝着蔡叔轰杀而去。这是必杀的一击，足以将这片东荒大地都打得沉陷下去。黄天觉等人早已肝胆俱裂，在这种毁天灭地的威能面前，他们连思考都做不到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末日降临。可就在那焚噬的火海即将落下的刹那，蔡叔那只伸向第2根背带裤的手停顿了一下，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少爷好像不喜欢我把动静闹得太大，把这里的花花草草打坏了，似乎不太好。于是他放弃了解开第2根背带裤的打算，转而张开了嘴，然后轻轻一吸，呼！这一次没有出现吞噬万物的黑洞，而是发生了一件让黄天觉、让神皇古族所有人都毕生难忘的神迹。他们只觉得眼前一花，周遭的景物瞬间变得虚幻，脚下的大地，远处的山川，头顶的天空，连同整个神皇古族祖地，连带着数万族人，都在这一瞬间被一股温柔却又无法抗拒的力量包裹着，急速缩小，化作一道流光，被蔡叔吸入口中。下一瞬，黄天觉骇然发现自己和所有族人都身处在一片安静祥和的奇异空间之中。这里没有天地，只有璀璨的星辰在缓缓流转，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而在他们的面前，有一面巨大无比的光幕，光幕之外正是那片焚噬的七彩火海与9道灭世洪流，以一种毁天灭地之势狠狠地轰击在蔡叔原本站立的位置。轰隆隆隆，整片东荒大地都在剧烈的颤抖，蔡叔原本所在的那片虚空被硬生生打成了一片混沌虚无，空间乱流如同灭世风暴般疯狂肆虐，任何圣人王卷入其中都会被瞬间撕成碎片。这就是准帝与9尊大圣联手的全力一击。可是打空了，蔡叔将整个神皇古族吞入腹中，化作一方净土，自身则早已挪移到了另一片虚空，毫发无伤。
他甚至还有闲心拍了拍自己一尘不染的蓝色背带裤。光幕之外，那为首的准地女子身形凝固在虚空之中。她看着那片被打成混沌的虚空，又看了看安然无恙，连衣角都没乱一下的蔡叔，周身流转的神光为之一致，将一方广袤的疆域连同万千生灵瞬间收入体内世界，自身还能完美避开他们的绝杀一击，这是何等恐怖的空间造诣与神通伟力！这真的是一个被天地规则压制了的生灵该有的实力吗？他身后的9位仙甲女子更是面如死灰，握着神兵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打不过，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一群挥舞着小木棍的稚童，在挑衅一个手握凶兵的壮汉。看来，许久的沉默后，准地女子终于再次开口，她的声音颇显沙哑：“不动用真正的底牌，是请不走魔尊传人了。”她深吸一口气，对着身后9人下达了一道神念命令。9位大圣女子神情一肃，强行压下心中的恐惧，迅速变换方位，再次结成了一座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古老阵法。嗡！一道无形的波纹以他们为中心，瞬间扩散至整个东荒，乃至整个世界的尽头。在这道波纹之下，一切的天机与因果，一切的窥探都被强行隔绝屏蔽，仿佛这一方天地被从整个世界中硬生生抠了出去，化作了一片谁也无法感知的独立囚笼。10方天机遮蔽阵，做完这一切，他才仿佛松了口气。他无比郑重地从自己的神魂之海中捧出了一件东西，那不是地冰，那仅仅是一张薄如蝉翼，边缘带着些许焦黑的金色纸张。可就是这张纸出现的瞬间，蔡叔那万年不变的古板面容上，双眼猛地眯了起来。他从那张纸上感受到了一丝威胁。准地女子双手捧着那张金色的纸，神情虔诚到了极点。她与身后9位大圣同时单膝跪在了虚空之中，对着那张纸恭敬叩首。恭请血环女帝法旨。嗡！那张薄如蝉翼的金色纸张在准地女子与9位大圣的叩首下骤然燃起，它燃烧出了一片璀璨到极致的血色神霞，瞬间将这方独立世界映照成一片血色黄昏。一股至高意志轰然降临，这股意志超越了准地，超越了这方天地的所有法则。它不是单纯的力量，而是一种权柄，言出法随，念动则万物生的至高权柄。蔡叔体内的世界里，黄天觉等人透过光幕看到这一幕，神魂都在战栗，仿佛下一刻就要被那股意志碾成齑粉。他们毫不怀疑，若是没有蔡叔的庇护，光是这法旨降临的余波就足以让他们形神俱灭。这就是圣界女帝之威，仅仅一张法旨便有如此神威。然而面对这足以让准帝都俯首的意志，蔡叔那古板的脸上却浮现出一抹人性化的不耐烦。他缓缓抬起了另一只手，伸向了自己左肩上的第2根背带裤带子。咔嗒一声轻响，宛如钥匙开锁的声音一般。当第2根背带垂落的刹那，蔡叔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那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无风自动，瞬间变得狂乱披散。那身滑稽的蓝色背带裤，此刻在他身上竟散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狂野与不羁。他那双平静的眸子彻底被一片吞噬万物的黑暗所取代，黑暗深处燃着2点暴虐而疯狂的猩红。古板严谨，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管家蔡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仿佛是一尊行走在人间的魔神。吼！一声嘶吼从他喉咙深处爆发，那张燃烧的血色法旨仿佛被这声嘶吼所挑衅，猛然光芒大放。无尽的血色神霞汇聚在天穹之上，化作了一只巨大的血色凤眸。那凤眸冰冷威严，瞳孔之中倒映着一柄擎天巨剑。他锁定了蔡叔，一道血色神光洞穿虚无，轰然射下。这一击无视距离，无视防御，直接作用于存在本身。但此刻的蔡叔仿佛变了个人，他咧开嘴，嘴角露出一个森然冰冷的弧度。他动了，他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这一拳没有任何花哨的法则与神通，只有最纯粹的力量。他身后的那道昆之虚影在这一刻无限膨胀，仿佛要将这片被封锁的天地都撑爆。那不再是影子，而是他那被压抑的本体，与他此刻的动作完美重合。轰！那足以抹杀千百尊准帝的血色神光与那只拳头狠狠地撞在一起。蔡叔的拳锋之上涌起一片黑暗光芒，如同一张择人而噬的巨口，竟将那道血色神光一寸寸地啃食吞噬。这不可能！为首的准帝女子神光巨颤，发出了不敢置信的惊呼。女帝的法旨神威竟然被她正面挡住了，这简直超出她的想象。然而更让她惊骇的还在后面。一拳轰碎了神光，蔡叔那双燃烧着猩红的眸子猛地抬起，盯住了天穹上那只巨大的血色凤眸。那眼神充满了贪婪与
食欲。他猛地一踏虚空，整个人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黑色闪电，逆天而上，主动朝着那代表着女帝意志的凤眸冲杀而去。他想干什么？疯了！他疯了！他竟敢主动攻击女帝法旨！9位仙甲女子骇然失色，准帝女子更是亡魂皆冒，尖声嘶吼：“快，催动法旨，震杀他！”不用他说，那血色凤眸已然震怒，无尽的血色符文从凤眸中喷薄而出，化作一柄柄血色长剑，朝着蔡叔飞速袭来。可此刻的蔡叔却发出一阵癫狂大笑，他双臂一震，那看似瘦弱的身躯中爆发出了让这方天地都为之哀嚎的恐怖力量。砰砰砰！一柄柄血色巨剑在他狂暴的力量面前，如同脆弱的草绳，被他轻而易举的寸寸崩断。他如一尊不败的魔神，瞬息之间便冲到了那巨大的血色凤眸之前。然后在准帝女子等人那惊恐欲绝的目光中，蔡叔张开了他那布满森白牙齿的嘴，嘎嘣！他一口狠狠地咬在了那巨大的血色凤眸之上，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那代表着女帝至高意志的凤眸竟被他硬生生咬下了一块。血色的光华如同枝叶般四溅，蔡叔咀嚼着口中那由纯粹法则与意志权柄构成的能量块，脸上露出了意犹未尽的表情。味道不错，沙哑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这一刻，天地死寂，那9位仙甲女子连同那位准帝全都大脑一片空白，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们看到了什么？竟然有生灵在啃食血环女帝的法旨，这是何等的疯狂！天穹之上，那残缺的凤眸剧烈的颤抖着，似乎是威严受到挑衅。那张悬浮的金色法旨燃烧的速度骤然加快，裂纹遍布，似乎已经支撑不住这尊宛若魔神身影的摧残。完了，一个念头在准帝女子等人的心中浮现，他们最大的底牌就这样被对方当成点心一样啃了。就在他心生绝望，甚至已经预感到自己等人回去之后将要面临女帝何等雷霆之怒时，嗡！那张即将破碎的金色法旨突然停止了燃烧，所有的光芒在一瞬间尽数内敛。紧接着，一股比之前那道意志恐怖1000倍的威压毫无征兆地降临了。蔡叔那狂暴的动作第一次停顿了下来，他那双猩红的眸子死死地盯着那有些暗淡的金色纸张，眼中的疯狂竟褪去了几分，多了一丝凝重。准帝女子等人则是在感受到这股气息的瞬间浑身巨震，一种源自血脉灵魂最深处的敬畏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再次朝着那张法旨的方向五体投地，深深叩拜，恭迎女帝陛下。只见那张金色的法旨之上，一道虚幻却又散发着无尽霸道与威严的女子身影缓缓浮现。她看不清面容，但仅仅是站在那里，便仿佛是这诸天万界永恒时空的唯一主宰。她的投影降临了，一道清冷的声音在这片天地间缓缓响起：渊虚界的小鱼。她的目光落在了那解开了2根背带气息狂暴的蔡叔身上。在我的面前你也敢放肆！女帝的投影降临，那股威压仿佛将这片被阵法隔绝的天地化作了她的神国，万法臣服，众生叩首。那是一种源自生命位阶的绝对压制，准帝在其面前亦如尘埃。女帝清冷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化作了天线道则，狠狠地烙印在蔡叔的神魂之上，意图让他屈服。然而此时的蔡叔早已不是那个古板的管家，他的理智被狂暴的本能所取代。面对女帝的质问，他那双燃烧着猩红火焰的眸子里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涌现出更加浓烈的疯狂与暴虐。吼！一声震碎寰宇的咆哮从蔡叔喉咙深处炸开，他没有回答，而是用行动回应女帝。他脚下的虚空寸寸塌陷，整个人化作一道漆黑光芒，竟再次主动朝着女帝的虚影悍然冲杀而去。这一幕让那匍匐在地的准帝女子吓得神魂都快要离体了。疯子！这些从渊虚界出来的怪物都是彻头彻尾的疯子，竟敢对女帝陛下的真身投影出手，这是何等的大不敬！找死！女帝虚影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一丝怒意，她缓缓抬起了一只手，那只手晶莹如玉，完美无瑕。可随着她的抬起，整个被封锁的世界，所有的法则大道都在一瞬间被强行凝聚在指尖。她只是轻轻地朝着蔡叔的方向一指点出，地址归寂。轰！一道绚烂至极的七彩神光自他指尖迸发，这道神光并不如何浩大，甚至看起来有些纤细。但它出现的瞬间，蔡叔体内世界中的黄天觉等人透过光幕，只觉得自己的神魂都被瞬间抽离，意识迅速陷入黑暗，连观战的余波都承受不住。狂暴冲杀的蔡叔自然也感受到了危机。
他那双猩红的眸子虽然闪过一丝凝重，但他没有丝毫退缩，反而将体内那被压抑了无数岁月的力量催动到了极致。有点意思。女帝的投影看着再次冲杀而来的蔡叔，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也有一丝凝重。被这方天地的法则压制，连一半的实力都发挥不出，竟还能挡住本帝意志不死。元虚界的生灵果然都如蟑螂般顽强。他不再留手，既如此，便让你见识一下何为天威。女帝的投影双手合十，无尽的血色神霞自她身后升腾而起，化作了一尊顶天立地的真皇法相。这法相与黄天诀、黄灵儿的截然不同，它散发出的不是尊贵与生机，而是纯粹的霸道至极的毁灭与审判。真皇睁眼，万物归寂。面对这足以毁天灭地的一击，蔡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万界归虚，沙哑的声音响起，他身后的昆之虚影，那张足以吞噬星辰的巨口猛地张开，化作一个旋转的黑暗漩涡，迎向了那道七彩神光。那道七彩神光仿佛无视了任何神通与防御，轻而易举地穿透了黑暗漩涡，精准无比地点在了蔡叔的胸膛之上扑。一捧黑色的鲜血从蔡叔口中狂喷而出，那血液中蕴含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每一滴都足以污染一方圣土，将之化作魔域。蔡叔的身形如同被一颗星辰正面撞上，猛地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在了这方独立世界的空间壁垒之上，撞得整个十方天机遮蔽阵都发出一阵轻颤。他的胸膛上出现了一个前后透亮的血洞，七彩神光如同复古之躯，正在疯狂磨灭着他的生机。哼，蝼蚁之力也敢撼天！女帝虚影冷哼一声，语气中充满蔑视。她虽然也有些许诧异，没想到这只被天地规则压制的凶兽竟能在自己意志之下仅仅只是轻伤，但也仅此而已了。然而他话音刚落，异变陡生，吼吼吼吼！那倒在空间壁垒上的蔡叔非但没有气息萎靡，反而从喉咙里发出了更加癫狂兴奋的低吼。他胸前的伤口没有丝毫受到七彩神光毁灭气息的压制，反而有无数肉芽如同藤蔓般滋生，硬生生地将那股属于女帝的至高法则之力一点点地啃食吞噬。他缓缓地站了起来，那双猩红的眸子因为剧痛和兴奋变得愈发妖异，受伤反而激起了他的凶性。好强的力量，味道更好。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的黑色血液，脸上露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下一瞬，他身上的气息比之前更加狂暴。轰！他再次动了。砰砰砰！女帝虚影眉头微蹙，指尖连弹，一道道七彩神光不断射出，将蔡叔的身躯一次次洞穿，打得他血肉横飞，黑血染遍长空。可蔡叔却仿佛不知疼痛，越战越勇，越伤越狂。他每一次受伤都能从女帝的神光中强行吞噬一丝本源法则来壮大己身。这等诡异而疯狂的战斗方式让那高高在上的女帝虚影都感到了一丝棘手。这已经不是在战斗了，这分明是在借他的手来磨砺自己的魔躯，真是不知死活。女帝的耐心似乎被耗尽，她那道虚幻的身影光芒大盛，一股真正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开始在她掌心凝聚，她要动真格的了。与此同时，青云峰下，小院之中，王腾正懒洋洋地躺在摇椅上，刚刚送走最后一拨人的他正闭着眼睛享受着午后温暖的阳光。忽然他那闭着的双眼眼皮轻轻动了一下，他缓缓睁开眼，目光朝着某个方向瞥了一眼。就是这一眼，他的视线仿佛穿透了无穷的空间，无视了那足以隔绝一切天机的十方天机遮蔽阵，清晰地看到了那片混乱的战场。他看到了如同疯魔般浑身浴血却战意更狂的蔡叔，也看到了那道高高在上正准备降下雷霆一击的女帝虚影。王腾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动静闹得有点大了啊。他轻声嘀咕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满。还有，我的坤也是你能打的。他的声音依旧平淡，但随着他话音的落下，一股无形的意瞬间跨越了时空，降临到了那片被封锁的战场。正在与蔡叔缠斗的女帝虚以及匍匐在地的准帝等人忽然同时心头一震，齐齐朝着一个方向看去。紧接着一道平淡的声音直接在此方天地响起：天上的归天上，这地上的归我，你们过分了。这声音落下的瞬间，那尊不可一世的女帝虚影，那张看不清面容的脸上竟第一次露出些许震惊神色。是谁？这方大世界竟然还有如此诡异的存在。不等他反应，青云峰下，王腾伸出了一根手指，然后对着虚空随意的轻轻一弹。听着那平淡的声音，装神弄鬼。此刻恢复冷静的女帝虚影冷哼一声，清冷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屑。她乃圣界女帝，执掌血还天，威压万古。
别说在这方已经不再辉煌的大世界，便是在圣界，也无人敢用这种语气对他说话。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某个上古侥幸苟活下来的老不死，有着些许诡异手段，在这装神弄鬼，想吓退自己罢了。可笑！若是真的有实力，又怎会只是在这说说而已？他不再理会那道声音，转头看向蔡叔，口中缓缓说道：“此次就只给你个小小的教训，让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那只完美无瑕的玉手缓缓在身前合拢。嗡！刹那间，这方独立世界所有的光仿佛受到了某种绝对的命令，疯狂地朝着他的掌心汇聚。一柄剑的轮廓开始缓缓凝聚，那是一柄血色地剑。然而就在那柄血色地剑即将成型的刹那，异变发生了。一根手指，一根擎天巨指，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了这片被彻底封锁隔绝的战场之中，并非撕裂空间而来，甚至没有引动任何法则波动，就仿佛它本来就在那里。它的出现是如此的自然，又是如此的诡异。正准备降下雷霆一击的女帝虚影，动作猛然一滞，她那双俯瞰万古的眸子第一次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是谁？这方天地明明已经被阵法隔绝，自成一界，为何会有人能如此轻易地将力量渗透进来？不，那不叫渗透，那是降临，甚至比他这种需要借助戒指降临的手段高明得多。这是一种无视规则、无视壁垒的绝对降临。女帝毕竟是女帝，短暂的惊愕之后便是滔天的地威。她冷哼一声，掌心那即将成型的血色地剑毫不犹豫地调转方向，朝着那根突兀出现的手指狠狠斩去。这一剑汇聚了他这道投影的全部神威。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那根手指只是随意的轻轻的朝着那道血色剑光弹了一下，动作轻柔的像是在弹去衣角的灰尘。叮！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那足以让千万准帝都为之绝望的血色地剑在与指尖接触的刹那，寸寸崩碎，化作漫天绚烂的光雨，然后彻底湮灭于虚无。碾压，甚至不能称之为碾压，因为两者根本就不在一个次元，就好像一个凡人倾尽全力挥出的拳头打在了一颗恒星之上，连一丝涟漪都无法激起。女帝的虚影彻底凝固了，她那双看不清面容的脸上此刻写满骇然与惊恐。这不可能，自己这一击虽然只是投影之力，但也蕴含着一丝真正的地道法则，在这方大世界想必足以横扫一切敌，怎么可能被一根手指如此轻描淡写的弹碎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他身后的准帝女子与9位大圣更是连思维都停滞了，他们匍匐在地，浑身颤抖，连抬头仰望那根手指的勇气都没有。那是一种来自生命本源的绝对压制，仿佛蝼蚁见到了天道，连恐惧的情绪都无法完整的产生。你究竟是谁？女帝的声音第一次失去了清冷与高傲，带上一丝无法掩饰的颤抖。她疯狂地催动本源，虚幻的身影再次燃烧起来，身后那尊顶天立地的真皇法相爆发出最后的璀璨，无尽的地道符文喷薄而出，化作一片血色汪洋，要将那根手指彻底淹没。这是他最后的手段，是燃烧这道投影为代价的全力一击。然而那根手指势头丝毫未停，不，血色汪洋散开了，连一点声势都没有造成，就那么消散了。女帝的投影瞬间变得暗淡透明，仿佛随时都会消失。她败了，败得彻彻底底，毫无悬念。她甚至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仅仅是一根手指就将她这道投影玩弄于股掌之间。好，很好。许久的死寂之后，女帝那虚幻的身影死死地盯着那根手指，声音沙哑：“本帝记住你的气息了，不管你是谁。”哼！说罢，她那即将消散的投影骤然爆开，化作一道血光，卷起那早已吓傻的准帝女子和9位大圣，便要撕裂虚空遁走。她竟是想在消散前的最后一刻，用尽最后的力量将自己的手下带走。可就在此时，那道平淡慵懒的声音再次响彻在这方天地之间：“我让你走了吗？把这当成后花园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有，打了我的人就这么算了。”这声音落下的瞬间，那道即将遁入虚无的血光猛地一僵，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从时空乱流中硬生生拽了出来。女帝那残存的意志发出了不敢置信的嘶吼：“怎么可能？她怎么还能留住自己？”不等她想明白，那根手指动了。她对着那名准帝女子以及她身后的9位大圣轻轻地点了一下。那10位来自圣界高高在上的仙甲女子连惨叫都没能发出一声，她们的身躯连同神魂就那么在所有人面前一点一点地变得透明，然后彻底消失，如同被橡皮擦从这个世界上干净利落地抹去。做完这一切，
那根手指微微一顿，似乎是在看向那道仅存的女帝意志烙印。然后他对着虚空再次轻轻一弹，咔嚓，前方的空间仿佛一面镜子骤然碎裂开来。在那破碎的空间之后，显露出的不再是这方世界的天穹，而是一片神光璀璨宏伟世界。紧接着，那根修长干净的手指化作一道流光，毫不犹豫冲入了那片破碎的空间裂隙之中。9天之上，血环天神国，这里是真皇一族的至高祖地，由无尽的梧桐神木构建而成，每一片叶子都缭绕着混沌气，承载着一方星域的重量。神国之中，瑞霞万道，仙禽飞舞，一派万古不朽的无上气象。神国中央，那座屹立于天地之巅的真皇神殿内，王座之上，身着七彩羽衣的女帝猛地睁开了双眸，一口金色的地血不受控制地从嘴角吐出。噗！那张颠倒众生的绝世容颜上，此刻满是惊骇。就在刚刚，他降临下界的那道投影，被一股无法抗衡的恐怖力量彻底抹去了。不仅如此，对方更是在抹杀他投影的瞬间，锁定了他本尊的坐标。这怎么可能？跨界投影，因果单向，一旦被毁，便如断线风筝。对方是如何逆着已经崩碎的法则通道，找到他在这浩瀚9天的真身所在的？这种手段已经远远超出他的认知。是谁？女帝的声音在空旷的神殿中回响，蕴含着无尽的怒火与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恐惧。然而他的话音还未落下，轰隆，整个血环天毫无征兆的剧烈震颤起来。血环天穹，那片由大道法则交织而成的无上天幕，竟像是脆弱的琉璃一般，被一股蛮横到极点的力量从外面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裂口之中混沌翻涌，时空乱流肆虐。紧接着，一根修长的手指从那裂口中缓缓落下。那根手指之上出现的瞬间，整个血环天的大道法则在这一瞬间发出哀鸣，所有飞舞的仙禽僵在空中，所有流淌的法则之海凝固成冰，所有梧桐神木停止了摇曳。时间与空间仿佛都被这根手指的出现强行镇压了。那是什么东西？天哪！有敌袭！敌袭！是谁敢攻打我真皇神国？短暂的死寂之后，神国内无数闭关的老祖、沉睡的强者全都被惊醒。他们冲出自己的洞府，骇然地望着天穹之上那根缓缓降临的手指。真皇神殿内，女帝豁然起身，那双高傲的凤眸死死地盯着那根手指，滔天的地威如火山般爆发。惊骇过后是无边的震怒。奇耻大辱！自他登临帝位，执掌血环天以来，万族来朝，诸天拜服，何曾有人敢如此嚣张？不仅毁他投影，更是直接打穿了世界壁垒，将攻击降临到他的祖地之上。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是在当着诸天万界的面，狠狠地将他真皇一族的脸踩在脚下摩擦。不管你是谁，敢犯我真皇天威，本帝今日定要你神形俱灭！女帝怒喝一声，声音化作滚滚天雷，响彻整个神国。她一步踏出神殿，玲珑有致的身躯爆发出无量神光，一身长发无风自动，每一根发丝都仿佛化作一道斩裂万古的剑气。地道真皇焚尸录，他玉手捏印，身后的无尽虚空之中，一尊庞大到无法形容的真皇法相轰然显现。这才是他真正的手段。法相一出，天地震颤，整个血环天仿佛都承受不住这股力量。力！一声啼鸣，震碎9天。那真皇法相双翅一震，无穷无尽的真皇神火化作一片足以焚灭万古的赤色汪洋，逆卷而上，要将那根胆敢冒犯帝威的手指彻底焚烧成虚无。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幕，天穹之上那根手指的动作没有丝毫停滞，他只是继续着自己下压的动作，对着那片焚天逐海的赤色火海轻轻的一按。那片由女帝本尊催动的蕴含着真正地道法则的无上火海，在那一指之下，从中心开始被直接暗灭。整个血环天再次陷入了死寂。所有刚刚还叫嚣着要将来犯之敌碎尸万段的真皇族强者，此刻全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鸡，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脸上只剩下无尽的呆滞与茫然。女帝那张绝美的脸上血色瞬间褪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惨白。她全力催动的地道神通被抹掉了。不！女帝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起！万皇朝宗御天大阵，她疯狂地燃烧地血，一道道本源精华不要钱似的喷出，融入脚下的大地。嗡嗡嗡！刹那间，血环天境内9999座梧桐神山同时亮起，冲出1万道神光。这些神光在天穹之上汇聚，交织成一道巨大无边的七彩光幕，将整个神国笼罩其中。这是他们真皇一族的护族大阵，由历代真皇大帝不断布置，
与整个神国的本源相连，号称万法不侵。然而，就在那七彩光幕刚刚成型的瞬间，那根手指已经落了下来，指尖轻轻地点在了光幕之上。咔！一声清脆的宛如琉璃碎裂的声音从指尖与光幕接触的地方响起，紧接着一道微不可见的裂痕如同蛛网般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开来。咔嚓咔嚓咔嚓，那汇聚了整个神国之力，承载了真皇一族万古荣耀的护族大阵，在那根手指面前脆弱的如同纸张一般轰然破碎，化作漫天绚烂的光雨洒落而下。噗！阵法被破，女帝如遭雷噬，整个人从空中被一股无法抗拒的伟力狠狠砸落，如同陨石般撞入真皇神殿前的广场，将那由神经铺就的地面都砸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尘埃落定，女帝挣扎着从坑中爬起，她身上的七彩羽衣变得残破不堪，嘴角挂着刺目的金色滴血，气息萎靡到了极点。那张绝世的容颜上再无高傲与威严，只剩下无尽的骇然与茫然。尘埃落定，女帝挣扎着从坑中爬起，她身上的七彩羽衣变得残破不堪，嘴角挂着刺目的金色滴血，气息萎靡到了极点。那张绝世的容颜上只剩下无尽的骇然。败了，一败涂地。从对方出手到他底牌进出，再到此刻的惨败，整个过程甚至没有超过10个呼吸的时间。他连对方是谁，是男是女，是何模样都不知道，仅仅是一根手指，一根从下界而来跨越了无穷时空的手指，就将他这位执掌一方神国威震圣界的女帝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女帝抬起头，失魂落魄地望着天穹那缓缓消散的巨大裂口，以及那根正在淡去的手指。那根手指仿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没有继续攻击，那是一种无声的蔑视，仿佛在说：打你一指足矣。屈辱、愤怒、恐惧、不甘，种种情绪在女帝心中交织，让她那双美丽的凤眸瞬间被血丝所充斥，变得无比疯狂。她可以败，甚至可以死，但绝不能承受如此奇耻大辱。很好，她眼中闪过一抹决绝，猛地一咬舌尖。噗！她猛地一咬舌尖，张嘴喷出一团燃烧着七彩火焰的本源魂光。这魂光离体的瞬间，她本就萎靡的气息瞬间跌落谷底，那张绝世的容颜都仿佛失去了所有神采，瞬间苍老了1000年。但这团魂光并未攻向天穹，而是化作一道血色闪电，径直射向了血环神国最深处，那座连他平日里都需行礼叩拜的古老祖祠。恭请老祖仙气。女帝用尽最后的气力，发出了一声撕心裂的尖笑。轰！整个血环神国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唤醒，那座古老的祖祠轰然炸开，一道足以让9天10地所有强者都为之站立的无上气息从中缓缓升起。那并非活着的生灵，而是一件器物，一根灵羽，一根不过巴掌大小，却仿佛承载着一方宇宙生灭，通体燃烧着混沌仙火的七彩灵羽。它出现的刹那，整个神国仿佛点亮了一般，无尽神光陡然爆发，仿佛它才是这方天地的唯一主宰。真皇祖羽乃是真皇一族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始祖，在远行前退下的唯一一根本源之羽，蕴含着超越地境的无上伟力。这是他们血环神国真正的定海神针，是镇压万古气运的无上仙气。给本帝死！女帝状若疯魔，用尽最后的意志引动了那根足羽。嗡！足羽轻轻一颤，一缕混沌仙火从中飘落，整个血环神国的天穹瞬间被烧出一个连通无尽混沌的恐怖窟窿。这一击的威能足以将一方小世界连同其过去未来一并从时间长河中彻底抹去。然而就在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即将锁定那根手指的刹那，青云峰下小院之中，正准备收回手指的王腾眉头微微一挑，那双慵懒的眸子里第一次露出些许感兴趣的神色。咦，这根灵羽还挺好看的。他那已经开始变得虚幻的手指忽然再次凝实，下一瞬，血环神国的天穹之上，那根即将消散的擎天巨指绽放出一道柔和清光。这道清光眨眼间落在了那根不可一世的真皇足羽之上，正在疯狂燃烧，即将爆发出无上仙威的足羽，在被清光触碰的刹那，竟猛地一滞，其上那足以焚灭万古的混沌仙火，如同遇到了它的主人，非但没有抗拒，反而瞬间收敛，温顺的像一只小猫。紧接着，在女帝，在整个真皇神国无数强者那呆滞不敢置信的目光中，那根代表着他们一族最终底牌的真皇足羽发出一声似是委屈又似是雀跃的轻鸣，竟主动挣脱了女帝的掌控，化作一道流光，无比乖巧地飞向了那根手指，绕着指尖轻昵地蹭了蹭，最后光芒一闪，彻底消失不见，像是离家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宿。静！整个血环神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死寂，
所有真皇族的强者都像是被施了定身咒的泥塑，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眼珠子瞪得快要从眼眶里掉出来，大脑一片空白。没了，老祖宗留下的无上仙气就这么没了。广场的巨坑之中，女帝那疯狂的表情彻底凝固在了脸上，她眼中的愤怒、不甘、决绝在这一刻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茫然。她呆呆地望着天穹之上那根收走了足语后似乎心满意足又开始缓缓变得虚幻的手指，整个世界仿佛都失去了色彩与声音。咔嚓，眼前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让他那坚如神铁的地心产生了裂痕。这一切是真的吗？不可能是真的。一根手指跨越世界屏障而来，便能将一方不朽神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合理。所以一个念头如同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疯狂地在他脑海中滋生。是幻觉，这一切都是假的，是我闭关出了差错，引动了心魔。眼前这个毁了自己神国，弹指间镇压自己，甚至连老祖宗的仙气都能随手收走的恐怖存在，根本就不是外界的敌人，而是我内心最深处恐惧的具象化，是我正道路上最大的心魔劫。对，一定是这样。只要我看破虚妄，守住本心，这根手指，这座被毁的神殿，这漫天的屈辱都会如泡影般散去。女帝的眼神从茫然渐渐变得坚定清明，她似乎找到了一个能够让自己接受的真相。然而就在她努力说服自己，试图看破心魔的瞬间，那道平淡而慵懒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打了我的人，毁了你的国，收了你的鸟毛，这事就算两清了。今天就当给你个小小的教训，以后安分点。声音落下，那根手指彻底消散，天穹之上那巨大的空间裂口也随之缓缓愈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那满目疮痍的神国和那座深不见底的巨坑在无声地诉说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是何等的真实。女帝那刚刚凝聚起来的道心在这几句平淡的话语面前再一次寸寸崩碎。小小的教训，她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不久之前在那方大世界中自己对着那只冤虚凶兽也是用这般高高在上的语气说着要给对方一个小小的教训。何其相似的一幕，何其讽刺的一幕。原来在对方眼中，自己这位执掌血还天威压万古的女帝与那只下界的凶兽并无区别，都是可以被随意教训的蝼蚁。噗！女帝再也压制不住那股崩塌的反噬，又是一口地血喷出，将身前地面染得一片惊红。她抬起头，失魂落魄地望着已经恢复如初的天穹，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呵呵，一声意义不明的轻笑从她嘴角溢出。呵呵哈哈哈！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癫狂，充满了无尽悲凉，回荡在死寂的真皇神殿上空。一代女帝，睥睨诸天。今日道心崩了，圣界浩瀚无垠，不知其几千万里。除了真皇一族执掌的血还天，亦有其他古老道统与无上神国并存于世。在一方被无尽混沌剑气所包裹，连时光长河都绕道而行的恐怖神域天剑神域。神域之巅，一座由亿万柄残破古剑堆砌而成的王座之上，一名身着朴素麻衣的男子正闭目静坐。他明明就坐在那里，却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不存在于过去、现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点，就在王腾手指破入血还天的瞬间。这名麻衣男子的眼眸猛地睁开，两道仿佛能斩断因果轮回的绝世剑光自他眼中一闪而逝，瞬间洞穿了神域的壁垒，望向遥远的血还天方向。天剑神域。那名盘坐于亿万残剑王座之上的麻衣男子，眼中的剑光缓缓敛去，但眸底的惊异之色却愈发浓重。他周遭那亿万柄残破古剑，此刻竟都发出低沉的嗡鸣，仿佛在回应着主人的心绪，又仿佛在畏惧着那股一闪而逝的来自血还天方向的恐怖气息。那股气息苍茫浩瀚，好惊人的波动，那是凤青天那个女人的气息，但又掺杂了一股不一样的意味。男子喃喃自语：凤青天，血还天的女帝，一个心高气傲且霸道到了极点的女人。她的道是霸道，是审判，可刚才那股气息却带着一股苍茫浩瀚的意味。难道是他触碰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门槛，突破了？男子眉头紧锁，心中惊疑不定。地境之上还有路，这是他们这些在圣界之中的存在都心知肚明的秘密。可那条路早已断绝许久。凤青天当真有如此天资，能逆天接续断路？若真是如此，那圣界的格局怕是要彻底改写了。与此同时，圣界另一端，一方被混沌阴阳二气缭绕的奇异地界。此地没有日月星辰，只有一道横贯天地的太极图，缓缓旋转，演化着万物生灭的无上之理。太极图的阳鱼鱼眼之上，一名身着阴阳道袍的青年正百无聊赖地拨弄着身前的龟甲铜钱。
忽然，他那拨弄铜钱的手指猛地一顿，咦！青年发出一声轻咦，那双仿若孩童般的清亮眸子瞬间变得幽深。他五指飞快掐动，身前的龟甲铜钱无风自动，竟化作一道道玄奥的轨迹，在他面前的虚空中构建出一片模糊的星图。而在那星图的角落，一处早已暗淡无数岁月的星域，此刻竟突兀地亮起了一丝光芒。古界，藏土。青年看着那一丝光亮，口中喃喃自语，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有意思，真是有意思。难道是那片奇异之地竟然又泛起了生机？是某个沉睡的老怪物苏醒了，还是有什么了不得的变数诞生了？看来这沉寂了万古的棋盘终于要动了。血还天，真皇神殿。女帝凤青天癫狂的笑声还在那片狼藉的废墟之上回荡，那笑声中的悲凉与绝望，让每一个听到的真皇族人都感到一阵发自神魂的寒意。就在此时，10道苍老而威严的气息自神国各处冲天而起，瞬间降临到了真皇神殿之前。那是10名须发皆白、身着古老祭祀服饰的老者，他们是真皇一族真正的底蕴，是沉睡了无数岁月、非灭族之祸绝不出世的10大长老。然而此刻，他们的脸上无一不是凝重与骇然。为首的大长老目光扫过那满目疮痍的神国，感受着空气中残留的那股令他都感到心惊肉跳的至高道韵，最后落在了那个跌坐在巨坑之中、披头散发、状若疯魔的女帝身上。他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复杂之色，有惋惜，更有痛心。凤青天，大长老开口，声音不大，却瞬间压下了凤青天那癫狂的笑声。凤青天茫然地抬起头，那双失去了所有神采的凤眸空洞地望着眼前的10位老祖。大长老，你可知罪？大长老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凤青天没有回答，只是痴痴地笑着，嘴里反复念叨着：假的，都是假的，是心魔，是我的劫。看着他这副模样，大长老眼中的最后一丝惋惜也化作了失望。道心已碎，神志不清。凤青天，你已不配为我血还天女帝。他不再看他，而是转身，威严的声音传遍整个血还天。吾等宣布，女帝凤青天因招惹无上存在，致使神国蒙羞，更遗失镇族仙气真皇族语，罪无可恕。即日起废黜其地位，送入万古藏皇渊必死关，不破心魔，永世不得出。此言一出，整个神国一片死寂。万古藏皇渊，那是真皇一族历代犯下大错的强者的埋骨之地，九死一生，但也是其真皇一族的涅槃之地。真皇一族曾出过不少绝世天骄，曾在其中涅槃重生，自此一飞冲天。凤青天听到这话，那空洞的眼神似乎有了一丝波动，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声凄然的惨笑，任由2位长老上前带离神殿。传凤长青。大长老再次开口。很快，一名气质温润儒雅、眉宇间却带着一股沉稳之气的中年男子来到大长老面前，躬身行礼。长青在，从今日起由你暂代地位，执掌血还天。大长老看着他，沉声道：眼下神国之内人心惶惶，神国之外强敌环伺，你可能担起此任。凤长青与凤青天同辈，但性格截然相反。他不好争斗，长袖善舞，将神国内部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族中威望极高。凤长青抬起头，神色坚毅。长青定不负诸位老祖所托。好。大长老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对于今日之事，你如何看？凤长青沉吟片刻，缓缓开口：那位存在深不可测，其一指破戒，言语间却并无赶尽杀绝之意，更像是一次警告。他收走族语，回我族大阵，看似霸道，实则更像是对凤青天反击的一种警告。今天就当给你个小小的教训。凤长青将王腾的那句话轻声复述了一遍，所以肯定是因为凤青天招惹了那位存在。而从刚刚那片破碎空间透出的气息看来，那位存在应该是在古界之中。大长老眼中露出一丝赞许，能在如此巨大的变故之下依旧保持冷静，并迅速分析出关键，凤长青确实是眼下最合适的人选。那你打算如何做？2件事。凤长青条理清晰地说道：第一，对圣界各方宣布，女帝凤青天于修行中偶有所感，窥得地境之上的无上玄机，即日起必死关，冲击更高境界，以此稳住我族声威，震慑宵小。第二，秘密派遣一队人马前往古界。看样子古界中还是有着不少秘密，毕竟是曾经的万界源头。虽然不知道从哪个纪元开始大道蒙蔽，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还是得重视起来。大长老目光悠远，似乎在回忆着某些古老的秘闻。凤长青点了点头，颔首道：
恰好古界中的藏土好像在前些日子宣告万界，藏土重开，让所有年轻俊杰前去探讨学习，我们正好借此机会窥探一二。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无比郑重。我会亲自挑选心性最沉稳的族人前往，并对他们下达死命令，找到族语的踪迹，或是那位持有族语的存在后，不得有任何不敬，不得有任何试探，必须以最高规格的礼节表明我族并无恶意，只为赎罪。我们惹不起。最后那几个字凤长青说得无比苦涩。大长老沉默了许久，最终长叹一声，准了。就在血环天紧锣密鼓地安排着一切之时，那方被阴阳二气笼罩的太极神庭，一道声音响彻了整个圣界。天机演变，藏土复苏，万古未有之大机缘即将在古界现世。古界东荒，青云峰下的风波早已传遍东荒。幻花公主花千羽一夕顿悟，勘破心魔，一步登天，成就圣人王之位。此消息一出，整个东荒震动，无数道统分分遣人前来道贺，想要一探究竟，但无一例外全都被拒之门外。此刻的幻花宫山门紧闭，大阵全开，一派肃杀之气，因为他们在等一个人，等一个必然会来的人。幻花宫山门前，祥云自天边而来，佛光普照，梵音阵阵，一道白衣胜雪的身影脚踏金色莲台，缓缓降临。他面容俊美，眉心一点朱砂，更添神圣。只是那双本该悲悯众生的眸子深处，却藏着一丝阴鸷。正是自金刚藏德赶来的烂陀寺佛子继承。阿弥陀佛。继承双手合十，声音清越，传遍整个幻花宫。烂陀寺继承特来恭贺花公主破境之喜，还请施主开门一见。他将恭贺二字咬得极重，其中蕴含的意境之力，让守山弟子们瞬间脸色苍白翁。护山大阵应声而开，一条由花瓣铺就的道路从山门一直延伸到继承的脚下。花千羽清冷的声音自山顶传来：佛子大驾光临，幻花宫蓬荜生辉，请。继承面无表情，缓缓踏上那条花路。他倒要看看这个走了歪门邪道的女人究竟得了什么造化，敢如此有恃无恐。幻花宫主殿广场，花千羽一袭宫装立于殿前，在他身后是江若薇和一众神情紧张的长老弟子。但与弟子们的紧张不同，此刻的花千羽脸上没有了丝毫的迷茫与惶恐，那双颠倒众生的清澈凤眸仿佛能看穿人心。在得到王腾的点拨，亲眼见证了繁花亦可正道的神迹之后，他的道心已然坚如磐石。继承的身影由远及近，最终落在了广场中央，与花千羽遥遥相对。四目交汇，虚空中仿佛有无形的电光在闪烁。花施主。继承率先开口，语气平淡。短短10日，施主竟已踏入圣人王之境，可喜可贺。只是你这道走偏了。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悲天悯人之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施主如今被红尘欲望蒙蔽了双眼，越陷越深。今日我便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废去这身污秽修为，随我回烂陀寺敬诵佛经100年，或可洗去一身罪业。此言一出，幻花宫众人无不义愤填膺。这哪里是度化，分明是羞辱。花千羽闻言却不怒反笑，那笑声如银铃般清脆，却带着一丝的讥巧。佛子说我走偏了。他轻轻反问，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众人耳中。敢问佛子，何为正，何为偏？是你烂陀寺走的，便是正道；我幻花宫修的，便是歧途。继承眉头微蹙，七情六欲乃万恶之源，烦恼之根。我佛门斩断根源，求得清净自在，自然是无上正法。尔等以欲望为引，颠倒众生，玩弄人心，与魔道合意。哈哈哈！花千羽笑得更大声了。他向前一步，周身七彩神光流转，圣人王的气息轰然散开。万恶之源，烦恼之根。他的目光陡然变得锐利。佛子此言差矣。喜怒哀乐是生灵之本，七情六欲是人性之基。若无情，生灵与顽石何异？若无欲，世界与死欲何干？你烂陀寺要斩断七情六欲，无异于自断根基，自掘坟墓。一群连活着都未曾真正体会过的苦修士，却妄图去定义何为正道，简直是本末倒置，贻笑大方。你说我等玩弄人心，那你烂陀寺以极乐净土诱惑信徒，以轮回业报恐吓世人，难道就不是在玩弄人心吗？轰！这一番话字字诛心，如同惊雷在继承的耳中炸响。他那张神圣的面孔瞬间变得有些难看，尤其是自掘坟墓4个字，更是狠狠地刺痛了他在金刚藏地。他不正是因为心生嫉妒，佛心失守，才被不动明王设立反噬，错失了天大的机缘吗？那正是他内心滋生的贪嗔痴。一派胡言。
继承厉声喝道，周身佛光大盛，试图以无上佛法镇压花千羽的魔音。我佛慈悲，乃是为众生指明方向，脱离苦海，岂是二等污秽之法所能比拟？还不速速放下执念，指明方向？花千羽嗤笑一声，眼中充满了鄙夷。他想起了前辈王腾的话，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佛子言必称放下我执，可你脚踏莲台，俯瞰苍生，认定唯有你烂陀寺的道才是唯一的正途，还要强行将别人的路堵死，这难道不是世间最大的我执吗？你！继承如遭雷击，猛地后退了一步，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最大的我执，这几个字仿佛一把尖刀，狠狠地扎进了他那看似圆满的佛心之中。是啊，他自诩佛子，视幻花宫为魔道，一心要将其度化，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源于我的执念吗？凭什么他的道就是对的？凭什么别人的道就是错的？而且他甚至借由此道成就地入之机，这甚至是他一直苦苦追寻而不可得的成就。噗！心神失守之下，佛心瞬间动摇，继承再也压制不住内伤，一口金色的佛血猛地喷了出来。他败了，不是败在修为上，而是败在了道上。对方三言两语就将他引以为傲的无上佛法驳斥得体无完肤。而就在他佛心破碎、气息紊乱的刹那，嗡！一串悬挂在他腰间的古朴念珠突然绽放出一阵柔和的七彩霞光。这串念珠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发出一声喜悦的清鸣，竟自动从继承腰间挣脱飞出，化作一道流光，径直朝着花千羽飞去。继承大惊失色，伸手欲抓，却抓了个空。那串念珠无比温顺地落入了花千羽的掌心，其上的七彩霞光与他身上的道韵完美地融为一体，仿佛本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这是花千羽身后的江若薇和一众长老在看清那串念珠的瞬间，全都如遭雷击，激动得浑身发抖，热泪盈眶。七情菩提珠，是祖师的七情菩提珠，是妙玉祖师的本命佛宝。他怎么会在烂陀寺佛子的身上？幻花宫典籍记载，他们的开派祖师妙玉菩萨曾有一件随身佛宝，名为七情菩提珠，乃是他以自身之道孕育而生，威能无穷。但在祖师作化后，这串菩提珠却在宗门内不翼而飞，成了幻花宫数万年来最大的悬案。他们派人寻找了无数岁月，都杳无音信，没想到今日竟以这种方式物归原主。一瞬间，所有幻花宫门人看向继承的目光都变了。就在此时，花千羽手中的七情菩提珠光芒越来越盛，他仿佛是感受到同源的气息，感受到这条路终于在万古之后被人重新走了下去，甚至走得更远。珠串之上，那温润的佛光与璀璨的七彩神光交织在一起，渐渐的光芒汇聚，竟在菩提珠的上空缓缓浮现出了一段段画面。那七彩菩提珠悬浮于花千羽掌心之上，光芒大盛，如同一轮微缩的七彩骄阳，将整座幻花宫广场映照得如梦似幻。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光芒所吸引，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光影交织，在菩提珠的上方，一幕幕画面如同画卷般缓缓展开。画面之初是一片混沌，混沌中一名女婴咕咕坠地，眉心一点朱砂，生来便有七情菩提珠半生。她天生清净大道，对佛法有着无与伦比的领悟力。画面一转，少女拜入烂陀寺，她光芒万丈，如同佛陀转世，无论何等深奥的佛经，她都能一眼看破，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她很快便成为烂陀寺万年以来最杰出的弟子，被尊为妙玉菩萨。而在那耀眼的光芒之下，总有一个身影默默地站在角落。那是一个同样穿着僧袍的年轻僧人，面容与此刻的继承有7、8分相似，只是少了几分出尘，多了几分不甘。随着妙玉菩萨舌灿莲花，引得诸佛共鸣，天降祥瑞之时，那个年轻僧人的眼中钦佩与嫉妒便会越加浓厚。他就是当年的继承。原来佛子与我派祖师竟是同辈之人。有幻花宫长老失声惊呼，语气中满是难以置信。画面继续流转，妙玉菩萨的道越走越远，他渐渐发现烂陀寺斩断七情六欲的清净道与他天人合一，以情正道的理念背道而驰。佛非无情，乃是大情，斩情非道，而是囚笼。在一座古老的佛殿中，他与寺中几位高僧辩法，一字一句振聋发聩。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出走佛门，另立道统。此举无异于叛教，整个烂陀寺为之震动，无数高僧怒斥其为佛门败类。就在此时，一直沉默的继承站了出来，他义正言辞，满脸悲悯，对着众僧高声道：妙玉师妹误入歧途，已生心魔，但佛门慈悲，不应赶尽杀绝。我提议剔其佛骨，废其佛法，让他以凡人之躯自立红尘，或有一日能幡然醒悟。踢下佛骨，画面中
所有人都看到了季晨在说出这4个字时，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贪婪与怨恨。最终，烂陀寺同意了。那是一场残忍的刑罚。一块蕴含着妙玉菩萨毕生佛法精髓与道蕴的金色佛骨，被硬生生地从他体内剥离。画面中的妙玉菩萨面色惨白，却未发出一声惨叫。他只是用一种无比复杂的眼神，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主张踢他佛骨的师兄，随后毅然转身离开了这座他修行多年的古刹。看到这一幕，幻花宫所有弟子已是双拳紧握，玉气渲染。而这还不是结束，画面再转，已是数百年后，妙玉菩萨创立幻花宫，以残缺之身硬生生修至准地之境，即将引动地劫，正道成地。那一日，天穹之上，雷云汇聚，大道轰鸣。就在妙玉菩萨即将迈出那最后一步的瞬间，虚空中18道被黑雾笼罩的鬼魅身影悍然出手，每一道身影都拥有着圣人王级别的恐怖修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爆发。妙玉菩萨本就因失了佛骨，根基有损，此刻又遭18名强者围攻，终究是双拳难敌4手。他喋血长空，从天穹坠落，生机飞速流逝。而在他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拼尽全力看清了其中一名偷袭者的脸。那张脸上黑雾散去，露出的正是季晨那张充满了扭曲快意的笑容。他缓步上前，在那无数幻花宫弟子悲痛欲绝的目光中，俯下身，从妙玉菩萨渐渐冰冷的尸身上摘走了那串七情谱，提出画面，在此刻定格，而后轰然消散。整个幻花宫广场陷入一片死寂，真落可闻。所有人都被这尘封万古的真相冲击的大脑一片空白。偷袭、围杀、夺宝，原来他们敬仰了万古的祖师，并非作画，而是被人谋害。而凶手就是眼前这个道貌岸然、口口声声慈悲为怀的烂陀寺佛子。啊！短暂的死寂之后，是火山喷发般的滔天怒火。畜生！你这个伪君子，杀人凶手，还我祖师命来！幻花宫上下，无论长老还是弟子，此刻双目赤红，杀意如潮水般涌向广场中央的季晨。花千羽立于原地，一言不发，但他周身流转的七彩神光却变得无比凌厉。那双美丽的凤眸中满含杀意。不是的，这不是真的！季晨彻底慌了，他面无人色，踉跄后退，惊恐地看着众人，嘴里语无伦次地辩解着：是幻术，是这妖女的幻术，这一切都是假的。他最大的秘密被当着天下人的面赤裸裸地揭开。假的！花千羽的声音冰冷，他缓缓抬起手，掌心的七情菩提珠散发七彩光芒。祖师遗宝，灵性不昧，岂会作伪？季晨，你还有何话可说？我……季晨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道心已碎，谎言被揭，万古谋划一朝成空。巨大的恐惧与绝望瞬间冲垮他的心房。噗！又是一口金色的佛血喷出，他的气息瞬间萎靡了起来。而就在他心神彻底崩溃的刹那，嗡！一道比太阳还要璀璨夺目的金光猛地从他的胸口处爆发出来。那金光之中，一块晶莹剔透的金色骨头不受控制的破体而出，悬浮在了半空之中。佛骨正是当年被季晨从妙玉菩萨体内亲手剥离出来的那块佛骨。它出现的瞬间，一股神圣气息瞬间弥漫整个广场。原来如此，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季晨当年主张剔骨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佛门清誉，而是为了将这块蕴含妙玉菩萨无上道蕴的佛骨据为己有。他此次前来索要幻花宫的无上真经，也根本不是为了度化，而是为了借助真经将这块佛骨与自己彻底融合，窃取妙玉祖师的道果，助他踏出那梦寐以求的准地一步。我的佛骨，回来！季晨状若疯魔，不顾一切的伸手，想要将那块佛骨重新夺回。然而，那块脱离了束缚的佛骨，只是轻轻一震，便将他的手掌震开。他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仿佛拥有自己的意识。那璀璨的金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最后，在所有人那错愕震惊的目光中，那块承载了妙玉菩萨一生道果的无上佛骨，竟缓缓地飘向了花千羽身后。那个从始至终都一言不发的少女，江若薇。这一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就连花千羽都愣在了原地。佛骨认主，为何会是若薇？难道一个荒唐的念头在他心中疯狂滋生？不，回来，那是我的，是我的！季晨彻底疯了，他向凡俗中输光了一切的赌徒，双目赤红，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猛地抓向那块即将触碰到江若薇的佛骨。然而佛骨只是轻轻一震，嗡！一道不容抗拒的金色涟漪扩散开来，季晨那疯魔的身影如同撞上一堵无形气墙，被狠狠地弹飞了出去，狼狈地摔在地上，又是一口污血喷出。佛骨
已然有了本能。他轻轻地悬停在了江若薇的眉心之前。江若薇眨了眨那双妩媚的大眼睛，有些好奇地伸出手指，想要戳一戳这个亮晶晶的骨头。就在他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那块佛骨骤然化作一团流光溢彩的金色液体，顺着他的眉心瞬间融入了他的体内。轰！一股恐怖能量在江若薇体内轰然引爆，那并非单纯的灵力，而是一种蕴含着磅礴生命精气的气血之力。这股力量并非凭空而来，正是王腾做的那些烧烤。因为那些肉中蕴含的气血之力过于庞大，所有王腾做过特殊处理，会在日积月累的修炼中慢慢释放出来，所以一直沉寂在他四肢百骸的深处。而此刻妙玉菩萨的佛骨就像是一把钥匙，他瞬间打开了宝库的大门，点燃了那座沉寂的火山。啊！江若薇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吟，她只感觉自己的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甚至每一个细胞都在被那股金色洪流疯狂冲刷。她的身躯开始绽放出璀璨夺目的神辉，肌肤变得如最顶级的羊脂美玉，流光溢彩。一头青丝无风自动，渐渐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更惊人的是她的气质，原本的妩媚妖娆并未褪去，反而像是被某种高贵神圣的气息所中和，媚骨天成却又宝相庄严。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在她身上完美的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神韵，空灵圣洁，却又带着一丝足以让神佛都为之动心的魅惑。花千羽呆呆地看着自己这位弟子的变化，恍惚间江若薇的身影似乎与那道绝世身影缓缓重合，一样的风华绝代，一样的道韵天成。不可能，这不可能！广场的另一端，季晨挣扎着爬起身，死死地盯着脱胎换骨的江若薇，脸上的表情从癫狂化为了恐惧与绝望。他看到江若薇身后仿佛有一株七彩的菩提树虚影一闪而逝，树下一朵金色的莲台缓缓凝聚，那是妙玉菩萨的道，是他一生追求的法。来世法，妙玉他研究的来世法，竟然是真的。季晨喃喃自语，随即像是想通了什么，突然爆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他指着自己，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我谋划万古，窃取道果，背叛同门，双手沾满血腥，自以为是棋手，到头来却只是别人轮回棋局上一个负责送还宝物的小丑，何其可悲，何其可笑！噗！心神彻底崩溃，万念俱灰，又是一口逆血喷出。然而花千羽却不会让他如此沉沦。季晨！一声冰冷刺骨的轻喝响彻天地。花千羽抬起手，掌心的七情菩提珠光芒大盛，代表着怒与哀的两颗珠子爆发出滔天神光。今日便用祖师的法来清算你万古罪业。他玉手轻轻一挥，那两道神光瞬间交织在一起，化作一道横贯天地的七彩神链，瞬间锁定季晨的身体。不！季晨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想反抗，想催动体内残存的佛法，但此刻的他却力有不逮。神链收紧，季晨的身躯与神魂在那七彩神光的绞杀之下被寸寸湮灭，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尘归尘，土归土，一代佛子就此形神俱灭。看着季晨消散的地方，浣花宫众人先是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祖师大仇得报，公主神威！无数弟子激动得热泪盈眶，朝着花千羽和江若薇的方向深深拜下。花千羽没有理会众人的欢呼，他的目光落在此刻气质大变的江若薇身上，眼神无比复杂。他挥手屏退了众人，喧闹的广场之上很快只剩下师徒二人。若薇，你现在感觉如何？花千羽的声音满含关切。江若薇感受着体内那股既熟悉又陌生的磅礴力量，那双灵动的眸子转了转，俏皮的眨了眨眼，感觉前所未有的好，好像一口气能吃10份烤肉。一句玩笑话让凝重的气氛缓和了些许。花千羽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即神色变得无比郑重。他将手中的七情菩提珠递了过去，此物连同你体内的佛骨本就是一体，如今佛骨与你连为一体，何该由你执掌。江若薇看着那串流光溢彩的菩提珠，没有立刻去接，反而有些苦恼地蹙起了秀眉。师父，我真的是祖师转世吗？可我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只记得我叫江若薇，从小在东荒长大。你是你，他是他。花千羽目光深邃，语气坚定。或许有因果，但绝非一人。你的道终究要自己去走，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他顿了顿，话锋一转，眼中流露出一丝追忆与向往。不过你此番的造化与疑问，或许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有所解答。什么地方？藏土。花千羽缓缓吐出2个字。我曾在一份祖师遗留下的手札中看到过记载，他老人家在冲击地境的前夕，曾孤身一人去过东荒境的藏土。
他在手札中提及，曾在藏土深处与一位神秘的古老存在论道，探讨的正是来生与轮回的奥秘。祖师认为，我幻花宫的七情大道走到极致，或许能触碰到轮回的真谛，而藏土便是验证这一切的关键之地。说到这里，花千羽的目光灼灼地看着江若薇。如今藏土传来消息，即将重开，这既是万古未有之大变局，或许也是你的机缘。江若薇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伸出手接过了那串七情菩提珠，珠串入手温润，与她体内的佛骨瞬间产生了共鸣，一股血脉相连的感觉油然而生。她握着菩提珠，抬起头望向遥远的天际。藏土、轮回，这一切对她来说都还太过遥远和陌生，但不知为何，她的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另一道身影。那道躺在躺椅上，明明俊逸非凡，却总是一副懒洋洋，仿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身影。自己身上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归根结底不就是从他踏入他的小院中开始的吗？这趟藏土之行或许会很有趣呢。瑶池圣地，云雾缭绕，仙气氤氲，主峰之巅，宏伟的瑶池圣殿内，琉璃为瓦，神玉为柱，地面光洁如镜，倒映着穹顶的星辰流转图，气氛肃穆，落针可闻。数百名瑶池核心弟子分列两侧，神情各异，他们的目光无一例外地汇聚在最高处那张由万年冰莲雕琢而成的宝座上。宝座之上，瑶池圣主端坐，身姿朦胧，看不清真容。藏土将开，黄金大势开启，万古变局已至。圣主的声音传来，清冷而空灵，不带丝毫感情。此行既是机缘，亦是杀劫。藏土之内埋葬着不止一个时代的秘密，有成帝的希望，亦有让圣人王都喋血的凶险。非天资卓绝，心智坚定者不可入。殿下众弟子呼吸都为之一致，终于要来了。沉寂了无数岁月的禁地藏土，终于要向他们这一代人敞开大门了。经圣地长老会决议，此番前往藏土者共有10人。瑶池圣主的声音再次响起，开始宣读名单：紫霞峰赵千月，落英峰陈雪。每念出一个名字，便有一名弟子激动得满脸通红，躬身出列，恭敬行礼。而更多的弟子则是眼中的光芒一纷纷暗淡下去。林瑶站在人群的最前方，一身白衣胜雪，身姿窈窕。他静静地听着，一双清亮的眸子里满是兴奋。他攥紧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去，我一定要去。哥哥一想到那道看似懒洋洋，实际背负许多的身影，林瑶的心就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揪住，一阵阵发酸。是他太蠢了，蠢到一直以为哥哥是自甘堕落，是不求上进。直到那天，他推开那间杂物间的门，看到那一屋子能让各大圣地都为之疯狂的宝物，他才幡然醒悟。那不是堕落，是自污；那不是不上进，是隐忍。他一个人默默地背负着那足以压垮任何人的惊天秘密，将所有的危险都挡在外面，为他撑起一片可以任性胡闹的天空。而自己呢，还在为自己那所谓的先天道胎，那所谓的修行速度沾沾自喜，甚至还觉得哥哥不思进取，想着法子去点醒他。何其讽刺，何其可笑。每每想起这些，他便羞愤不已。他以前也算勤奋，但那份勤奋在哥哥默默承受的重压面前，简直就不值一提。他以前甚至偶尔还会因为修炼枯燥，偷偷溜出圣地去玩。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哥哥他太苦了，太累了。从前是他保护我，从今往后该换我来保护他了。我要变强，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强到足以站在他的身前，为他遮风挡雨，强到让整个世界都不敢再觊觎他身后的秘密。所以这藏土他非去不可。这不仅仅是一次历练，更是他成为真正强者的第一步。名单一个接一个的念出，林瑶的心也一点点提到了嗓子眼。天书峰李若兰。当最后一个名字落下，瑶池圣主的声音便停了下来。整个大殿一片寂静。没有我，怎么会没有我？林瑶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宝座之上，瑶池圣主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似乎是看出他的疑惑。林瑶，圣主的声音带上一丝柔和。你不必去。为何？林瑶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颇为激动。瑶池圣主缓缓道：你是万古罕见的先天道胎，天生与道相合，你的未来是那至高无上的帝座。只要你按部就班的修行，大道便为你铺陈。藏土那等凶险混乱之地，充满了太多的变数，不适合你。你的路应当是坦途，而非歧路。一番话说得再情在理，更是道出圣帝对他的无尽期许。若是换作以前，听到师尊如此评价，林瑶或许会感到骄傲与窃喜，但现在这些话听在他耳中，
却无比的刺耳。坦途，他根本不想也不能走什么坦途了。当哥哥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日复一日地承受着未知的恐惧时，他凭什么心安理得地待在圣地里，享受着最顶级的资源，走着最平顺的道路？师尊，灵瑶猛地向前一步，挺直脊背，一字一句地说道：“弟子想去。”轰！这4个字铿锵有力，所有人都颇有些惊讶地看向他，他竟然敢当众顶撞圣主。就连高高在上的瑶池圣主眸中也是闪过一丝波动，显然也被灵瑶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惊到了。你说什么？圣主的声音重新恢复了清冷。弟子说，弟子想去。灵瑶抬起头，那双曾经清澈天真的眸子里此刻燃烧着前灼灼火焰。弟子斗胆，请问师尊，自古以来哪一位大帝是躲在宗门里闭关做出来的？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安逸中也磨砺不出无敌的道心。弟子若今日连区区一个藏土都不敢踏足，将来又何谈面对正道路上的万千劫难，何谈去争夺那大地果地？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却也让在场许多弟子都听得热血沸腾，感同身受。但瑶池圣主却不为所动。你的道与他们不同，无需争，无需抢，那便是你的。不，灵瑶断然摇头，眼眶微微泛红。师尊，您不懂。是啊，你们都不懂。你们不懂我为何要变强。你们只看得到我先天道胎修炼速度，却看不到我哥哥背负那份沉甸甸的东西。我必须更快，我有我必须守护的东西，有我必须承担的责任。灵瑶的声音坚定，这份责任，这份守护之心，才是我真正的道。如果不能为此而战，那我宁愿不要这所谓的坦途。说完，他竟双膝跪地，对着宝座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请师尊成全。一时间，整个大殿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灵瑶身上爆发出的那股执拗给震撼了。这还是那个他们印象中虽然天赋绝顶，但偶尔还会有些小任性的圣女吗？此刻的她像是一柄锋芒毕露的宝剑。宝座之上，瑶池圣主沉默了，他静静地看着下方跪着的弟子，那双能洞穿万骨的眼眸中浮现一抹困惑。他能感觉到灵瑶说的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个贪玩任性的天之娇女在几天之内就有了如此脱胎换骨的改变？瑶池圣主忽然觉得自己似乎从未真正了解过这个自己最看重的弟子。良久罢了，一声悠悠的叹息在大殿中响起。既然这是你的道，那为师便允了你。灵瑶闻言娇躯一颤，猛地抬起头，脸上满是惊喜。多谢师尊成全。你先别高兴得太早。瑶池圣主的声音再次变得清冷。藏土凶险，圣地也给不了你任何额外的保护。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可想好了？弟子想好了。灵瑶没有丝毫犹豫，重重的点头，眼中的光芒璀璨。哥哥，你等我，等我从藏土归来，我一定会变得更强，强到足以让你不再需要伪装。东荒太初圣地，这里是东荒最古老的传承之一，山门耸立于云海之上，仙鹤飞舞，一派仙家气象。但此刻在圣地最深处，那片连圣主都需通禀才能踏足的祖地之中，却上演着血腥一幕。轰！李建一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狠狠撞在石壁上，整座祖地震颤，蛛网般的裂痕以他为中心蔓延开来。噗！他张口喷出一块血块。他那件标志性的白衣此刻已被鲜血染得通红，俊朗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在他的对面，一名须发皆白，身穿古老道袍，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者正悬浮于半空。他周身气息强横，赫然散发着大圣威压。一只枯槁的手掌探出，掌心之中一团璀璨的光源正在被强行剥离，正是李建一的圣王道基。玄鹤老祖，为什么？李建一的声音嘶哑。玄鹤老祖是太初圣地活着的传奇，是看着他长大的前辈，是他曾经最敬重的几位师长之一。为什么？玄鹤老祖的脸上没有丝毫波澜，看向他的眼神冷漠的像是在看猪狗一般。建一，你的天资是太初圣地万年来的骄傲，你修成的无暇圣王道基更是天地间的瑰宝。老夫大限将至，与其让这道基随你一同在未来的地路争锋中化为尘埃，不如成全老夫，成全太初的未来。他声音陡然变得狂热，只要融合了你的道基，老夫便能破而后立，一窥准地门径。届时我太初圣地将军临东荒，万世不朽，这是你的荣幸。无耻，卑劣！李健一气得浑身发抖，心中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在这一刻轰然崩塌。这就是他誓死守护的宗门，这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师长。所谓的荣耀，所谓的未来，不过是满足一己私欲的借口。以前的种种从表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如果一深思，全是漏洞与破绽。
只不过自己过于相信宗门。他李建一从始至终都不过是他们眼中一株养肥了，可以随时收割的顶炉。呵，李建一忽然笑了，笑声中满是自嘲与悲凉。难怪你们对师兄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来你们从根子上就都烂透了。冥顽不灵。玄鹤老祖冷哼一声，加大了掌心的吸力，要将李建一的道基彻底剥夺啊！极致的痛苦让李建一发出野兽般的嘶吼，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圣王本源正在疯狂流逝。完了吗？自己所谓的一剑平山，到头来不过是个笑话。然而就在他即将魂飞魄散的瞬间，其苦海深处陡然一股巨大灵力爆发，赫然是王腾给他吃下的那颗果子中蕴含的灵力。这股力量一直沉睡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而此刻在玄鹤老祖大圣级别法则的刺激下，这股沉睡的力量被唤醒了。嗡！一股无法形容的至高气息猛然从李建一的身体中爆发开来。这是什么？玄鹤老祖脸色巨变，他感觉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大圣法则在这股气息面前竟像是遇到神灵一般，在疯狂地颤抖哀鸣，甚至开始自行崩溃。他掌心那即将成型的李建一道基猛然绽放出一道剧烈光芒，光芒倒卷而回，瞬间没入李建一的体内。下一刻，李建一受损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不仅如此，他那原本被强行剥离的道基在光芒的洗礼下变得比之前更加璀璨纯粹，仿佛经历了一场难以想象的蜕变。不，这不可能！这时玄鹤老祖突然发出惊恐的尖叫，他想要后退，却骇然发现自己已经被那股无形的气息死死锁定。那股气息顺着他与李建一之间的法则联系，反向侵蚀而来。啊！我的道，我的法则！玄鹤老祖抱着头痛苦的嘶吼，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苦修万载的大圣道果正在被不停吸收，就像是一滴墨水滴入了浩瀚的海洋，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便消散于无形。你到底是什么怪物？这是玄鹤老祖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话音未落，他整个人便如同被风化的雕像，从内到外寸寸化为飞灰，彻底从这片天地间消失。一名大圣就此陨落，祖地恢复了平静。李建一撑着墙壁缓缓站起身，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完好无损，甚至比之前更加强大的双手，又抬头望向祖地之外，那些闻讯赶来却又不敢靠近，一个个脸色煞白的太初长老和圣主，他们的眼中满是惊骇与忌惮。李建一的心彻底冷了。他仰天大笑，笑声中满是凄凉。从今日起，东荒再无太初李建一。话落，他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没有丝毫留恋地撕裂了太初圣地的护山大阵，消失在天际。青云峰下，小院之中，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王腾依旧躺在那张熟悉的躺椅上，手里拿着根狗尾巴草，有一搭没一搭地逗弄着趴在他肚皮上打盹的夭夭。林瑶站在一旁，一身白衣，看到这一幕并没有感觉到奇怪。几天前，王腾已经将收养了个小女孩夭夭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并没有觉得很奇怪，毕竟他自己也是哥哥捡回来的。他抬起头，缓缓开口说道：“哥，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去藏土。”哦，王腾眼皮都没抬一下。去呗，记得多带点好吃的，那地方鸟不拉屎，连个好吃的都没有。林瑶被他这满不在乎的态度气得一噎，跺了跺脚。哥，我是说认真的，我要去历练，我要变强。挺好。王腾终于睁开眼，懒洋洋地看了他一眼。年轻人嘛，是该多出去走走，见见世面。不过安全第一，打不过就跑，别硬撑，丢人不怕，丢命就亏了。就在这时，一道浑身是血的身影踉踉跄跄地从院外冲了进来，一头栽倒在地，激起一片尘土。正是刚刚脱离太初圣地的李建一。他讪笑开口道：“王兄，前辈，我来投靠你了。”王腾眉头一挑，坐直了身子，看了一眼狼狈不堪的李建一，又看了一眼旁边斗志昂扬的妹妹，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哟，这不巧了吗？这不是。他屈指一弹，一道灵力飞入李建一眉心，灵力化作一股温润的暖流。李建一只觉得浑身的伤势，包括神魂上的疲惫，都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愈合。片刻之后，他便恢复如初，甚至感觉修为都精进了几分。李建一连忙爬起来，对着王腾深深一拜，心中早已是惊涛骇浪。这等手段早已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行了，别拜了，都老熟人了。王腾摆了摆手，指了指林瑶：“正好，我妹妹要去藏土历练，你闲着也是闲着，就跟着去给她当个导游吧。”啊！李建一和林瑶同时愣住。前辈，我……李建一想说自己可是圣人王，
当导游是不是有点割？我不需要人保护。林瑶也急道，他是要去拼命的，不是去游山玩水的。谁让他保护你了？王腾瞥了他一眼，你是去帮我看着他，免得他被人骗。虽然你也经常被人骗，但是总归经验是要多一点的。说着，他手腕一翻，一根七彩流光的灵羽出现在掌心，正是那根从真皇一族那里借来的真皇族羽。此刻，灵羽之上所有的仙道气息都被彻底封禁，看起来就像一个做工精致的饰品。拿着，王腾随手将灵羽递给林瑶。前几天别人送的，我觉得你戴起来应该挺好看的。林瑶下意识地接过灵羽，入手一片温润，让她感觉通体舒坦，心中的烦躁都平复了许多。她虽然觉得哥哥的话不着调，但毕竟哥哥想着自己的，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温情。知道了，哥。他视若珍宝地将灵羽收好。王腾见他这般珍视的模样，不由得哑然失笑，伸手将灵羽从他手中拿了回来，在他微嗔的目光中，动作轻柔地将这根饰品插入到他乌黑的发髻之中，左瞧瞧，右看看，灵羽的七彩流光映衬着少女如雪的肌肤，平添了几分灵动与高贵。腾这才满意的点点头，重新躺了回去，对着还有些发懵的李健一挥了挥手，就这么说定了。路上照顾好我妹，别让她被人欺负了，回来请你喝好茶。李健一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五味杂陈，既有羡慕，又有无尽的感慨。他刚刚经历了一场让人痛心的宗门背叛，九死一生，可来到这里，似乎所有的仇恨与悲伤都在这个男人三言两语的调侃和温馨的日常中被轻易的抚平，变得云淡风轻。他看了一眼身旁一脸坚毅的林瑶，又看了看躺椅上已经闭上眼睛，仿佛下一秒就要睡着的王腾。或许这趟导游远比自己想象的更有意义。谨遵前辈法旨。李健一收敛心神，对着王腾再次躬身一拜，眼神中已然有了新的光芒。自那一日太极神庭的道音响彻圣界，藏土二字便迅速在圣界中掀起了滔天巨浪，甚至开始波及到周遭的一些大世界中。本来古界就已经被诸多大世界开始慢慢遗忘，已被视作一片大道枯竭的废土，可如今圣界中最擅长推演天机的太极神庭竟给出了如此惊人的预言。一时间风云变幻，起初许多新兴的大世界对此嗤之以鼻，古界笑话，那地方灵气稀薄，法则残缺，能有什么机缘？怕不是太极神庭那群老神棍算错了卦，就是我界随便一位准帝降临都能横扫那片废土，所谓的机缘恐怕还不如我宗门后山的一株神药。然而那些传承自上古底蕴深不可测的不朽道统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他们的道统中对藏土都有着只言片语的记载，源头之地，万道之始，亦是终末之所。藏土之内有大恐怖，亦有大造化。传闻那里埋葬着不止一个纪元的辉煌，甚至有超越地境的秘密。当这些古老的秘闻被重新挖掘出来，整个诸天万界彻底沸腾了。特别是圣界反应最为激烈，他们很是清楚太极神庭预言的含金量。要数其中最将此事放在心中的，当属真皇一族，因为他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过古界中恐怖存在的，所以他们将族中最为精锐的年轻一辈都派遣了出来。于是乎，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一艘艘横渡虚空的古老神船，一座座撕裂界壁的宏伟道台纷纷启动，他们的目标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片沉寂了万古，如今却成为风暴中心的古界。一场席卷诸天的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与此同时，古界幻化宫深处，江若薇盘膝而坐。3个月前，将那枚佛骨融入己身，此刻他宝相庄严，周身被一层柔和的佛光笼罩，脑后甚至显化出一圈淡淡的金色神环，一缕缕玄奥的梵音在他身旁自行演化，仿佛有3000古佛在为他讲经。忽然，他紧闭的双眸猛地睁开，轰！一股磅礴的气息从他体内冲天而起，却又在瞬间收敛，没有惊动外界的一草一木。他的修为在这3个月内水到渠成般地连破7重小境界，赫然已经达到化龙9重天。这等速度，若是传扬出去，足以让任何天骄为之汗颜。然而江若薇脸上却没有丝毫喜色，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次的迷茫。他能感觉到这匪夷所思的突破并非来自那枚佛骨，佛骨更像是一把钥匙，而真正为他打开修行大门的是潜藏在他血肉本源最深处那些早已被他炼化吸收的果子与烤肉。那股力量精纯浩瀚，且蕴含着大道至理。随着佛骨的融入，这股力量不断冲刷着他的神魂。往日里晦涩难懂的修炼经文，此刻在他眼中却变得简单明了。修行对他而言不再是苦苦攀登，而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吐纳都在顿悟。那烤肉，那果子，江若薇喃喃自语，
那双清澈双眸中再次陷入深深的震惊当中。难道那日在前辈家中所吃的并不是凡间美味，而是一场可以吃进肚子里的无上道法？这个念头一生出，便再也无法遏制。神皇古族涅槃池，立！一声高亢嘹亮的凤鸣响彻九霄。涅槃池上空，一尊庞大到无法形容的凤凰虚影展开了它那足以遮蔽星河的金色翅膀。无尽的金色神火从天而降，将整片涅槃池化作一片神圣的火焰海洋。而在火焰中心，黄灵儿的身影缓缓升起，她的气息早已超越了族中所有长老，稳稳地踏入了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仙台秘境第一重天。这还不是最惊人的，最让一众神皇古族长老感到骇然的是，他背后那尊真皇异象。那异象凝实的仿佛是真正的上古真皇降临，每一根灵羽都流淌着大道神韵，那股血脉威压甚至让他们这些圣人级别的存在都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异象彻底觉醒了，天佑我族，天佑我族啊！黄天觉站在池边，老泪纵横，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看着自己宛若神女降世的女儿，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青云峰下那个躺在椅子上随意吹出一口气的慵懒身影。一口气便造就了一位未来的准帝，甚至大帝。我女有大帝之姿啊！前辈的恩情，我神皇古族万死难报。黄天觉朝着青云峰的方向深深一拜。池中，黄灵儿感受着体内奔腾汹涌的力量，那双金色的凤眸中闪过一丝喜悦。终于突破了，还好赶上了与瑶瑶他们约定的时间。青云峰小院，呼！灵瑶缓缓睁开双眼，终于突破了。不枉我这3个月一步步出，终于突破到仙台2重天了。虽然气息还有些虚浮不稳，但他确确实实突破到了仙台2重天。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目光望向院外，那里一道身影已经静候多时，是李建一。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却显得越加内敛。以前的那个话痨李建一仿佛不见了踪影，如今的他气息更加深沉，眼神也从当初的洒脱不羁变得沉静如渊。他像一柄藏入了鞘中的绝世神剑，锋芒不露，却更加危险。他看着刚刚突破、气息还有些混乱的灵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叹。真是可怕啊！20出头的仙台2重天，想他当年50岁踏入仙台境界，已被称作绝世天才，可和眼前的这位一比，似乎称之为蠢材也不为过。准备好了吗，导游？灵瑶走到他面前，学着哥哥的语气，双手抱胸，努力做出一副高冷的模样。李建一失笑，随即郑重地躬身一礼：“小姐，前路已开，风云汇聚。藏土入口位于古界东荒一隅的归墟之地，此地常年被灰蒙的死气笼罩，连光线都被扭曲吞噬。大地漆黑皲裂，深不见底的裂缝中吹出阴冷的罡风，寸草不生。空间法则在此地紊乱不堪，时而折叠，时而撕裂，仿佛是天地间一块永远无法愈合的疮疤。然而此刻，这片亘古死寂之地却甚是热闹。天穹之上，一道巨大空间裂缝横亘天际，裂缝中浓郁的混沌气流翻涌，隐约可见破碎的世界残骸与腐朽的暗淡星辰在其中沉浮。裂缝之下早已汇聚了数不清的人影，泾渭分明地划分成数十个阵营，有驾驭着龙骨战车的荒古世家，有乘坐着紫金楼船的圣地门徒，亦有3、5成群气息彪悍桀骜的散修大能，但更多的是那些从界外降临，气息明显高出一截的庞然大物。一艘由万千星辰砂石炼化而成的璀璨神舟悬浮在东边，舟上站满了身穿星辰道袍的修士，个个气息强大，神情倨傲。这就是所谓的万界源头古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灵气稀薄如丝，大道法则残破不堪，简直连一方小世界都不如。我宗门圈养星兽的后山，法则之力都比此地浓郁100倍。神舟之上，一位手持星环玉扇的锦衣青年面带讥讽的评价道，声音不大，却用法力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位古界修士的耳中。此言一出，许多古界修士顿时怒目而视，却又敢怒不敢言。因为那艘神舟上悬挂的旗帜写着万星神朝4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这是一个来自大世界的强大道统，据说其神朝之主乃是一尊触摸到准帝门槛的存在，远非道场的这些道统可以比拟。呵呵，金兄此言差矣。旁边另一方势力来自玄天圣域的道子轻笑一声，这等废土怎能与我等上界相提并论？你看他们与我等同龄的修士，大多不过堪堪达到4级秘境，道基不稳，神光暗淡，一个个跟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似的，真是可笑之至。他们的对话毫不掩饰，满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与不屑，让一众古界修士的脸色愈发难看，拳头攥得咯吱作响。一群井底之蛙，又怎知星海之浩瀚？若非藏土开启，
这等蛮荒之地，我连多看一眼都觉得脏了眼睛。万星神朝的锦衣青年金无邪摇着玉扇，目光轻蔑地扫过全场。就在此时，远方的天际一抹流光由远及近，不似那些大世界的道统般张扬，只如一叶扁舟，稳地停在了人群外围。舟上几道身影飘然而落，一瞬间，整个喧嚣嘈杂的归墟之地仿佛被人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的目光，无论是那些自视甚高的界外天骄，还是忍气吞声的古界修士，都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那是一群女子，为首的少女一袭白衣，容颜绝世，气质清冷，正是与好友相约而来的灵瑶。她乌黑的发髻上随意地插着一根七彩灵羽，流光婉转，却并不扎眼，反而为她平添了几分难以言喻的灵动。在她身边，黄灵儿一身红裙，如一团跳动的火焰，明艳动人，顾盼之间自有一股神皇贵胄的高傲。紫渊温婉如水，清禅清丽脱俗，四女站在一起，便是一道足以让天地失色的绝美风景。然而这道风景之中，最让人心神摇曳，甚至不敢直视的，却是站在中央的那名女子江若薇。她的容貌本身就堪称艳丽绝伦，一颦一笑天然便带着一丝勾魂夺魄的魅惑。但此刻这份魅惑之外，本人又带着丝丝神圣气质。神圣与妖冶，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在她身上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嘶！人群中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就连不少自诩清心寡欲的老辈修士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随即又赶忙低下头，心中默念清心咒，只觉得道心都有些不稳。太妖孽了！此女若是敌人，光是站在那里，恐怕就能让对手的战力凭空弱上3分。万星神州之上，金无邪的眼睛瞬间就直了。他刚刚还在嘲笑古界修士是土包子，可眼前这几个女子，无论哪一个，其风姿气度都远胜他神朝之中的所谓圣女神女。尤其是江若薇和灵瑶，更是让他心头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征服欲。呵呵，有意思，真是有意思。金无邪摇着玉扇的手停了下来，眼中淫邪的光芒毫不掩饰。几位仙子，这藏土凶险，不如来我万星神朝的州上，也好有个照应。本神子金无邪最是懂得怜香惜玉，他自以为风度翩翩的开口邀请，言语间却满是轻抚灵瑶秀眉微蹙。还没等身旁的黄灵儿发作，他清冷的眸光便扫了过去。你的怜香惜玉还是留给你自己吧。灵瑶声音冰冷，我们不需要。金无邪微微一怔，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最是清冷的女子竟敢当众拒绝他。他身旁的黄灵儿此刻也按捺不住，直接冷笑出声，哪来的野狗，刚才老远就听到在这里乱吠。你家的长辈难道没教过你出门要带上脑子吗？你说什么？金无邪脸色彻底沉了下来，眼中寒光爆闪，一股仙台一重天的威压如同星河倒卷，猛地朝着黄灵儿压了过去。贱婢，你找死！然而那股威压还未靠近，便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跟在灵瑶身后如同老仆般沉默不语的李建一，只是淡淡的抬眸瞥了他一眼。就这一眼，金无邪只觉得浑身一颤，仿佛瞬间坠入了无尽剑狱，亿万柄杀伐神剑悬于神魂之上，让他发自灵魂的感到战栗。那股仙台一重天层次的威压瞬间被冲散，气血翻涌，险些当场吐血。金无邪脸色巨变，骇然地看向李建一。这个气息内敛，看起来像个仆从的男人，竟然是个恐怖到极点的高手。阁下是何人？为何要插手我万星神朝之事？金无邪忍不住大声喝道，再说到万星神朝4字时还刻意加重语气。李建一根本懒得理他，只是对着灵瑶躬身道，小姐，此地苍蝇太多，有些吵闹，我们去一旁歇一歇吧。这一幕让周围所有人都看呆了，尤其是那些来自界外的天骄，更是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一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强者，竟然称呼这么个小丫头为小姐。要知道，就算是宗门长辈，也不会称呼自家圣地的圣子或者圣女为小姐的，只有某些家族中才会培养一些。这到底是什么背景？你……金无邪感觉自己完全被无视了，脸色不由变得十分难看。他指着李建一，气得浑身发抖。好，一个仆人也敢如此猖狂！我告诉你，我父乃是万星神朝之主，大圣巅峰的强者，得罪了我，你等下界猪狗怕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得。他搬出了自己的靠山，试图以此来震慑对方。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轰隆隆，天际尽头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被一只燃烧着神火的巨爪强行撕开，一艘通体由梧桐神木铸造，燃烧着七彩神火，华美到极致的庞大神舟如同君王般缓缓驶出。神舟之上，真黄图腾栩栩如生，一股古老而尊贵的血脉威压铺天盖地而来，瞬间笼罩了整个归墟之地。在这股威压面前，无论是万星神朝的星辰神舟，还是玄天圣域的法宝，
都如同萤火与皓月，渺小的可怜是圣界血还天的神皇古族。有其他大世界中人认出了那真皇图腾，声音颤抖地惊呼起来。血还天神州的降临，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瞬间压在了所有人的心头。那股来自圣界顶尖道统的威压，古老尊贵霸道，让先前还不可一世的金无邪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刚刚还在用自己大圣巅峰的父亲来威胁对方，可转眼间，一个真正站在诸天万界顶点的庞然大物，就这么降临在了他面前。万星神朝在大世界中固然强横，可与圣界的血还天神皇古族相比，不过是溪流与江海的区别。哼，凤家的杂毛鸟，排场还是这么大。就在全场死寂之时，一道冷冽如剑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响起。只见另一片虚空被一道无匹的剑意撕裂，一艘由万千剑骨铸成的古朴飞舟破空而来。舟上只站着寥寥数人，为首的是一名身着麻衣的青年，他怀中抱着一柄锈迹斑斑的铁剑，整个人就如同一柄藏于鞘中的绝世神兵，锋芒内敛，却让人不敢直视。天剑神域，人群中再次爆发出惊呼，又是圣界的无上道统，而且是与神皇古族素来不睦的天剑神域。传闻天剑神域的域主与神皇古族的前任女帝凤青天乃是生死大敌，两方势力在圣界明争暗斗了无数岁月。梧桐神州之上，一道身影缓缓走出，那是一名气质温润如玉的青年，面带微笑，眼神深邃，年纪轻轻，周身道运流转，竟已有了半步圣人的恐怖修为。此人正是如今暂代帝位的凤长青亲自挑选出的族中第一天骄凤渊。凤渊心思缜密，最善与人打交道，此次前来身负2大重任。剑晨星，多年不见，你的嘴还是这么臭。凤渊看向麻衣青年，微笑着回应，话语却毫不示弱，就是不知道你的剑有没有你的嘴一般利索。天剑神域的传人剑晨星冷哼一声，不再言语，只是那双锐利的眸子若有若无地扫过凤渊，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凤渊没有再理会他，他的目光缓缓闭上，开始闭目养神，并且思考老祖分派的任务。3天前，真皇神殿，神殿穹顶之上，那道被一指洞穿的裂痕依旧触目惊心，即便经过修补，残留的道运依然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凤长青负手立于殿前，望着广场中央那个深不见底的巨坑，神情复杂。玉儿，他没有回头，声音却清晰地传入身后年轻人的耳中。凤渊躬身而立，看着满目疮痍的祖弟，温润的眼神中满是疑惑。地主，敢问究竟发生了何事？是何人敢在我血还天如此放肆？凤长青转过身，脸上露出一抹苦笑。放肆？不，鱼儿，在那位存在的眼中，这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他将那日的事情始末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凤渊的瞳孔骤然一缩。凤青天，他招惹了古界中一尊无法想象的存在，对方仅仅是隔着无尽时空落下了一根手指。凤长青指了指头顶的裂痕，又指了指脚下的巨坑。结果你也看到了，神国大阵被破，他本人地心崩溃，被废黜地位，打入了万古藏黄渊。凤渊的呼吸一滞，即便心中早有猜测，可亲耳听到 C 此事，依旧让他神魂震颤。那可是凤青天，他们真皇一族近10万年来以来最精彩绝艳的女帝。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凤长青的声音变得愈发沉重。最糟的是，凤青天动用了我族最后的底牌。他顿了顿，似乎难以启齿。老祖宗留下的镇族仙器，真皇族羽，跟着那位存在走了。什么？饶是凤渊心性沉稳，此刻也彻底失态，声音都变了调。族羽他怎么可能？凤长青眼中也满是困惑。他当着全族人的面主动挣脱了掌控，飞向了那根手指，甚至还像个孩子一样绕着指尖轻昵地蹭了蹭，然后就跟着走了。凤渊如遭雷击，呆立当场。这件事传出去，整个真皇一族将沦为诸天万界最大的笑柄。这比战败，比被毁了神国还要屈辱1万倍。所以我才找你回来，玉儿。凤长青看着他，你的性子最为沉稳，且懂得隐忍，更懂得权衡利弊。凤渊猛地握紧了双拳，指节发白，又缓缓松开，深深吸了一口气，将所有翻涌的情绪强行压下。他抬起头，眼神已经恢复了清明。地主，请吩咐。好。凤长青眼中闪过一丝慰藉。此次古界藏土开启，你亲自带队前往。任务有2个，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找到持有族羽的那位存在的线索。记住，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向对方表明我族的歉意。我们是去赎罪的，不是去寻仇，更不是去索要。对方要你跪下，你就得跪得心甘情愿。我真皇一族的脸面，在那一指落下时就已经丢尽了。现在我们要的是一条活路。第二，凤长青的语气稍缓，
藏土重开是万古未有之变局，亦是天大的机缘。在不与那位存在发生任何冲突的前提下，为我族尽量争一份气运回来。凤渊闭上眼，似乎在消化这些消息。在睁开时，他对着凤长青深深一躬。凤渊定不辱使命。藏地入口，就在此刻，被连番打脸，早已怒火攻心，感觉颜面尽失的金无邪，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两大圣界道统吸引，似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让他挽回颜面的突破口。他死死地盯着李建一，脸上露出了一丝讥笑呵，一个实力不错的护道者又如何？金无邪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他动用了法力，让声音清晰地传遍全场，满是恶意。这藏土乃是纪元终末之地，其核心区域的法则乃是万古前的无上存在所立，只允许天骄俊杰进入，考验的是自身潜力与气运。你这种骨龄超标、气血衰败的老家伙，修为再高，也终究会被规则排斥在外，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像条看门狗一样，眼睁睁看着你的主子在里面被人追杀，最后被人捏死。除非……金无邪故意拖长了音调，脸上的戏谑浓郁到了极点。除非你不是什么护卫，而是他的私有物品，是彻头彻尾的奴仆，将自己本源魂印献给他，让你的存在便等同于一件人形法宝，或许才能被那只高规则所容纳。但哪个修到你这般境界的强者会愿意斩断自己的道，献上魂印，去做一条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真正的奴隶？他的话让在场许多人都露出了然之色。藏土的规矩，一些古老道统都有记载，护道者确实无法进入核心地带，而献出本源魂印，那是一个修士最彻底的臣服，意味着生死道途未来都完全掌握在另一人手中，再无半分自主可能。对于一位圣人境的强者而言，这根本不可能。黄灵儿等人俏脸一寒，正要发作，然而所有人都没料到的一幕发生了。在金无邪那刺耳到极点的狂笑声中，一直沉默不语，仿佛与周遭隔绝的李建一动了。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看金无邪一眼，他只是转过身，在那数万道目光的注视下，对着还有些错愕的灵瑶衣袍一掀，缓缓地单膝跪了下去。咚！整个喧嚣的归墟之地瞬间死寂。金无邪的笑声戛然而止，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住了脖子，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梧桐神州上的凤渊，天剑飞舟上的剑晨星，这两位来自圣界的顶尖天骄，瞳孔在这一刻猛地收缩如针尖，死死地盯着这一幕。圣人下跪。在所有人那不敢置信、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李健一抬起手，并指如剑，点在自己的眉心。嗡！一滴燃烧着璀璨金色火焰，仿佛承载着一片剑道星河，蕴含着他毕生剑道与法则感悟的本源魂印，被他毫不犹豫、没有半分迟疑地逼了出来。小姐。李建一的声音平静淡然。李某本是一个已死之人，是前辈的恩情，李某万死难报。前辈将小姐托付于我，我便要护得小姐周全。此印，请小姐收下。疯了，彻底疯了！这个念头同时让所有强者心神震颤。那可是一位圣人的本源魂印。不对，这股威压，这魂印中蕴含的法则之力，远超普通圣人士，是圣人王，一尊圣人王级别的本源印记。一位来自同样是护道者的老怪物失声惊呼，声音都在颤抖。什么？我的天，还真是！嘶！道息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要知道，修炼到圣人王境界，心性早已通明如琉璃，洞彻本心，万劫不磨。想让他们臣服，除非是他们发自内心地100%地自愿，否则任何外力都无法撼动其道心。就连假装都做不到，因为若是假装，临时献上本源魂印，其本身道心怕不是要当场崩溃。一个圣人王竟然真的心甘情愿的为奴，这比亲眼看到一尊准帝陨落还要来得震撼，来得匪夷所思。李建一，你……林瑶也彻底懵了，他完全没想到李建一会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他想拒绝，可看着李建一那双决绝的眼眸，他伸出去的手微微颤抖。最终他一咬银牙，将那滴魂印接引到了自己的掌心。魂印融入的瞬间，一种奇妙的联系在他与李建一的神魂之间建立。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眼前这位圣人王强者的生死，未来道途都在他的一念之间。而李建一在献出魂印之后，整个人的气息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像是卸下了某种沉重的枷锁，那内敛的剑意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圆融，仿佛守护灵瑶已经成为了他新的道。你这个疯子！你！金无邪指着李建一，气得浑身发抖，一张俊脸涨成了猪肝色，拟了半天，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他本想用言语羞辱对方，找回场子，结果却亲手促成了这样一桩足以震动诸天的奇闻。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滑稽的跳梁小丑，被对方用最响亮方式把脸都抽烂了。好好好，算你们狠！金无邪气急败坏，他知道今天面子是彻底丢光了。一旁玄天圣域的道子低声传音道：别急，就算他成了奴仆又如何？我查过古籍，藏土最深处有一关，名为地路试炼，那是专门考验个人潜力的终极之地，任何外物，任何护卫，哪怕是魂印奴仆都无法带入。等他孤身一人时，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这边的惊天动静自然也惊动了那2艘来自圣界的庞然大物。梧桐神州之上，凤渊那平静的双眸此刻也被那圣人王献印的恐怖动静惊得惊异连连。旋即他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了灵瑶一行人身上。饶是以他的心境，也不由得为那几名女子的绝世风华而感到惊艳。特别是江若薇那妖冶与神圣并存的矛盾气质，即便是他也感到心神微漾。不过也仅仅是微漾而已。他此行的任务关乎全族的生死存亡，美色于他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他的目光很快便从几女身上扫过，最终落在了黄灵儿的身上。咦，凤渊的眉头机不可察地挑了一下，在他血脉的感应中，那个红衣女子身上竟流淌着一股极为精纯，甚至可以说是返祖级别的真皇血脉。虽然还很稚嫩，但这股血脉的尊贵程度甚至不输于他。下界之中何时出现了这等血脉的族人？凤渊心思电转，但脸上却未表露出分毫。他依旧是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只是心中已经将黄灵儿记下。然而他身旁的一位族中天骄却在此刻死死地盯着另一处，整个人如同被施了定身法，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继而又涨得通红，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仿佛溺水之人。凤池，你这是何故？如此失态，成何体统？凤渊察觉到身旁之人的异样，语气中带上了一丝不满。在外面，他们代表的是整个真皇一族的脸面，此刻被一些下界女子给牵动心神至此，成什么样子了？弟子。那名叫凤池的青年嘴唇哆嗦着，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才伸出那根颤抖到几乎无法控制的手，指向灵瑶的方向。您快看，那位白衣女子的头发上。凤渊闻言，有些不耐地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他本以为是凤池被那白衣女子的绝世容颜所摄，心中已经准备好斥责之语。可当他的目光真正落在那少女乌黑的发髻之上时，他整个人如遭雷击。他看到了一根七彩灵羽被随意地插在少女的发间，那灵羽流光婉转，看起来平平无奇，和许多女性修士所戴的华丽发饰比起来，甚至略显单薄。但凤渊以及他身旁所有真皇一族的嫡系，怎么可能认不出来？轰！凤渊只觉得自己的神海世界在这一刻都炸开了，眼前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连呼吸都彻底停滞。那是他们真皇一族自太古时代传承至今唯一的镇族仙器，是他们血脉的源头老祖所留，是他们整个族群最后的希望与底牌。真皇族语。那一日，他当着全族人的面，无比亲昵地蹭了蹭那根从天而降的手指，然后兴高采烈地跟着走了。地主凤长青那沉重无比的嘱托，仿佛犹在耳边。我们是去赎罪的，不是去寻仇。找到持有族语的那位存在的线索，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向对方表明我族的歉意。凤渊脸上的平静从容，在这一刻尽数消失不见。他设想过10000种找到族语的可能，或许他被那位恐怖存在日夜祭炼，或许被镇压在某处禁忌绝地，甚至可能已经被彻底炼化，化为对方力量的一部分。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会是眼前这般景象。真皇一族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仙器，竟然被人当成了一根普普通通的发簪。凤渊也只觉得天旋地转，道心巨震，一股不受控制的半圣气息猛地泄露出来，让整艘梧桐神州都为之震颤了一下。他这副模样自然被不远处的死对头看了个一清二楚。天剑飞舟之上，见陈星那双锐利的眸子微微眯起，闪过一丝疑惑。凤渊这家伙向来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沉如海，怎么今日接二连三地失态？先是看到那群下界女子时颇为动容，现在更是气息失控，呆立当场。见陈星顺着凤渊的目光看去，也注意到了那几个女子，确实是人间绝色，尤其是那个妖冶与神圣并存的女子，连他的剑心都起了一丝波澜，但也不至于让凤渊这般失魂落魄吧。随即他的神念扫过，也感受到了黄灵儿身上那股精纯到极致的真皇血脉。哦，见陈星瞬间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心中冷笑一声，还以为这凤渊转了性子，原来还是这般德性。在下界发现了一个血脉返祖的族人，这是动了强行收回族中的念头了。看他那震惊到失控的模样，怕是这女子的血脉纯度
高到让他都感到威胁了吧？真是可笑！真黄一族还是那般霸道。想到这里，剑尘星嘴角勾起冷笑，他朝身后一名同样身着麻衣的青年招了招手，嘴唇微动，一道神念悄然传了过去。梧桐神州上，凤渊终于从那无尽的震惊中强行挣脱出来。他感受到了剑尘星那带着讥讽的探究目光，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坏了，失态了！他心思急转如电，强行压下心中翻江倒海的情绪，逼着自己恢复了镇定。不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尤其是剑尘星这个死对头看出任何端倪。那位存在能让祖羽心甘情愿的追随，其实力早已超出了他的想象。而这个带着祖羽发簪的少女，无论她与那位存在是什么关系，都绝不是他真黄一族能得罪得起的。以礼相待，不是以最谦卑的姿态相待。他深吸一口气，瞬间整理好自己的仪容，在全场惊讶目光中迈步走下了梧桐神州。他的举动再次让全场寂静，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圣界来的天之骄子也要对那几个古界女子做什么的时候，就连一旁的金无邪眼中都重新燃起了一丝快意。然而凤渊却看都没看那几个女子一眼，径直走到了金无邪的面前。你很吵。凤渊的声音温润依旧，却满是威严。我……金无邪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以为对方是在为同为上界修士的自己出头，顿时大喜过望，连忙指着灵瑶等人添油加醋地哭诉道：凤渊弟子，您来得正好。你有所不知，这几个下界贱婢，还有他那个奴仆，嚣张跋扈，完全不把我们上界修士放在。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全场。金无邪的话戛然而止，整个人被一股恐怖巨力抽飞出去，在空中转了7、8个圈，重重地摔在地上，半边脸瞬间血肉模糊，牙齿混着血沫飞出，彻底肿成了猪头。聒噪的苍蝇！凤渊收回手，甚至用神力净化了一下自己的手掌，仿佛碰了什么肮脏的东西，连看都没再看他一眼。他转过身，目光终于落在了灵瑶一行人身上，脸上带着温和笑容，最终视线停留在黄灵儿身上。我等外界修士前来，本身就是打扰此界清净，此人更是言语污秽，扰了诸位仙子的清净，还望见谅。全场死寂。这一巴掌打得金无邪神魂都在战栗，也打得在场所有人脑子一片空白。凤渊收回手，神情温润，仿佛刚才只是拂去了一粒尘埃。他这一手既是雷霆万钧的教训了不知死活的金无邪，又是滴水不漏的向那几位女子示好，将自己从上界之人的阵营里摘了出来，以减低对方的提防之心。凤渊对自己这般操作心中甚是满意，而这一幕落在天剑飞舟的剑尘星眼中，则完全是另一番意味。他眼中的冷意更甚。果然，这凤渊就是看上了那个身怀返祖血脉的红衣女子，为了博得美人欢心，竟不惜当众对同是大世界众人下此狠手，真是将真黄一族那虚伪霸道的做派学了个10成10。金无邪捂着脸，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脑子嗡嗡作响。他彻底懵了，为什么？凤渊弟子为何打他？难道他也看上了那几个下界女子？一股不甘涌上心头，金无邪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与对方的差距，口不择言的叫道：凤渊弟子，您也是为了这几个贱婢？他们不过是下界蛮夷，何德何能？聒噪！凤渊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他本只想给个教训，可这只苍蝇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他面前，在他要巴结的对象面前喷吐污言秽语，这是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啊！你该死了！凤渊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森然杀意。一股半圣威压轰然降临，金无邪周身的空气瞬间凝固，他只觉得自己的神魂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下一刻就要被捏成齑粉布，弟子饶命！直到此刻，金无邪才终于惊醒，他彻底明白了，这位弟子不是来帮他的，他是来踩着自己去讨好那几个女人的。死亡的恐惧瞬间盖过所有尊严，他双腿一软，连滚带爬地跪倒在地，疯狂磕头：弟子饶命！是小的有眼无珠，小的嘴贱，求弟子看在万星神朝的份上，饶小的一命啊！然而凤渊的杀意没有丝毫减弱。万星神朝在大圣面前是庞然大物，可在他血还天真黄一族看来，顶多算是一粒稍大的尘埃，更遑论在那位存在的眼中，怕是连尘埃都算不上。就在他准备彻底抹除这个不断送惊喜的蠢货之时，嗡！一道清越的剑鸣响彻天地，一缕快到极致的剑意横亘在凤渊与金无邪之间，凌厉无匹，竟将他的半圣威压都从中硬生生分隔开来。天剑神域的剑尘星不知何时已来到场中，他瞥了一眼地上涕泪横流的金无邪，嘴角扯出一丝讥诮，锐利的眸子直视凤渊。凤渊在下界滥杀无辜，可不是圣界道统该有的风范，他的命你还不能取。此言一出，
凤渊的眼角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他心中警铃大作，瞬间明白了剑晨星的想法。这个蠢货，他以为自己是为了那个血脉返祖的红衣女子出头，在这里逞英雄。但凤渊无法解释，更不能解释。族羽之事是全族最高的机密，一旦泄露，他万死难辞其咎。剑晨星，你要保他。凤渊压下心头愤怒，声音淡然，但任谁都能感觉到那温润表象下的冰冷。剑晨心怀中的铁剑发出微不可察的清明，他心中冷笑，真皇一族向来如此，虚伪又霸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此刻为了讨好一个血脉精纯的下界族人，便当众行凶，真是将这做派发挥到了极致。他罪不至死。剑晨心寸步不让，我不能看着你为了在下界女子面前逞威风，就毁我圣界的名声。为了逞威风，凤渊几乎要被这4个字气笑了，一股无名火直冲天灵盖。我是来赎罪的，是来给全族求一条活路的。你这个白痴，懂个屁！但他偏偏一个字都不能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与我作对了。凤渊的声音已经冷得像万载玄冰。既然言语无用，那就用实力让这个碍事的家伙闭嘴。话音未落，他一步踏出，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已出现在高天之上。上来！声音满是威严。剑晨星冷哼一声，没有半分犹豫，整个人化作一道通天剑虹冲霄而起。轰！众人只见高天之上，一轮七彩神阳轰然炸开，无尽的真皇神火倾泻而下，每一缕火焰都蕴含着焚灭法则的恐怖力量，仿佛要将整片虚空都炼化。那是凤渊的道，霸道尊贵，煌煌天威，焚灭万物。然而就在那无尽火海中央，一道朴实无华的剑光亮起。那剑光并不璀璨，甚至有些暗淡，却蕴含着一种破灭一切的纯粹意志。咦！一直脸色平静的李健亦发出一声轻疑，没想到如此年纪就已经达到了剑心通明的地步，这圣界着实了不得。哧啦，漫天火海竟被那一道看似单薄的剑光硬生生从中间劈开，分成了2半。剑意所过之处，连法则火焰都为之熄灭。我的天，这就是圣界天骄的实力吗？地面上无数修士看得目瞪口呆，神魂都在战栗。这个年纪，这种级别的战斗，他们只在古籍传说中见过。啧，江若薇饶有兴致地看着天上的神仙打架，用手肘轻轻碰了碰灵瑶，悄悄传音道：瑶瑶，你看这排场可真不小，就是不知道这2位是为你争锋，还是为我们灵儿妹妹吃醋呢？黄灵儿皱了皱鼻子，看着凤渊小声嘀咕：无聊透顶。他身上那股血脉气息让我有点不舒服。高天之上，凤渊的脸色越发难看。他没想到剑晨星的剑道竟然已经精纯到了这等地步，再打下去，短时间内根本分不出胜负。在那位的面前拖延太久，只会显得自己无能。心念急转，凤渊漫天神火骤然收敛，他负手立于虚空，恢复了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声音传遍四方：剑晨星，今日看在藏土开启的份上，暂且饶你一回。说完，他身形一晃，飘然落回了梧桐神州之前，仿佛刚才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不过是一场随手的切磋。凤渊心中稍定，他整理了一下衣冠，不再理会剑晨星和地上那滩烂泥，脸上重新挂起温和的笑容，准备再次走向灵瑶一行人，开始自己的赎罪大业。他的目光先是落在黄灵儿身上，眼神中带着一丝热切。在下血还天，凤渊，不知仙子如何称呼？你的血脉让我感到十分亲切。黄灵儿挺了挺胸脯，傲然道：本姑娘黄灵儿。凤渊的笑容愈发温和，他目光流转，又不经意地扫过灵瑶。当视线触及他发髻上那根七彩灵羽时，他眼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激动的复杂光芒几乎要压抑不住地溢出。灵瑶何等敏锐，瞬间捕捉到了这一闪逝的情绪。他心中一凛，这个凤渊的眼神很不对劲。是我。就在这诡异的气氛中，整片归墟之地的空间突然静止了一瞬。轰隆！前方那片扭曲的空间最深处传来一声巨响，仿佛一头沉睡了无尽纪元的凶兽苏醒了。笼罩此地的无尽死气开始如决堤的潮水般向着一个点疯狂倒卷，收缩一座由无尽神魔白骨与大道法则堆砌而成的古老门户，在虚无中缓缓浮现，散发着让人心悸的荒古气息。藏土开启了。门户中央光影扭曲，一道修长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当看清来人样貌的瞬间，在场所有修士，无论是下界的天骄还是圣界的弟子，瞳孔皆是猛地一缩。来人并非想象中那种活了无尽的老怪物，他很年轻，看起来不过20岁上下，一袭玄黑色长袍衬得他肤色近乎病态的苍白。他的面容俊美到一种妖异的地步，双眸却像是2口万年古井，沉寂幽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身上弥漫出的气息
却让在场众人同时变了脸色。其修为赫然也触摸到了圣人层次，半圣，又一尊半圣，而且是如此年轻的半圣。此人便是藏土这一代的传人，名字君无业。有对藏土进行深入了解过的人开口道，凤渊和剑晨星是圣界最顶尖大教倾尽资源才培养出的绝世天骄，可这藏土随意走出的一个年轻人，竟能与他们比肩。这个生命禁区，其底蕴之恐怖简直深不可测。被称为名字的君无业并未理会众人的惊骇，他那双幽深眸子漠然地扫过全场，在不经意间扫过灵瑶的时候，那双万古不变的眸子极其轻微地停顿了一瞬，快到无人察觉。但灵瑶身为万古罕见的先天道胎，对天地大道的感应何其敏锐。那一瞬间，他感觉君无业看他的目光和其他人有所不同，那感觉一闪即逝，快到让他以为是错觉。他秀眉微蹙，再次看去时，君无业的目光已经移开，依旧是那副淡然姿态。此番藏土开启，有3件事要告知诸位。君无业终于开口，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仿佛直接在每个人的神魂之中响起，清冷不带一丝感情。其一，藏土核心区域轮回海将会显化一角，海中有我藏土历代先贤留下的道则感悟，能否得见，能得多少，各凭机缘。这句话已经让不少人心跳加速。藏土先贤的道则感悟，随便得，那可是研究生死轮回的无上存在道一丝，都可能让人受用终生。然而君无业接下来的话才真正掀起了滔天巨浪。其二，藏地陵外围将有一篇残经出世。他顿了顿，似乎是在斟酌用词，又似乎是不屑于过多解释，最终只是吐出了一个名字：太古战黄金。轰！这5个字一出，全场炸锅。凤渊脸色也是为之一变。原本他的主要任务是出来寻找祖语，没想到居然还有如此意外之喜。剑晨星那古井无波的剑心也掀起惊涛骇浪。太古战皇是需要追溯到神话时代的一位无上存在。传说那位战皇并非人族，也非妖族，而是由天地间一缕战意所化，一生为战而生，为战而狂，曾以一己之力打穿了9天10地，战到诸天万域都为之师生他所留下的太古战黄经，被誉为古往今来功伐第一的无上经文。这篇地经早已失传，世间流传的不过是后人根据其战斗痕迹推演出的支灵片爪。即便如此，那些零散的秘术也曾造就一个个威震一方的盖世凶人。而现在藏土之中竟然有这篇传说中的地经要出世，哪怕只是残经，也足以让大地都为之疯狂。这一刻，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粗重，眼中满是热络。地经，这才是真正的无上造化。其三，君无业无视了众人失态的反应，声音依旧冰冷：入藏土者，生死自负。话音落下，他侧过身，让开了通往那扇白骨门户的道路，意思很明确，可以进来了。走。凤渊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君无业，压下心中的震惊与火热，对着灵瑶等人露出了一个自认为最温和的笑容：诸位仙子，请。然而灵瑶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便与江若薇、黄灵儿等人径直走向了门户，丝毫没有与他同行的意思。凤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眼中闪过一丝阴霾，但很快便恢复如常，带领着真皇一族的强者紧随其后，踏入了那片光怪陆离的门户之中。我们也走。剑尘心冷哼一声，他带领着天剑神域的众人化作一道道剑光，鱼贯而入。随后其他各大势力的修士也纷纷按捺不住，化作一道道流光，争先恐后的涌入藏土。那可是太古战黄金，谁能先一步找到，谁就可能一步登天。转眼间归墟之地外只剩下寥寥数人，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的金无邪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看着众人消失的方向，又看了一眼灵瑶等人进入的门户，眼中满是怨毒。奇耻大辱！他金无邪，万星神朝的皇子，何曾受过这等屈辱？凤渊，还有那几个下界的贱婢，你们都给我等着！藏土之中机缘无数，生死无常，只要我能得到太古战黄金的一丝传承，就是我翻身之日。到时候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跪在我的脚下，尤其是那个女人，我要让她金无邪心中发着狠，拖着重伤之躯，一瘸一拐的也想冲入藏土门户。就在他即将踏入的那一刻，一只手如同铁钳一般按在了他的肩膀上。谁？金无邪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只见一名身着普通灰袍、气息内敛的中年男子正静静地站在他身后，是天剑神域的人。金无邪心中一紧，以为对方动手，顿时面如死灰。然而那灰袍男子却并没有动手，他只是平静地看着金无邪，一道神念悄然传入金无邪的脑海。
金无邪先是一愣，旋即狂喜，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他对着灰袍男子恭敬无比地深深一揖：“前辈放心，晚辈定不辱命。”灰袍男子点了点头，松开了手，身影一闪，也消失在藏土门户之中。金无邪直起身，整理了一下破烂的衣袍，脸上的肿胀似乎都不那么疼了。他再次看向那幽深的门户，阴冷一笑：“贱婢，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说完，他深吸一口气，再无半分犹豫，一头扎进了那扇门户之中。穿过那扇由神魔白骨与大道法则堆砌而成的古老门户，时空转换的感觉只是一瞬，下一刻，一股无法形容的荒凉与死寂便扑面而来。天空是灰败的，没有日月星辰，只有一道道深不见底的空间裂缝，如狰狞的伤疤，横亘在天幕之上，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大地是暗红色的，仿佛被无尽神血浸透了亿万年，处处可见残破的古战车、折断的巨型兵刃，以及一些不知名巨兽的庞大骸骨，静静地躺在那里，诉说着远古的惨烈。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死气与一种腐朽的法则之力，寻常修士在此地待久了，道基都会被侵蚀。此地便是藏土。明子君无叶那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在众人神魂中响起：“我将开启轮回海与藏地灵的坐标，尔等可自行前往。记住，核心区域非请勿入，其余地方机缘与杀劫并存，生死各安天命。”话音落下，他指尖飞出数道幽光，没入虚空深处，化作了几个若隐若现的坐标点。做完这一切，他身形一晃，便如一缕青烟，融入了这片灰败的天地，再无踪迹。他一走，原本被他气场所压制的各方势力瞬间爆发出惊人的气势。走，去藏地灵，抢夺太古战黄金。轮回海，藏土先贤的道则感悟，那才是无价之宝。一艘艘神舟，一道道流光，再无半分犹豫，朝着那两个最显眼的目标破空而去，生怕落后于人。与此同时，远在不知多少亿万里之外的青云峰山脚下的小院中，一道身影正悠闲地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忽然，他眼皮微动，缓缓睁开了双眼，深邃的眸光仿佛穿透了无尽虚空，看到了那片光怪陆离的归墟之地，看到了那扇缓缓开启的白骨门户。哦，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饶有兴致的笑意。为了绕开那里的规则，居然能想到这个办法，将自身存在化为法宝的一部分，有点意思。他喃喃自语，声音很轻，随即便再次闭上双眼，仿佛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小院再次恢复了宁静。藏土之内，林瑶一行人并未急着去追逐那两大机缘，这里处处透着古怪，法则混乱，我们先探查一下周围，不要贸然深入。林瑶开口道，神情凝重。作为先天道胎，他对这片天地的危险感知得比任何人都要清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埋藏着上古的杀阵。听瑶瑶的。江若薇收起了平日的妩媚，妖冶的凤眸中满是警惕。黄灵儿也乖巧地点了点头，紧紧跟在林瑶身边。李建一依旧沉默地走在最前方，他如同一柄归鞘的神剑，气息内敛到了极点，却将所有可能对少女们造成威胁的混乱法则都隔绝在了3尺之外。他们选择了一个与主流人群相反的方向，深入一片更为荒芜的乱石港。越是深入，那股荒古与死寂的气息便越是浓郁。不知走了多久，前方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峡谷，仿佛是被一柄通天巨剑硬生生从大地上劈开。还未靠近，一股凌厉到极点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刮得人肌肤生疼。好可怕的剑意残留！黄灵儿惊呼一声，连忙运起神力抵挡。那峡谷中插满了各式各样残破的古剑，密密麻麻，数之不尽。每一柄断剑之上都缠绕着一股虽已残缺却依旧霸道绝伦的剑意。万千剑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混乱而致命的剑意场域。寻常修士若是闯入，怕是瞬间就要被撕成碎片。这里似乎是某个剑道前辈的埋骨地，江若薇猜测道。就在几女都正准备绕过此地继续向前探索之时，嗡！李建一的体内那原本纯粹圆融的剑意竟不受控制地激荡起来，与峡谷中的万千剑意产生了共鸣。不好！林瑶脸色一变，她能清晰地感觉到，通过那神魂间的联系，李建一的道心正在受到一股巨大力量的牵引。小姐，此地……李建一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激动。此地有我所求之道。他现出魂印，守护灵瑶，已成新的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剑道，恰恰相反，守护之道让他的剑变得更加纯粹，但也多了一层无形的桎梏。而眼前这片峡谷中那无数种霸道、凌厉、一往无前的古老剑意，正好能弥补他剑道中的缺失，让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旦他能将这些混乱的剑意梳理、领悟，他的实力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蜕变。林瑶瞬间明白了，
这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顿悟。若是错过，李建一的剑道或许将永远停滞不前。可若是让他进入，谁来保护他们？这藏土之中危机四伏，没有一位圣人王护持，他们几个的处境将变得无比危险。看着李建一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眸，林瑶心中挣扎了一瞬，最终他一咬银牙，做出了决定。李建一，你安心在此地闭关。他的声音清冷而坚定。我们自己能行。小姐，不可。李建一闻言顿时急了。前辈将小姐托付于我，我怎能？这是命令。林瑶打断了他，语气坚定。他能感觉到李建一的意境已经与这片峡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先不说他能不能强行挣脱开，若是强行将他带走，无异于斩断他的道途。这样的事他做不出来。这峡谷外围的剑意场域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没有人会轻易闯进来。你在这里很安全。林瑶看着他认真的说道。去吧，不要让我们失望。李建一看着少女那双清澈眸子，心中巨震。他沉默了许久，最终对着林瑶深深的弯下了腰。多谢小姐成全，李某定不负所托。说完，他再无犹豫，一步踏出，身形瞬间没入了那片剑气纵横的剑陨峡谷之中。随着他的进入，整个峡谷的混乱剑意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瞬间暴动起来，形成了一道肉眼可见的剑气风暴，将整个峡谷彻底封锁。我们也走吧。林瑶深吸一口气，转身对江若薇和黄灵儿说道。瑶瑶，真的没问题吗？没了李前辈，万一……黄灵儿有些担忧。放心。林瑶眼中闪过一丝自信。别忘了，我们也不是弱者。三女相视一眼，不再停留，选定一个方向，迅速离去。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在他们离开后不久，远处一块巨大的暗红色岩石之后，一个身影走了出来。那人浑身狼狈，正是金无邪。哈哈哈哈！他看着李建一消失的剑陨峡谷，又看了看林瑶等人远去的方向，发出疯狂的笑声。真是天助我也！那条老狗竟然自己跑去闭关了。金无邪脸上的肌肉因为狂喜而扭曲，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中满是怨毒。林瑶，没有了那条老狗护着，我看你这次还往哪里逃？你之前给我的羞辱，我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你。他狞笑着从怀中摸出了一枚灰色的玉符，那是天剑神域的灰袍男子悄悄塞给他的东西。一股阴冷而强大的气息从玉符中缓缓散溢而出。还有凤渊那个混蛋，等我抓了这几个女人，得到了太古战黄金，你们所有瞧不起我的人都要死。他捏碎了玉符，身影被一团灰雾笼罩，悄无声息地朝着林瑶等人离去的方向追了上去。藏土之内，杀机四伏。金无邪借助那枚灰色玉符的力量，将自身气息与这片天地的死气完美融合，小心翼翼地跟随着。一路上，他亲眼目睹了不止一桩血腥的争斗。就在前方不远处的一片沼泽地，两拨人马为了一株散发着幽光的黄泉引魂草大打出手。神通的光辉撕裂天幕，法宝的碰撞声震耳欲聋，惨叫声与咒骂声不绝于耳。最终，胜利的一方浑身浴血，还没来得及采摘灵草，就被沼泽深处突然探出的一只布满粘液的触手卷入地底，连泡都没冒一个，从始至终，这片天地除了越发浓郁的血腥味，没有任何变化。那个名为君无业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藏土也根本没有所谓的规矩。金无邪躲在一块巨石之后，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心中的最后一丝顾虑也彻底烟消云散。生死自负，呵呵，原来是这个意思。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脸上的怨毒之色一闪而过，显得格外狰狞。这里就是一座无法无天的猎场，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规矩。他再次将目光投向远方那三道若隐若现的倩影，眼中淫邪之色光芒大盛。没有了那个圣人王老狗的庇护，我看你们能跑到哪里去？林瑶、江若薇、黄灵儿三女并未像其他修士那般直奔两大机缘之地，而是在一片更为古老的枯林中穿行。这里的树木早已石化，形态各异，透着一股万古沧桑的气息。瑶瑶，这里死气沉沉的，连根毛都没有，我们到底在找什么啊？黄灵儿有些不耐烦地踢飞了一块脚边的碎石。江若薇妩媚的凤眸扫视着四周，轻笑道：灵儿莫急，越是这种地方，越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好东西。林瑶没有说话，她身为先天道胎，对大道的感应远超常人。她能隐约感觉到，这片枯林深处似乎蕴藏着一股极为精纯的生命气息，与周围的死寂格格不入。走了约莫半个时辰，黄灵儿突然停下脚步，抽了抽小巧的琼鼻。咦，我闻到了一股很好闻的味道。她指向前方一棵巨大无比的石化古树，那古树通体漆黑，仿佛一截被斩断的山脉，毫无生机。但在黄灵儿的感知中，那股诱人的味道正是从古树内部传来的。林瑶眸光一凝，
走了过去，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在粗糙的树干上。嗡，一缕精纯的道韵自他指尖散开，如水波般渗入石化的树干之中。下一刻，他眼中闪过一丝喜色，里面是空的，藏着一池太初生命原液。此言一出，江若薇和黄灵儿的眼睛瞬间亮了。太初生命原液，那可是原始演化千年而成的神物，虽不如传说中的不死神药，但用来洗涤肉身、巩固道基，却是无上的宝物。发了！黄灵儿激动地搓着小手，这么多生命原液，够我们泡个澡了。别胡说！林瑶嗔了他一眼，神情却也难掩激动。这生命原液被古树的石化外壳封印，灵性未失，但一旦打开，灵气就会快速逸散。我们必须立刻联手布下法阵，将其完整收取。好！江若薇与黄灵儿立刻点头，三人成品自行站立，神力涌动，准备施法。他们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在了那棵巨大的石化古树之上。他们谁都没有发现，在千米之外的一片乱石堆中，一双怨毒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金无邪的心脏，因为极致的兴奋而疯狂跳动。机会，这简直是上天赐予他的绝佳机会。他死死攥着拳头，脑海中会想起自己在藏土入口处看到的那一幕。古界来的那些天骄，大部分都停留在4级秘境，就算有几个精彩绝艳的，顶多也就是化龙1、2重天。眼前这3个贱婢，虽然被那老狗用秘法遮掩了修为，但想来也绝不可能高到哪里去。而他金无邪乃是化龙9重天的存在，整整一个大境界的差距。更何况他现在是偷袭，已有心算无心，以化龙9重天之威突袭3个4级蝼蚁，这结果还用想吗？手到擒来！林瑶，你这贱婢，当初凤渊那一巴掌的耻辱，今天我就要让你用你的身体1000倍100倍的偿还。一想到林瑶那清冷绝世的容颜即将在自己身下哀求哭泣，金无邪就感到一股病态的快感直冲脑门。他不再犹豫，体内的神力毫无保留的爆发。与此同时，在更远处的另一座山丘之上，凤渊正负手而立，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他身后几名真皇一族的强者皆是神情肃穆。弟子，那金无邪要动手了，我们是否？一名族人低声请示。不急。凤渊抬起手阻止了族人的话，他的目光饶有兴致地看着金无邪那如同捕食猎物般的身影，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真是个好用的蠢货，直接出手相助，那叫是好，效果平平。可若是在那几位仙子陷入绝境、最无助、最恐惧的时候，自己再如神兵天降，一举碾碎恶徒，救下他们，那便是救命之恩。届时自己再温言安抚，表明心意，还怕他们不感激涕零，对自己敞开心扉吗？英雄救美的戏码虽然老套，但永远有效，尤其是对女人。凤渊对自己这个计划满意到了极点，他甚至已经开始想象，当自己踩着金无邪的尸体出现在那几位仙子面前时，他们会是何等崇拜与依赖的眼神。特别是那个叫林瑶的女子，当她用那双清冷的眸子满怀感激地看着自己时，自己再顺势提出想观摩一下她发间那根发簪，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准备好，等那只苍蝇出手，我们就动。凤渊淡淡地吩咐道，眼中火热一闪而逝。是。山丘之上，气氛瞬间变得肃杀，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即将上演。贱婢们，给我死来！金无邪终于动了，他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狞笑，整个人朝着正在专心施法的三女狂轰而去。他仿佛已经看到三女被他一击重创，惊恐绝望地倒在血泊中的场景。远处的山丘上，凤渊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时机到了。他周身神火升腾，七彩光华流转，一股恐怖的半圣威压轰然爆发，正准备华丽登场。然而就在金无邪那致命一击即将落下的瞬间，异变陡生，一直闭目施法的灵瑶那双清冷如秋水的眸子毫无征兆地睁开了，他的眼中没有半分的惊慌与错愕。金无邪那张因怨毒和狂喜而扭曲的脸，在灵瑶睁开眼眸的瞬间彻底凝固，那是一双满是淡然的双眸。他那蓄满全身神力，足以轰碎山岳的致命一击，在距离三女头顶不足3尺的地方戛然而止。不是他想停下，而是他被停下了。一股无形无质的领域将他死死禁锢在半空，动弹不得分毫。怎么回事？金无邪的脑子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像是撞上了一座看不见的神山，灵力在体内疯狂涌动，却冲不破那层壁障。他艰难地转动眼球，死死盯着那个自始至终都未曾起身的白衣女子。林瑶甚至没有看他，只是伸出一根鲜白如玉的手指，对着那棵巨大的石化古树轻轻一点。收！一个字，清冷淡然。江若薇与黄灵儿配合默契，法阵瞬间催动到极致。石化的古树轰然裂开，一池散发着浓烈生命气息的神液
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包裹，化作一道翠绿色的水龙，尽数被收入灵瑶祭出的一方玉净瓶中。直到此刻，灵瑶才终于将目光落在了半空中那个姿态滑稽的金无邪身上。画龙九重天，也敢学人当猎人？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金无邪的神魂之上。他早就发现了，他一直在等我出手。一个荒谬到极点的念头让金无邪浑身冰冷。不可能，我乃画龙九重天的强者，更是万星神朝的皇子，他们几个下界蝼蚁凭什么轰？一股远超化龙境、磅礴浩瀚从灵瑶体内轰然爆发。那不是化龙境的力量，那是仙台，是踏上了仙之台阶，开始凝聚自身法则的无上威压。仙台境。金无邪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声音因为惊恐而变得尖锐。不，这不可能，你才多大年纪，你怎么可能是仙台大能？这已经完全超出他的想象。他引以为傲的画龙九重天修为，在真正的仙台大能面前如同蚍蜉撼树，没什么不可能的。灵瑶站起身，莲步轻移，缓缓向他走来。每一步落下，金无邪都感觉自己的神魂被巨锤轰击一次，禁锢他的力量便强大一分。他身上的骨骼开始寸寸碎裂，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嚓声，鲜血从他的七窍中疯狂涌出。灵瑶的语气平静，却让金无邪如坠冰窟。我倒是好奇，谁给你的胆子，敢对我们动手？金无邪脸色一变，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嘶吼道：你不能杀我，我是天界神域的人，我只是奉剑尘星圣子之命前来和你们交流沟通一番。远处的山丘上，凤渊脸上的玩味笑容早已僵硬，他周身升腾的七彩神火也尴尬地停滞在半空，明灭不定。剧本不对，这他妈的剧本怎么眼崩了？英雄救美的英雄还没登场，恶徒怎么就被人家小姑娘一根手指头给镇压了？那股气息错不了，是仙台境，而且是仙台二重天。一个下界女子，20岁左右的年纪，仙台二重天。弟子，我们……身后的族人也懵了，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凤渊的脸色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他没有理会族人，眼底深处一抹玄奥的金色符文悄然亮起。真皇观命神术，这是他真皇一族的不传之秘，可勘破虚妄，只是本源，更能看透一个人的生命轮廓，洞悉其真实年龄。下一瞬，当他看清灵瑶的生命轮廓时，整个人如遭雷击，瞳孔猛地收缩。那道生命轮廓清晰明亮，朝气蓬勃，其真实的骨龄真的只有20出头。轰！凤渊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自己看起来是青年模样，可真实年龄已经超过40岁。为了突破仙台境，他从小被泡在各种天才地宝的药浴里，真皇骨血灌体，族中老祖亲自为他护道。即便如此，他也是在35岁那年，于一处九死一生的上古秘境中，才侥幸突破到仙台一重天。如今的仙台3重天，更是耗费了他近10年的苦修和海量的资源。可眼前这个女人呢？20岁，仙台2重天，而且凤渊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散发出的道运气息，纯粹圆融，根基之稳固，远超同境界时的自己。这是什么概念？这已经不是天骄妖孽可以形容的了，这是怪物，一个彻头彻尾的修炼怪物。也对，毕竟是和那位有着不小关系的人。在这刹那，从小从容自信的凤渊心中竟然不由得升起一丝羡慕。就在金无邪发出绝望嘶吼的同一时间，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自远方天际破空而来，瞬息而至。剑光敛去，露出剑尘星那张冷峻的面容。他本在另一处探查，突然收到金无邪的传讯，便立刻赶了过来。然而他看到的却是让他剑心都为之动摇的一幕。金无邪毫无反抗之力的被禁锢在半空，而镇压他的仅仅是一个白衣女子。那个女子他有印象，之前在归墟之地外，她一直很安静，她的目光都被那个血脉特殊的皇灵而吸引。他从未想过，这个看似最不起眼的才是真正深藏不露的恐怖存在。仙台2重天，剑尘星古井无波的眸子里掀起了阵阵波涛。他一眼就看穿了灵瑶的修为，更感受到了那股纯粹到极致的先天道运。他的剑道追求的是破灭一切的纯粹，而眼前这个女子的道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源头。放了我！金无邪看到了剑尘星，眼中爆发出求生的光芒。圣子大人，救我！聒噪！林瑶秀眉微蹙，似乎也不再想追问背后之人了。他并指如剑，对着金无邪的方向轻轻一划，哧啦，一道细若发丝的凌厉剑气一闪而逝。金无邪那充满祈求的表情永远地定格在了脸上。下一刻，他的身体连同他的神魂从中间被整齐地分开，悄无声息地化作了飞灰，消散在这片天地间。
江若薇和黄灵儿早就见怪不怪，只是黄灵儿忍不住小声嘀咕：瑶瑶先前在门口就不该放过她。而山丘上的凤渊和剑晨星却是心脏狠狠地抽搐了一下。林瑶缓缓收回手指，目光平静地扫过远处山丘上的凤渊，又落在了不远处的剑晨星身上。气氛在这一刻陡然变得凝重起来。山丘之上，凤渊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的微微抽搐，那准备已久的华丽登场，此刻看来像个笑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心头翻涌的惊涛骇浪强行压下，挤出一个自认为完美的笑容。周身的七彩神火悄然敛去，他一步踏出，身形飘然落下，姿态优雅，仿佛真的是被此地动静吸引而恰好路过。仙子好手段，真是让凤某大开眼界。他一边说着，一边轻轻鼓掌，语气中充满赞叹，仿佛刚才那个躲在山丘上看戏的人根本不是他。像金无邪这种只会在背后偷袭的宵小之辈，卑劣无耻，死不足惜。仙子出手清理，倒是替天行道了。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瞬间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黄灵儿闻言，眸中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讥诮。这真皇弟子脸皮之厚，倒也算是一种罕见的修行了。不远处的剑晨星目光则完全锁定在灵瑶身上，他不在乎金无邪的死活，那不过是天剑神域推出来试探深浅的一颗棋子，死了便死了。他在意的是灵瑶刚刚那一指，看似轻描淡写，却蕴含着一种圆融无瑕、斩灭一切本源的道则，那是先天道胎独有的力量，与他追求的极致破灭虽殊途，却同归于至纯。这个女人对他而言，或许是一块可以印证自身剑道的磨刀石。藏土之中危机四伏，多有上古遗留的沙阵与不祥之物。凤渊的目光扫过灵瑶，又看了看江若薇和黄灵儿，笑容愈发温和真诚。独行终究危险，我们几方势力若能暂时结伴，也好有个照应。不知几位仙子意下如何？他的姿态放得很低，在见识了灵瑶的实力后，他果断放弃了之前的想法。面对和那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存在，最好的方式结下善缘。英雄就美的剧本演不了，那就换一个护花使者的剧本。谁要跟你这个假惺惺的家伙一路？黄灵儿撇了撇嘴，毫不客气地说道：刚才躲在山上偷看，现在跑出来献殷勤，不觉得恶心吗？凤渊的笑容一僵，但瞬间恢复如常，温和地解释道：仙子误会了，我等只是恰好在此地休整，察觉到有战斗波动才过来探查，绝无他意。江若薇用眼神安抚了一下还想开口的黄灵儿，看向灵瑶，等待着她的决定。灵瑶很清楚，李建一闭关之后，仅凭他们三人虽然自保无虞，但若想争夺太古战黄金，那等无上机缘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他能隐隐感知到，这藏土深处蛰伏着大恐怖。与凤渊、剑晨星这两个家伙同行，是目前最理智的选择。我没意见。没等灵瑶开口，剑晨星那冷硬的声音便先一步响起。他看着灵瑶，古井无波的眸子里隐隐透出一股锋锐。你的道很纯粹，与你同行，或许能让我的剑更快。他的理由无理，却也坦荡。灵瑶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又瞥了一眼笑容可掬的凤渊，缓缓点头。可以。他顿了顿，清冷的声音为这次盟约定下了基调。但各凭机缘，若欲争端，各凭本事，这是自然。凤渊脸上的笑容更盛，仿佛达成了一件天大的喜事，心中的尴尬也消散了不少。就这样，一支临时队伍宣告成立。队伍的气氛比想象中还要古怪。凤渊温文尔雅，博闻强志，不断找着话题，从上古秘闻聊到圣界风土，试图拉近与灵瑶的关系。然而灵瑶的回应永远是哦，知道了3连，多一个字都欠奉。反倒是黄灵儿偶尔会接上几句，言语间却带着若有若无的锋芒，让凤渊笑意盈盈的脸色总是为之医治。至于剑晨星，沉默地跟在队伍一侧，只是偶尔会顺着黄灵儿的话讽刺凤渊几句。一行人深入了一片更为古老的废墟，这里似乎曾是一片宏伟的宫殿群，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小心，此地的法则碎片比外面更混乱，能扭曲神识。灵瑶出声提醒。话音刚落，前方一座倒塌的石殿中猛地冲出一头浑身缭绕着黑气的巨大石像鬼，其双目燃烧着幽火，气息竟不弱于化龙境巅峰的修士，且肉身坚固无比。孽障，看我来！凤渊眼神一亮，抓住机会，正欲出手表现一番。他一步踏出，周身七彩神火暴涨，一拳轰出，神光璀璨，宛若真皇降世，威势惊人。轰！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石像鬼身上，发出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然而那足以轰碎山岳的一拳，仅仅是在石像鬼身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痕，碎石飞溅，却未能伤其根本。凤渊瞳孔一缩，脸上的从容瞬间有些挂不住。就在他准备动用更强神通找回场子时，
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陡然亮起，一道无形剑气瞬间从剑晨星身前凝聚而后破空而去，瞬间将那头坚不可摧的石像鬼斩成了齑粉，随风飘散。凤渊刚刚抬起的手无比尴尬地停在了半空，剑晨星却连看都未看他一眼，径直走向那石殿深处。石殿的祭坛上供奉着一盏早已熄灭的青铜古灯，灯心处却顽强地生长着一株形如龙形的紫色灵芝，通体流光溢彩。紫纹龙王餐。黄灵儿眼睛一亮，这可是淬炼神魂的宝药，价值连城，此物对神魂修行大有裨益。几位仙子既然先发现，理应由你们收取。凤渊立刻调整好心态，强行压下心中的憋闷，微笑着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尽显大族弟子的风范。然而剑晨星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那株灵芝，便收回了目光，似乎完全不感兴趣。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这些身外之物，他要的是成圣的机缘。若是有机会，他也很想要一关那传说中的太古战黄金。林瑶也不客气，玉手一招，便将那朱子文龙王餐收入囊中。队伍继续前行，渐渐的，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他们脚下的大地不再是暗红色，而是一种呈现出诡异的灰白色，仿佛所有生机与色彩都被抽干了。空气中那股浓郁的死气也开始变得稀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古老混沌的气息。这里的空间法则在扭曲。林瑶停下脚步，秀眉紧蹙，他的先天道胎能清晰地感知到这片区域的法则不断变换，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入未知的空间乱流。凤渊和剑晨星的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他们走到了一处断崖前，前方再无去路。断崖之下不是深渊，而是一片缓缓旋转的如同星云般的混沌雾气。而在那混沌雾气的中央，一座漆黑的古老石碑于雾气中若隐若现，散发着万古苍凉的意味。那是什么？黄灵儿忍不住惊呼。就在这一刻，那片混沌雾气仿佛被惊醒的巨兽，旋转的速度骤然加快，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恐怖吸力从雾气中心猛地爆发。不好！凤渊脸色巨变，仙台三重天的神力轰然爆发，试图稳住身形。剑晨星更是剑意冲霄，整个人如一柄定在大地上的神剑。然而在那股仿佛能吞噬天地的伟力面前，任何抵抗都显得苍白无力。林瑶只觉得一股天旋地转的眩晕感传来，眼前的景象瞬间被扭曲，化作了无数光怪陆离的碎片。藏土深处，暗河之源，身穿黑金长袍的名字身形无声无息地出现，俊美如妖的面容上满是凝重。他快步走到盘坐在轮回木蒲团上的大长老面前，躬身行礼。大长老，何事？大长老眼皮都未曾抬起，声音古井无波。回大长老，出变故了。明子的声音低沉，却难掩其中的一丝震动。那位公主殿下连同真皇一族的弟子与天剑神域传人被卷入了长生界之中。长生界！听到这三个字，大长老那仿佛万古不动的身躯猛地一颤，其中金光一闪而逝。你说什么？他们引动了长生大帝留下的道场契机。是。明子点头，神情愈发严肃。那处空间节点的封印本已开始消散，恰逢他们经过，被那道场自行接引了进去。大长老，长生界内危机重重，传闻有大帝晚年留下的不祥，我等是否需要出手将他们捞出来？明子口中的公主殿下指的自然是灵瑶。自上次之事后，他们对灵瑶的重视超过了任何人。开玩笑，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那位大人一根手指头碾下来，整个藏土都得跟着陪葬。大长老闻言，浑浊的眼眸中竟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他掐指推演了片刻，脸上的惊诧之色反而渐渐散去。不必。他摆了摆手，缓缓摇头。为何？明子不解。呵呵。大长老发出了一声意义不明的轻笑，他看了一眼明子，反问道：你以为他们为何能恰好引动那处连我等都难以寻觅的道场？明子一愣，此乃天意，或许说不定是那位大人的手笔。大长老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了无尽虚空。那位公主殿下乃是先天道胎，与长生大帝之道本就有所契合，能得此机缘是他的造化。可是其中的凶险，明子依旧忧心忡忡。凶险！大长老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有真皇弟子和剑晨星那两个小辈在，寻常危险不足为惧，更何况……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陡然压低，神情变得凝重。更何况，你真以为那位公主殿下毫无自保之力吗？大长老深深地看了一眼明子，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可知他身上到底带着什么东西？明子心头一跳，但依旧不解。就算是那位存在赐下的护身宝物，但是这毕竟是一位大帝的道场。大长老闻言，忍不住摇头苦笑起来。明子啊，你还是太年轻，根本不明白那位大人
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我能感觉得到，那位赐下的东西若全力施为之下，我们这藏土怕是都要被瞬间打回混沌，不复存在。轰！此言一出，不亚于一道神雷在明子脑中炸响。他那张俊美无助的脸上满是惊骇，将整个藏土打回混沌，那起码得是超脱于仙气之上的无上神物吧。那位大人送给一个小辈的护身之物，竟然是仙气以上的宝物。这一刻，明子感觉自己的世界观被彻底颠覆。他一直以为自己对那位大人的强大已经有了足够高的预估，可现在看来，自己那点可笑的想象力，在那位大人真正的冰山一角面前，渺小的如同尘埃。难怪连大长老这等存在，在提起那位大人时，都永远是那副敬畏到骨子里的姿态。所以，你明白了吗？大长老长叹一口气，重新闭上了眼睛。那位大人既然放心让他进去，就代表里面的一切皆在他的掌控之中。此乃那位公主殿下的机缘，我等若是强行插手干预，非但不是帮忙，反而是画蛇添足，会惹得那位大人不快。我等只需静观其变即可。明子沉默了，他站在原地许久，才对着大长老再次深深一躬。明子，受教了。他直起身，望向那片虚无，眼神中最后一丝骄傲彻底敛去，只剩下无尽的敬畏与向往。那位大人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与此同时，长生界内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林瑶的意识终于恢复了清明。预想中的空间撕裂之痛并未传来，反而有一股温暖和煦的生命气息将他整个人包裹。嗨嗨，瑶瑶、若薇，你们没事吧？黄灵儿的声音从一旁传来，带着一丝后怕。林瑶睁开眼，立刻查看四周，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天地，没有藏土的死寂与暗红，这里的天空是温润的淡金色，大地之上铺满了散发着隐隐宝光的青草，空气中没有灵气，而是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的生命精气。只是轻轻一吸，就感觉四肢百骸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之前的疲惫瞬间消散一空。远处有高达1000丈的巨树，树冠如华盖，枝叶间流淌着阵阵霞光。一条条由最精纯的生命原液汇聚而成的小溪，在草地上蜿蜒流淌，溪水旁生长着一株株外界早已绝迹的上古神药，随风摇曳，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这里不是什么凶险之地，而是一处传说中的仙界后花园。我的天，我们这是到仙界了吗？黄灵儿瞪大了眼睛，小嘴张成了 O 型，看着一株在溪边探头探脑，形如麒麟，通体晶莹剔透的饱餐，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江若薇同样震撼不已，她从未见过如此浓郁的生命气息。不远处光华一闪，凤渊和剑晨星的身影也显现出来。饶是他们见多识广，此刻脸上也写满了震惊。此地竟是一方未曾开化的太初小世界。凤渊失声惊呼，眼神中充满了狂热。看着生命本源的浓郁程度，若是能在此地闭关，说不定能很快就能窥见圣人门槛。然而林瑶的目光却并未停留在那些唾手可得的神药之上，她的秀眉微微蹙起。身为先天道胎，她能感觉到在这片生机勃勃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一股更为古老浩瀚却又带着一丝死寂的矛盾气息。她的目光越过那些神药与巨树，望向了这片天地的最深处。在那里，云雾缭绕之间，隐约可见一座巨大无比的宫殿轮廓。那宫殿通体由一种宛如青玉的材质铸就，却散发着一股腐朽气息。就在众人为眼前的景象而心神摇曳之际，咚一声沉闷声毫无征兆地从那座青玉宫殿的方向传来。那一声咚的闷响，仿佛不是从远处传来，而是直接在每个人的心脏上擂响，让在场所有人心头猛地一沉。这片生机盎然的仙土瞬间被蒙上了一层诡异的阴影。是那座宫殿。凤渊目光灼灼地盯着远处那座青玉宫殿的轮廓，语气中压抑着激动。机缘与凶险往往一体两面，这片小世界如此不凡，真正的核心秘密必然藏在那座宫殿之中。走！剑晨星吐出一个字，身形已经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宫殿的方向疾驰而去，干脆利落。他身后几名身穿灰袍服饰的弟子也连忙欲空跟上。我们也跟上，都小心点。林瑶对着江若薇和黄灵儿轻声嘱咐，他清冷的眸子深处却闪过一丝凝重。他的先天道胎能感知到那座宫殿中生与死的气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扭曲纠缠在一起，绝非善地。但是直觉告诉他，要想从此地出去，那宫殿是唯一的出路。凤渊见状，对着三女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也带着身后的族人跟了上去。越是靠近，那座青玉宫殿的轮廓便越是清晰。它宏伟磅礴，仿佛是一个擎天巨人以一整块神玉雕琢而成，每一寸墙壁都流淌着浓郁生机。但与这磅礴生机格格不入的是宫殿周围缭绕的一缕缕灰败死气，让人不寒而栗。宫殿的大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的
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见陈星第一个抵达，他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只是静静地凝视着那片黑暗，仿佛在与一头责任而逝的凶兽对峙。圣子，此地太过诡异。一名天剑神域的弟子硬着头皮上前，声音发颤。见陈星没有回头，声音冷得像冰。你进去探路。他随手指向一名最年轻的弟子，那名弟子脸色瞬间煞白，嘴唇哆嗦着。圣子，我感觉里面很是危险。他不想去，那门后的黑暗让他神魂都在战栗，仿佛踏进去就会被彻底吞噬。我的话不说第二遍。见陈星的语气没有任何起伏，仿佛在命令一只蝼蚁。不，圣子，我为神域流过血，我立过功，你不能让我去送死。那弟子神力爆发，转身就想逃。然而他刚一转身，是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从他后心一穿而过。那名弟子脸上的惊恐与不甘彻底凝固，身体无力地栽倒在地，生机迅速断绝。见陈星收回并拢的剑指，甚至没再看那具尸体一眼，目光扫过剩下几名噤若寒蝉、面无人色的弟子。还有谁有意见？无人敢言。他的冷酷与无情，让随后赶到的凤渊族人与黄灵儿等人都是心头一凛。这人是个疯子吧？黄灵儿忍不住传音骂道。江若薇则是媚眼微眯，传音道：瑶瑶，这见陈星走的是无情剑道，以人为草芥，倒是纯粹。不过这宫殿里的灰雾，你看出来是什么了吗？林瑶轻轻摇头，同样传音回应：不是寻常的死气或煞气，更像是一种道的腐朽之力。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先看看他们怎么应对。你去。见陈星再次指向一人，这一次那名弟子不敢有丝毫违逆，他面如死灰，一步步挪向那扇虚掩的殿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颤抖着将手推开了殿门。轰隆，沉重的殿门被缓缓推开，露出了门后真正的景象。那是一片被灰色雾气笼罩的广阔大殿，雾气之中隐约可见一条通往深处的白玉石桥。啊！刚踏入大殿的弟子发出一声凄厉到极致的惨叫。众人只见他的护体神光在接触到灰色雾气的瞬间便如同冰雪般消融，紧接着是他的血肉筋骨，前后不过2息时间，一个化龙境的修士就这么被腐蚀成了一具白骨，连神魂都未能逃出，彻底消散。死寂！大殿门口一片死寂。黄灵儿的小脸有些发白，下意识地抓住了林瑶的衣袖。这宫殿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凶险100倍。见陈星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死的不是他的同门，而是一只无关紧要的蝼蚁。他接连又派出了2名弟子，一人尝试飞跃，一人尝试用神力铺路，但下场都和第一个人一样，触之即死。直到第4个人被逼着踏上那座白玉石桥，才终于没有被灰雾腐蚀，踉踉跄跄地在桥上走了10几步，最终却被桥下突然探出的一只雾气大手拖了下去，惨叫声戛然而生。原来如此，只有那座桥是生路。见陈星终于开口，他目光一转，落在了凤渊和他身后的几名真皇族人身上。轮到你们了。这理所当然的语气让凤渊身后的一名族人怒道：见陈星，你别太过分，凭什么要我们的人去送死？见陈星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可以不去。那名真皇族人被他看得心底发毛，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这根本不是商量，是命令。在见陈星的世界里，弱者就是用来牺牲的棋子。够了！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凤渊却忽然开口了。他排开身前的族人，缓步走出，脸上竟还带着一丝云淡风轻的笑意。好机会！刚才看了下里面的情况，我若是小心应对，应该不成问题。凤渊心中冷笑，见陈星残暴不仁，正是我展现气度的绝佳时机，而且若能以弟子之尊行庇护之事，必能让那几位仙子对我刮目相看。尤其是灵瑶，这英雄剧本换个方式演，效果或许更好。他整理了一下衣袍，目光扫过那座危机四伏的白玉石桥，对着身后众人道：你们在此等候，我亲自去走一趟。什么？不仅是真皇一族的族人，就连黄灵儿和江若薇都愣住了。哼，不愧是真皇一族，真是喜欢演这种收买人心的戏码。见陈星发出一声讥讽的冷笑，希望你要一下子就死在里面了。凤渊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没有反驳。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灵瑶的方向，随后深吸一口气，周身燃起璀璨的七彩神火，一步踏上了那座白玉石桥。嗡！当他踏上石桥的瞬间，周围的灰色雾气仿佛活了过来，化作无数嘶吼的怨魂，疯狂地朝他扑来。凤渊神情凝重，七彩神火暴涨，将所有扑来的灰雾尽数焚烧净化，一步步向前走去。这一幕让黄灵儿撇了撇嘴，小声嘀咕：算他还有点担当。江若薇美眸中闪过一丝异色，灵瑶也静静地看着凤渊的背影，眼神微动。
不管凤渊是真心还是伪善，他此刻以弟子之尊亲身涉险庇护族人的行为，终究是让他们对他的观感改观了那么一丝。白玉石桥并不长，只有100丈。凤渊走得异常艰难，每一步都要耗费海量的神力去对抗那些无穷无尽的灰雾怨魂。当他走到桥中央时，桥下再次探出那只雾气大手。滚！凤渊低吼一声，背后浮现出一头巨大的真黄虚影，神火冲霄，硬生生将那只雾气大手震碎。终于在耗费了近半神力之后，他有惊无险地走到了石桥的尽头，踏上了对岸的平台。就在他踏上平台的一刹那，整座大殿猛地一亮，所有的灰色雾气如同潮水般退去，露出了大殿的全貌。而在平台的中央，一朵晶莹剔透、流淌着氤氲倒韵的青色莲花缓缓绽放。莲台之上静静地躺着数百枚龙眼大小、通体翠绿的果实，一股浓郁到极致的生命道韵从中散发出来。长生道果。凤渊双眸陡然一亮，那些道果仿佛受到了牵引，化作一道绿光，主动飞入了他的手中。长生道果，传说中那位以长生为号的无上大帝，晚年时以一株真正的不死神药为母体，耗尽心血才培育出的逆天奇物，每一枚都蕴含着一丝长生道则，可为修士凭空延寿300年。300年寿元，这是何等恐怖的概念！对于任何卡在瓶颈、寿元将近的老怪物来说，这就是第2条命，是足以让他们为之掀起血雨腥风的宝物。自从长生大帝作画，这种道果的培育之法也随之失传，早已绝迹于世间。而现在，这传说中的奇物不止1枚，而是足足数百枚，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自己面前的青玉莲台之上。就是以凤渊的沉稳性子，也是忍不住呼吸陡然变得急促。长生道果生机与死气交织的宫殿，这片独立的小世界，一个大胆的猜测疯狂涌上心头。这里难道是长生大帝的道场？他忍不住开口道。此言一出，不只是他的族人，就连入口处的剑晨星、黄灵儿等人也是瞳孔猛地一缩。周遭那些真天剑神域的弟子更是个个面色涨红，呼吸粗重如牛，死死盯着那莲台，眼神中的贪婪与占有欲几乎化为实质。大帝道场，这4个字拥有着无穷的魔力，代表着无上的传承与今天的机缘。就在此时，灰雾已经彻底散尽，那座白玉石桥变得安全无比。唰，一道刺骨的剑光闪过，剑晨星已然出现在平台之上。他周身无形的剑意瞬间弥漫开来，冰冷刺骨。他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此刻死死地盯着莲台上的数百枚长生道果，其中罕见的透出了一丝贪婪。他追求剑道纯粹，可延寿300年，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参悟、去突破。这种诱惑无人能挡，此地的路是我天剑神域的弟子用命探出来的。剑晨星转过头，冰冷的目光落在凤渊身上，语气不容置疑：这些道果我要1/3。此话一出，气氛瞬间凝固。剑晨星，你还要不要脸？凤渊身后一名脾气火爆的族人当场就怒了：人是你逼着去送死的，路是我族弟子亲自涉险走出来的，你凭什么分1/3？剑晨星连看都未看他一眼，只是盯着凤渊，恐怖的剑意开始在他周身凝聚，空气中都发出了嗤嗤的切割声，仿佛随时都会暴起出手。哼！凤渊却忽然笑了起来，他抬手制止了还想怒斥的族人，脸上的激动被他强行压下，重新恢复了那副温文尔雅的弟子风范。他心中念头飞转，转手就送出这么一份大机缘的1/3，他肯定是不乐意的。但和剑晨星这个疯子硬拼，胜负难料，且必然2败俱伤，只会便宜了别人。眼下保住大部分利益，同时继续维持自己大度从容的形象才是上策。剑兄此言差矣。凤渊微笑着，不卑不亢地迎上剑晨星的目光。你的弟子是死于你的命令，而这座桥是凤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头功理应算在凤某身上。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尽显大度。不过你天剑神域折损人手也是事实。这样吧，这莲台上的道果凤某数过，一共365枚，暗合周天之数，我分你50枚，算是对你那些逝去同门的补偿，如何？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滴水不漏祭点明了功劳归属，又给足了剑晨星台阶下。剑晨星的眉头微微皱起，50枚离他预想的1/3差得远，但他也能感觉到这是凤渊的底线，再争下去必然是一场恶战。好，他冷冷吐出一个字，算是同意了。凤渊心中冷笑一声，表面上却依旧笑容和煦。他大袖一挥，莲台上的道果便飞出50枚，化作50道翠绿的流光，落向剑晨星。剑晨星毫不客气地将其收入囊中。随后凤渊的目光转向了灵瑶3人，脸上的笑容变得愈发真诚温和，充满了自信。3位仙子
这一路同行亦是缘分。这50枚道果还请仙子们收下，就当是凤某的一点心意。他这一手玩得极为漂亮，既展现了自己的慷慨，又试图将林瑶等人拉到自己的阵营。他自信面对这等奇珍，没有人能拒绝。黄灵儿正想开口讽刺他假惺惺，却被江若薇用眼神制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林瑶身上。只见林瑶平静地看着凤渊，清冷的眸子没有丝毫波澜，仿佛他捧出的不是能让圣人都疯狂的道果，而只是50颗寻常的石子。不必了。他缓缓摇头，声音淡然。无功不受禄，此桥非我等所过，这道果自然也与我们无缘。凤渊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没想到面对长生道果这等逆天奇物，林瑶竟然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就这么干脆地拒绝了。那可是能买命的东西，他怎么能？他怎么会？这女人的心性究竟是何等坚韧？或者说，在他眼中，这些所谓的至宝根本就不值一提。江若薇和黄灵儿也没有任何意义，仿佛那能让外界打得头破血流的延寿奇珍，在他们眼中真的无足轻重，说不定还没有红彤彤的功效好呢。黄灵儿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当然这句话并没有此刻被打击到了的凤渊听清，否则他说不定得气吐血。此刻凤渊心中刚刚升起的那点自得与算计荡然无存，他感觉自己刚才那番精于算计收买人心的表演，在林瑶淡然的目光下，像个卖力演出却无人喝彩的跳梁小丑。就连一旁的剑晨星看向林瑶的眼神中都多了一丝别样的审视，不为外物所动，道心纯粹。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既然如此，凤某便不强求了。凤渊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强行压下心中的尴尬，将剩下的道果尽数收起，只留下一枚在手中把玩，仿佛想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失态。现场的气氛在分完宝物后变得有些微妙，所有人心中都压着一块巨石。长生大帝的道场，刚刚那座死亡之桥仅仅是第一道考验，后面还不知隐藏着何等恐怖的杀机与今天的机缘。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点。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轰隆隆，整座宫殿毫无征兆地剧烈震动起来，古老的石壁上簌簌地落下尘埃。轰隆隆，众人脚下的大地开裂，却不见深渊，裂缝中涌出的是璀璨的光雾。两侧的石壁向着相反的方向缓缓移开，露出更深邃广阔的空间。不过短短10数息的功夫，原本的大殿已经彻底变了模样。那座度过一次便安全无虞的白玉石桥，连同那诞生了长生道果的青莲玉台，尽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那是一条由无数细碎光点汇聚而成的路，漂浮在虚空之中，散发着梦幻般的光泽，看不清材质，更望不到尽头。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一道苍茫的声音在每个人的心底响起：长生路，先练心，心不坚者道不成，入此路，见本我，斩执念，方可过。练心，这竟然是一道练心考验。凤渊的神情瞬间变得凝重，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旁的剑晨星。若论杀伐神通，他自问不输此人，可若论道心的纯粹与坚固，这个剑道疯子恐怕在场无人能及。果不其然，剑晨星在听到那古老声音的瞬间，那双万年冰封的眸子里竟闪过一抹喜色。练心，他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正合我意，恰好验证一下我的无暇剑心。话音未落，他已然一步踏出，没有丝毫犹豫，身形第一个踏上了那条光雾之路。他的自信在这一刻展露无遗。他修的是无情剑道，斩断七情六欲，以身似剑，以心铸剑。他早就认为自己的道心坚不可摧，圆融无瑕，而他本人也的确达到了传说中的剑心通明之境。在他看来，凤渊被弟子之名所累，心中充满了算计与野望；林瑶三女则是经历太少，修为太浅。这一关他赢定了，这可是长生大帝的道场啊！想到此处，就算是他心中也不免泛起一抹火热。凤渊看着剑晨星那孤傲的背影，眼神复杂。他承认剑晨星此刻的确有孤傲的资格，自己的道是帝王之道，是平衡与驾驭之道，心中所思所想远比剑晨星要复杂得多。哼，疯子！他低声自语，却也收敛心神，对着身后的族人沉声道：此乃练心之路，守住本心，切勿被外魔所侵。说罢，他也带着族人踏上了光路。林瑶、江若薇和黄灵儿相视一眼，同样迈步跟上。当脚掌接触到光路的刹那，周遭的景象瞬间变了，所有人都从彼此的视线中消失，仿佛被拉入了各自独立的精神世界。啊！一声凄厉的惨叫最先响起，是凤渊身后的一名族人，他双目圆瞪，脸上布满了极致的恐惧，仿佛看到了世间最可怕的景象，胡乱地挥舞着手臂，神力狂暴。下一刻，
一道柔和的光将他包裹，直接从光路上扔了出去，重重的摔在起点，昏死过去。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天剑神域那边的情况同样惨烈。一名弟子脸上露出狂喜至极的笑容，仿佛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无上剑诀，手舞足蹈，随即也被光路无情的驱逐。另一名弟子则满脸狰狞，状若疯狂地与看不见的敌人搏杀，最终力竭被弹出光路。这条炼心之路无比霸道，它会挖掘出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贪婪、欲望与执念，并将其无限放大。心智稍有不坚，便会瞬间沉沦，被判定为失败。不过片刻功夫，凤渊和剑晨星带来的那些弟子便被淘汰得七七八八，横七竖八地躺在起点，不省人事。光路之上，只剩下寥寥数人还在艰难前行。滚开！都给我滚开！黄灵儿的俏脸此刻一片煞白，紧咬着嘴唇，清澈的眼眸中充满了挣扎。在他的幻境中，无数族人正对他顶礼膜拜，将他奉为神皇古族唯一的真神，恳求他带领全族走向辉煌。无上的荣耀不断侵蚀着他的心神。紧接着画面一转，又是他的亲人遭遇不测，血染长空的凄惨景象。极致的荣耀与极致的悲痛如同潮水般反复冲刷着他的意志。不是真的。他拼命摇头，想要摆脱这幻境的控制，可那景象太过真实，那情感太过浓烈，让他无法分辨。终于，当幻境中出现他最敬爱的父亲，满身是血的对他伸出手，喊出那句灵儿救我时，他心中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了。父皇！他发出一声悲鸣，一滴清泪从眼角滑落。嗡！光芒一闪，他娇小的身躯也被温柔地送出了光路，落在了起点处，眼角还挂着泪痕，陷入了沉睡。灵儿！江若薇心中一紧，回头看了一眼，却发现自己也深陷泥潭。他的幻境是无尽的佛光与靡靡之音，一尊看不清面容的古佛正对他含笑低语，劝他放下红尘，立地成佛，可享永恒极乐。而另一边又是万千靡靡之音，红尘万世，沉沦苦海。江若薇的双眼紧闭，长长的睫毛不停颤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香汗。另一边，凤渊的处境同样艰难，他看到了自己登临地位，万族来朝的景象，也看到了自己兵败垂成，被宿敌踩在脚下的画面。他的道心在无尽的野心与不甘中被反复锤炼，摇摇欲坠。整条光路上唯有一人依旧从容，剑晨星。他步伐稳健，速度不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这条让众多修士心神崩溃的炼心之路对他而言不过是闲庭信步。他的幻境是什么？是无敌的剑道，是破碎的虚空，是屹立于万道之巅的孤寂身影。可这些本就是他一生的追求，幻境如何能动摇他本就为之疯狂的本心？他甚至享受这种感觉，在幻境中，他的剑斩碎了一切阻碍，变得更加纯粹，更加锋利。他一路前行，将所有人都远远甩在身后，距离那看不见的终点越来越近。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之前的话，他的道心在这群人中的确是第一。然而就在他即将走到自认为的终点时，眼角的余光却无意间瞥到了身后的一道身影。灵瑶。他从现在到目前为止一步都没有动，他的表情似乎很是疑惑，仿佛周围的一切幻想都与他无关。剑晨星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这个女人为何也能如此平静？她的执念又是什么？就在他分神的刹那，他的幻境骤然一变，不再是无敌的剑道，不再是破碎的虚空，而是一道模糊的身影，一道他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却让他从灵魂深处感到站立的身影。那道身影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就仿佛是这片天地的唯一，是万道的源头。他手中的剑，那柄他认为早已与自己心意相通的神剑，在这一刻发出了恐惧的嗡鸣，竟不敢指向那道身影。剑晨星的道心，那颗他自认为早已无瑕的剑心，在这一刻出现了一丝裂痕。不，一个字从剑晨星喉咙深处挤出，干涩而沙哑。那道模糊的身影仅仅是存在，就让他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成了笑话。无情剑道，坚不可摧，剑心通明。在无法理解的源头面前，他的剑连出鞘的勇气都没有。那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源于生命本质的臣服。他的剑在向那道身影朝拜。我的剑！咔嚓，一声轻响自他道心深处响起。那颗他耗费数十年光阴，斩断一切情感，打磨的自认为圆融无瑕的无垢剑心，在此刻崩开了一道无法磨灭的裂痕。执念即是心魔，他最大的执念便是自己的剑道无敌。而此刻，这执念被一道无法企及的身影碾得粉碎。噗！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剑晨星的身体剧烈颤抖，眼中的世界开始天旋地转。嗡！
光路感应到他心神的崩溃，一道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将他包裹，毫不留情地将他从路上扔了出去。砰！剑晨星狼狈地摔在起点，坚硬的地面让他混乱的思绪有了一丝清醒。他猛地抬头，第一眼看到的是同样盘膝坐在不远处，脸色苍白，正在调息的凤渊。凤渊也失败了。呵呵。剑晨星撑着地面，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擦去嘴角的血迹，脸上露出一抹病态的讥讽。凤渊，看来你的心境很一般啊，这么快就结束了炼心之旅。凤渊睁开眼，眸光深沉，并未动怒，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剑晨星在光路上留下的印记，那印记比自己的位置远了近乎1倍。你比我强？凤渊坦然承认，这份坦然却让剑晨星更加不屑。强？这不是强弱的问题。剑晨星摇了摇头，目光扫过光路，这是道心纯粹与否的问题。你心有羁绊，野望缠身，杂念太多，注定走不远。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光路上的另外2道身影上。江若薇，那个幻花宫的妖女，此刻正蹙着秀眉，步履维艰，看样子随时都会被淘汰。她所在的位置甚至还不如凤渊。至于另一个灵瑶，剑晨星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他从头到尾一步未动，要么是早已被幻境困死，心神沉沦，只是光路还未将他驱逐，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踏出一步的勇气。看来这炼心之路的考验终究是我拔的头筹。剑晨星收回目光，声音中重新带上了那份孤傲。纵然道心受损，但在这群人中他依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然而他话音刚落，异变陡生，光路之上，那道原本举步维艰的妩媚身影江若薇身上毫无征兆地爆发出万丈金芒。凤渊和剑晨星同时看了过去，瞳孔猛地一缩。只见江若薇的身躯此刻竟变得有些虚幻，璀璨的佛光从她体内渗透而出，在她身后隐约凝聚成一尊宝相庄严却又带着无尽魅惑的菩萨虚影。神圣与堕落，佛性与妖性，那2种截然相反的气息在她身上疯狂交织，非但没有冲突，反而达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这是佛门的晨心通。凤渊失声惊呼，他分明看到江若薇在幻境中的挣扎正在飞速消退。他的幻境是什么？是无尽佛光劝他放下红尘，立地成佛；是红尘万千，劝他在人世中争夺。对寻常修士而言，这是足以让道心撕裂的2种极端，但对他而言，这不正是妙玉菩萨一生所求的以情正道的真谛吗？佛非无情，乃是大情。斩情非道，而是囚笼。轰！随着他心境的通透，体内的佛骨仿佛被彻底激活，一股磅礴浩瀚的力量瞬间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江若薇的脚步不再迟疑，1步、2步、3步，他的速度越来越快，身姿轻盈，仿佛不是走在步步杀机的炼心之路上，而是在自家的后花园中闲庭信步。他走过了凤渊被淘汰的位置，没有丝毫停顿。起点处，凤渊的呼吸已经彻底呆滞。这怎么可能？这个女人，她竟然把炼心之路当成了自己的悟道场。剑晨星脸上的讥讽与孤傲早已僵住，取而代之的满是阴沉。在他的注视下，江若薇那道沐浴着佛光的身影轻而易举地踏过了他之前用尽全力才走到的位置，并且还在继续前行，仿佛一记无声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剑晨星的脸上，火辣辣的疼。他刚刚才宣称自己是道心第一，结果一转眼就被这个他根本看不起的妖女以碾压的姿态轻松超越。噗！心神激荡之下，剑晨星牵动伤势，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脸色变得惨白如纸。光路之上，江若薇又往前走出了很远，几乎超越了剑晨星1倍的距离。到了这里，他才终于感觉到了一股发自灵魂的压力。前方的路光雾变得无比浓郁，仿佛通往一片未知的混沌。他那双妩媚的眸子闪了闪，没有再强行前进。他感觉得到，再往前就不是他如今的境界可以窥探的领域了。见好就收才是聪明人的选择。他停下脚步，对着虚空中的光路盈盈一拜，像是在感谢这次的机缘。随即他主动转身，迈步而回。光芒一闪，他身姿轻盈地落在了起点，周身佛光与妖气缓缓收敛入体，气息比之前强大了不止一筹。那双媚眼流转间更添了几分令人心悸的神韵。他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剑晨星，又看了一眼陷入震惊的凤渊，嘴角微微一翘，露出一抹动人心魄的笑容。剑晨星胸口一闷，差点又是一口老血喷出来。至此，场中的焦点只剩下最后一个灵瑶。他依旧站在起点，一步未动，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凤渊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撼，目光复杂地看向灵瑶。江若薇的表现已经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那这个明显是三人中领头羊的女子又会如何？一步未动，真的是心神沉沦了吗？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他身上的那一刻，灵瑶动了。起点处，在凤渊和剑晨星或震惊或阴沉的注视下，那个从始至终在光路之上一步未动的身影，灵瑶终于动了。他抬起脚向前轻轻踏出一步，没有丝毫的迟滞，就仿佛不是他在炼心之路上，而只是在自家的庭院里散步一般。然后是第二步、第三步，他的步伐不快，却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每一步都走得从容不迫。那张清冷绝美的脸上没有众人预想中的挣扎，有的只是一抹淡淡的困惑。是的，就是困惑，仿佛他正在思考一个什么深奥的问题，而脚下的路根本不值得他分出半点心神。这一幕让其点出的三人彻底看呆了。这……凤渊嘴巴微张，一个字卡在喉咙里，再也说不下去。他回想起自己刚才在路上的每一步，都如同背负着一座大山前行，心神被反复撕扯，那种痛苦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可灵瑶，他这是在散步吗？而一旁的剑晨星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他死死地盯着灵瑶的背影，周身不受控制地溢散出丝丝缕缕的剑气，将身下的地面切割出一道道细密的裂痕。他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为什么这个女人也能如此从容？难道她的道心比自己斩断七情六欲，以身四剑磨砺出的无垢剑心还要纯粹，还要坚固？这不可能。如果说江若薇胜过她，他还能接受，因为江若薇明显和佛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佛门本就是很擅长炼心的宗门。但是灵瑶呢？她又有什么？怎么能走得如此从容？光路之上，灵瑶确实很困惑。从她踏上这条路的第一时间起，她就做好了迎接考验的准备。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诱人沉沦的幻象，没有勾起心魔的低语，更没有那种源自灵魂的恐怖压力。这条光路除了会发光之外，对他而言和外面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他之所以一直站着不动，就是在观察。他看着天剑神域的弟子丑态百出，看着凤渊的族人癫狂落败，看着凤渊面容扭曲，看着剑晨心步履稳健，却又在最后关头道心崩裂。他看着他们一个个如同陷入了世间最可怕的梦魇，这让他一度怀疑这炼心之路是不是只针对男性修士。可很快江若薇的表现就推翻了他的猜测。江若薇在佛光与妖气中挣扎悟道，最后破茧成蝶的景象他也看得一清二楚。这证明路是真的，考验也是真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唯独对我没用？难道这路坏了？还是说他也懂得看人下菜碟，知道自己不好惹？灵瑶百思不得其解。眼看着光路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连大有收获的江若薇都主动退了回来，他觉得自己总不能一直这么站着，不管这路到底有什么古怪，走一走总能发现些端倪。于是他便迈开了脚步，很快他就走到了黄灵儿被淘汰出局的位置。他停顿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光点，又回头望了一眼起点处陷入沉睡，眼角还挂着泪痕的黄灵儿。他试着去感受了一下，依旧是毫无波澜。灵儿的执念是亲情与荣耀。林瑶心中了然，随即继续前行。起点处，凤渊的呼吸微微一滞，过了。林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走过了第一个淘汰点，而且看他的样子没有任何压力。接下来是凤渊自己被淘汰的位置，他下意识的挺直了腰杆，双眼一眨不眨的盯着。只见林瑶的身影没有丝毫停顿，如清风拂过山岗，直接从那个让他道心险些破碎的位置上一晃而过，面色依旧平静，脚步依旧轻盈。凤渊的瞳孔猛地一缩，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怎么会这样？他的帝王知道，他的野心与城府在这条路上被无限放大，成了最致命的破绽。可林瑶，他看起来无欲无求，难道他当真没有一丝一毫的执念吗？噗！不远处，剑晨星在看到这一幕时，再也压不住翻腾的气血，又是一口血沫从嘴角溢出。他引以为傲的道心，在这条路上走出的距离，曾是他蔑视凤渊的资本。可现在，这个资本在林瑶面前成了一个笑话。然而，这还只是开始。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那道继续前行的身影上，他走得不疾不徐，很快就接近了剑晨星最终崩溃倒下的那个位置。剑晨星的呼吸在这一刻都停滞了，他死死地盯着，眼中布满了血丝，心中在疯狂地咆哮：停下，给我停下！你不可能会比我更强，我的无情剑道才是最纯粹的道。然而光路，林瑶并不会理会他的想法。林瑶的脚步抬起落下，一步便跨了过去。从始至终，他的表情连一丝一毫的变化都没有。
仿佛只是随便走走。死寂！起点处一片寂静。噗！一声鲜血从剑尘星口中猛地喷出，他那颗本就布满裂痕的无垢剑心，在这一记无声的重击之下，裂痕再度扩大。不可能！剑尘星双目失神，喃喃自语，整个人都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而此时最为震惊的反而是江若薇，她那双妩媚的眸子此刻写满了难以置信。她看着林瑶的身影，轻而易举地走过了自己最后停下的位置，并且还在继续向前，那闲庭信步的姿态仿佛在告诉所有人，她的极限还远得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若薇红唇微起，彻底茫然了。别人不了解林瑶，她还能不了解吗？作为最亲密的闺中密友，她很清楚，林瑶虽然天资万古无一，但心性着实一般。要论道心的复杂与锤炼，她绝对比不上自己；要论道心的纯粹与偏执，她也肯定不如剑尘星那个练剑练到脑子不正常的疯子。可为什么这条对所有人都无比凶险的炼心之路，对她却像是完全敞开的康庄大道？就好像这条路根本就没有考验她。难道是因为先天道胎？瑶瑶是万古罕见的先天道胎，天生与道亲和，万法不侵。这条长生大帝留下的炼心之路，其本质是为了考验修士的道心，斩断执念，从而更亲近大道。可林瑶，她本身就是大道的宠，她就是道。你让一条路去考验道本身？想通了这一点的江若薇看向林瑶的背影时，眼神已经从震惊变成了哭笑不得的羡慕。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他们在这里拼死拼活，又是道心崩溃，又是顿悟突破，结果在林瑶这里就跟郊游一样，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而此刻的林瑶也终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他走过了很远，远到连江若薇留下的印记都看不见了，前方的光路依旧温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压力。他终于确定了一件事，这路真的对他没用，没意思。他有些无趣地撇了撇嘴，感觉自己刚才那么认真地观察别人，白白浪费了感情。既然走着没感觉，那再走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他抬起头，望向光路那被浓郁光雾笼罩的尽头。他忽然很好奇，这条路的终点到底有什么？给自己的奖励又会是什么？想到这里，他不再压抑自己的速度，唰，他的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再也不是一步步地走，而是直接贴着光路朝着深处疾驰而去。那速度快到了极致，在起点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只留下了一道越来越小的光点。眨眼之间，那道光点便彻底消失在了光路尽头的浓雾之中，不见了踪影。起点处只剩下一脸呆滞的凤渊和眼神空洞，仿佛已经彻底傻掉的剑尘星，以及捂着额头一脸无奈表情的江若薇。现场一片茫然，人呢？就这么飞过去了。这炼心之路还能这么玩？光路尽头的浓雾吞噬了林瑶最后一点光影，起点处死一般的寂静。凤渊脸上的肌肉僵硬，眼中的震撼久久未能褪去。他自诩遇事沉着冷静，可眼前发生的一切却怎么也让他冷静不下来。那条炼心之路就这么被飞过去了。江若薇捂着额头，发出了一声机不可闻的叹息，那张妩媚动人的脸上满是哭笑不得的无奈。人比人，气死人！这句话他今天算是体会的淋漓尽致。至于剑尘星，他依旧瘫坐在地，双目空洞。时间就在这诡异的寂静中一点一滴的流逝。盏茶的功夫过去了，那条梦幻般的光路依旧悬浮在虚空中，没有消失的迹象，尽头的浓雾也依旧深邃，看不出任何变化。林瑶没有回来。一声嘤咛，昏睡中的黄灵儿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她有些茫然地坐起身，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眼角干涸的泪痕，脑海中还残留着父亲血染长空对他伸出手的悲痛画面。我失败了，他喃喃自语，随即猛地清醒过来，环顾四周。当他看到江若薇和凤渊等人都站在起点，而光路上空无一人时，脸色瞬间一变。瑶瑶呢？他的声音急促，充满了不安。瑶瑶他人去哪了？江若薇连忙扶住他，轻声安抚道：别急，他走到终点去了。终点？黄灵儿的眼睛瞪得更大，一把抓住江若薇的手臂，指节都有些发白。他一个人？那终点是什么地方？万一有危险怎么办？我不知道。江若薇摇了摇头，目光望向那片浓雾，一贯从容的他眼中也满是忧虑。这条路对他似乎没有作用，但终点有什么，谁也说不准。一旁的凤渊此刻已经强行收敛了心神，恢复了几分从容。他听到二女的对话，眼神闪烁，主动开口道：二位仙子不必过于担忧，此乃长生大帝留下的考验，既然是考验，终点之处必然是今天的机缘与传承。灵瑶仙子福缘深厚，能走到最后当是天大的好事。
他这番话说得情深意切。然而黄灵儿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直接一个白眼翻了过去。哼，希望你这次一定要说对。凤渊闻言笑呵呵的，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在场中气氛愈发凝重，黄灵儿几乎快要忍不住也冲上光路时，镜头的浓雾中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光，一个光点由远及近，缓缓变大，是灵瑶。瑶瑶！黄灵儿惊喜地叫出声，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全部汇聚了过去。只见灵瑶的身影从浓雾中一步步走出，速度不快，姿态从容。她回来了，可是她的表情很不对劲，没有得到今天传承的喜悦与激动。那张清冷绝美的脸上写满了茫然。唰！不等她走回起点，黄灵儿已经化作一道火光迎了上去。瑶瑶，你总算回来了，吓死我了！他一把抓住灵瑶的手臂，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确认她安然无恙后，才急不可耐地追问道：怎么样怎么样？终点有什么？是不是长生大帝的无上传承，还是什么逆天神器？江若薇和凤渊也走了过来，目光紧紧地锁定在灵瑶身上，就连那个失魂落魄的剑晨星此刻也满是灼灼地盯着灵瑶。长生大帝道场的终点究竟隐藏着何等秘密？面对众人期待的目光，灵瑶的眉头却皱得更深了。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最后还是缓缓开口道：一堆骨头。现场瞬间安静了，黄灵儿脸上的兴奋僵住了，她眨了眨眼，以为自己听错了。啊，什么骨头？不知道。灵瑶摇了摇头，似乎不愿多提，语气里满是古怪。反正挺奇怪的。众人，这是什么回答？长生大帝炼心之路的终点不是无上传承，不是逆天神物，而是一堆奇怪的骨头。开什么玩笑？就在凤渊还想再问些什么的时候，轰隆隆，异变再次发生，不是宫殿震动，而是他们脚下这片广阔的平台，连同周围的虚空都开始剧烈的颤抖。紧接着，他们脚下的地面化作一片混沌，而在混沌的正中央，一座巨大王座拔地而起。那王座充满了古老苍凉的气息，而在那高耸的王座之上，一道模糊、伟岸，仿佛亘古长存的身影缓缓凝聚成型。他看不清面容，但仅仅是坐在那里，一股镇压万古、睥睨九天十地的无上威压轰然降临。噗！凤渊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当场就被这股威压压得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地，浑身骨骼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江若薇和黄灵儿也是俏脸煞白，拼尽全力抵抗，却依旧被压得弯下了腰，娇躯瑟瑟发抖。唯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灵瑶，她站在那里，仿佛与那股威压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丝毫不受影响，而另一个竟然是剑晨星。那股恐怖的威压在触及他身体的刹那，他那双空洞的眸子骤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他死死地盯着王座上那道模糊的身影，身体剧烈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激动。就是他，就是这道身影，那个在他幻境中让他道心破碎，让他连剑都不敢出的无上存在。哈哈哈哈！剑晨星忽然仰天大笑，笑声癫狂而沙哑。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破碎的道心在这一刻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被一种近乎扭曲的执念强行粘合了起来。原来是你，我的剑道，我的终点就是你啊！他状若疯魔，眼中再无他物，只有王座上那道身影。就在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从那道身影传出：极致的剑诞生于极致的破碎，无上的道铸就于无尽的执着。你的破碎，你的疯魔，你的执念，甚合我意。万古以来，你是唯一一个以破碎之心敢于直视我的人。那道身影缓缓抬起手，遥遥一指，穿过虚空，缓缓落向剑晨星。你有资格继承我的一切，继承一切。这可是长生大帝的道场，不用想也知道，那道身影肯定就是长生大帝了。他的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传说中可得到一位大帝的完整传承，意味着镇压了一个时代的无上神通，意味着足以让任何一个不朽道统都为之疯狂的惊天宝藏。而这一切都将属于剑晨星。跪在地上的凤渊猛地抬起头，那张淡定面容上第一次出现了无法抑制的嫉妒与不甘。凭什么？凭什么这个只会练剑的疯子能得到如此天大的机缘？自己输了，输在了炼心之路的考验上，他认。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输的代价竟然如此惨重。江若薇和黄灵儿也是俏脸煞白，他们搀扶着彼此，在那股无上威压下苦苦支撑，美眸中同样写满了震撼。剑晨星竟然因祸得福，以破碎之心直面无上存在，这是何等荒谬！
癫狂的笑声从剑晨星口中爆发出来，响彻了整片空间。他摇摇晃晃地站着，那身破碎衣服在易散的剑气下猎猎作响。他擦去嘴角的血沫，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王座上的身影，那里面满是炽热。赢了，终究是自己赢了。什么凤渊，什么江若薇，什么灵瑶，你们的道心再稳固又如何？你们走得再远又如何？本座的道本就是破碎中求永恒，这无上存在看中的不是那所谓的圆融无瑕，而是自己这颗破碎之后依旧敢于执着于剑的疯魔之心。王座之上，那道伟岸的身影缓缓抬起的手指上，一缕光芒凝聚，即将点向剑晨星的眉心传承之光。看到这一幕，凤渊眼中闪过一抹艳羡。然而就在那缕光芒即将飞出的刹那，王座上的身影动作微微一顿，他那模糊的面容似乎转向了凤渊等人。尔等虽未得无知真传，然亦是当世翘楚，既然有缘，吾也赐尔等部分机缘。威严的声音再度响起，话音落下，混沌空间中凭空出现了数道光门，每一道光门都散发着不同的气息。此乃吾昔日收藏，内含各式神通一种，凭缘法自取。什么？还有机会？此言一出，原本有些颓败的凤渊双眸陡然一亮。虽然比不上长生大帝的完整传承，但哪怕只是他昔日收藏的一世神通，也足以让外界抢破头了。而且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获得长生大帝培育灵药的方法。江若薇却是一愣，随即心中生出几分警惕。这世上真有这等好事？最大的机缘给了剑晨星，然后还给其他人发放机缘。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一道清冷声音在众人心底同时响起：别动，都别信他，是灵瑶的神念传音，这东西不对劲。江若薇和黄灵儿心头一凛，猛地看向灵瑶。只见灵瑶依旧站在原地，不受那威压分毫影响，但他那双清冷的眸子此刻却死死地盯着那道身影，眉头紧锁。瑶瑶，怎么了？黄灵儿立刻传音回去，声音中满是疑问。我说不清楚。灵瑶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厌恶。我之前在路的尽头看到了一堆骨头，很怪异，像是人类又不像是人类的残骸，而现在这个家伙给我的感觉和那堆骨头一模一样，而且我能看到他身影深处隐藏的恶意，他肯定不怀好意。恶意？江若薇那双妩媚的眸子瞬间收缩，她立刻抬头仔细审视着王座上的身影。之前她遵循本心走下那道问心路的时候也还有些奇怪，原来是本能地感受到了不妥。此刻看来，这个所谓的长生大帝恐怕很有问题，而眼前这个根本不是什么机缘，而是一个陷阱。想通了这一点，江若薇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她和黄灵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后怕与庆幸，两人不着痕迹地向着灵瑶身边靠拢，打定了主意，绝不轻举妄动。然而他们能收到灵瑶的警告，另外两人自然也收到了。凤渊那刚刚燃起希望的眼神瞬间凝固，他看了一眼面色凝重的灵瑶三女，又看了一眼那几道散发着诱人气息的光门，心中顿时纠结了起来。信还是不信？若信了灵瑶，那这近在咫尺的机缘岂非要白白放弃？这可是长生大帝的遗宝，若是不信，万一灵瑶说的是真的，那后果不堪设想。一时间他陷入了剧烈的天人交战之中，而另一边剑晨星在听到灵瑶传音的刹那，脸上那癫狂的笑容骤然一僵，随即他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浓浓的讥讽与不屑。不对劲，恶意，可笑。这个女人在炼心之路上大出风头，将所有人都比了下去，如今见到自己将要获得最终传承，终于忍不住开始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动摇自己的心神了吗？嫉妒，这一定是嫉妒。他想夺走本该属于我的无上机缘，我的道我自己会走。剑晨心飞，但没有听从警告，反而直接用神念冷冷地回了这么一句。话音未落，他再无半分犹豫，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向前踏出了一步。他主动迎向了那道即将落下的光芒，眼神满是癫狂。他要用行动证明谁才是最终的赢家，他要将这个女人方才带给他的所有屈辱尽数奉还。看到剑晨星如此决绝的动作，王座上的身影似乎发出了一声满意的轻哼。那道混沌光芒终于从他指尖飞出，如同一道流星，径直射向剑晨星的眉心。完了！江若薇和黄灵儿的心瞬间沉到谷底，而跪在地上的凤渊看到这一幕，心中的天平也开始剧烈的倾斜。剑晨星已经选择了，如果这是真的机缘，那自己再犹豫下去只会错失一切。富贵险中求，修道之路本就是与天争，与地斗，与人夺，若是连这点魄力都没有，还谈何登临地位，万族来朝？一念及此，凤渊眼中的挣扎瞬间被一抹狠戾所取代。他猛地一咬牙，
不再理会灵瑶的警告，目光灼灼地看向了离自己最近的那道光门。然而，就在他准备起身的刹那，一道清冷却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声音忽然响彻了整片空间：“装神弄鬼，很有意思吗？”说话的是灵瑶，他终于不再沉默，抬起眼眸，直视着王座上的身影，语气里满是毫不掩饰的嘲弄。一具不知道死了多少万年的骨头架子也敢自称大帝，还要赐下传承，你配吗？死寂！凤渊刚刚从地上爬起一半的身子，彻底僵住。他惊骇地看着灵瑶，这个女人是真疯了，还是真有底气？那可是疑似长生大帝遗留的存在，他竟敢当面如此羞辱，这是何等的胆魄！江若薇和黄灵儿则是心头一紧，下意识地向灵瑶靠得更近，体内法力疯狂运转，随时准备应对那尊存在的雷霆之怒。就连那即将冲入剑尘星眉心的混沌光团，似乎也为之一顿。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王座之上那道伟岸的身影似乎并未动怒，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无知者无畏，既然尔等自绝于机缘，那便作罢。”说完，他似乎懒得再多看灵瑶一眼，目光重新落在剑尘星身上，仿佛在看一件完美的杰作。看到这一幕，剑尘星脸上那癫狂的笑容愈发炽盛成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地胸襟，岂会与一个无知女流计较？他越是跳脚，越是嫉妒，就越是证明了自己选择的正确。哈哈哈哈！剑尘星仰天狂笑，他猛地转身，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眸子死死锁定灵瑶。听到了吗？长生大帝何等身份，不屑与你这等井底之蛙计较。他的声音沙哑，但我不同，我剑尘星作为大帝的传承者，有义务捍卫大帝的威严。灵瑶，你屡次三番坏我道心，辱我机缘，今日我便要让你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他伸出一根手指，遥遥指向灵瑶，指尖剑气吞吐，割裂虚空。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看得黄灵儿怒火中烧，当即就要破口大骂。可灵瑶却比他更快。面对剑尘星的叫嚣，灵瑶只是歪了歪头，那张清冷的脸上露出一抹看傻子似的怜悯。疯子！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却让剑尘星暴跳如雷。你找死！剑尘星彻底怒了，他的行为在对方看来竟然如同疯子。轰！一股恐怖的剑势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他甚至不等那传承之光彻底融入体内，便要悍然出手，他要亲手碾碎这个女人。然而面对这雷霆一击，灵瑶的反应却颇为淡然，他依旧站在原地，只是周身悄然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道韵光华，玄奥莫测，仿佛自成一界，将那汹涌而来的剑势隔绝在外。住手！就在剑尘星身形一动，剑意如潮水般涌向灵瑶之际，一道声音猛然炸响。凤渊身形如电，瞬间挡在了灵瑶身前。他和灵瑶一同走来，他知道灵瑶不是疯子，他现在这样做肯定是他发现了什么，不然不会如此反常。而且灵瑶背后的那个存在，肯定是个比这长生大帝更为恐怖的存在。两相其害取其轻，想到此处，他不由偷偷瞥了一眼灵瑶的发髻。剑尘星，你疯了不成？凤渊厉声呵斥，脸上满是怒意。他不是为了灵瑶的安危，而是为了家族和自己的路。剑尘星这个疯子，竟然敢当着自己的面对这条自己志在必得的大腿出手。他可是仙台三重天，虽然灵瑶表现得再逆天，但境界的差距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不慎，灵瑶若是受了伤，那他凤渊还怎么去讨好他背后的那个存在？更何况剑尘星乃是天剑神域的传承者，其战力非同小可，只差一个契机便可踏入圣人之境。而灵瑶毕竟只是仙台二重天，二者之间差距过大。滚开！剑尘星眼中只有灵瑶，根本不理会凤渊的阻拦。他猛地一剑劈出，璀璨的剑芒撕裂混沌，直奔凤渊面门。懦夫，你的道心早已蒙尘，也敢阻我登临剑道之巅！剑尘星嘶吼，一个被区区幻境变击垮到心的废物，也敢阻拦我接受大地传承，捍卫大地威严！我乃大地亲选的传承者，今日谁敢阻我，谁就是与长生大帝作对！他话音落下，身上那道即将融入眉心的混沌光芒，非但没有因为他的分心而消散，反而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召，瞬间加速，彻底没入他的眉心。轰隆！一股更加磅礴浩瀚的气息从剑尘星体内冲天而起，他的身体仿佛在一瞬间得到了某种无法想象的增幅，破碎的道心在混沌光芒的滋养下，竟然开始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愈合。他脸上那病态的苍白也瞬间被一层不正常的潮红取代。死吧！凤渊目光一凝，感受着剑尘星身上暴涨的气息，心中警兆大作。他不敢怠慢，双拳紧握，周身真黄之火轰然爆发，
化作一道金色的凤凰虚影，咆哮着迎向剑晨星的剑芒。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金色凤凰与璀璨剑芒在空中轰然相撞，爆发出刺目的光华。狂暴的气浪如同实质，瞬间将周围的空间撕裂，露出漆黑的虚空。凤渊闷哼一声，身形倒退数步，脸色瞬间变得凝重。剑晨星虽然也倒退了一步，但其身上的气息却不降反增。哈哈哈哈！剑晨星状若疯魔，他猛地抬手擦去嘴角溢出的一丝鲜血，眼中尽是狂热。凤渊，你根本不懂，这是大地的恩赐，我得到在破碎中重生。他死死盯着凤渊，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那双血丝密布的眼睛里此刻满是杀意。你也配阻我？他狂吼一声，双臂猛地张开，一股更加恐怖的气息从他体内疯狂喷涌而出。天星引剑，伴随着他癫狂的嘶吼，他胸口处的衣襟猛然炸裂。诡异的是，其胸口竟然浮现出密密麻麻的裂痕，每一道裂痕中都喷涌出纯粹剑气。这是以燃烧自身心血，强行引动剑道本源的禁术。剑晨星，你疯了，竟敢动用此等禁术！凤渊瞳孔骤缩，再也无法保持镇定。这么多年的对手，他自认对剑晨星颇为了解，对方虽然极勤于剑，但绝不是一个会自毁根基的疯子。可现今的表现完全超出他的理解。须知此等禁术一旦施展，即使剑晨星能击杀自己，对方也必将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甚至可能修为倒退，道基崩毁，永无寸进。他没想到剑晨星为了一个传承者的虚名，竟然如此不惜一切。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争斗，而是彻头彻尾的疯魔。我疯了！剑晨星仰天狂笑，那张扭曲的脸上满是癫狂。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今日我便要让你们看看何为真正的无敌剑道。喷涌出的剑气瞬间凝聚，在他身前化为一柄通天彻地的巨剑虚影。那柄由无尽剑气凝聚而成的通天巨剑悬浮在剑晨星的头顶，剑尖遥遥锁定着凤渊，散发出的锋芒让整片混沌空间都为之扭曲疯了。你他妈就是个疯子！凤渊脸色铁青，再也维持不住平日的从容。他怎么也想不通，剑晨星怎么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承，就动用这种自毁根基的禁术？这根本不是求道，这是在求死！清醒！我看你是被那鬼东西灌了迷魂汤！凤渊怒吼，周身真黄之火冲天而起，金色的火焰将他整个人包裹，化作一尊浴火而生的战神。聒噪！剑晨星那张扭曲的脸上满是狂热。今日先斩你，再杀他，用尔等的鲜血来庆贺我登临无上剑道。话音落下的瞬间，他并指如剑，对着凤渊猛地一挥。嗡！那柄通天巨剑的剑身发出一声震颤，随即带着恐怖威势轰然斩落。空间在这一剑之下如同脆弱的布帛，被轻易地撕开一道深不见底的漆黑裂缝。面对这足以威胁到圣人的一击，凤渊眼底闪过一抹果决。他不能退，他身后就是灵瑶，真黄不灭体。凤渊仰天长啸，体内的真黄血脉在这一刻被催动到了极致。璀璨的金光自他体内爆发，一头栩栩如生的金色凤凰虚影从他背后冲天而起，发出一声高亢的凤鸣，张开巨大的羽翼，迎向那柄毁天灭地的巨剑。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这片空间中炸开，剑芒与凤影在半空中轰然相撞。没有想象中的僵持，那柄由禁术催生出的巨剑蕴含着一种诡异而霸道的力量，几乎是在接触的瞬间便将那头金色的凤凰虚影从中一分为二。噗！凤渊如遭雷击，整个人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狠狠地轰飞出去，在半空中划出一道狼狈的弧线，口中喷出的鲜血染红了胸前的衣襟。他重重地摔在地上，脸色惨白如纸，气息瞬间萎靡。仅仅一击，他这位真皇古族的弟子，仙台三重天巅峰的强者便被彻底重创。哈哈哈哈！看到凤渊凄惨的模样，剑晨星笑得更加癫狂。他身上的裂痕中不断有血雾混杂着剑气喷涌而出，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如同一个从地狱爬出的血色修罗。废物，连我一剑都接不住，也敢妄谈大道！他讥讽地看了一眼倒地不起的凤渊，随即那双燃烧着疯狂火焰的眸子再一次死死地锁定在了灵瑶的身上。现在轮到你了！剑晨星嘶吼着，那柄斩碎了凤凰虚影的巨剑在空中一个盘旋，剑尖调转，再一次锁定了新的目标。那股令人窒息的锋芒让江若薇和黄灵儿俏脸煞白，下意识地想要挡在灵瑶身前。别动！灵瑶清冷的声音响起，她轻轻伸出手拦住了两人。随即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她向前踏出了一步，独自一人迎向那柄即将再次斩落的通天巨剑。摇摇！黄灵儿发出惊呼，江若薇的心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就连刚刚爬起身靠在一旁的凤渊也瞳孔猛缩，
失声喊道：“灵瑶仙子，不可！”他已经亲身体会过那一剑的恐怖，那根本不是仙台二重天的灵瑶境能够抵挡的力量。然而灵瑶恍若未闻，他只是抬起眼，原本那双古井无波的双眸，此刻也是有着些许惊惧。但此刻凤渊受伤，他是此刻目前修为最高的人，他如果不站出来，还能指望谁？而且他也不是毫无底牌。你找死！似乎是没有在灵瑶脸上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表情，见陈星陡然大怒，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女人那副高高在上，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姿态。给我碎！他疯狂地催动着体内的力量，那柄巨剑携带着他所有的愤怒与杀意，朝着灵瑶当头斩下。恐怖的剑压让周围的混沌气流都躲避开来。可就在那柄巨剑即将触碰到灵瑶头顶的刹那，异变陡升，灵瑶的周身没有爆发出任何惊天的气势，也没有浮现出任何防御法宝，只是一层薄如蝉翼，仿佛随时都会破碎的道运光华悄然流转。那柄足以重创凤渊、撕裂虚空的恐怖巨剑，在接触到那层道运光华的瞬间，就像是烧红的烙铁，掉进了万载寒冰之中。嗤一声轻响，那柄由禁术催动，凝聚了剑陈星毕生剑意与精血的通天巨凶剑，就那么消融了。是的，消融，无声无息，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狂暴的能量肆虐，就像是春日里的冰雪遇到了最炽烈的骄阳，从剑尖开始寸寸瓦解，化作最精纯的天地灵气，消散在了空中。前后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风吹过，灵瑶的发丝被吹拂起一缕，除此之外再无半分变化。死寂，真落可闻的死寂。癫狂大笑的剑陈星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得如同铜铃，死死地盯着灵瑶，眼底深处是无法理解的茫然与恐惧。怎么可能？自己的禁术，自己燃烧心血换来的至强一击，就这么没了，连对方的一根头发都没伤到。不，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剑陈星失神的喃喃自语，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比直接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他猛地抬头看向王座上的那道身影，眼中充满了求助。大帝，他到底用了什么妖法？然而王座上的身影这一次却没有回应他，那模糊的面容之后似乎也隐藏着一丝惊疑不定。我说，灵瑶的声音再次响起，打破了这片死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嫌弃。你管这个叫禁术？噗！这一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剑陈星再也压制不住翻腾的气血，一口逆血猛地喷出，他那本就被禁术反噬的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胸口的裂痕瞬间又扩大了几分。我要杀了你！他彻底疯了，双目赤红，不顾一切的就要再次冲向灵瑶。就在这时，够了！一道威严却带着一丝冷意的声音终于从王座之上传来。那道伟岸的身影缓缓抬起手，阻止了剑陈星的动作。你的剑不应用在此等蝼蚁身上，过来接受我的全部力量，待你攻城，这世间无人再能阻你。声音充满了蛊惑。剑陈星疯狂的动作为之一顿，他剧烈的喘息着，赤红的双眼死死地瞪着灵瑶，那里面满是执拗，但最终对力量的渴望还是更胜一筹。他猛地一咬牙，怨毒地看了灵瑶最后一眼。等着，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说完，他转过身，再也不看任何人，一步步朝着那座散发着无上威压的古老王座走了过去。剑陈星一步一步走向那王座，他每踏出一步，身上的裂痕便加深一分，喷涌的血雾也愈发浓郁，可他的眼神却越来越亮，亮得骇人。凤渊挣扎着靠在远处，一边艰难调息，一边死死地盯着剑陈星的背影，眼中满是凝重。他低声对身旁的江若薇和黄灵儿道：情况不对，那恐怕不是什么正道传承。剑陈星已经疯了，他这是在引火烧身。江若薇的媚眼此刻也收敛了所有风情，满是警惕。他能感觉到，随着剑陈星不断靠近王座，这片混沌空间都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封锁，变得越来越压抑，宛如一个正在缓缓合拢的牢笼。我们被困住了。他声音微沉，这片空间就是那个东西的领域，他在等他的祭品就位。黄灵儿紧紧抓着灵瑶的衣袖，小脸发白，急道：瑶瑶，那我们怎么办？那个疯子要是得了力量，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在这边先静观其变，你们先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出路。灵瑶眉头微皱，终于剑陈星走到了王座之下，他抬起头仰望着那道模糊而伟岸的身影，眼中是毫不掩饰的狂热与渴望。来吧！王座上的身影发出了宏大的声音，接受我的力量，成为新的我，
去斩碎一切让你不快的东西。一道璀璨的光柱从那身影的指尖射出，瞬间笼罩了剑晨星。轰！一股远超仙台境的恐怖气息从剑晨星体内轰然爆发，他身上那些狰狞的伤口在这光柱的照耀下，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喷涌的血雾被强行压回体内，破碎的骨骼在噼啪作响中重塑。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着剑晨星的四肢百骸，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剑意正在疯狂暴涨，以前许多晦涩不解的剑道关爱在这一刻豁然开朗。哈哈哈哈哈！这就是大地的力量吗？剑晨星感受着体内奔涌的力量，忍不住放声狂笑，笑声中满是癫狂。他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自己愿意，现在一根手指就能碾死那个重伤的凤渊。至于那个女人，一想到林瑶那张云淡风轻的脸，他心中的杀意便如同野草般疯长。等我彻底融合了这股力量，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然而就在他沉浸在这力量暴涨的快感中时，一丝不协调的感觉悄然在他心底浮现。不对劲，这股力量虽然强大，但太驳杂了。除了至精至纯的剑意之外，还夹杂着一股充满无尽岁月腐朽气息的东西。那东西像是一条滑腻的毒蛇，顺着传承的力量悄悄钻进了他的道心，他的神魂。更让他心惊的是，他发现自己好像有些失控了。从炼心路到心破碎开始，他的情绪就变得极不稳定，易怒疯狂且冲动。这根本不是他，他剑晨星修的是无情剑道，心如万载寒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怎么会为了区区几句言语就动用自毁根基的禁术？怎么会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人前癫狂嘶吼？这不合理，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背后操纵着他的情绪，放大他的欲望，将他推向深渊。一股寒意从他脊椎骨猛地窜上天灵盖，让他那被力量冲昏的头脑瞬间清醒了大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带着一丝戏谑，直接在他的脑海深处响了起来。呵呵，现在才发现吗？我的好容器！轰！剑晨心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住了，脸上的狂喜寸寸凝固。谁？你是谁？他惊骇地在心中咆哮。我是谁？那声音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我就是你啊，或者说我很快就是你了。从你们踏入这座大殿开始，我就在挑选。凤渊那小子野心太大，心思太杂，不好控制。那几个女娃娃，一个心思单纯，一个身在红尘却有颗佛心，还有一个更是个完全看不透的怪物。那声音充满了赞叹。只有你，剑晨星，你对剑道的执着近乎于魔，你那份自以为是的骄傲更是最好的突破口。我只需要在炼心路上让你看到一个你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轻轻一推，你那颗所谓的无暇剑心不就自己碎掉了吗？在你道心破碎、最绝望、最无助的那一刻，我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地种在了你的神魂里。你后面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疯狂、所有的不甘，都只是我在为你施肥罢了，让你这具容器变得更加美味可口。一字一句宛若恶魔低语。剑晨星脸上的血色瞬间退进陷阱，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陷阱，哪有什么长生大帝的传承，只有一个处心积虑想要夺舍的万古老魔。而他剑晨星从一开始就是被对方选中的猎物。不！剑晨星发出了绝望的嘶吼，他想要挣扎，想要切断这力量的灌输，想要将那颗种子从神魂中挖出来。可是晚了，那股阴冷的力量已经彻底与他的神魂纠缠在了一起，不分彼此。别白费力气了。阴恻恻的声音再次响起，反抗只会让你更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很恨，很想杀了那个叫林瑶的女人？你那份被她一脚踩碎的骄傲是不是很痛？没关系，我帮你。放弃抵抗，打开你的心神，让我们合二为一。我将赐予你真正的无上伟力，然后我会亲手帮你将那个女人还有外面所有看不起你的人全部碾成齑粉。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哀嚎，将是你登临巅峰的最好贺礼。声音充满了无穷的诱惑，直击他内心最渴望的地方。剑晨星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赤红的双眼中一半是恐惧，另一半却是无法抑制的恨意与渴望。他的意识正在被那股阴冷的力量一点点吞噬。外界，凤渊等人骇然地看到剑晨星身上的气息在经历了一瞬间的混乱之后，竟再次稳定下来，并且以一种更加恐怖的速度开始攀升。他缓缓地抬起头，那双眼睛里属于剑晨星本人的神采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俯瞰蝼蚁的冷漠。他成功了，或者说他成功了。圣剑、天剑神域，那座由亿万残剑堆砌而成的王座之巅，
万古不动的麻衣男子身躯猛地一震，在他的神殿深处，一盏悬浮于虚空的魂灯，其上的火焰在剧烈的摇曳挣扎了数息之后，竟被一抹诡异的漆黑所彻底吞噬。魂灯灭了，嗡！整个天剑神域那无尽的混沌剑气在这一刻陡然静止。下一瞬，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杀意自那王座之上轰然苏醒。麻衣男子缓缓睁开双眼，那是一双仿佛能冻结时空的冰冷双眸。本座的传人，他的声音很轻，却仿佛天道律令，响彻在神域的每一个角落。神魂被污，他站了起来。随着他起身的动作，那座由亿万残剑组成的王座发出了惊天震鸣，亿万道残破的剑魂在这一刻齐齐指向同一个方向古界藏土。无论是谁，触之当诛。话音落下，他一步踏出，身前的空间无声无息的湮灭，化作一道通往古界的漆黑深渊。他一步便跨了进去。与此同时，藏土深处那座古老的宫殿内，剑晨星身上的气息已经彻底稳定。不，那已经不是剑晨星了。他缓缓抬起头，那双眼睛里再无半分属于剑晨星的骄傲与疯狂，只剩下一种视万物为尘埃的冷漠。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连一丝疤痕都未留下，皮肤光洁如玉，可那身破碎的衣衫下却隐隐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邪意。真是一具不错的容器。他活动了一下脖颈，发出一阵骨骼脆响，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用着剑晨星的嗓音缓缓开口道：虽然道心脆弱，但对剑道的这份执念倒也算得上精纯。凤渊挣扎着靠在墙边，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剑晨星，一颗心沉到了谷底。夺舍，这个只存在于古老传说中的禁忌之术，竟然真的发生了。你不是长生大帝？凤渊声音沙哑，一字一顿地说道。哦。剑晨星饶有兴致地看了他一眼。你这只小凤凰倒是还有几分眼力。长生，呵呵，多么令人怀念，又多么令人作呕的名字。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全场唯一还保持着镇定的林瑶身上。告诉我，你是谁？林瑶清冷的声音响起。有趣的小怪物。剑晨星笑了，并未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自顾自地说了起来。从你们踏进来的那一刻，我就在观察你们。这只小凤凰血脉不错，可惜心气太高，不易掌控。那个女娃娃原本是个不错的容易，可居然有颗红尘佛心，居然在最后关头自己停了下来。至于那个傻乎乎的小姑娘，更是纯净的让我提不起半点兴趣。她的目光在江若薇和黄灵儿身上扫过，让两人如坠冰窟。唯有你，他看着灵瑶，我看不透。你的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迷雾，让我的这缕魂都感到一丝忌惮。江若薇和黄灵儿闻言，心中一动，下意识地向灵瑶靠得更近。而江若薇的眼底一抹流光闪过，她一边听着对方说话，一边悄然催动佛骨，神念如水银泻地，无声无息地探查着这片被封锁的空间。所以你也不是什么长生大帝，只是一个躲在暗处窃取别人身体的孤魂野鬼。灵瑶的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孤魂野鬼。剑晨星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仰头轻笑起来。小姑娘，你的无知真是让我感到愉悦。你可知世人所称颂的长生大帝为何能创下不朽的功业，为何能培育出逆天的长生道果？他顿了顿，眼神中透出一股森然的傲慢。因为有我们本就是一体双魂，他为阳，我为阴。他行走在阳光下，受万灵朝拜，而我则在阴影中为他扫平一切他不敢面对的障碍，动用一切他不敢触碰的禁忌。世人只知长生大帝慈悲为怀，却不知那长生道果是用亿万生灵的神魂与血肉浇灌而成。那份天大的业障由我来背，那份无上的荣光由他来享。你说我与他谁才是真正的主宰？这番话如同惊雷在凤渊几人心中炸响。长生大帝，这位在传说中的大帝，背后竟还隐藏着如此骇人听闻的秘辛。找到了。就在这时，江若薇心念一动，一道极其隐晦的神念传入了灵瑶和凤渊的脑海。他找到了这片空间封锁的一处薄弱节点。凤渊眼中金光一闪，暗中积蓄着最后的力量。灵瑶依旧面无表情，只是淡淡的开口，吸引着剑晨星的注意。说到底，你依旧只是个见不得光的影子。影子？剑晨星的笑容愈发诡异。很快你就会明白，当影子吞噬了光明，会是何等壮观的景象。他似乎很享受如今的感觉，自顾自地感叹着。动手！灵瑶一声低喝。几乎在同时，凤渊燃烧起最后的气血，一直被他扣在手中的一枚真黄古符轰然炸开，化作一道金色的神火，狠狠地轰向江若薇所指的那个空间节点。轰！整片空间猛地一颤，那处节点应声裂开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缝隙之外
是混沌翻涌的藏土。走！黄灵儿一把拉住林瑶，江若薇也紧随其后，几人化作流光，不顾一切地冲向那道生命的出口。希望就在眼前。然而，就在他们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那片混沌气流的刹那，一只手悄无声息地按在了那道空间裂缝之上。剑晨星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那里，脸上挂着一抹灿烂到极致的笑容。跑什么？他的声音轻柔得如同恶魔的低语。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啊！咔嚓，他手掌轻轻一握，那道空间裂缝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砸碎的镜子，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然后轰然崩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无踪。不！黄灵儿尖叫。凤渊和江若薇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剑晨星看着他们脸上的希望，瞬间跌落到绝望的表情，满意的笑了起来。他缓缓抬起手，指向自己的眼睛，又指向他们。你们的这点小动作，我从一开始就看得一清二楚。我只是想送你们一份礼物。他张开双臂，仿佛在拥抱整个世界，声音中充满了病态的愉悦。一份名为希望的礼物，现在我亲手将它收回。你们这份名为绝望的回礼，我很喜欢。黄灵儿那张明艳的小脸刹那间血色尽退，满是惨白。凤渊更是身躯剧烈一颤，强行催动古符的反噬之力，让他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魔头！凤渊双目圆睁，挣扎着从地上爬起，体内仅存的真皇血气轰然燃烧。我跟你拼了！轰！一道金色的神皇虚影在他身后浮现，带着决绝，悍然冲向剑晨星。真皇之火可笑！剑晨星甚至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只是并指如剑，随意向前一划。他用的赫然是剑晨星那至纯的剑意，只是此刻这剑意中带上了一丝邪异气息。一道灰黑色的剑气破空而出，那足以焚山逐海的神皇虚影在触碰到这道剑气的刹那，发出一声悲鸣，从中间被整齐的切开。噗！凤渊如遭雷击，整个人倒飞出去，狠狠地砸在远处的墙壁上，骨骼碎裂声清晰可闻，彻底失去了再战之力。还有你们！剑晨星的目光转向了剩下的三女，眼神中带着一丝戏谑。真皇古族的小鸟不堪一击，不知你这红尘佛女又有什么手段？幻花妙法，心魔丛生。江若薇背齿紧咬，强忍着心中的恐惧，一双媚眼之中，神圣与妖冶的光华同时绽放。无形的精神力化作万千魔影，带着妙玉菩萨佛骨的一丝神圣气息，直扑剑晨星的神魂。这是他融合佛骨后最强的神魂秘术，足以让同阶修士瞬间道心失守，沦为行尸走肉。哦，神魂攻击，还夹杂着一丝佛性。剑晨星终于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神色。可惜啊，可惜，在我面前玩弄神魂，简直是班门弄斧。他只是淡淡的瞥了江若薇一眼，那眼神深处仿佛有一片尸山血海组成的古老世界一闪而过。那万千魔影在距离他还有3尺的地方，便齐齐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尖笑，仿佛遇到了世间最恐怖的天敌，竟掉头反噬江若薇。江若薇闷哼一声，七窍之中同时溢出缕缕鲜血，眼神瞬间暗淡下去，明显神魂遭受到了重创。若薇姐姐！黄灵儿尖叫一声，一团赤红的真皇之火在她掌心凝聚，不顾一切地砸了过去。剑晨星看都未看，只是轻轻吹了一口气，那团火焰便如风中残烛，悄然熄灭。整个过程轻松写意。他一步一步缓缓走向瘫倒在地的3人，享受着他们眼中不断放大的恐惧。你看，反抗是多么的无趣，又是多么的徒劳。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病态的陶醉。放弃吧，成为我力量的一部分，成为我重临世间的祭品，这是你们至高无上的荣幸。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对方太强了，强到令人窒息，强到让人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念头。就在这时，唯一还站着的灵瑶动了。他没有施展任何惊天动地的秘法，只是并指如剑，简简单单的向前一划。嗡！一道清冷的剑光凭空出现。这道剑光并不璀璨，但它出现的刹那，这片被邪异力量笼罩的空间竟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纯净的道之痕迹。哦！剑晨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讶异，他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着灵瑶。先天道胎，果然是世间最顶级的炉鼎之一，你的道很纯粹，纯粹到连我都有些舍不得破坏了。他伸出手，轻轻一弹，叮一声脆响，灵瑶那蕴含着先天道韵的一剑竟被他一指弹碎，化作漫天光雨。灵瑶娇躯一颤，向后退了半步，脸色也白了几分。完了，连灵瑶都不是对手。黄灵儿和江若薇的心彻底沉入了谷底。剑晨星很满意他们的反应，他一步一步最终走到了灵瑶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
眼中带着一丝欣赏艺术品般的玩味。别急，我会把你留到最后，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同伴一个个在你面前化为我的补品，他们的绝望，他们的哀嚎，将会是你这件完美艺术品最好的点缀。他缓缓抬起手，似乎要先对旁边的黄灵儿和江若薇动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等等，一道嘶哑虚弱的声音从角落里响起，是凤渊。他挣扎着，用尽力气，抬起那只满是鲜血的手，指向灵瑶。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灵瑶发髻上。仙子，可否把你头上的那根足羽借我一用？他几乎是吼出来的。足羽。此话一出，全场皆是一愣。见陈星那即将落下的手也微微一顿，带着一丝疑惑看向灵瑶的发髻。黄灵儿和江若薇更是满脸茫然。足羽？什么足羽？灵瑶也懵了。她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发髻上那根哥哥送的，只是觉得挺好看的七彩羽毛。她看着凤渊那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眼中满是困惑。快，求你了！凤渊见他不动，急得再次咳出一口血，眼中几乎要流出血泪。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看着他那不似作伪的眼神，灵瑶动了。他不认识什么足羽，但这根灵羽是哥哥送的，或许真有什么不凡。一念及此，灵瑶不再犹豫，将那根七彩灵羽从发髻上取了下来。灵羽离开发髻，依旧是那般朴实无华，只是流转着淡淡的七彩光晕，看不出任何神异之处。给你。灵瑶手腕一抖，那根七彩灵羽便化作一道流光，径直飞向凤渊。凤渊伸出颤抖的双手，如同虔诚的信徒迎接神迹的降临。就在他的指尖触碰到那根灵羽的瞬间，嗡！一股古老浩瀚的无上气息自那根小小的灵羽之上轰然苏醒。那根七彩灵羽在凤渊指尖触碰的刹那，仿佛沉睡了万古的至尊神奇，于此刻睁开了双眼。嗡！一声嗡鸣响彻在每个人的神魂深处，璀璨的七彩神光自那根灵羽之上冲天而起，瞬间驱散这片混沌空间中所有的邪意与阴冷。那光芒并不刺眼，散发出一股堂皇浩大的气息。在这神光之下，无论是重伤的江若薇，还是惊恐的黄灵儿，都感觉到一股暖流淌过四肢百骸，神魂的创伤与肉身的疲惫，尽在被快速的抚平。唯有灵瑶美眸中写满了震撼，她呆呆地看着那根被自己当作寻常饰品插在发髻上许久的羽毛，此刻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能。哥哥，他到底送了自己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真的是始祖之羽。凤渊状若疯魔，他感受着那股源自血脉最深处的亲切，激动的浑身颤抖，眼中流淌下两行热泪。他仰头死死地盯着那个剑尘星，声音嘶哑却满是自信。魔头，你可知此为何物？此乃我真皇一族始祖吞下的本命真羽，蕴含着始祖的一缕不灭真灵。今日你能死在此等仙气之下，也是你的造化。哦，剑尘星脸上的玩味终于收敛了几分。他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那根悬浮在凤渊身前的七彩灵羽，那股至阳至刚，仿佛能焚尽世间一切邪魔的气息，让他都感到一丝不适。真皇始祖的羽毛有点意思，想不到这等宝物竟会出现在一个小女娃的身上。他的目光若有深意地在灵瑶身上扫过，那眼神仿佛要将她从里到外彻底看穿。少废话，受死！凤渊一声怒吼，他强行压下伤势，将体内仅存的真皇血气疯狂地灌入始祖之羽中。嗡！始祖之羽光芒大盛，一道凝实无比的七彩神光化作一柄无坚不摧的天罚之剑，径直斩向剑尘星的头颅。这一击的威势比之前凤渊燃烧血脉催动的真皇虚影强了何止100倍。哼，借来的力量终究是外物。剑尘星冷哼一声，不敢再拖大。他并指成剑，至纯剑意化作一道灰黑色的通天剑罡，迎向那七彩神光。轰！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轰然对撞，灰黑色的剑罡在接触到七彩神光的瞬间发出了嗤嗤的消融声，被寸寸净化。七彩神光势如破竹，狠狠地斩在了剑尘星的身上。剑尘星闷哼一声，整个人被这股霸道无匹的力量轰得倒退了3步。他那光洁如玉的胸口竟被展开了一道浅浅的白痕。虽然伤势微乎其微，但这是开战以来他第一次被正面击退。有机会！黄灵儿惊喜地叫出声，苍白的小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血色。江若薇也美眸一亮，扶着墙壁挣扎着站起身，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光。有效！凤渊见状更是精神大振。魔头，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何为始祖之威。他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道道真皇古族的秘法符文不断打入始祖之羽中。就一声高亢嘹亮，仿佛能洞穿9天的凤鸣
自始祖之羽中响起。一头栩栩如生的七彩神皇虚影从羽毛中冲天而起，它张开巨大的羽翼，遮蔽了这片空间的天穹，每一根灵羽都燃烧着熊熊的七彩神火，那双眼瞳更是如同两轮神日，死死锁定了剑晨星。在这神皇虚影的威压下，剑晨星的脸色终于变得凝重起来。他能感觉到自己这具身体里的灵力竟被压制得有些运转不畅。杀！凤渊一指点出，那头七彩神皇便带着焚尽八荒的恐怖神威俯冲而下。剑晨星眼神一厉，双手猛地合十，无尽的灰黑剑气在他周身汇聚，化作一头狰狞的魔龙，咆哮着迎向神皇。轰！轰！轰！神皇与魔龙在这片空间内展开野蛮搏杀，凤爪撕裂龙鳞，龙尾抽碎凤羽，每一次碰撞都让整座宫殿剧烈摇晃，空间壁垒上更是被震出道道裂痕。林瑶三女紧张地看着战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一开始，神皇与魔龙尚能分庭抗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凤渊的脸色越来越白，他体内的力量正在被飞速的抽干，那头七彩神皇的光芒也开始变得有些暗淡。反观那头魔龙，虽然遍体鳞伤，却依旧凶威赫赫。不行，我的力量不足以催动始祖之羽1/10的威能。凤渊嘴角一血，眼中闪过一抹不甘，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就能彻底净化这个魔头，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不，绝不！凤渊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决然，他猛地一咬舌尖，噗！他喷出的不再是鲜红的血液，而是一滴仿佛由最纯粹的黄金琉璃凝聚而成的金色血液，真灵之血。这是真皇古族每一位弟子级天骄一生只能动用一次的本源之血，最接近始祖的血脉源头。以我真血为祭，恭请始祖真灵。凤渊嘶吼着，将那滴金色的心头血弹指射向空中的始祖之羽。嗡！当真灵之血融入灵羽的刹那，整根始祖之那头原本有些暗淡的七彩神皇身躯猛地暴涨，变得无比凝实。他仰天发出一声震动万古的鸣叫，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不好！剑晨星脸色巨变，他想也不想，转身就要逃，可是晚了。只见那七彩神皇只是淡漠地瞥了他一眼，下一瞬，他的身影直接无视空间，瞬间出现在剑晨星的面前，一只燃烧着七彩神焰的巨爪当头按下。这一爪避无可避，可诡异的是，剑晨星脸上的凝重在这一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邪魅的笑容。姐姐，不装了。他轻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面对那足以将圣人都焚成灰烬的七彩神爪，他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缓缓地张开双臂，做出一副拥抱的姿态。轰！神爪落下，将他整个人彻底淹没。恐怖的七彩神火疯狂地灼烧着那片空间，连混沌气流都被焚烧得虚无成功了。黄灵儿颤声问道。凤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色惨白如纸，动用真灵之血几乎耗尽他所有灵力，但他依旧死死地盯着那片火海，眼中满是紧张与期待。然而下一秒，所有人的笑容都凝固在了脸上。只见那片足以焚灭一切的七彩火海之中，一道身影缓缓地一步一步走了出来。他身上那件破碎的衣衫早已化为飞灰，露出的身躯却毫发无伤。那些足以净化魔神的七彩神焰，在靠近他身体3寸的范围时，竟被一股无形的黑暗力量悄然吞噬。剑晨星抬起头，脸上挂着一抹灿烂的笑容，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味道不错。这股力量让我想起了一些不太愉快的回忆。他看着空中那头威势滔天的七彩神皇，眼神中满是缅怀之色。陪你们演了这么久，真是辛苦我了。他缓缓抬起手，对着那头七彩神皇轻轻一握。现在该落幕了。咔嚓一声脆响，那头由始祖之羽和真灵之血催发出的威压万古的七彩神皇虚影竟发出一声哀鸣，庞大的身躯之上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漆黑裂痕，然后轰然崩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无踪。噗！凤渊如遭雷击，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心神连接的破碎让他再次喷出一大口逆血，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眼中所有的光芒彻底熄灭。自己还是太弱了，能发挥的威能太低了，若是自己当初觉醒的真灵之血更多的话，唉，希望在这一刻破灭。剑晨星随手一招，那根始祖之羽便落入了他的手中。他把玩着这根羽毛，目光扫过彻底陷入呆滞与绝望的灵瑶三女，笑得无比愉悦。看着你们这绝望的表情，我都有点不舍得杀你们了。死寂！整座宫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凤渊双目紧闭，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气息微弱，脑中却在急速思索对策。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了。江若薇扶着墙壁，娇躯不住地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耗尽所有力量后的脱力。她看着那个毫发无伤，甚至还在回味着神皇之力的剑晨星，一颗心沉入谷底。演戏，从一开始，他们拼尽全力的反抗，在对方眼中就只是一场戏。对方甚至懒得反抗，任由那足以净化圣人的神火灼烧，只为了欣赏他们从希望之巅坠落绝望深谷的表情。这是何等的傲慢，又是何等的喜欢玩弄人心。剑晨星把玩着手中那根七彩灵羽，脸上的笑容愉悦到了极点，真是美妙的艺术品。他将灵羽凑到眼前，轻轻闻了闻，似乎是在回忆什么。他的目光缓缓扫过灵瑶三女，像是在审视自己的战利品。现在没有东西能打扰我们了，游戏结束，该享用祭品了。他迈开脚步，缓缓走向瘫倒在地的江若薇。绝望。黄灵儿看着这一幕，那双明亮的眼眸中最后一丝光彩也彻底暗淡下去。他浑身冰冷，完了，一切都完了。然而就在这一刻，一丝暖意忽然从他血脉的最深处悄然升起，那是一种极其熟悉又无比亲切的感觉。是他。黄灵儿的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过一张脸，那张脸出尘俊逸似谪仙，是灵瑶的哥哥，那个给了他族群新生，并且让他蜕变为真正拥有真皇血脉的男人。当初就是他给自己吹了一口金红色神韵的气流，便让自己的血脉进一步进化成了真皇血脉。翁仿佛是为了回应他心中的念想，他体内的真皇血脉在这一刻竟自主地沸腾起来。与此同时，被剑晨星捏在指尖的那根七彩灵羽猛地一颤。剑晨星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他低头看向手中的灵羽，只见那根原本安静下来的七彩灵羽竟重新大放光芒，并且在他的指尖发出了轻微的嗡鸣，像是在抗拒他的触碰。有意思，还有一丝残存的意志吗？他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五指猛地收紧，想要将这丝反抗彻底捏碎。可就在这时，黄灵儿动了，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朝着剑晨星的方向伸出了自己颤抖的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血脉深处传来的一股强烈冲动让他无法抗拒。那个东西在呼唤他来。他无意识地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梦一般的低语。咻！一道七彩流光毫无征兆地从剑晨星的指缝间爆射而出，那速度快到了极致，甚至连剑晨星都没能反应过来。他只觉得手心一空，那根灵羽便已经挣脱了他的束缚，化作一道流光，稳稳地落在了黄灵儿那只白皙的手掌中。全场再次陷入一片死寂，连此刻正在急速思考对策的凤渊都停止了思考，被这场面给惊得张大了嘴巴。剑晨星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他缓缓转过头，看着那个手捧灵羽一脸茫然的红衣少女，眼神中露出一丝惊愕。怎么可能？这根始祖之羽为何会挣脱他的束缚？这不合常理。而此刻的黄灵儿也呆呆地看着自己掌心的灵羽，那根七彩灵羽落在他的掌心，没有丝毫的排斥，反而像一个找到了主人的小宠物，用他那柔软的羽尖亲密地蹭了蹭他的掌心。一股无法言喻的亲切感顺着手掌涌入他的四肢百骸，他能感觉到这根羽毛在欢呼，在雀跃。他在他的血脉中感受到了一股比凤渊那所谓真灵之血更加纯粹、更加高贵，也更加令他臣服的本源气息。那是属于和他主人相同的气息。你做了什么？剑晨星开口问道。他死死地盯着黄灵儿，仿佛要将他看穿。黄灵儿没有回答，他只是顺着心中的那股感觉，将自己体内刚刚沸腾起来的真皇血脉缓缓注入了手中的灵羽。那是王腾在那个小院中打入他体内那股气流所产生的血脉灵力。嗡！当黄灵儿的血脉之力与始祖之羽接触的刹那，一股比之前凤渊燃烧真灵之血时还要浩瀚且强上百倍的威能自那根小小的灵羽之上轰然爆发。璀璨夺目的七彩神光如同一轮神日在这片混沌空间中冉冉升起。剑晨星脸上的惊愕瞬间变成了惊骇，他感觉到自己体内那股引以为傲的古老而深邃的黑暗魔气在这七彩神光的照耀下竟如同遇到了克星一般，发出了恐惧的嘶鸣，被死死地压制在了神魂深处，动弹不得。这是完整的始祖真灵。他失声尖叫，声音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不敢置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区区一根褪下的羽毛怎么可能蕴藏着完整的真灵？你到底是谁？回答他的是一声响彻万古、震动寰宇的凤鸣。一头无比凝实、无比神圣的七彩神皇从黄灵儿的身后冲天而起，他的身躯比之前凤渊召唤出的那只要庞大数倍，每一根灵羽都流淌着实质化的道泽神炼，那双金色的眼瞳满是神圣与威严。他只是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整个宫殿空间便开始承受不住他的威压，寸寸崩裂。剑晨星在这股威压之下，竟被压得双膝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他引以为傲的力量，在这头真正的始祖神皇面前，渺小的就像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蝼蚁。黄灵儿缓缓抬起头，他那张娇蛮的小脸上，此刻再无半分恐惧与绝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身后神皇如出一辙的冷漠与高贵。他手托着始祖之羽，一步一步缓缓向前。剑晨星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看着那个一步步走来如同神奇降世的红衣少女，看着她身后那双漠然俯瞰着自己的金色眼瞳，他脸上的表情此刻写满了绝望。剑晨星不是怕死，作为长生大帝的阴暗面，他见证过太多的死亡，也亲手制造了无尽的死亡。他怕的是眼前这股力量堂皇浩大，纯粹到了极点的神圣气息。这股气息让他想起了那个男人，那个将他视作工具，榨干他所有价值后，又亲手将他封印在无尽黑暗中的兄长。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嘶吼着，周身那被死死压制的灰黑魔气汹涌而出，试图挣脱神皇威压的束缚。那魔气扭曲着，咆哮着，化作一张张痛苦怨毒的人脸，那是被他吞噬的亿万生灵的残魂。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黄灵儿身后的七彩神皇只是淡漠地扇动了一下翅膀，呼，七彩神火如潮水般席卷而过，那些狰狞的魔气就在神火的净化下化作缕缕青烟。剑晨星身上的力量在飞速地流逝，他想要逃，可四肢百骸却像是被灌满了铅，连动一根手指都成了奢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红衣少女手托着那根七彩灵羽，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黄灵儿停下脚步，他抬起眼，那双曾经清澈娇蛮的眸子里，此刻只剩下与神皇如出一辙的威严。他没有说话，只是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始祖之羽。剑晨星笑了，那笑容不再癫狂邪异，反而带着一种解脱般的凄凉。罢了，他放弃了所有抵抗，缓缓闭上了眼睛。亿万年的谋划，亿万年的等待，终究还是一场空。就七彩神皇发出一声高亢的凤鸣，化作一道流光，俯冲而下，瞬间将剑晨星彻底吞没。在那极致璀璨的七彩神火中，剑晨星的身躯连同他神魂深处的阴暗魂体一起被寸寸净化。在意识彻底消散的最后一刻，一幕幕尘封的画面如走马观花般在他脑海中飞速闪过。他记得最初的自己没有名字，他与另一个灵魂一同诞生于一具先天道胎之中，他为阴，他为阳，他天性果决，杀伐狠厉，而另一个他却宅心仁厚，对万物都抱有慈悲。他们共用一具身体，行走于世间。他负责扫平一切障碍，双手沾满血腥，只为让那个哥哥能心无旁骛地追寻大道。阿影，我们这样做真的对吗？为了那卷经文，竟要屠戮一整个宗门。阳光下的他脸上满是挣扎，没有什么对不对。阴影里的他声音冷漠，通往地座的路上本就是白骨累累，你不愿背负的业障我来背，你不敢斩断的因果我来斩。他以为他们会永远这样下去，他为影，他为光，他做他最锋利的剑，为他斩尽一切敌，助他们一起登临那至高无上的地座。直到那个女人的出现，她叫婉月，一个很美的名字，人也如其名，温柔的像是天边的月光。她是唯一一个能看穿他们是一体双魂的人，但却从未对他流露出半分恐惧的女子。她总是会趁着哥哥修行入定，他执掌身体时悄悄送来一壶温好的酒。阿影，你又在一个人看星星了，你其实笑起来很好看，为什么总是板着脸？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可你也该为你自己活一次。那道月光照进了他永恒黑暗的心中，让他那颗冰冷的心第一次开始悸动。他开始动摇，或许他不该只做一个影子。他想走到阳光下，他想正大光明地牵着他的手，告诉所有人他叫阿影。可他忘了光与影是共生的。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那个哥哥时，他看到了对方眼中一闪而过的奇怪光芒。那一天，哥哥笑着对他说，阿影，你说的对，我们是该分开了。我已经找到了分离魂魄的秘法，只是需要一件影子。他信了，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新生的那一刻。然而他等来的却是婉月那沾满鲜血的身体。哥哥站在太阳下，神情是他从未见过的冷漠。阿朵是天阴之体，是分离我们魂魄最好的影子。阿影，你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你的存在已经成了我正道路上最大的心魔。只有你彻底消失，我才能成就无上地位。他争夺过身体的控制权，抱着婉月的尸体，感受着那最后一丝温暖从指尖流逝。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无尽的恨意与怨毒如同火山般爆发。
那一夜，他彻底疯魔，不顾一切地抢夺身体的控制权。他要杀了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可他终究还是败了。他的魂魄被哥哥用无上大法抽离出来，打入了这座用亿万生灵血肉浇灌而成宫殿之中，永世镇压。他成了长生大帝传说背后那个最肮脏、最不堪的秘密。他成了真正的孤魂野鬼。意识的最后，他仿佛又看到了那道温柔的月光。阿影，若有来世，换我来寻你。婉月，他轻声呢喃。下一瞬，神魂俱灭。轰！随着剑尘星的彻底消亡，那座将众人困了许久的王座，连同整座古老的宫殿，轰然崩塌。封锁空间的无形力量也随之烟消云散。外界那混沌翻涌的藏土气息重新倒灌进来，七彩神光散去，那头威压万古的神皇虚影重新化作一根平平无奇的七彩灵羽，飘然落下。黄灵儿闷哼一声，娇小的身躯晃了晃，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灵儿，林瑶眼疾手快，一个闪身将她接在怀里。江若薇也拖着疲惫的身躯快步走了过来，她探了一下黄灵儿的鼻息，见她只是脱力昏迷过去，这才松了口气。结束了。江若薇瘫坐在地，看着周围化为废墟的宫殿，只觉得恍如隔世。一旁重伤的凤渊也缓缓爬了起来，他没有去看别人，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被林瑶抱在怀里的黄灵儿，以及他手中那根已经恢复了朴实模样的七彩灵羽。他的眼神无比复杂，有震撼，有迷茫，还有一丝丝敬畏。完整的始祖真灵，他之前动用本源真血，也仅仅是唤醒了始祖之羽中一丝沉睡的威能。可黄灵儿，一个来自下界古族的小丫头，竟然能引动始祖之羽，召唤出完整的真灵法相。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体内的真皇血脉，其纯粹与高贵程度，远在他这个圣界弟子之上，甚至已经无限接近于传说中的始祖。这怎么可能？一个下界的小族，怎么可能诞生出这等逆天的血脉？凤渊第一次对自己的出身和眼界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就在此时，林瑶的目光被废墟中的一点灵光所吸引，在那崩塌的王座之下，一枚通体翠绿的玉简静静地悬浮在那里，散发着古老祥和气息。长生大帝的道则感悟。林瑶心头巨震，他体内的先天道胎在这一刻竟自主地嗡鸣起来，与那玉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尚未有所动作，那玉简便似找到了归宿，化作一道流光，主动没入他的眉心。刹那间，浩瀚如烟海的生命之力涌入其识海，仿佛看到了宇宙初开、万物演化的无上景象。与此同时，江若薇也发现了一桩机缘。在宫殿废墟的另一侧，一朵巴掌大小、形如莲台，由最精纯的魂力凝聚而成，似幻似真的魂心莲正摇曳生姿。此物对滋养神魂有奇效。江若薇正处于融合妙玉菩萨佛骨的关键时期，神魂之力消耗巨大，这魂心莲对他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妩媚一笑，毫不客气地将其收入囊中。凤渊的运气也不差，他在一处坍塌的石室中发现了一小捧闪烁着点点金光的长生原液。这虽比不上玉简和魂心莲那般宝物，却也是能洗涤肉身、增长寿元的稀世神物。他将其小心翼翼地收好，心中的郁结却并未散去多少。就在众人心思各异，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复杂情绪中时，嗡！一股恐怖波动毫无征兆地从藏土深处席卷而来。那不是灵气或者法则波动，而是一种纯粹极致的战意，仿佛有一尊沉睡了万古的无上战皇在此刻睁开了双眼。仅仅是气息的余波，就让在场所有人心神俱震，血液不受控制地沸腾起来，灵魂深处涌起一股原始的战意。是太古战黄金。江若薇最先反应过来，她猛地站起身，望向波动传来的方向，声音激动。凤渊的瞳孔也是骤然一缩，呼吸瞬间变得粗重。来了！这次藏土拿出的最大彩头终于要出现了。林瑶将那根恢复了朴实模样的七彩灵羽重新插回发髻，抱紧了怀中的黄灵儿，清冷的眸子里也是闪过一抹喜色。我们走。三人不再有半分犹豫，化作三道流光，顶着那股磅礴的战意威压，朝着波动的源头疾驰而去。不只是他们，在这一刻，整个广袤无垠的藏土之中，所有还活着的修士，无论是正在某个遗迹中探寻机缘，还是在与恐怖的土著生灵厮杀，都同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们抬起头，感受着那股贯穿天地的无上战意，眼中瞬间被狂热所取代。地精出世了！我的，一定是我的！冲啊！一道道隐藏在各处的身影，一艘艘古老的战船，全都从藏身之处冲出，化作无数道光点，如同百川归海一般，朝着散发着滔天战意方向疯狂涌去。藏土，一处古老的战场遗迹。这里的天地比别处更加残破，空间裂缝密如蛛网，大地上到处都是深不见底的沟壑，
每一道沟壑中都残留滔天战意。而战场的中央是一座由无数神魔骸骨堆砌而成的巨大祭坛，祭坛之上一卷金色的古经正在缓缓凝聚成型。此刻祭坛四周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各大势力的修士泾渭分明，彼此对峙，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大战一触即发。当林瑶、江若薇和凤渊赶到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剑拔弩张的景象。他们刚一落地，数道不善的目光便投了过来，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凤渊那身真黄一族标志性的服饰时，不少人的眼中都露出了浓浓的忌惮之色。林瑶抱着黄灵儿，神情戒备，江若薇则站在他身侧，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每一个人。没有了李建一，他们的处境无疑变得危险了许多。就在这时，一道温和中带着一丝欣喜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小姐，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林瑶闻言一喜，猛地回头，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含笑站在不远处。来人一袭青衫，身形挺拔，面容依旧是那副洒脱不羁的模样，但整个人的气息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李建一是一柄藏于鞘中的绝世神剑，锋利内敛，那么现在的他便如同一片浩瀚无垠的剑之星海。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便自成一方领域，周身万千大道都在为他而和鸣，每一缕气息都蕴含着斩灭星辰的恐怖剑意。他的双眸深邃幽深，大圣，他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大圣境界。李大圣人。江若薇揉了揉眼睛，几乎不敢相信：“你这是把那座剑陨峡谷的剑都给吃了吗？”李建一闻言不由得苦笑一声，他走到林瑶面前，目光落在他怀中昏迷的黄灵儿身上，眉头微皱，但还是先行了一礼。托小姐的福，也多亏了前辈赐下的神果，侥幸勘破了那一层壁障。剑陨峡谷一行，他以身为炉，炼化了万千残缺的古之剑意，补全了自身剑道。本以为距离大圣之境还有一步之遥，没想到当初前辈随手赐下的一枚道果，其残留在体内的能量竟在最后关头爆发，助他一举冲破了桎梏。李建一的出现如同一颗定心丸，让林瑶和江若薇瞬间心安，也如同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岳，让周围那些原本不怀好意的目光纷纷收敛了回去。一尊大圣，在这藏土之中绝对是金字塔顶端的存在。就在他们重逢的这一刻，轰！中央那座白骨祭坛猛地爆发出一阵惊天巨响，一道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直接将藏土那灰败的天幕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无尽的战意化为实质。在那道金色光柱之中，一个个龙飞凤舞，却又蕴含着无上杀伐大道的古老神文缓缓浮现，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一世无敌的功法大术。仅仅是看着那些字，就让人感觉自己的神魂要被那股霸烈的战意撕碎。太古战黄金，全场彻底疯狂。地经，是完整的地经，我的道就在眼前，谁也别想跟我抢！杀！刹那间，理智被贪婪彻底淹没。离祭坛最近的数十名修士双眼血红，如同疯魔一般，祭出自己最强的法宝，施展出最强的神通，不顾一切地朝着那卷金色古经冲了过去。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混战瞬间拉开，血与火瞬间染红了这片古老的战场。李健一步踏出，将林瑶三女护在身后，大圣境的恐怖威压轰然散开，将所有混乱的余波都隔绝在外。他看着那卷搅动了万古风云的无上经文，眼神锐利如剑，此刻也满是火热。李健一感受到那卷太古战黄金散发出的恐怖战意，脸色凝重，他周身剑气涌动，化作一片无形的剑雨，将林瑶等人牢牢护住。好霸道的经文，仅仅是气息就想引动我的气血。李健一沉声道：“杀！”祭坛周围早已彻底失控，成千上万的修士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疯了一般涌向祭坛。各色宝器、神通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大网，每一次碰撞都撕裂空间，血肉横飞。一名圣人修为的中年汉子仗着修为高深，第一个冲到金色光柱前，脸上刚露出狂喜，就被数件从背后偷袭的道兵轰成了血泥。惨叫声此起彼伏，让这片古战场变成了真正的修罗地狱。就在此时，地面猛地开裂，一对身穿黑色铠甲、全身笼罩在浓郁死气中的强者从地底深处钻出，竟然是藏土本地生灵。他们手持白骨打磨的战矛，眼窝中跳动着幽绿色的魂火，目标明确，径直扑向太古战黄金。这些藏土生灵悍不畏死，肉身坚固无比，寻常道法落在他们身上只能溅起几点火星。滚开！一声暴喝，雷光炸响，一名来自小元界的顶级天骄，周身环绕着粗壮的紫色雷龙，他双拳挥动，雷电法则化作万千雷毛，一击便将数名藏土强者轰得倒飞出去，连带着清空了一大片区域。他眼神狂热地盯着那卷金色古经，气势滔天，
显然其道统不弱于凤渊所在的真皇一族。该死！凤渊看着场中的混乱，拳头捏得咯吱作响，眼中满是不甘。他体内伤势沉重，尤其是动用真灵之血后，本源亏空，此刻别说争夺地精，连自保都成问题，只能暂时依附于李建一的庇护之下。看着那个大杀四方的雷法天骄，再看看自己，凤渊心中五味杂陈。李大圣人现在怎么办？这么冲上去，怕是会成为众矢之的。江若微美眸流转，开口说道。他提醒李建一，此地龙蛇混杂，强者辈出，不宜久留，必须寻找最佳时机切入，才能避免与所有势力为敌。林瑶抱着昏迷的黄灵儿，那股霸道的战意不断冲击着他的心神，但他体内的先天道胎却在嗡鸣，非但没有感到不适，反而生出一种奇特的亲切感。他隐约察觉到，这太古战黄金与之前得到的大地感悟，在道的本源上似乎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关联。不急，李建一目光如炬，早已看穿了真相。那卷金色古经并非实物，只是一道神念烙印的投影。真正的地经应该隐藏在祭坛更深处，需要用特殊的方法才能获取。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一名被贪婪冲昏头脑的修士嘶吼着冲向金色光柱，试图直接触碰那些浮现的神纹。地经是我的。然而他的手刚一伸入光柱，嗤一声轻响，那名修士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便被那霸道无匹的战意瞬间搅碎成一团血雾，连神魂都未能逃脱，彻底形神俱灭。这血腥的一幕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所有疯狂的修士头上。各大势力的强者也逐渐意识到地经的特殊性，纷纷停止盲目的攻击，开始后退，转而寻找破解之法。混乱的战场出现了一瞬间诡异的平静。就在此时，嗡！祭坛上方的空间毫无征兆地开始扭曲，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缓缓成型，仿佛通向某个未知的恐怖维度。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从漩涡中弥漫而出。那是什么？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骇然地抬头望向天空。在那股气息之下，他们感觉自己的神魂都在战栗，那是源自生命本能的恐惧。吼！一声仿佛来自洪荒太古的咆哮从漩涡深处传出，音波所过之处，空间壁垒寸寸碎裂，几名靠得近的修士当场被震得七窍流血，神魂崩碎，继而化作一团血雾。紧接着，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一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巨大黑爪从漩涡中缓缓探出。那只爪子足有山岳般大小，覆盖着漆黑如墨的龙鳞，每一片鳞甲上都铭刻着古老邪恶的魔纹。爪尖锋利无比，轻轻划过，便在虚空中留下了5道久久无法愈合的漆黑裂缝。它散发出的气息仿佛是万恶之源，仅仅是看着它就让人心生恶念。快跑！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嘶喊，然而已经晚了。那只巨大的黑色龙爪无视了下方所有修士，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卷悬浮在祭坛上方的太古战黄金。巨爪遮天蔽日，带着滔天气势，直接抓向那道金色光柱。这一刻，整个战场的时间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呆滞。李建一的瞳孔骤然缩成针尖大小，他死死地盯着那只黑爪，从那上面他感受到了一股让他都为之窒息的禁忌气息。然而就在龙爪即将触碰到金色古经的刹那，异变陡生，嗡！那卷原本只是散发战意的太古战黄金虚影，仿佛受到了某种挑衅，骤然爆发出刺目金光。战！一声震彻天地的怒吼从古经之中轰然炸响，那吼声似乎不是某一个个体吼出来的，而是由千千万万个不屈的战魂咆哮汇聚而成，其中蕴含的无尽战意与不屈意志，仿佛要将这藏土都捅个窟窿。吼声之中夹杂着无数破碎的信息碎片，涌入在场所有强者的脑海。天外邪魔，窃盗者，镇压万古。李建一脸色巨变，他从那些碎片中仿佛窥见了一角被尘封的古老禁忌。当龙爪与那亿万道金光触碰的瞬间，原本狂暴的战意非但没有被那邪恶的黑爪镇压，反而像是被某种催化剂彻底点燃。轰！金光冲霄，战意沸腾。在漫天金光的中心，那卷古经的投影竟开始缓缓扭曲变化，一个模糊却顶天立地的身影在光芒的中心若隐若现。青云峰下，王腾小院，蔡叔穿着他那身标志性的蓝色背带裤，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在一丝不苟地修剪着院子里的花草。他动作优雅，仿佛不是在做园艺，而是在雕琢一件艺术品。少爷，蔡叔缓缓抬头看着王腾说道：“藏土那边动静不小，好像有不少老家伙朝着那边去了。”躺在摇椅上的王腾懒洋洋地翻了个身，眯着眼看着天边的云卷云舒，随口应了一声：“蔡叔停下了手中的剪刀，转过身，那张被古怪发型耽误的俊朗面容上难得地皱起眉头。小姐也在藏土，那些老东西
可不讲什么规矩，我担心。担心什么？王腾打了个哈欠，慢悠悠地坐起身来。担心那丫头吃亏，还是担心她空手而归？他拿起桌上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语气轻松。那些老家伙活了太久，一个个都快成精了，手段阴狠。小姐她……蔡叔的话语里透着一股藏不住的忧虑。王腾笑了笑，放下茶杯，看着蔡叔那张严肃的脸，调侃道：蔡叔，你这操心的命什么时候能改改？瑶儿那丫头从小到大，你见她什么时候吃过亏？他顿了顿，眼神中闪过一丝深邃。他临走之前，我给他的储物袋中放了一些护身宝物，不敢说横行诸天万界，但就这方大世界，还没人能真正伤到他。至于机缘……王腾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你忘了那丫头是什么体质了？她可是我从小喂到大的，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气运早就被我养得肥得流油了。她不抢别人东西就不错了，别人还想从她手里抢东西，做什么美梦呢？说着，王腾又重新躺了回去，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悠悠道：安心捡你的花吧，说不定等那丫头回来，还能给你带点藏土特产。蔡叔看着自家少爷这副万事不迎于心的模样，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默默地转过身，继续修剪他的花草。只是这一次，他剪下的是旁边一株长势正旺的灵药。哎，蔡叔，那株是你家小姐宝贝得不行的九叶草，你剪错了。蔡叔手里的剪刀微微一顿，藏土深处，轰隆，金光与黑爪的碰撞，掀起了足以撕裂天穹的能量风暴。那只从未知区域探出的巨大黑爪，在太古战黄金爆发出的无尽战意冲刷下，竟被硬生生地逼退了数丈。覆盖其上的漆黑龙鳞被那纯粹的战意金光灼烧得滋滋作响，冒出阵阵黑烟。吼！漩涡深处传来一道愤怒的咆哮。那只黑爪似乎被彻底激怒了，它不再试图直接夺取经文，而是五指猛然收拢，爪心处一团浓郁到极致的黑色能量球正在飞速凝聚。那能量球中仿佛蕴含着世间最污秽的法则之力，只是看上一眼，就让李建一这样的大圣都感到心神不宁，剑心蒙尘。不好，他要毁了那卷地经。凤渊失声惊呼，这禁忌的存在，得不到便要将其彻底摧毁。这等霸道狠绝的行事风格，让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太古战黄金所画的那道顶天立地的模糊身影，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爆发出更加高昂的战意。战！战！战！一声声怒吼不再是单纯的音波，而是化作实质化的金色战矛，铺天盖地，朝着那只巨大的黑爪急射而去。每一根战矛都蕴含着一位远古战魂不屈的意志，它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足以撼动万古的洪流。这是意志与法则的对决。轰！黑色的毁灭能量球与金色的战矛洪流在祭坛上空轰然相撞，光芒吞噬了一切，声音也消失了。在场的所有修士，无论修为高低，在这一刻都感觉自己变成了瞎子、聋子，他们的神识被彻底压制，五感尽失。空间如同脆弱的琉璃，在那片区域寸寸崩塌，化为一片虚无的混沌。就连藏土那坚固无比的大地，都在这股力量的余波下被硬生生地刮去了一层。噗！李健一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他布下的剑域在这股余波的冲击下剧烈晃动，几乎要当场破碎。他不得不全力运转大圣修为，才勉强护住了身后的灵瑶三人。其余圣地的人也都掏出了压箱底的东西，但情况都没有比李健一好到哪里去。太恐怖了！江若薇脸色煞白，他融合了妙玉菩萨的佛骨，神魂远超同阶，可在那股禁忌气息面前，依旧感到了深深的无力。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战斗范畴。这根本不是圣人，甚至不是大圣能够插手的力量。咔嚓！就在此时，一声细微的碎裂声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五感恢复了，众人骇然抬头，只见那只巨大的黑爪上坚不可摧的龙鳞竟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痕。一滴两滴漆黑如墨，却又散发着诡异腥甜气息的血液从裂缝中缓缓渗出，滴落虚空。那黑爪受伤了。太古战黄金所化的战魂意志，竟然真的伤到了这尊恐怖存在。然而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漩涡深处那道恐怖存在的怒火仿佛被彻底点燃。吼！一声咆哮，震得整个藏土都在剧烈颤抖。那只受伤的黑爪猛地一震，从裂缝中渗出的漆黑血液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汇聚于爪间。那滴滴黑血在汇聚的过程中不断扭曲变化，最终凝聚成了一道细如发丝的诅咒之光。它要污染地经。林瑶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先天道胎在疯狂示警，那道黑光蕴含着最本源的邪恶与污秽，一旦沾染，
就算是无上地精，也必然会蒙上瑕疵，甚至被彻底扭曲。这比直接毁掉地精更加恶毒。咻！诅咒之光划破虚空，无视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以一种无法理解的速度，径直射向那卷金色古经的虚影。这一次，太古战黄金所化的战魂身影，似乎也察觉到了致命的危机。漫天金光骤然收缩，化作一道坚不可摧的金色壁垒，试图抵挡。然而，那道诅咒之光太过诡异，它仿佛不存在于这个维度，直接穿透了层层战意所化的壁垒，点在了那卷金色古经的投影之上。嗡！金色古经剧烈地颤抖起来。只见那被诅咒之光点中的地方，一个微小的黑点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蔓延开来，如同滴入清水中的一滴墨汁，迅速荡漾。那些原本神圣霸烈的金色神纹，在接触到黑气的瞬间，竟开始扭曲变形，染上了一层邪异的色彩。完了！凤渊面如死灰，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一卷无瑕的地经就这么被污染了，这是任何一个追求大道之士都无法接受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卷经文的损失，更是对所有追求大道的修士的一种精神上的亵渎与打击。祭坛周围所有还活着的修士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前一刻的狂热，此刻尽数化为绝望。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片金色被黑色迅速吞噬，看着那顶天立地的战魂虚影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仿佛随时都会被那邪恶的黑气彻底腐蚀。李建义眉头紧锁，脸色重，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被污染的地精所散发出的气息正在发生质变，那股力量比黑爪本体散发出的禁忌气息更加阴毒，仿佛是恶念一般，一旦沾染便再难摆脱。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之际，林瑶的身体却有了异样的反应。他怀中抱着昏迷的黄灵儿，在那股污秽气息的冲击下，他体内的先天道胎竟毫无征兆的剧烈震颤起来。一股信息从道胎深处涌入他的识海，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之感陡然升起，仿佛这片天地间就不该存在如此肮脏的东西，仿佛这卷地经本就该是纯粹无瑕的。这股冲动是如此的强烈，让林瑶的灵魂都在颤栗。他看着那被污染的经文，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怒意与悲悯。小姐，那东西太邪门，不要多看，守住心神。李建义察觉到他气息的波动，沉声提醒。然而林瑶像是没有听见。在江若薇和凤渊惊愕的目光中，林瑶深吸一口气，竟主动向前踏出了一小步。他抬起自己的右手，纤细的食指遥遥指向那正在被黑气飞速侵蚀的经文投影。小姐！李建一心中大惊，刚要阻止，轰！林瑶的眼神便瞬间变得空灵而悠远，仿佛穿越了万古时空，一幅浩瀚的画面在他心头一闪而过。这是一种根植于他生命本源的记忆，幻象一闪而逝。林瑶的意识回归，但那种抹除着诡异气息的冲动却愈发强烈。他脑海中涌现出一股清晰无比的意念：这片地经虽被污染，却未彻底崩坏，它的本质依然纯粹，急需引导，回归正途。以我道胎，赤灵万法，涤荡污秽，回归本源。一声清冷的低喝从林瑶口中传出，满含威严。嗡！一道精纯至极的金色光点从林瑶掌心透体而出，这道金光顺着他的手臂如水银泻地般，瞬间汇聚于他伸出的指尖。下一瞬，一道由本源大道符文构成的金色丝线从他的指尖射出，刹那间就和那古经建立联系。奇迹发生了！只见那卷黑气蔓延的古经之上，那些被污染的金色神纹发出的哀鸣戛然而止，侵蚀的速度骤然停滞。紧接着，那个已经扩散到几乎将古经完全覆盖的黑气，竟开始以一种缓慢的速度向内收缩。丝丝缕缕的黑气仿佛遇到了克星，发出无声的尖啸，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从那些扭曲的金色神纹中硬生生地逼了出来，然后被金光彻底净化，化为虚无。这是怎么回事？凤渊揉了揉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江若薇更是美眸圆睁，红唇微张，她体内的佛骨在轻颤，她只感觉这股力量异常的纯粹，但是她还看不出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污染被逆转了。天穹之上，那个巨大的黑色漩涡猛地一滞，吼！一声震彻九霄、蕴含愤怒的咆哮从漩涡深处传出。那只巨大的黑色龙爪察觉到了自己的污染之力竟被一股未知的力量抵御，甚至在被净化，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他猛地一震，那受伤爪尖上的裂缝中更多的漆黑血液渗出，这些蕴含着禁忌法则的血液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牵引着，化作一点极致的毁灭之光。巨大的龙爪缓缓抬起，他的目标从地经之上转移到了下方那个胆敢挑衅他的渺小人影身上。他锁定了灵瑶，一道比之前那道诅咒之光更为凝练的漆黑光束在他的爪尖疯狂凝聚。
那股气息让李建一这位大圣都感到一阵头皮发麻，心中狂跳。不好！李建一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想都没想，一步踏出，挡在了灵瑶身前。剑来！一声暴喝，他体内的圣人之力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整个剑域在这一瞬间疯狂收缩，所有的剑意，所有的法则全部被他压缩到了极致，化作了一面剑壁，横亘在灵瑶身前。这是他身为大圣最强的一式防御。凝神！江若薇也是脸色煞白，他一步上前，站在李建一身侧，眉心佛骨光芒大放，一股祥和的魂力涌出，化作金色莲台的虚影，加持在李建一的剑壁之上，试图抵御那股精神层面的侵蚀。然而天穹之上，那只黑爪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他受伤的爪尖那凝聚的漆黑毁灭之力已经浓郁到了一个临界点，他带着彻底毁灭一切的意志轰然射出，那道凝聚到极致的漆黑光束撕裂了空间，也撕裂了李建一与江若薇最后的防御希望。光束位置，那股湮灭万物的意志已经压得李建一的剑壁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哀鸣，裂纹遍布。他这位新晋大圣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了何为蝼蚁，剑心通明，此刻也满是绝望。江若薇加持其上的金色莲台虚影，在那股纯粹的恶意面前，如同风中残烛，明灭不定。他身上的佛骨滚烫如烙铁，却无法驱散那股深入灵魂的刺骨寒意。完了！这是在场所有人心同时浮现的念头。然而就在那道漆黑光束即将洞穿剑壁，将灵瑶连同他身前的一切守护者尽数化为飞灰的刹那，时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慢了。虚空中毫无征兆地伸出了一只手，那是一只干枯的如同老树根的手，皮肤褶皱，指节粗大，看不出半点血色，仿佛是从万年古墓中刨出来的朽物。就是这样一只看起来一碰即碎的手，轻描淡写的横在了那道毁天灭地的漆黑光束之前。那道足以让大圣都为之绝望的漆黑光束，在触碰到这只干枯手掌的瞬间，就如同遇见克星一般，瞬间消散，仿佛它所蕴含的毁灭法则在这只手面前只是一个笑话。静，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一道苍老的身影半空中缓缓浮现，它并非破土而出，而是像一缕青烟般与尘土和死气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地凝聚成型，仿佛它本就是这片藏土的一部分。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袍，面容古拙，浑浊的眼眸中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正是藏土的那位大长老。他看都未看天穹上那只狰狞的黑爪，只是将目光投向被李健依护在身后的灵瑶等人，先是朝着灵瑶等人微笑点头，而后缓缓开口道：此地的诸位，是我藏土邀请而来的贵客，在本座的地界伤我藏土的客人，阁下未免太不将我藏土放在眼里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那些侥幸从刚才的余波中存活下来的各路修士，先是劫后余生的狂喜，紧接着一股更为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贵客邀请而来，不少人面面相觑，脸上神情古怪至极。我呸！刚才死了那么多人，血都快把地皮染透了，怎么没见你这老东西出来说是贵客？一名断了条手臂的圣人在心中恶狠狠地骂道：现在才出来装好人，当我们是傻子不成？另一名来自某个古老世家的强者眼神闪烁，目光在凤渊和那位大长老之间来回扫视，心中自以为看穿了真相。原来如此，真皇一族的弟子也在此处。这老家伙怕的不是得罪我们，是怕真皇一族的弟子死在这里，不好向那一族交代啊。那个净化经文的女子只是恰好站在弟子身边罢了。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看向凤渊的眼神充满了羡慕与嫉妒，而看向李建一、灵瑶等人的目光则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沾了凤渊的光。哼，同样是人，命就是不同。有个好出身，连藏土这种不毛之地的鬼物都得给你几分薄面。各种酸楚与不甘的念头在人群中蔓延。凤渊自己也是一脸茫然，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位藏土大长老。他很清楚，以真皇一族的地位，还不至于让藏土这种禁地之主如此忌惮。毕竟之前就已经死了一位地位不下于他的剑尘星，却丝毫未见他出来阻止。若是这位大长老不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却是有些不幸的。这其中必有他不知道的隐情。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个依旧在净化地经的女子身上。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天穹之上那个巨大的黑色漩涡中终于传来了一道清晰无比的意志之音。那声音不再咆哮，反而带着一种冷漠与嘲弄。老鬼，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喜欢多管闲事？老鬼这个称呼让在场所有修士心头一颤。能如此称呼这位深不可测的藏土大长老，这黑爪背后的存在
究竟是何等恐怖的生灵？大长老缓缓抬起头，浑浊的眼眸终于直视那巨大的黑色漩涡，嘴角扯出一抹僵硬的弧度，像是讥笑。不敢当，只是你这不请自来的恶客，一来就要掀了我的桌子，我这做主人的总得出来问问。你的桌子？漩涡中的意志之音带着一丝玩味。哼，我倒是知道你费尽心机引动此地契机，布下这所谓的地经传承，不过是想以此为坐标，接引那边的人归来罢了。怎么，怕我搅了你的好事？轰！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惊。坐标，接引那边的人归来。李建一的瞳孔狠狠一缩，心神俱震，他瞬间想通了许多事情。难怪此地会如此诡异，难怪地经会以这种方式出现。这根本不是传承，而是一场祭祀，一个信号。漩涡中的意志之音顿了顿，似乎在欣赏下方众人脸上的惊骇，随后话锋一转，变得森然可怖。我可以不干扰你的计划，你做你的坐标，我取我的东西，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但这卷太古战黄金乃是我志在必得之物，还有那个能净化我力量的女娃娃。意志之音的源头，那只巨大的黑爪微微动了动，遥遥指向下方依旧在与地经投影建立联系的灵瑶。把它连同那卷经文交给我，否则我不介意让你的藏土变成一座真正的藏土。威胁，赤裸裸的威胁。整个古战场的气氛在这一刻瞬间凝固，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汇聚到了那位藏土大长老的身上。一边是自己谋划万古的大计，另一边是一个刚刚才被自己称为贵客的少女。这道选择题似乎并不难做，在众人看来，牺牲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女娃娃来保全自己的谋划，同时平息一尊禁忌存在的怒火，无疑是笔划算的买卖。江若薇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她下意识地靠近了灵瑶一步，体内的佛骨光芒闪烁，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李建一更是握紧了手中的剑，哪怕明知是螳臂当车，他身上的剑意依旧凌厉，没有半点退缩之意。唯有灵瑶仿佛对外界的一切置若罔闻，他的心神完全沉浸在了那卷地经之中。在先天道胎的力量引导下，那片被污染的黑色正在被一寸寸的逼退净化，神圣的金色光辉正在重新占据主导。只是在黑爪那充满恶意的意志锁定他的一刹那，他指尖射出的金色丝线猛地绽放出一股更为璀璨的光芒，进化的速度竟陡然加快了几分。整个世界的喧嚣与杀机似乎都与他无关。大长老沉默了，他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喜怒。他先是看了看天穹之上的黑爪，又低头看了看那个少女，浑浊的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奇异光芒。许久，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这位藏土之主面对那禁忌存在的最后通牒，缓缓地一字一顿地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战场。你要他？大长老的嘴角勾起一抹谁也看不懂的诡异弧度。你也配？那一句你也配，轻飘飘的，此刻却颇具杀伤力。死寂，死寂之后是滔天狂怒。老鬼！冰冷且蕴含无尽杀意的意志嘶吼陡然响起。你在找死！轰隆隆，整个藏土都在这股怒火下剧烈震颤，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谷在古战场上蔓延开来，仿佛大地都承受不住这股怒意。漆黑的漩涡疯狂旋转，其威势比之前强盛了10倍不止。漩涡边缘甚至燃起了幽蓝色的魂火，散发出恐怖气息。本座今日只为这卷经文与这个女娃，你当真要为了她，让你这片破败的坟场彻底化为虚无吗？威胁，赤裸裸的威胁。然而面对恐怖威压，那位藏土大长老却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那只干枯的手依旧稳稳地横亘在虚空之中，仿佛天穹之上那足以毁灭一切的怒火不过是拂面的清风。你的威胁？大长老终于开口，声音依旧平淡，却满是蔑视。在这里一文不值。此言一出，那些刚刚升起一丝大长老在虚张声势念头的修士再次被震得七荤八素。这是赤裸裸的藐视，是完全没将对方放在眼里的绝对自信。我明白了。一名圣人强者眼中金光爆闪，自以为看穿了一切。这是藏土的尊严之战。没错，禁地之所以为禁地，就是因为其不可侵犯。今日他若是退了半步，明日这藏土就会沦为他人随意进出的后花园。这少女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让大长老向诸天万界众星宣告藏土威严的影子。这个合理的解释迅速在人群中传开，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毕竟相比于为了一个少女得罪禁忌存在这种荒唐的理由，为了维护禁地尊严而战显然要正常得多。人群中凤渊的脸色变幻不定，心中却满是惊骇。尊严？不对，别人看不穿，
他却是知道一些事情的。他的目光不受控制地瞥向灵瑶发髻上那七彩灵羽，那是他真皇一族的无上至宝仙气足羽，能从他真皇一族手中悄无声息地夺走仙气，还随手送给一个女娃当发簪，那位存在的通天手段他根本无法想象。而眼前这位藏土大长老面对黑爪之主的威胁，竟能说出你也配这等话语，其底气与那位神秘高人何其相似。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疯狂滋生，这位大长老必然认识那位夺走族羽的无上存在，甚至这位大长老也想讨好那位存在。这个少女根本或许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一瞬间，凤渊只觉得手脚冰凉，听着周围的议论，感受着那一道道原来如此的目光，大长老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莫名的情绪。他缓缓地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他抬起头，浑浊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最后落在了天穹之上那个暴怒的黑色漩涡上。看来古界藏土沉寂的岁月实在是太久了。他的声音很轻缓，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生灵的耳中。久到，大长老顿了顿，仿佛在给世人一个反应的时间。随即他一字一顿，大家都忘了这片古界曾是万界之源，诸天之始。话音落下的瞬间，嗡，整个藏土活了过来，一缕缕肉眼不可见的混沌气从皲裂的大地深处升腾而起，一道道古老沧桑的法则符文在虚空中明灭不定。这片死寂的战场在这一刻仿佛褪去了尘封亿万年的外衣，露出了它最原始本质。所有人都感到一股源自生命本源的压制力，仿佛自己不是站在一片土地上，而是站在一个巨型的生命体之上。而那正在净化地精的灵瑶感受最为真切，这股苏醒的本源之气竟主动与他的先天道胎产生了共鸣，一道道混沌气流环绕在他周身，让他指尖射出的金色丝线愈发璀璨，净化黑气的速度陡然暴涨了数倍。胡言乱语，给我死！漩涡中的存在显然也被这惊变刺激到了，他不再废话，其探出的黑爪之上，万千恶念符文疯狂汇聚，最终凝成一道黑光，撕裂一切，直射大长老面门。面对恐怖一击，大长老只是轻描淡写的伸出了那只干枯的手掌，那道毁灭之光在触碰到他掌心的瞬间，就如同泥牛入海，没有激起半点涟漪，便彻底瓦解消散。下一刻，大长老的身影在原地消失，他竟一步踏出，主动冲进了那代表着禁忌与不祥的黑色漩涡之中。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战场上便失去了大长老的身影。混沌深处传来了闷响，轰！一声沉闷的撞击，仿佛是两座太古神山撞在了一起，整个黑色漩涡都剧烈的鼓荡了一下。紧接着，一片片房屋大小的漆黑龙鳞带着腐朽的恶臭从漩涡中被打了出来，散落一地。吼！黑爪之主愤怒的咆哮传出，却夹杂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砰！砰！砰！紧接着是更加密集、更加恐怖的撞击声，每一次声响都伴随着大片空间的塌陷和混沌气流的暴走。众人看不见具体的打斗，只能看到那巨大的漩涡如同一个被不断击打的沙袋，疯狂扭曲变形。他们能听到鳞片碎裂的咔嚓声、骨骼断裂的咯嘣声，以及那禁忌存在从一开始的暴怒到中途的惊怒，再到最后的哀嚎，那咆哮声变了调。你到底是谁？这不可能，这个时代不可能还有你这样的生灵。惊恐的意志在哀嚎，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一记更加沉重的打击。噗嗤，一只覆盖着漆黑龙鳞的巨大爪指竟被硬生生从漩涡中撕扯下来，扔了出来，重重地砸在古战场上，将大地砸出一个深坑。那爪指上还残留着禁忌法则，却在接触到藏土的瞬间被那古原始的混沌气迅速消磨。不，住手！我走，我马上就走。黑爪之主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哀求。漩涡中终于传来了大长老那古井无波的声音，带着一丝淡淡的嫌弃。现在想走晚了。轰！混沌空间猛地一颤，在所有人骇然的目光中，那只巨大无比、之前还不可一世的黑色龙爪，竟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硬生生地从漩涡深处打了出来。它上面的龙鳞破碎不堪，漆黑的血液四处飞溅，5根利爪断了3根，整个爪子都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扭曲。龙爪刚一落的便猛地一缩，拼了命的想退回漩涡深处，逃离这片让他感到绝望的土地。也就在这时，大长老的身影从那正在剧烈波动的漩涡中缓缓走了出来。他衣袍依旧，气息平稳，仿佛只是进去散了个步。他并未追击，只是遥遥望向那仓皇逃窜的黑爪，以及那飞速闭合的黑色漩涡。在他的手中，不知何时竟多了一枚漆黑如墨、不断散发着邪异气息的诡异晶石。望着那晶石，大长老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勾起一抹弧度。天穹之上，
那巨大的黑色漩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剧烈收缩。漩涡深处，那只断了3根利爪的黑爪正拼了命地向后退去。此刻他满是狼狈与恐惧，他想逃。这片土地，这个老鬼都超出了他的想象。在场的所有修士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一尊禁忌存在就这么被打跑了，这位藏土大长老的实力究竟恐怖到了何种地步？然而大长老的身影立于虚空，衣袍在混沌气流中微微浮动，他并未追击，只是低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手中那枚刚刚从黑爪之主身上掰下来的漆黑晶石。那晶石之上还残留着禁忌存在那怨毒而不甘的意志。他缓缓抬起手，将那枚漆黑的晶石对着漩涡的方向轻轻一按。嗡！一股气息自晶石中爆发，空间仿佛凝滞了。那即将彻底闭合的黑色漩涡猛地一停，紧接着在所有人骇然欲绝的目光中，那本该消散的漩涡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定住，甚至开始以一种缓慢的速度被那枚小小的晶石逆向拉扯。他在被拖拽回来。不！漩涡深处传来一道惊恐至极的哀嚎。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修士，无论圣人还是大圣，都感觉自己的神魂与血脉都在那股气息疯狂站立，仿佛只要大长老一个念头，他们就会被瞬间抽干所有精气，化作这片土地的养料。李健一脸色惨白，他的剑心此刻竟在疯狂示警，那不是畏惧，而是一种本能的臣服。凤渊更是浑身僵硬，他体内的真皇血脉在这股气息面前卑微的如同尘埃，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无法升起。他终于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禁地尊严之战，这老怪物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赶走那黑爪之主，他是要活捉。轰！一道道由晶石光芒所化的漆黑锁链洞穿虚空，直接探入了漩涡深处。啊啊！凄厉的惨叫响彻整片空间。那股强大到让圣人都无法直视的禁忌存在，竟真的被那漆黑的锁链从漩涡的另一端强行拖拽了出来。当那禁忌存在的本体被彻底拽出漩涡的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修士都感到了源自灵魂深处的战栗与恶心。那根本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团庞大如山岳，由无数扭曲的血肉、漆黑的触须以及数不清的惨白眼球所组成的畸形肉团。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每一寸血肉都在疯狂蠕动，粘稠的黑色液体从它身上不断滴落，将虚空都腐蚀得滋滋作响。这就是禁忌存在的真面目，一种不该存于世间的恐怖聚合体。咔嚓咔嚓，晶石所化的锁链如同烧红的烙铁，死死地勒进了他的本体之中。每一次勒紧，便有大片鳞甲混合着血肉被硬生生剥落，腥臭的血液如同瀑布般喷溅而出。饶命！前辈饶命！我再也不敢了。那禁忌存在发出凄厉的哀嚎，他所有的法则力量在这片被大长老掌控的领域中如同儿戏。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人如此粗暴的活剥，这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单方面的碾压了。大长老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在锁链中疯狂挣扎，那张古拙的脸上没有半分怜悯。他手掌再次虚虚一握，嗡！手中的漆黑晶石光芒大盛，一股恐怖到极致的吞噬之力自晶石中爆发。那禁忌存在庞大的身躯猛地一颤，他感觉到自己最本源的力量正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从体内一点一点地吸扯而出。不，我的本源，你不能！哀嚎声戛然而止，只见一缕缕漆黑如墨的能量被强行从那畸形的肉团中剥离出来，汇聚向大长老的掌心。很快，那些漆黑的本源能量便在大长老的掌中凝聚成了一团剧烈跳动的黑色球体。然而，那枚诡异的晶石却散发出幽幽的光芒，将这团能量球笼罩。在晶石的光芒照耀下，那团邪恶的能量竟开始被净化，其中怨毒污秽被一点点磨灭，最终化作了一团纯粹的本源能量。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让众人惊讶不已。化腐朽为神奇，简直就是神迹！就在那团纯粹能量成型的瞬间，一丝柔和光晕从中溢散而出，飘向了下方祭坛。正被灵瑶抱在怀里的黄灵儿，长长的睫毛颤了颤，苍白的小脸竟恢复了一丝血色，虽然依旧昏迷，但气息明显平稳了许多。这一幕无人注意，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大长老手中的那团能量球。那是由一尊禁忌存在的本源所进化而成的力量，其价值无可估量。就在众人猜测大长老会如何处置这团能量时，大长老动了。他缓缓转过身，目光越过众人，落在了下方祭坛之上那个依旧在与地精投影建立联系的少女身上。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那片正在被寸寸净化的金色经文，又看了看自己手中那团纯粹的能量。随后他抬起手，将掌心那团被净化的能量球缓缓地抛向了正处于进化关键阶段的太古战黄金投影。不要！
凤渊目眦欲裂，失声惊呼：“疯了！这老家伙绝对是疯了！那能量虽然被净化，但其本质终究是来自那邪恶的禁忌存在。将这种东西注入地精，与之前那黑沼的污染有何区别？这不等于给正在疗伤的病人灌下一碗毒药吗？”凤渊的惊呼瞬间引爆众人。暴殄天物，那是禁忌本源，就算被净化了，其根源依旧是污秽与邪恶。他怎么能将其投入地精之中？完了，彻底完了！一卷无上地精，先是被污染，现在又被注入这种东西，神仙难救。心痛、惋惜，种种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在他们眼中，大长老的这一举动，无异于亲手将一幅绝世画卷给泼了一盆墨水上去。这比之前黑沼的污染更让人难以接受，因为这是在他们燃起希望之后，又被亲手将这希望彻底掐灭。李建一的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他下意识地将灵瑶往身后又拉了半分，全身剑意绷紧如满弓之弦，防备着可能发生的任何一变。然而很快，人群中便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不对，你们没想起来吗？那黑沼怪物之前说过什么？”一名眼神阴冷的圣人忽然开口，声音沙哑。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愣。他说：“这地精传承是一个坐标，是这藏语用来接引什么人归来的信号。”我明白了。另一人猛地一拍大腿，脸上也满是惊骇。这地精在被那诅咒之光点中的一刻，就已经彻底毁了，根本不可能被净化。那个女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延缓了其彻底腐化的速度罢了。这个猜测瞬间让众人皆是认同的点了点头。所以这家伙根本就没想过要救这卷地精，他打跑黑沼，夺其本源，为的就是用这股更强大的力量来彻底激活这个坐标。我们所有人会不会也成为激活这个坐标的能量？恐惧瞬间爆发，那被大长老活捉的禁忌存在，此刻仿佛就是他们的预言。一时间，所有人看向大长老的目光都充满了忌惮与恐惧。然而，面对众人的窃窃私语和惊惧的目光，那卫藏土大长老却是终面无表情。他负手立于虚空，那双浑浊的眼眸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下方祭坛上的变化，仿佛世间万物皆与他无关。那团被他抛出的能量球，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融入了那卷金色的经文投影之中。没有想象中的黑气再次蔓延。嗡！一声悠远嗡鸣响彻天地。只见那团纯粹的能量在接触到金色经文的瞬间，竟被瞬间点燃。但燃烧它的并非凡火，而是那卷太古战黄金自身不灭的战意，以及灵瑶体内那与大道共鸣的先天道胎。轰！金色的神焰冲天而起。那原本附着在经文之上的黑色污秽，在这股金色神焰的灼烧下，被瞬间蒸发，化为虚无。侵蚀被彻底逆转。非但如此，在燃尽了所有污秽之后，那股由禁忌本源所化的精纯能量开始疯狂反哺整卷经文。那些原本暗淡的金色神文，一个个重新亮起，光芒比之前更加璀璨。那顶天立地的战魂虚影也重新凝聚，身形比之前凝实了数倍，一股撼天动地的无上战意横扫了整个古战场。这怎么可能？凤渊嘴巴张得足以塞下一个鸡蛋，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他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感觉有些不真实。用敌人的力量来修复自己，甚至让自己变得更强，这是何等逆天的手段！就在众人还处于震惊之中时，那卷彻底恢复的太古战黄金猛地一震，一股浩瀚无边的道运以祭坛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这股道运没有丝毫攻击性，反而充满了最本源的大道之力。一名卡在仙台秘境关卡的中年男子被这道运拂过，浑身一颤，眼中瞬间爆发出狂喜的光芒，竟当场盘膝而坐。他要破境了。一名修炼刀道的强者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掌心刀意自行流转，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往刀之极境的康庄大道。李建一这位心境大圣也感到自己的剑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许多晦涩的剑道关爱在此刻豁然开朗。就连凤渊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真黄血脉在这股道运的冲刷下，竟发出了欢快的鸣叫，变得更加活泼与精纯，仿佛洗去了尘埃，返璞归真。这是一场机缘，一场无上帝经赠予的机缘。所有人都下意识地闭上眼睛，贪婪地感悟着这股道运，生怕错过一丝一毫。先前对大长老的恐惧与猜测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这泼天好处面前，还能有什么阴谋？而此刻，作为这一切中心的灵瑶感受最为真切。他的先天道胎在与那股道运的共鸣中发出了欢快雀跃的嗡鸣。他感觉自己与天地大道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仿佛他一呼一吸便是大道的吐纳。也就在这时，祭坛之上那彻底恢复的太古战黄金投影光芒大放到了极致。咔嚓，
一声清脆的响声，仿佛是世界的壁垒被打破，那片由无数金色神纹构成的虚影，竟开始从虚幻走向现实。一卷古朴的金色卷轴缓缓地在光芒中凝聚成型，它仿佛是由不朽神经铸就，上面烙印着万古不灭的战痕。地精，真正的地精本体出现了。所有感悟中的修士都被这股至高无上的气息惊醒，骇然地睁开了双眼。他们死死地盯着那卷神圣的卷轴，眼中充满了狂热与贪婪。一卷完整的无上地经就在眼前。然而，就在众人还在想着一会该如何夺取这地经的时候，那卷刚刚凝聚成型的太古战黄金竟微微一颤，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与意志。它在虚空中轻轻一转，卷轴的一端竟主动对准了祭坛下方那个依旧保持着伸指姿势的少女。他感受到了一股很亲近的气息，是那个少女在呼唤他。嗖！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金色卷轴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冲向灵瑶。小姐，小心！李健一大惊失色，刚要出手阻拦，那道金色流光却已经无比轻柔地没入了灵瑶的眉心之中。嗡！灵瑶的身体猛地一颤，浩瀚信息瞬间冲入他的脑海。他仿佛看到了一名伟岸的身影立于宇宙边荒，一拳轰碎万古星河，一脚踏平生命禁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战之极意。战，战，战！无数远古战魂的咆哮在他灵魂深处响起，那股不屈的意志非但没有伤害他，反而化作最纯粹的守护烙印，与他的先天道胎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地精择主，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脑中一片空白。他们拼死拼活，争得头破血流，甚至连禁忌存在都引了出来。最终，这最大的机缘却以这样一种方式落入了一个少女的手中。凤渊的脸上肌肉在不停地抽搐，他现在终于可以100%地确定，这位藏土大长老绝对认识那个宋灵瑶仙气发簪的恐怖存在。这哪里是地经传承，这分明就是送宝大会。他以为这是藏土上空那名大长老所为。就在此时，灵瑶那紧闭许久的双眼缓缓睁开，在他睁眼的刹那，两道璀璨的金色神芒从他眸中一闪而逝，其中蕴含的无上战意，竟让直视他的李建一都感到一阵心惊肉跳。那两道自灵瑶眸中迸射而出的金色神芒，虽只是一闪而逝，却仿佛两柄无上天刀，在所有人的心神之上狠狠地斩了一记，尤其是距离最近的李建一都感到一阵心惊肉跳。不是修为，不是境界，而是道的碾压。太古战黄金所代表的战之极道，与灵瑶的先天道胎完美相融，让他此刻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仿佛在阐述着天地间最本源的功法治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在四肢百骸中流淌，他的神念无限延伸，仿佛能洞悉这片古战场上每一缕尘埃的起落。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定在那个站在祭坛之上、身形纤细的少女身上。羡慕、嫉妒、贪婪，各种眼神纷纷聚集在少女身上。一卷完整的无上地经，就这么认主了。他们在这里打生打死，连禁忌存在都被引了出来，斗智斗勇，机关算尽，到头来却只是给别人做了嫁衣。凭什么？凭什么这天大的机缘会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女身上？呵！人群中，一名身着黑袍、气息阴冷的圣人，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他并未出声，但一道神念却悄无声息射向不远处另一位周身血气环绕的老者。血河道友，这女娃的先天道胎确实不凡，竟能引得地精主动择主。可惜她太嫩了，如3岁小儿手捧神经，根本不知其重。这地精，她保不住。那被称为血河的圣人眼中血光一闪，神念回应：影煞，你的意思是？等。影煞回复：此地是这老怪物的主场，我等不宜动手。可他终究要离开藏土，只要出了这片地界，一卷无主的地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娃，你我联手平分此经，如何？结，正合我意。两人的神念交流快如电光火石，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立于虚空之上那位始终古井无波的藏土大长老，那双浑浊的眼眸在他们神念交汇的刹那微微动了一下。更让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祭坛之上刚刚融合地经的灵瑶，那双清冷的眸子竟在瞬间锁定了他们。那目光冰冷而锐利，仿佛蕴含着太古战黄金的无上战意，竟让两位圣人强者心头猛地一跳，神魂都感到一阵刺痛。或许这少女与藏土真有渊源，除了这个解释，我想不到别的了。藏土出世的地经不选凤渊这等天骄，偏偏选了他，这本身就不合常理。我看8成是这大长老暗中做了手脚，他保下此女，
就是为了这一刻。人群中各种猜测与议论声此起彼伏，凤渊也彻底想开了。送宝大会，这真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送宝大会。他现在无比确信，这位大长老必然与那位随手将他真皇一族仙气足语拔下来送给林瑶当发簪的恐怖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大长老动了。他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只是缓缓抬起那只干枯的手掌，对着人群中那影煞圣人与血河所在的位置轻轻一握。啊！不！两声短促而凄厉的惨叫同时响起，众人骇然回头，只见那影煞圣人与血河两人脸上的表情还颇有些茫然，他们的身体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凭空攥住。咔嚓咔嚓，空间在他们周围急剧扭曲坍缩，他们的圣人之躯在那股无法抗拒的伟力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骨骼和神魂都在一瞬间被强行挤压。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圣体崩裂，却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最终在所有人惊恐欲绝的目光中，两位名震一方的圣人强者竟被硬生生捏成了两颗拳头大小混合着血与骨的肉球，连一丝神魂都未能逃逸。砰砰，两颗肉球从空中坠落，砸在皲裂的大地上，发出了两声沉闷的轻响。全场死寂，一股冰寒刺骨的凉意从在场的每个人心中升起。大长老缓缓收回手，仿佛只是碾死了两只苍蝇。他那浑浊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平淡，却满含斩钉截铁的意味。此女是我古界藏土的贵客，谁动她，便是与整个藏土为敌。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地面那两滩污血，语气没有丝毫波澜。这片土地还缺些养料。话音落下，在场众人顿时哗然。贵客，藏土的贵客，这几个字比刚才那血腥的手段更具冲击力。众人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有半分不该有的心思。他们这才真正明白，大长老之前保下灵瑶，根本不是看在凤渊的面子上，也不是为了什么禁地尊严，而是灵瑶本身就拥有让这位藏土之主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的资格。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这个少女和藏土有什么渊源不成？这个疑问顿时悬浮在场众人的心中。然而就在这时，毫无征兆的轰一声巨响，不是来自古战场，而是来自这片天地的最高处，仿佛有一柄无形的开天神剑自9天之外斩落，硬生生将藏土那混沌色的天穹撕开了一道横贯万里的恐怖裂痕。无穷无尽的庚金剑气如同决堤的天河，从那裂痕之中疯狂倾泻而下。那剑气冰冷霸道，充满了毁灭一切的意味。在这股剑气面前，所有修士无论圣人还是大圣，都感觉自己的兵刃在不受控制的嗡鸣颤抖，仿佛是在朝拜他们的帝王。李建一这位大圣剑修更是脸色煞白如纸，他体内的剑心竟在这股气息下被压制得几乎停转，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这时见到主宰大长老缓缓抬头望向那道撕裂天穹的剑痕，那张始终古井无波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凝重。一道冰冷的声音如同天雷般响起：古界藏土之主，本座的传人魂断于此，本座前来讨要一个说法。话音落下的瞬间，那横贯天穹的万里裂痕之中，一道身着朴素麻衣的身影缓缓浮现。他并未刻意释放任何威压，但随着他的出现，那从裂痕中倾泻而下的无尽剑气却愈发狂暴，仿佛亿万柄沉睡的神剑被同时唤醒。整个古战场瞬间化作了一片剑的国度，空气中充斥着铿锵震鸣，大地被无形的剑意切割出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所有修士无论修为高低，都感觉自己的脖颈上仿佛被架上了一柄无形的利刃，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一名圣人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仅仅是这个动作，一道游离的剑气便感应而至，扑哧一声，他的护体神光如同纸糊，整个人瞬间被搅成了漫天血雾。天剑神域，是天剑神域之主剑无涯。人群中一名来自圣界的圣人强者开口道，声音因极度的恐惧而颤抖，脸上血色尽退。此言一出，人群顿时炸开了锅，惊恐的议论声蔓延开来。剑主无涯，那个以一己之力镇压了整个圣界剑道万古的活着的传奇。我曾听闻300年前有不朽皇朝的太子，只是在背后议论了他一句剑道已至尽头，第二天整个不朽皇朝连同其所在的星域都被一道剑气从星图上彻底抹去。疯子，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简直就是霸道的化身，他的理就是他的剑，他来这里完了，我们都要被牵连。恐惧在每一个人的心底疯狂滋生。如果说藏土大长老的强大是那种深不可测执掌规则的威严，那么这位剑无涯的恐怖就是最纯粹的霸道。他
是来寻仇的。面对这位不速之客，藏土大长老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凝重。他缓缓抬头，与那裂痕中的麻衣身影对视，声音一如既往的平淡：藏土出事，机缘自显，入此地者，生死在于个人，各安天命。他的意思很明确，这是我的地盘，人是自己要进来的，死了是他自己没本事，与我无关。好一个各安天命！天穹之上，剑主无涯的嘴角扯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在本座的剑下，从无天命。既然你不愿给本座一个说法，那本座便自己来取。他的目光如同两道实质化的剑光，缓缓扫过下方的每一个人，那冰冷的视线让所有人都感觉神魂冻结，不敢与之对视。今日此地所有与剑晨星有过接触之人，都随本座回天剑神域，入剑狱，受万剑穿心之刑，直到有人说出真相为止。他的话轻描淡写，却让所有人如坠冰窟。剑狱，那是天剑神域最可怕的地方。传闻被关进去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神魂会被亿万剑气日夜凌迟，直至彻底磨灭成虚无。这根本不是要找真相，他就是要用这等残暴的手段来宣泄他心中的怒火。剑主前辈，请息怒。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凤渊硬着头皮站了出来。他深吸一口气，对着天穹之上的身影恭敬地行了一礼。剑晨星道兄之死，实乃一桩天大的冤案，我等也是受害者。哦。剑主无涯的目光落在了凤渊身上，表情却不为所动。凤渊不敢怠慢，连忙将之前在那座古殿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从炼心路的诡异，到长生大帝的传承陷阱，再到那自称大帝阴面的古老残魂，如何一步步诱导剑晨心到心破碎，最终将其夺舍的全过程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所以剑主前辈，真正害死剑晨心道兄的是那个蛰伏在藏土深处的万古老魔，与我等，与在场的任何人都毫无关联啊。凤渊说完，心中忐忑不安。他希望这个解释能让这位不讲道理的剑主将矛头转向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剑主无涯听完之后，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只是淡淡的开口道：说完了。凤渊一愣，下一秒剑主无涯的目光越过了他，最终锁定在那个刚刚融合了地精的少女身上，正是灵瑶。在他的视野中，别人看不到的景象清晰浮现。在那个少女的周身上下，除了璀璨的地精道韵外，还缠绕着一缕微弱的漆黑印记，那正是剑晨心神魂被磨灭前的一丝不甘与恨意所化。在接触到他目光的刹那，灵瑶只感觉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但他并未退缩。识海中太古战黄金，自主轰鸣，一股不屈不挠的无上战意自他先天道胎中喷薄而出。他那清冷的眸子深处，仿佛有一个金色的虚影一闪而逝，那股几乎要将他神魂撕裂的剑意，竟被这股出生的战意硬生生顶了回去。你说的或许是事实，剑主无涯的声音缓缓响起，但为何在他魂飞魄散之后，那股最深的执念与恨意所化的魂之残印会烙印在你的身上？这股气息本座看得一清二楚。他缓缓抬起手，一根手指遥遥指向灵瑶，语气不容置疑：你跟本座走一趟。轰！全场哗然，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部聚焦在了灵瑶身上。那些刚刚被大长老的雷霆手段吓破了胆的修士们，此刻竟不少人眼中都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快意。有意思，真是有意思。这女娃刚被藏土之主宣布为贵客，转眼就被剑主给盯上了。一个是此地的主宰，一个是圣界的杀神，这下我看那老怪物还怎么保他。嘿嘿，最好是打起来，打得天崩地裂，我等正好可以趁乱逃离这个鬼地方。众人的心思在这一刻变得活络起来，他们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但他们却无比期待这两尊无上存在能为了这个少女彻底撕破脸皮。凤渊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千算万算，没算到剑主无涯竟然能凭借一道残存的执念就直接锁定了灵瑶。而李剑一更是脸色煞白，他想也不想，直接横跨一步挡在了灵瑶身前，手中长剑嗡鸣，摆出了一个绝死之势。然而他的这点修为在剑主无涯面前与螳臂当车毫无区别。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汇聚到了那位始终沉默的藏土大长老身上，现在压力给到了这位身上。他刚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灵瑶是藏土的贵客，谁动谁死。现在剑主无涯就要动他，他是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与这位圣界杀神硬汉到底，还是会选择退让，将这个贵客交出去以平息剑主的怒火。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他的抉择。只见藏土大长老那浑浊的眼眸
缓缓从天穹之上的剑主无涯身上移开，落在挡在灵瑶身前的李建义身上，又看了看一脸决然的灵瑶。他沉默了数息，然后他动了。他一步踏出，身形瞬间出现在了灵瑶的身前，与李健一并肩而立，正面迎上了那裂天而来的无上剑威。他没有说话，但他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一切。古战场上那死寂的气氛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大长老一步踏出，天地间的气机瞬间为之医治，那股自天穹裂痕中倾泻而下，足以割裂圣人神魂的无尽剑威，在触及他身前3尺之地时，竟如春雪遇骄阳，无声无息的消融殆尽。他那干瘦的身影此刻却仿佛化作了一座不可逾越的神山，挡在了灵瑶身前，将所有的剑意尽数隔绝。没有言语，但这个动作已是对天穹之上那位圣界杀神最强硬的回应。古战场上死寂的气氛被瞬间引爆，所有修士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心脏狂跳，血液几乎要冲破血管。打起来，真的要打起来了。一位是藏土大长老，一位是凶名震慑万古的圣界杀神，这等场面万年难遇。这2位站在各自领域之巅的无上存在，真的要为了一个少女在此地开战。天穹裂痕中，剑主无涯那双冰冷的眸子微微眯起，一道足以冻结神魂的寒芒自他眼中迸射而出，直刺大长老谷仓。剑主无涯开口了，他直呼大长老的真名，声音里不带一丝波澜。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娃与本座为敌？大长老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声音一如既往的平淡。剑无涯，是你擅闯我藏土，剑指我之贵客，为敌者是你。他一句话便将所有的话头轻描淡写的堵了回去，言下之意，这里是我的地盘，是你来找茬，不是我与你为敌。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光芒。你传人神魂被污，另有真凶，你若执意在此地动手，只会让轻者痛，仇者快，于事无补。剑主无涯闻言竟仰天长啸，那笑声充满了无尽的霸道，化作实质的剑气音波，震得整个古战场都在嗡鸣作响。无数修士在这笑声中七窍流血，神魂欲裂。轻者痛，仇者快。笑声戛然而止，剑主无涯的眼神变得森然无比。本座的道便是剑，本座的理便是手中之剑。我天剑神域的传人死在了此地，若本座就此退去，不做计较，从今往后圣界何人还进我天剑神域？岂不是任何阿猫阿狗都敢来欺凌我门下弟子？这个先例本座开不得。他的声音斩钉截铁，这就是剑主无涯，他要的不是真相，而是天剑神域至高无上的威严。大长老谷仓沉默了，他明白和剑无涯这种人是讲不通道理的。此女乃我藏土贵客。他再次开口，语气变得同样强硬。你带不走贵客？剑主无涯脸上的讥讽之色更浓了，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被大长老护在身后的灵瑶，仿佛在看一件有趣的藏品。谷仓，你这老不死的，守着这片破烂坟地无数岁月，什么时候也学会招待客人了？莫非这女娃是你藏土研究了无数纪元的某位禁忌存在的转世身？他的话让在场众人心中又是一突，难道这少女的来头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恐怖？不等众人细想，剑主无涯话锋一转，语气中的轻蔑不加掩饰。可惜谷仓，你瞒得过他们，却瞒不过本座。你现在站在这里的不过是你的一道意志化身罢了，你的真身被困于藏土最深处，现在根本无法动弹。凭你这道连全盛时期1/1000力量都不到的化身，也想拦我？轰！此言一出，不亚于一道惊雷在所有人心中炸响。什么？眼前这位威压全场，随手便能捏死那个神秘禁忌存在的藏土大长老，竟然只是一道化身？众人骇然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大长老，只见大长老谷仓的面色依旧古井无波，并未因被揭穿而有丝毫变化，但这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默认。完了，黄灵儿等人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刚刚升起的一丝希望被彻底碾碎。灵瑶的心也猛地一沉，他能感觉到随着剑主话音落下，那股无形的剑威骤然暴涨，即便有大长老挡在身前，依旧有丝丝缕缕的锋锐之气渗透进来，让他感觉神魂都在被凌迟。然而也就在这一刻，他识海之中那刚刚烙印下来的太古战黄金猛然爆发出万丈金光，一个古朴的战字仿佛活了过来，自主运转，一股不屈不退的无上战意自他身躯中轰然苏醒。灵瑶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深处一股前所未有的昂扬斗志却被彻底激发。他知道自己与对方的差距如同天堑，但战黄金的道便是遇强则强，宁折不弯。就在这气氛压抑到极致的时刻，剑主前辈，
还请息怒。凤渊再次硬着头皮站了出来，他顶着那几乎要将他身体压垮的剑威，对着天穹躬身一礼：灵瑶姑娘同样是我真皇一族的贵客，他不得不赌。灵瑶发髻上那根足羽是他此行最大的目的，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灵瑶被带走，否则他真皇一族将再无寻回镇族仙气的可能。他搬出真皇一族，并非是想用其威名来压迫剑主，而是想增加灵瑶这边的筹码，让剑主无涯投鼠忌器。然而他显然低估了剑主的霸道。真皇一族，剑主无涯的目光如同利剑般扫过凤渊，那眼神中的轻蔑与不屑让凤渊如坠冰窟。呵，一声冷笑自剑主口中发出，带着一股奇异的魔力，竟震得凤渊气血翻涌，噔噔噔连退数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小子，若不是看在你族女帝凤青天正在闭关冲击更高境界的份上，本座上需卖他几分薄面。单凭你敢第二次站出来聒噪，现在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凤渊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心中涌起一股无尽的荒谬与苦涩。凤青天女帝，这位剑主竟还以为凤青天女帝是真的在冲击更高层次，殊不知就是因为其得罪了疑似灵瑶背后的人，才落得被闭关的下场。而他此刻竟然也要带走灵瑶，何其讽刺！他想解释，却发现自己在剑主那霸道绝伦的目光注视下，连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天剑神域之主，威势尽至于斯，连藏土之主的面子都不给，连真皇一族的名头都直接无视。还有谁能阻拦他？多说无益。天穹之上，剑主无涯似乎也失去了所有耐心，他不再理会任何人。他缓缓抬起了手，对着祭坛的方向遥遥一握。此女，本座要定了。轰隆，一只由亿万道庚金剑气汇聚而成的擎天巨手瞬间撕裂虚空，朝着灵瑶当头抓下。那巨手遮天蔽日，五指如五座通天剑山，指尖缭绕着毁灭性的混沌剑气，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碎，法则尽数湮灭，化作一片虚无的黑洞。在这一抓面前，所谓的圣人大圣与蝼蚁无异。而敢大长老谷仓那双浑浊的眸子爆射出骇人神光，他干枯的手掌猛地向前一推，一股苍茫厚重的巨大掌印逆天而上，迎向那只剑气巨手。